男人仅仅只是给予了她新鲜的花朵，小蜜蜂却是每天用辛勤的劳作作为回报，甚至还为她生了很多蜜蜂幼崽。可她的真实身份是一只肉食性蜜蜂，不仅会用毒针猎杀食物，更是会将它们吃掉。但她不会对这个男人动手，只因男人是她唯一的人类朋友。男人名叫朴世俊，在没有遇到他们之前，还是一名毕业应届生。可就在他买菜回去的时候，却意外进入了这黑塔之中。没人知道这些黑塔的来历，但他们却出现在全球各地。除了受到邀请，没有人可以强制进入。当然还有另一种办法，那就是冒险者通关后获得的奖励，就是这种黄金门票。也因此它的价格被炒到了60万一张。作为出道的社畜，自然是不可能有钱买的。所以朴世俊看见传送门就往里冲，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好运来了，殊不知这个传送门是黑塔的一个漏洞。但朴世俊的到来，管理者也有所察觉，所以他需要尽快将漏洞修复。而另一边，此刻的朴世俊还是兴高采烈，可下一秒他却突然愣住了，因为他所在的不是冒险者说的广场，而是来到了一个鸟不拉屎的天坑之中。唯一的洞口也有3、4层楼那么高，任凭他如何呼喊也没有得到回应。捣鼓了一天没有一点进展，反倒是肚子开始不停的叫唤。好在刚才在超市里买的食物也一同带进来了，看着为数不多的食物，他小心翼翼将它们摆放整齐。在填饱肚子之后，朴世俊也不知道要被困多久，他的这点东西维持不了几天，必须要在吃完之前找到出路才行，否则必然被饿死。就在这时，他注意到刚才吃剩下的苹果种子，朴世俊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自给自足。随后他便将苹果埋到土里，再将为数不多的大葱掰成几段。做完这一切后，天已经黑了。就在这时，一道恐怖的声音传来，当他抬头看去，居然发现了一条飞龙。朴世俊也因此被吓晕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却发现已经是2天后了。随后他下意识靠到一棵植物身上，可当他回过神来，这里怎么会有树？没想到他前2天种下的葱居然长了2米多高，就连一旁的苹果和番茄都长出了幼苗。正常的植物不可能生长得这么快，看来是高塔的力量影响了它们。为了不干扰到小幼苗的生长，朴世俊打算先将大葱收集起来，而他也对这大葱味道非常好奇，随即便尝了一口，下一刻直接让他感受到了什么叫人间清醒。没想到大葱也辣出了新高度，原来改变的不仅仅是生长速度，辣味的基因也加强了许多。等朴世俊缓过神来，他对这个洞穴所在的楼层也非常好奇，说不定是顶级玩家都无法达到的高度。就在这时，几滴水打在他的脸上，这让他感到非常奇怪。当他抬头看去，没想到是一只兔子，紧接着兔子一跃而起，直接把朴世俊当落脚点，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把他都惊呆了。看起来他不是一只寻常的兔子，而兔子也对地上的大葱很感兴趣，随即指着一旁的大葱吧唧吧唧的示意朴世俊。看着兔子的动作，朴世俊也知道兔子是在问他可不可以吃一点，没想到兔子也爱吃大葱。随后一人一兔坐在一起啃起来，而朴世俊让他多吃一点，毕竟它的生长速度太快了，一转眼的功夫又长高了这么多。就在这时，一旁的兔子在哔哔哔的叫着，这让朴世俊感到非常奇怪。随后又有一只兔子从上面跳下来，看着他们亲密的样子，朴世俊便明白他们是一对夫妻。兔子对此也给予了肯定，而2只兔子好像是有目的而来，他们想跟朴世俊一起住在这里。看着小兔子弱小又无助的表情，眼睛里充满了满满的期待，实在是让人难以拒绝。而朴世俊也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不过也不能白吃白住。可没等他说完要求，兔子就扑到了身上，对朴世俊的收留表示感谢。随后他们便开始辛勤的劳作起来，一只负责给幼苗浇水，一只则负责收捡大葱。而朴世俊也没想到兔子居然能自带农具，兔子先生的洒水壶能源源不断出水，兔子太太的裙子好像自带空间魔法，能拿出剪刀铁锹之类的工具。有了他们的帮忙后，农活一下子就被做完了。而他也注意到小番茄成长的比之前的要快上许多，看来是兔子对植物生长提供了帮助。一旁的兔子夫妇正一脸紧张地看着朴世俊，原来是他们误以为朴世俊不满意他们的工作，因为刚才他有说过不能白吃白住。随后朴世俊对他们的劳动成果给予了合格，在得到肯定后，兔子夫妇十分开心。就在这时，他们开始讨论起来，随后向一旁的空地跑去，在选择了一块风水宝地后，兔子先生便开始工作起来。片刻之后，待兔子太太挂上花环，一间温馨的房子就此诞生。这可把兔子累得够呛，朴世俊也对他的能力表示认可。可就在这时，喜提新居的兔子太太一脸娇羞地看着兔子先生，随即示意他进房聊聊。这可把兔子先生吓一跳，现在是大白天不好吧？可太太不管3721，一把就将他拖走了。而朴世俊只能含泪祝福，有谁懂单身狗的痛苦啊？不过这也是万幸的事情，不然一个人在洞穴也是非常无聊的。就在这时，他的背后突然冒出了一股黑烟，朴世俊因此疼得跳了起来，烫得他在地上疯狂打滚。当他回头看去，发现竟然是塑料瓶发出来的，塑料瓶的折射将阳光汇聚成了一个点，恰好落在他的身上。等朴世俊回过神来，却是大吃一惊。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不过我们并没有放弃希望。没错，这就是荒野求生的第1节课，如何在野外生活。可经过几次尝试，朴世俊都没能成功，看来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就在这时，兔子夫妇的房门被推开，兔子先生一脸憔悴地走了出来，却看见朴世俊趴在地上对着叶子吹气，他随即上前示意要帮忙，你们来的正是时候。随后兔子在下面负责吹气，朴世俊则站起来重新汇集阳光，下一瞬火苗燃起来了。见此，朴世俊很是兴奋，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吃熟食了。那么接下来就让兔子夫妇尝尝人类的美食。经过一段时间的烘烤，大葱终于完成了。等到把外面烧焦的部分去除，此刻的大葱变得很是香甜脆
脆爽。经过炭火的烘烤，大葱犹如糖果一般香甜，就感觉口中有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大地上奔驰。随后兔子夫妇也有模有样的学了起来，只是简单的2口就让他们被人类的食物征服。而这也是朴世俊来到黑塔吃的第一份熟食。第2天一早他便醒了过来，吃饱喝足后，朴世俊利用火焰做出了火把，他要将这些火把用来照亮整个洞穴。可途中他却发现了水中的大鱼，看着落在地面挣扎的鱼儿，朴世俊显得很是意外。之前他并没有在这里看到鱼，可能是因为太暗的缘故。而获得鱼的第一时间，朴世俊就迫不及待地做起烧烤。不一会，他大口地咬在了烤鱼上面，那久违的肉味让朴世俊连连称赞。但没想到的是，一旁的兔子夫妇竟然也想吃，虽然感到很是诧异，可他还是拿给了兔子们尝尝味道。随后的生活中，他还掌握了一些规律，在这里每隔30天就会有日食，届时天空会出现一轮蓝月，伴随着的还有一些未知的怪物在洞口游荡。由于手机和电脑的电量不足，因此朴世俊就用传统的方法计时。现在也正是他被困此处的第61天。而不久之后，兔子夫妇还生下了许多的小兔子，这些小兔崽子很是喜欢朴世俊，他也因此成功当上了兔子的干爹。但调皮的小兔子让兔子夫妇累得够呛，于是朴世俊就主动帮他们照顾孩子。得到同意后，他就带着一群小兔子去看他的菜园。现在种下的小番茄已经成功开花了，好在他每天都会来人工授粉。可长时间下来，朴世俊也有些累得受不了，如果能有蜜蜂飞到这里就好了。这时的小兔子也学着朴世俊拨弄着番茄花，但仅仅是掉下来的一点点花粉，就使得小兔子打了一个喷嚏。安抚完调皮的兔子后，朴世俊惊喜地发现番茄藤上竟然出现了果实，这让他开心的又唱又跳。2个月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第2天一早，朴世俊的第一件事却是给自己穿上了一身大葱防寒服，因为新一轮的日食马上就要开始。做好准备的他随即就和兔子夫妇告别。等到晚上，洞外便有着许多的怪物乱晃，而朴世俊则是双目无神地坐在洞内，外面实在吵得他难以入睡。为了不让外面的怪物发现自己，朴世俊还提前将那些会散发味道的东西藏起来了。但等待蓝月结束的过程确实太过折磨，本以为再坚持就能度过时，他却听到了洞外传来的巨大响声。就在朴世俊抬头望向洞外时，一只巨大的红熊也在死死地盯着洞口，看着眼前的擎天巨兽，朴世俊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几倍。好在红熊似乎还没有发现洞内小人，见状朴世俊便想躲到洞穴的更深处去，却不想下一秒包包中的番茄和水不慎掉在了地上。他本以为声音很小无法吸引红熊，却不想对方已经趴在了洞口。这一幕也将朴世俊吓得魂飞魄散，而红熊也在洞外疯狂地咆哮着，一副要将他吃下去的模样。惊吓过度的他随即就晕了过去。等到白天的时候，小兔子们就来准备叫朴世俊，见他一直睡得很死，兔子先生就强行给朴世俊开机，被兔子狠狠打了一巴掌，他也就从梦中惊醒了。这时的朴世俊还有些神志不清，见状兔子先生就示意他蓝月已经结束了。再次回想着昨晚的经历，朴世俊差点以为自己要死了，他身上的大蒜外衣也不在，此刻正冷得浑身颤抖。另一边的兔子太太则是找到了昨天掩盖住的火种，等到兔子夫妇将火升起来后，朴世俊这才暖和了许多。不一会的时间，兔子太太就把烤好的鱼递了上来，饿了很久的他随即美美的吃着烤鱼。昨晚朴世俊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还活着，不过想那么多也没用，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吃饭，然后活下去。就在这时，兔子先生兴奋地跑了过来，他对着朴世俊一一地叫着。看到这一幕的他很是疑惑，随即便跟着兔子先生来到了菜园。此时的小番茄已经长大成熟，浑身散发着晶莹的光芒。见状的朴世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才短短1天，小番茄就长大了这么多。虽然小番茄很是漂亮新鲜，可让他意外的是，番茄居然是蓝色的。就在朴世俊考虑是否成熟的时候，他的眼前却出现了系统的提示，原来是他达成了收获蓝月气息果实的成就。紧接着系统上显示黑塔的管理者正注视着朴世俊，而上面赫然表明朴世俊之所以来到这里，是由于黑塔管理者的失误。见状的朴世俊立即对着系统大喊，让管理者送自己出去，可对方却在苦恼要不要杀了他掩埋失误，这顿时就遭到了朴世俊的强烈反驳。也许是对他有所愧疚，下一秒塔的管理者就为朴世俊完成了觉醒，这代表着他即将正式成为黑塔中的觉醒者。朴世俊很期待自己获得什么职业，最好是他喜欢的魔法师。但当黑塔的管理者决定好后，朴世俊便直接愣住了。原来他觉醒成了 F 级的黑塔农夫。虽然眼前的这些职业特性看起来很有用，可农夫这个职业他简直无法接受。心中不爽的他当即就要将小番茄摔在地上，但看到下方的小兔子们，朴世俊便停了下来，因为这是他们一起努力的劳动成果。望着兔子一家害怕的模样，朴世俊这才平复了心情，再次看向手中的蓝色小番茄。他明白自己不该要拿它发泄，因为这是他们努力很久才种出来的，也许当一个农夫也挺不错。随即朴世俊便招呼着兔子们一起去种田。这时他手中的小番茄生出了一轮光圈，看着上面的介绍，朴世俊这才明白这颗小番茄并不简单，它不仅十分好吃，还有永久提高魔力和减肥的奇效。现在的朴世俊也反应过来，小番茄竟然是一件道具，虽然只能提高 0.05 魔力值，但这已经让他足够意外了。与此同时，黑塔的管理者却在死死地盯着朴世俊的菜园，看着菜园中新鲜的小番茄，他的肚子更是止不住的狂叫。而菜园里的朴世俊则是感谢着小兔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忙，菜园也很难发展到现在。不过他们的欢声笑语还没有结束，系统的提示便再次传来，上面派发了一个任务给朴世俊，任务的要求却是将蓝色番茄上交给塔的管理者。
奖励是一个职业技能，拒绝的代价则是死亡。看着不给就要死的提示，朴世俊一时间也被吓得浑身发抖。虽然说是一个任务，但在他看来根本就是在威胁。可想着拒绝的代价，朴世俊还是将番茄献给了塔的管理者。下一秒，小番茄便直接消失，而他的任务也成功完成了。刚刚上面还写了任务奖励一个职业技能，所以朴世俊很想知道是什么。打开之后，他获得了1级的播种技能。这平凡的技能让朴世俊一阵沉默，但他的职业是黑塔农夫，貌似给播种也是合情合理。好在终归是觉醒了职业，因此接下来朴世俊捕鱼也能获得经验值。水潭里的鱼很多，不过他不打算一次性抓完升级，而是决定吃多少抓多少。将鱼全部烤熟后，朴世俊就大声地呼喊着小兔崽子们。闻声的小兔子也是全部跑了过来，把兔子幼崽的分完后，最大的2条则是拿给兔子夫妇补身体。觉醒职业的他现在也看到了兔子夫妇的身份，他们的原名叫农夫小白兔。比起战斗，他们更擅长的是种田。朴世俊猜测他们应该是失去了农场，所以才流浪到了这里。如果他也能听懂兔子语就好了，至少那样可以聊聊天。吃完东西，朴世俊就兴致勃勃地站起身。今天是他们农场的重要日子，兔子夫妇也是开心地回应了朴世俊。此刻他们的菜园中，小番茄已然成为了饱满的大番茄。望着颜色正常的番茄，朴世俊的眼中充满了期待。小兔子们和他此时的心情一模一样，努力了这么久，现在终于到了采摘的时候。在兔子们的期待下，朴世俊颤抖地伸出了手，随即他就摘下了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颗番茄，而且摘下成熟的魔力小番茄，朴世俊还能获得10点的经验值。不过其比蓝色小番茄的效果要差了一些，使用不再永久增加魔力，而是暂时性的获得。好在其可以叠加10层。健壮的朴世俊看向了别的小番茄，他好奇其余的是否也全部一样。果然如他所想，成熟的魔力小番茄都是一致的，但采到未成熟的小番茄就只能获得较低的等级经验值，无法同步获得职业经验。测试完的朴世俊就明白了，只有成熟的小番茄才是道具，未成熟的就是普通食物。很快朴世俊就摘取了一堆的成熟番茄，他的等级也提升了4级。忙完，朴世俊迫不及待地准备品尝番茄，不过一旁的兔子一家却对此表示不满。健壮的朴世俊急忙和小兔子们道歉，因为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他不该一个人独享。看到朴世俊主动递上了番茄，兔子先生这才消了消气。将番茄分好后，朴世俊他们便开始享受这份美食。番茄的鲜嫩汁水让兔子们十分开心，朴世俊也果断将番茄丢进了嘴巴里面，细细的咀嚼下，那股酸酸甜甜的蔬果味让他感觉就像身处夏日的烟火中一般。望着流下了眼泪的朴世俊，兔子夫妇纷纷摇头，对他的行为感到不解。品尝完番茄，小兔子们就开始继续劳作，他们用大葱给番茄搭了一个储存点。健壮的朴世俊则是很欣慰，因为小兔崽子们已经懂得帮助大人了，而他今天也很是辛苦。随即朴世俊就戴上了自制眼罩准备入睡，但还没等他彻底睡着，黑塔就再次发送了附加任务。本次任务需要上交100颗番茄，不过朴世俊并不想理会，翻身就继续呼呼大睡。健壮的黑塔管理者便疯狂的提示，这使得朴世俊不得不醒过来。拿完小番茄的黑塔管理者便满足的离开了，朴世俊则是埋怨的打开任务奖励，而他完成获得的是采收技能，这能让快要成熟的果实自动成熟至最佳状态。本来朴世俊还以为又拿到了一个痛苦技能，但等他第2天继续干活的时候，却发现对于农夫的他来说，采收简直就是神迹。那些还未成熟的番茄被他触摸后，就会自动转化成了魔力小番茄，这样朴世俊就不需要等番茄成熟，采摘的速度也会变快很多。就在他和小兔子准备休息时，塔的管理者又发放了一个任务，上交200颗魔力小番茄，并且没有任何奖励。虽然朴世俊早就预料到对方会来，可没想到这一次连奖励都没有。想着对方给了一个实用技能，朴世俊就再次送上了番茄，但旁边的兔子先生却很不满。在那之后，管理者需要的番茄数量一次比一次高，而且根本不知道收敛，发送任务的次数更是越来越频繁，直到数量涨到上交500颗小番茄时，朴世俊愣住了。他没想到对方竟然贪心到这种程度，而这一次朴世俊果断地拒绝上交魔力小番茄。听到他的回答，塔的管理者却有些不知所措了，因为这是朴世俊第一次反抗管理者的任务。贪心的黑塔管理者不仅白嫖我们的劳动果实，甚至还不给任何奖励，这让朴世俊很是生气。我们也得维持生计啊，毕竟一窝兔崽子的饭量可不小，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可塔的管理者表示，那是朴世俊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并让他速速献上魔力小番茄。闻言，朴世俊十分生气，这可是我辛苦劳作了好几天才收获的果实，而管理者认为他是在小题大做。朴世俊心里的唯一一点希望就此幻灭，这一次他选择了拒绝，随后扭头就走，直接无视了对方发的信息。见此，管理开始慌了起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朴世俊只管自己的事情，对管理者的信息选择性无视。尽管他说要干掉朴世俊，但朴世俊也丝毫不在意，他并不想把果实分给这个不劳而获的家伙。可管理者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必须要无条件服从管理者的命令。朴世俊轻叹一声，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愿意给，强行把我拉进来不说，还对我倾注心血的成果不予认可，再加上几乎不给奖励，亏你还是塔的管理者，我看你就是一个黑心雇主。听到朴世俊的话，管
管理者犹如晴天霹雳，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敢对他这么说，这让他有些不知所措。难道是我做错了吗？随后傲娇的巨龙只能小心翼翼地说着抱歉，可还没说完，就从水晶球看到了朴世俊在偷吃小番茄。见状，他感到十分愤怒，并大声催促朴世俊赶快完成任务，不然就把他干掉。朴世俊偷瞄了一眼，这次就先给你5颗吧，剩下的再给。因为一旁的兔崽子都为此打起来了，下一瞬番茄就被他收走了，并傲娇地表示这次暂且放过，但下不为例，随即就开心地离开了。原来刚才管理的小声道歉朴世俊已经听到了，所以他才打算献上一些。通过这些行为，他推出塔的管理者说不定是一个单纯到极点的家伙。很快时间就来到了晚上，今天是第91天，也就是第3次蓝月。有了前2次的经验，朴世俊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仅弄了一件披风，还做了一副耳罩，再加上吃小番茄提升魔力，想必对怪兽的咆哮声有抵御作用。不过他还是希望不要发生上次那种事情。伴随着太阳被月亮遮挡，一道皎洁的月光洒在小番茄上，朴世俊对此也是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看着植物吸收月光。与此同时，他注意到小番茄在发生变化，受到了月光的洗礼之后，小番茄发出一阵阵休鸣声，下一刻竟直接进化成了蓝色小番茄。原来蓝色番茄是这样诞生的，这可把他看得一愣一愣的。随后一旁的红薯也发生了异动，难道连红薯也能吸收月光吗？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朴世俊飞快地跑了过去，随后将覆盖在上面的土壤抛开。见此，朴世俊震惊不已，因为之前的红薯进化成了南瓜红薯，并且属性与小番茄的不一样，它还能增加力量值。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升级提示，紧接着他便把蓝色的小番茄摘下，左手小番茄，右手小红薯。朴世俊感觉像拥有了全世界一样。就在这时，一个任务面板再次出现，而这一切都在朴世俊的意料之中。没想到同时来了2个任务，这次有点狠了，看来我要是拒绝，说不定真的会被处理掉。而朴世俊早已有了应对之策，那就是先完成上一次的任务。收取完上次喂给的几百个小番茄后，管理者就透露出了开心的情绪，随后一脸疑惑地质问朴世俊在偷偷摸摸搞什么。而朴世俊表示这一次是不会给他的，于是管理者就恐吓到下次一定要给，便满意的离开了。看着手上的番茄和红薯，数量实在是太少了，既然如此，那当然得进自己的嘴了。朴世俊一脸享受地嚼着，下一瞬全身突然颤抖起来，这股浓郁的清爽甜味，嘴里像是在举办庆典一样。忍无可忍的他打算把红薯也烤了，虽然没有锡纸有点可惜，但好在他有万能的葱叶。等到第2天一早，日食现象已经结束了，兔子夫妇一家也探头出来查看，因为他们闻到了一股香气，随后就在后面吧唧吧唧地看着。而他们也来的正是时候，蕴含着蓝月气息的烤红薯散发出扑鼻的香气，见此兔崽子们口水直流。正当朴世俊要把红薯拿给小兔子们吃的时候，兔子先生却突然挡在了他的前面，同时咕叽咕叽地给兔崽子们解释。朴世俊也明白了兔子先生的意思，兔子先生以为只有一个，因此他想让朴世俊一个人享受。见此的朴世俊感动不已，眼睛感觉进了一块砖头，还是兔子先生最为我着想了，但他可不敢告诉兔子先生自己刚刚已经偷吃过了。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一旁的兔子先生都看得口水直流，随后朴世俊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但却把自己烫得哇哇大叫。这波贪吃直接烫出了内伤，这大概就是偷吃的惩罚吧。而红薯也因此被他甩到了地上，兔子先生顿时感觉整个吐都不好了，好在掉地上不到3秒可以拿起继续吃，可他刚想伸出手拿起，一旁的兔崽子竟然比他伸手还快，还没等兔子先生反应过来，崽子们已经吃到了嘴里。万万没想到的是，红薯里面还是烫的，小兔子们随即将红薯又吐了出来，不过还是被烫伤了嘴巴，随后他们呜呜地哭了起来。万幸兔子们没有受伤，唯一可惜的就是这香喷喷的烤红薯。看到掉在地上的烤红薯，朴世俊也意识到现在的资源不够养活8张嘴，所以他决定扩大粮食种植，正是兔崽子们吧唧吧唧啃着的红薯苗，所以他宣布暂时禁止吃红薯芽。闻此，兔崽子们顿时整个吐都不好了，上前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然而朴世俊不吃这一套，因为他们一整天都不停嘴，用不了多久就被这几个小家伙都吃光了。对此，朴世俊也拿出了应对之策，你们要是帮我种红薯芽，作为奖励，晚饭我们吃更好吃的烤红薯，并且我可以给你们吃更特别的零食。听到特别的零食，兔崽子们口水都流到屏幕上，随即井井有条的种植红薯。老大强壮有力，负责刨坑挖土，老二老三则是负责栽种，老四则负责跑腿工作，最小的老五则比较轻松，只需要将红薯苗埋起来。就在这时，又有一只化身老六，看着鲜嫩的红薯叶，肚子咕噜咕噜叫起来，偷偷吃一颗应该没人看见吧。下一秒，老父亲啪的一声下去，你个小崽子干活还偷吃。另一边，朴世俊正摘着小番茄，因为他要制作特别的零食。就在这时，信息栏不断弹出，朴世俊的等级得到了提升，从农夫 F 级提升到了1级。随后他将小番茄用鱼骨串联起来，方便等一下的烘烤。与此同时，塔的管理者正在津津有味地观看朴世俊要做什么美食。当朴世俊回头看去，他就躲起来，但还是被朴世俊有所察觉，想必那个家伙一定在偷看。片刻之后，炭烤小番茄就做好了。
闻此，兔崽子们便马上停下手中的农活，蹦跶蹦跶的朝朴世俊跑去。新鲜出炉的特制烤小番茄骨串，将小番茄串在洗净的食人鱼鱼骨上烤制，果肉变得更加甜软。兔崽子们拿到秘制番茄串，口水忍不住直流。紧接着，朴世俊提醒他们不要心急，因为刚出炉的食物非常烫。看着红薯苗差不多都被种完，那么他也该准备今天的晚饭了。随后，他拔出了一颗红薯，没想到结了5颗果实，并且使用后会增加肠道的蠕动能力。第一次就收获了这么多，朴世俊对此很是满意。看着一旁的红薯叶，他也没有浪费，哪怕只扔掉1株都很可惜的。就在这时，信息栏再次弹出，由于朴世俊获得了播种技能，所以经过他种植会提升植物存活率。没想到这个也算，那岂不是全都得由我来种？熟练度才能提升。随后他连忙示意兔崽子们停下，剩下的全部交给他种植。而在另一边，管理者在房间里捣鼓着什么，只见他小心翼翼将小番茄串起来，然后学着朴世俊放在火上烘烤。片刻之后，他便一口吃下，可他却全部吐了出来。没想到会这么苦，但他明明看到朴世俊吃得很香，原来他忘记把烧焦的皮去掉了。与此同时，他也非常好奇朴世俊现在在干嘛，却没想到朴世俊在开心地吃着烤红薯。见此，他十分不满，你们这群家伙竟敢背着伟大的黑龙艾琳普里塔尼大人吃烤红薯。随后，朴世俊收到了任务提示，请将1个烤制的红薯献给塔的管理者，奖励无，拒绝的下场死亡。这可把朴世俊愣住，随即扭过头表示拒绝。看着管理很急的样子，朴世俊把他轻松拿捏。现在还有1个哟，难道你不打算给点奖励什么吗？而管理者也顾不上3721了，连忙修改任务。现在他心中和脑子都是烤红薯。这次他附加了一个职业技能，朴世俊对此很是满意。那么就给你献上1个吧。而朴世俊也是迫不及待地打开奖励，恭喜你已获得种子商店，使用时技能会被激活，每30天可在种子商店购买1次商品。朴世俊激动地站了起来，有了商店就意味着他可以购买其他东西了。他随即发动技能，可就在这时，朴世俊才想起他没有钱。与此同时，信息框提示，由于他是第1次使用商店，所以奖励1个塔币。随着东龙的一声，朴世俊的钱就到账了。没想到商店消费的是塔币，1塔币相当于1万元左右呢。因为新手权限问题，他只能显示出3种物品，并且只能购买其中的1种。看着里面的种子，朴世俊陷入了沉思。白菜和辣椒在这里又不能腌制，所以用处不大，那么只剩下胡萝卜了。闻此，兔崽子们纷纷看向朴世俊，并在一旁哔呀哔呀的叫着：“你们想吃胡萝卜吗？”兔子夫妇口水直流，并且耳朵不由得抖动着。朴世俊也感觉十分有趣，因为每叫1次，他们的耳朵就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玩上瘾的他不断重复胡萝卜，而兔子先生已经忍无可忍，随即就是一击佛山无影脚。而朴世俊也购买了胡萝卜种植，兔子对此露出了满满的期待，就连管理者也非常满意。而接下来他们将种植新的产品。与此同时，一只小蜜蜂却在悄悄地靠近他。就在朴世俊买下胡萝卜种子，兔子夫妇每天都在期待，就连吃饱饭后都要守在菜园里，就差把兔窝搬过来了。所以兔子天生爱胡萝卜，就像泡面离不开白开水一样。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们看吧。朴世俊打算先休息一下，因为下午还要给小番茄人工授粉。就在朴世俊刚刚睡下，就听到耳边有一阵轰鸣声。尽管他不断驱赶，还是在身边飞来飞去，就连兔崽子都无法睡觉。对此他十分生气，哪里来的虫子飞来飞去？随后一只小蜜蜂出现在他面前，而小蜜蜂也一脸好奇地看着他，因为他从没有见过人类这种生物。朴世俊紧张地说不出话来，是上天听到我的祈祷派来的小蜜蜂吗？这也太可爱了吧！就在朴世俊以为喜提打工仔的时候，他的信息栏弹了出来，没想到这么可爱的蜜蜂居然是一只有毒的蜜蜂，这可把朴世俊吓得一哆嗦。随后他便回头问问兔子夫妇有没有危险时，兔子夫妇已经踢蛙跑路了，所以他很危险是不是？你们这群死兔崽子，怎么能丢下我一个人跑啊？而接下来的信息才是最可怕的，毒蜜蜂是肉食蜂，利用毒针猎捕怪兽，啃食其皮肉。毒蜜蜂的毒针极其危险，务必要躲开。随后朴世俊示意他不要过来，我不好吃的只有皮包骨。而正是这一个行为激怒了他。就在这危急关头，他抓到了一旁的番茄花，不要吃我，要吃就吃这个好吗？见到新鲜的花朵，小蜜蜂意外的平静下来，他似乎对花朵很感兴趣，紧接着便凑上前嗅了嗅花朵。而朴世俊看到他没有动静，便试探性的瞄了一眼，他好像非常喜欢朴世俊的花，连半个脑瓜子都扎进去了。看着他脸上流露的笑容，很难让人想象他是一只肉食性蜜蜂。就在这时，朴世俊想到了还要给小番茄人工授粉，紧接着他鼓起勇气与小蜜蜂交流，如果觉得肚子饿的话，可以试试后面的鲜花。而小蜜蜂很快就沦陷在鲜花的海洋中，朴世俊也是非常得意，嘿嘿，这样一来我就不用特意给小番茄授粉了吧？不得不夸奖我是一个天才。而一旁的兔崽子们躲在石头后面，你们还有脸回来吗？丢下我一个人跑路！见此，兔崽子们拿出了最拿手的撒娇术。与此同时，一旁的小蜜蜂又飞回了朴世俊身边，吓得他直接瘫在了石头上，而小蜜蜂却是直接落在他的身上，随后伸了一个小懒腰。没想到他就这样睡了过去，但是他的毒针真的不会扎到我吗？就这样，朴世俊农场又多了一个家庭成员。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120天，有了小蜜蜂的帮忙，番茄的果实产量也增加了。小蜜蜂每天都很勤劳，早上很早就来到农场干活，
然后晚上回到洞外的树林里，想必他是回到了自己的蜂群。而朴世俊的晚饭也得到了升级，因为小蜜蜂为他增添了蜂蜜，大葱的味道也变得好吃了许多。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今天是第4次蓝月亮到来的日子，朴世俊早早的就做好了准备，吉利服也得到了升级。但让他奇怪的是，今天的兔崽子们格外的闹腾。就在朴世俊示意他们快点回去的时候，兔子夫妇正抱着兔崽子们，感觉是在鼓励他们，这让朴世俊更加疑惑了。下一瞬，兔子夫妇便飞快的离开，这可把朴世俊看得一愣一愣的。随后他向朴世俊挥手，好像在说祝你好运一样。一脸懵的朴世俊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直觉告诉他一定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而日食已经开始了，兔崽子们没有回到房间里。紧接着朴世俊缓缓地扭头看去，只见可爱的兔崽子们体型变得巨大，并且一个个露出了张牙舞爪。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朴世俊以为小兔子们要攻击自己时，一道彩色光芒却突然升起，待到光芒散去，一双双可爱的小兔耳朵便直接出现，而小兔子们也纷纷变成了白色和黑色的。此刻他才明白这是小兔子的成年仪式。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兔子夫妇也为孩子们长大感到开心。与此同时，老大伸出手掌咕叽咕叽地叫着，这让朴世俊感到非常奇怪。下一瞬，一把铁锹就出现在他的手上。见此，朴世俊内心猛然一震，原来只要成长为成年农民白兔，他们就能获得专属于自己的绑定道具，那想必也不能借来用了。老大觉醒了铁锹，老二继承了兔子先生的洒水壶，老三则是推车，老四则是镰刀，唯独老五是个例外，不应该叫他小黑子老六，因为他觉醒的是一把锤子，并且他的职业不是农民，而是一名战士。兔崽子也很满意他的职业。画面一转，大伙都开始劳作起来了。老二跟着老爸负责浇水，老四则是跟着妈妈收捡大葱。不过你这个兔崽子要小心使用镰刀，因为那是很危险的农具。老大则是负责给植物松土。有了老三的推车，搬运小番茄轻松了许多。看着昔日的兔崽子们一点点的成长，都能帮爸爸妈妈干活了，朴世俊也是感动不已。不过这里还有一只老六，成为了塔中唯一的无业游民。因为战士的职业是负责保护农场，但这里在洞内，没有能威胁到农业生产的怪兽，不能让老五觉得自己毫无用处吧。就在这时，兔崽子突然想到了什么，随后他指着后面的鱼塘哔哔哔的叫着，而朴世俊也明白他想表达什么，可以利用锤子捕鱼，只要他把鱼引出来，兔崽子就负责抓。随后朴世俊便开始尝试起来。就在这时，一条大鱼一跃而起，兔崽子也是抓准了时机，对着大鱼就是哐当一锤。身为战士的老五果然是身手敏捷，不过今晚的食物可就惨了，因为他变成了我们吃不起的鱼子酱，而小黑子竟毫不知情。看看我的表现怎么样？男人瞬间野化，你这是想让大家吃咖崩脆的味道是吧？坚持不能浪费食物的原则，今晚的伙食就是鱼泥酱。但看着稀巴烂的鱼肉，大伙都没有了食欲，忙活了一天，没想到让他吃这个。对此，其他兔崽子们十分生气，而朴世俊只能出来安慰可怜的老五，只要多加练习就熟能生巧。就这样，在兔子们逐渐熟悉了自己的角色时，种子商店再次开启，而朴世俊已经迫不及待了。可下一秒他却是突然愣住，因为种子的价格和第一次的相差太大了。现在他的全部身家只有 0.9 塔币，只能买糯玉米种子。他必须想办法赚取更多的钱。已知在塔里赚取塔币的方法有3种：第一，通关楼层所获得的通关奖励；第二种是捕猎怪兽，将值钱的物品卖给流浪商人；第三种是完成任务得到的奖励。这3种方法当中，通关楼层对于根本无法离开洞口的我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那么只剩下最后一个。随后他示意管理可不可以把奖励换成塔币，可管理好像不知道什么是塔币，但他表示等他长大了就可以给了。朴世俊有一些失落，那要等多久啊？而管理也是很大方的告诉了他要300年左右。看来这个办法也不行，眼下还是考虑如何生存吧。由于塔币问题，只能选择玉米种子了。下一刻，一个锦囊就凭空出现，而里面金灿灿的玉米种子颗颗饱满。见状，所有人都变得斗志昂扬。不过在那之前，先填饱肚子。一段时间后，大家伙已经吃得饱饱的，但还剩下几条烤鱼。朴世俊打算将其晒干存储起来，而小蜜蜂也有好几天没过来了。刚见到朴世俊就黏着他。就在这时，小蜜蜂突然感觉到有东西靠近，兔子也做好了战斗准备。这可把朴世俊吓得一哆嗦，难道是有怪兽？紧接着，一只猫手突然伸了出来。别紧张，我不是坏猫。他也是非常好奇猫咪来这里干什么。下一瞬，他就从上面跳了下来，并伸出了粉粉嫩嫩的猫爪。你好，我是流浪商人泰奥。就这样，朴世俊意外捡到了一只招财猫，而这也是朴世俊第一次见到流浪商人。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居然会是一只猫咪。那双滴溜溜的眼睛，肉嘟嘟的脸颊，还有软乎乎的猫爪，这简直太犯规了吧！爱猫人士朴世俊完全无法招架，而朴世俊只能把想要撸猫的冲动克制下来。原来小猫咪得知了朴世俊是种子商店的新会员，所以他才来跟朴世俊打一下招呼，顺便做一点小生意。原来这个才是他的目的。而朴世俊也好奇他有什么好东西。可就在这时，猫咪的肚子咕噜咕噜的叫了起来，他也表示非常抱歉，因为他路上没吃什么东西。没想到生意没开始，肚子就来单了。见此，朴世俊咧嘴一笑，既然他是来找我做生意的，那我应该先赚一笔。随即掏出了一条烤鱼，想不想吃？见此，猫咪口水忍不住直流，铜铃般的大眼睛流露出的都是真爱。天下就没有一只猫能抵御鱼肉的诱惑。
没想到猫咪馋归馋，还是象征性的表示拒绝。对朴世俊来说，这波他表示轻松拿捏。你不想尝尝烤得香喷喷的鱼肉有多美味吗？在朴世俊的一番引诱之下，猫咪最终还是沦陷了。没想到猫咪胃口还挺大的，一口气吃掉了5条烤鱼，把肚子都吃得圆滚滚的。而猫咪也对朴世俊表示感谢。朴世俊微笑着说道：“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猫咪随即拿出他的商品，可朴世俊却打断了他，在那之前先把烤鱼的钱付了，一共0.5塔币。刚出道的猫咪不知道社会险恶，难道不是你请我的吗？天底下哪有免费的午餐？你该不会打算吃了顾客的鱼就溜之大吉吧？那得看看我的小伙伴们答不答应。奈何对方人多势众，猫咪只能含泪掏空了家底。没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生意还没做成，还让顾客赚了一笔，这让我怎么在猫界混下去？而猫咪觉得自己不能白白吃亏，随即让朴世俊看看自己的宝贝。他也是十分自信地介绍起自己的稀有商品。这个保温杯施加了保存魔法，无论是往里面倒热的还是冷的东西，都能一直保温保冷。还有这个迷你小风扇，它被施加了风魔法。就在这时，朴世俊打断了他，并直言不讳地表示：“你带来的东西其实都是破烂。”为此，猫咪十分生气，这些可是他从塔外弄来的稀有物品，你不识货也就算了，竟然还说是垃圾。朴世俊不慌不慢地说道自己就是从塔外进来的，这直接让猫咪怀疑起了猫生。随后，朴世俊告诉他上面并没有什么魔法，这个保温杯的原理是通过隔绝与外界的接触，从而阻止热量外泄。迷你电风扇和便携式暖宝宝则在打开开关后，要不了几个小时就会因为电池的电量耗尽而停止工作。可猫咪显然不相信朴世俊说的，斯卡拉姆明明说过他们被施加了魔法。就在这时，小风扇没有了电量，停止了转动，看样子是卖给你东西的那个叫斯卡拉姆的家伙骗了你。这时猫咪才相信朴世俊说的，斯卡拉姆这个可恶的臭哥布林。猫咪嚎啕大哭起来，为什么我总是被骗？见此，朴世俊便上前安慰他，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跟我讲讲发生了什么事吗？于是猫咪诉说了自己藏在心中的苦。他本是75层中立地带的一员，对格拉尼尔村的第一美猫玛丽尔爱慕已久。随后他凑够了小鱼干，打算去表白，而玛丽尔对他廉价的鱼十分不满，一巴掌就扇到了地上，并且对他要爱答不理。就在这时，村里首富家的少爷欧人出现了，他仅仅只是拿出了一条三文鱼，就让玛丽尔为之青睐。什么廉价的货色也敢拿出来当礼物，至少要是一条高级的三文鱼吧？这可把泰奥愣住，因为他掏光家底也买不起一条。就这样，玛丽尔被富二代拐走了。泰奥不相信青梅竹马会抛下他，你能看着我的眼睛发誓，我们的回忆都不是真的吗？闻此，玛丽尔低下头，下一瞬露出了尖利的猫爪，表示我只不过是给你几个好脸色，你就一直缠着我，我最讨厌你这种浑身散发着廉价鱼味道的猫了。这让泰奥直接怀疑起了猫生，原来猫界也有沸羊羊，所以他就离开了那个伤心的地方，变成了现在的流浪商人。而他拿出50塔币注册商人后，本想用剩下的5块钱购买商品的，却不料遇到了斯卡拉姆。在他的引诱下，泰奥听信了贩卖塔外东西能获取高利润的鬼话。随后他带着满满的期待，饿着肚子来到这里，却被告知是一堆破烂，连身上唯一的钱也被花完了，随即抱头痛哭起来。朴世俊也看出了他真是个出类拔萃的冤大头。就在这时，他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紧接着让他先吃2条烤鱼冷静一下。但猫咪好像被骗怕了，你肯定又想等我吃完再要钱吧？我又不是傻子。朴世俊表示免费送他。闻此，猫咪瞪大了眼睛，真的吗？但有一个条件。就这样，朴世俊发现了一个冤大头，不应该是合伙人。原本泰奥只是前来和朴世俊交易的，却不想他因为太饿，便落入了朴世俊的套路中。泰奥对于朴世俊找他合作感到很不解，因为他不管从什么地方看，都是个没用的菜鸟流浪商人。但朴世俊认为他还是很有能力的，毕竟能找到自己这个优质合作伙伴，就能证明泰奥运气足够好。接下来就是正式和小猫泰奥进行谈判。随即朴世俊就呼唤了一下兔子们，不一会兔子一家就弄好了一个豪华版的谈判地点，而朴世俊也舒舒服服地躺在了上面。泰奥现在已经没有了启动资金，那些假货也不可能卖出去，所以朴世俊就给他提了一个方案，那就是给他卖东西，销售获利的一部分会当做奖金给泰奥。不过奖金这个词对于他来说却很陌生。闻言的朴世俊就耐心地给他解释，拿给他卖的商品泰奥可以自己定价，不管是什么价格卖出，朴世俊都会给他3至5个点的塔币分成。一番解释之下，泰奥也明白了情况，可这个分成让他感觉对自己很不利，于是他便没有回答朴世俊，毕竟刚刚才上了当。朴世俊也明白他的心思，随即就让小兔子们把他的秘密武器拿来。望着前面一条条的烤鱼，泰奥的眼睛瞪得圆鼓鼓的。见状的朴世俊立马趁热打铁，他告诉泰奥，只要合作达成，不仅能拿到分成，每周还会给他10条烤鱼或者等价的塔币。听到这个条件，加上飘着香气的烤鱼，泰奥已经止不住地流下了口水。但想到此前被骗的种种经历，他感觉自己不能同意朴世俊的合作想法。可是泰奥的眼泪已经顺着嘴角流了出来，没办法，小猫是很难抗拒烤鱼的。缓缓地擦了一下口水，泰奥说着，如果能给20条烤鱼，他就会考虑一下合作。听到泰奥还是上当了，朴世俊果断拿出了20条烤鱼，并且承诺再加5条。闻言的泰奥再也无法坚持下去，因为这是整整25条烤鱼。同时朴世俊还给了特殊福利，除了每周薪资以外，只要泰奥来这里，都可以尽情的吃烤鱼，不用花1分钱。听到朴世俊的话，小猫泰奥的心此刻止不住的砰砰跳。得到泰奥的同意后，朴世俊就准备和他签约，泰奥更是主动提供纸和笔。很快朴世俊就把合约内容全部写好了，泰奥和他也果断地按上了各自的手印。
现在签约已经完成，朴世俊欣慰地搂着这个小伙伴，而泰奥终于是反应过来，由于刚刚太过兴奋，竟然不自觉间就盖手印了。上面的内容他还没有看是什么，就在泰奥想抓住合约纸的时候，纸张却已经飘了出去。随后两人的合约也就达成了，只要是双方同意的情况下，黑塔就会促成本次合作。之前朴世俊就听说了黑塔中的这个功能，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产生效力的。旁边的泰奥则在懊恼不已，因为这是他的第一份合约，而其中一条竟然还需要他使用自己家乡的方言，也就是喵喵语气，可能会让他很害羞的。对此朴世俊说着到时候你就会明白的。随即他还想伸出手和小猫击掌，但却被生气的泰奥打开了，因为能不能合作下去还无从得知，毕竟第一条中写得很清楚，他要干得不好，合约就会失效。闻言的朴世俊就用出小猫无法抗拒的摸头杀，并且鼓励着自己知道泰老板是个有能力的商人。一番糖衣炮弹下，泰奥也被朴世俊哄得飘飘然，而朴世俊则顺理成章的撸猫。决定好合作后，泰奥询问他需要卖的是什么商品，于是朴世俊就将他带到了农场，随即摘了一枚小番茄示意，这个就是需要卖出的商品。简单的查看了一下，泰奥也明白了这是一件增加魔力的道具，卖给最近刚进塔的觉醒者，也许每颗能有 0.01 塔币，可朴世俊定的最低价却翻了5倍，这使得泰奥有些难以置信。不过回过神一想，这对他来说或许是好事。根据合约，如果他完不成目标，不仅能收下烤鱼，还可以直接毁约。想到这里，泰奥就主动询问他需要带多少去卖，而朴世俊早就让小兔子们搬了过来，一共需要带1000颗小番茄。本周的25条烤鱼也给泰奥准备好了，但朴世俊想知道他该怎么带走货物，随即泰奥就取出了自己的道具包裹，这是一种施加了多种魔法的储存道具，既能保鲜空间还大。下一秒，泰奥就把自己的包裹扔了出去，待到魔法发动，小番茄和烤鱼就纷纷被吸入其中，随后缓缓地落到了地上。这道具让朴世俊连连称赞，而泰奥已经背上包裹准备出发，和朴世俊挥手道别，泰奥就前去售卖魔力小番茄了。几天之后的黑塔38层处，正有着一群人在狩猎魔物，随着工会成员默契的配合下，大蜘蛛就被他们斩杀了。就在几人开心的聊天时，这位队长身后的草丛却发出了声响，听到声音，男人也就转过头来。正当几人以为是什么隐藏凶兽时，泰奥就示意他们自己是来交易的，随即他就迈着猫步走了出来。觉醒者们认出了泰奥流浪商人的身份，而泰奥也遵守了合约，用了喵喵语，这可爱的模样引得一众女孩子的喜爱。现在泰奥明白了为什么朴世俊会加这个条件，果然他一开口就得到了好感，而泰奥也没有迟疑，一下就把魔力小番茄掏了出来。众人一看瞬间就没有了兴趣，泰奥则是让他们打开讯息栏看。不一会，觉醒者们这才明白小番茄竟然是一件道具，虽然其可以增加 0.01 的魔力，但听到一颗售价就是0.05塔币，几人认为泰奥这是疯了，随即就要离开。然而其中的一个女孩却死死地盯着番茄的讯息，因为上面赫然写着吃下就能分解10克的脂肪，而且能重复使用。听到女孩的话，刚刚要走的几人停下了步伐，能够无副作用的减肥使得他们愣住了。下一秒，几人同时转过身来，仔细读了一下效果后，他们发现小番茄真是减肥的神器。在泰奥的震惊下，此前还不感兴趣的他们，现在却都要大批量的购买番茄，就连没有身材烦恼的队员见状，也全都准备买下一些。与此同时的天坑中，朴世俊正和兔子太太在辛勤的劳动着。眼前的小番茄虽然增加魔力有限，但光是能分解脂肪且没有副作用，这一点想来一定会受到减肥人士的喜欢，同时味道还非常的好。朴世俊坚信魔力小番茄一定会大卖的，正如他所想的一样，带出去的1000颗番茄不到几分钟就全卖光了。对此，泰奥蹲伏在地上感到很不可思议，而这也是他第一次赚到这么多钱。而在小猫外出的期间，朴世俊和兔子们就种下了胡萝卜种子。很多天后，这些种子也就全部长出了嫩芽，但获得的1000粒种子中却只有700颗左右存活。而从魔力小番茄内提取的种子也并没有全部发芽，糯玉米和红薯芽同样如此。就算是朴世俊亲自种植，发芽率也就在60%左右。造成这种结果，他想大概是农夫的等级太低，又或者是洞内的土壤不够肥沃。现在已经找到了赚取塔币的渠道，所以接下来要更加努力的种植了。就在朴世俊和兔子先生斗志昂扬的时候，他们的身后却发出了一声巨响，原来是黑兔老五正在花式捕鱼。只见他用火把勾引出大量的食人鱼，下一秒老五抡起大锤，一眨眼就将这些鱼全部打晕。见状，朴世俊夸赞起了老五的捕鱼技术，而捕获了大量鱼的老五浑身开始散发着光芒，这是升级的表现。看到这里的朴世俊欣慰不已，白兔们都是靠耕种获得经验，小黑兔则第一次通过捕猎升级，一直是农场最没用的老五，如今终于在哥哥们的面前炫耀了一次，虽然很快就被小白兔制裁了。一旁的朴世俊趁着休息时间，便开始在包包中摸索着，很快他就将泰奥带来的保温杯取了出来，而在其中他发现了留下来的几包咖啡，这也多亏泰奥和那个叫斯卡拉姆的没有打开过，不然自己还无法在黑塔中喝到咖啡。随即朴世俊就撕开一包，然后倒入了水瓶中去。虽然朴世俊没有糖，但好在有着小蜜蜂吐出的蜂蜜，不一会，一份独特的蜂蜜美式咖啡也就做好了。一阵暴风吸入后，朴世俊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看着有些异动的小兔子，他就将咖啡递了过去。然而才刚刚喝了一口，黑兔老五的脸色就瞬间大变，随后就将咖啡全部吐了出去，其余的小兔子也都无法
法适应咖啡的苦涩。这时朴世俊听到了嗡嗡的声音，回过头一看，他就叫了一下小蜜蜂，小蜜蜂也很开心地回应了朴世俊。看着小蜜蜂飞的方向，朴世俊发现那里多出了一个蜂巢，原来小蜜蜂把家搬到了洞内。见状，朴世俊和小兔子们都为他感到开心。可就在朴世俊说着要给小蜜蜂的安家办派对时，黑塔管理者的任务也随之触发，这次需要上交10颗小番茄，拒绝管理者会很伤心。看到连威胁的话都消失了，朴世俊心中暗暗窃喜。不过他还是把小番茄交给了管理者，对方甚至还对朴世俊表示感谢，这让朴世俊不禁一阵欣慰。管理者的态度相比从前已经改变了太多了。而在黑塔某一处的哥布林家中，斯卡拉姆正在和同伴喝酒，但他的嘴里却突然提起了小猫泰奥，因为斯卡拉姆断定泰奥一定卖不出那些垃圾，花光钱的泰奥必然会回到流浪商人工会，届时他就假装好心借钱给泰奥当资金，然后让其永远沦为给自己还利息的奴隶。喝完酒后，斯卡拉姆兴致勃勃地打开了商人销售榜，今天正是榜单更新的时候，而斯卡拉姆也成功挤进了前1000名，旁边的哥布林都为他道喜，同时赶在什么时候才能进榜单。听到同伴的夸赞，斯卡拉姆暗自得意，不枉他坑了那么多的冤大头。可等他想查看自己前面的商人时，斯卡拉姆的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因为他竟然发现泰奥还排在了自己的头上。听到别的同伴正在小声议论，这使得斯卡拉姆瞬间气急败坏，更是准备抓到泰奥夺取他卖东西的秘密。又过了几天，泰奥终于是返回了洞中，他激动万分地和朴世俊打着招呼，可此前郁闷的样子截然不同。泰奥这么快就回来，使得朴世俊很惊讶，但不曾想泰奥误以为是被发现了，于是就主动说着他下次卖完东西就立马回来，不会在其他楼层玩耍了。随即朴世俊就询问了一下，泰奥如实的交代自己玩了4天，因为他走之前说过去30几层卖东西，来回需要10天左右，却不想他卖光番茄后还有4天的时间玩耍。朴世俊本来以为卖东西都要花上很多天，结果他14天就回来了，想必是一到地点就立马卖完了番茄。看着一直在道歉的小猫，朴世俊突然抓住了他的肩膀，随即就满脸邪恶的让泰奥如实交代一切。就这样，小兔子们和朴世俊一起听着泰奥的经过，不一会的功夫，他就说明了情况，还把卖出的50塔币全部拿了出来。拿到钱，朴世俊稍稍思索了一番，然后就把2塔币给了泰奥。但让泰奥疑惑的是，朴世俊对自己的称呼变成了小泰，而不是泰老板。闻言的朴世俊就解释了这是对他贪玩的降职惩罚，提成等他努力回到老板的职位后再涨到5%。见状的泰奥非但没有郁闷，还信心满满的要卖力工作当上老板。现在朴世俊发现泰奥说话会在后面加上一个喵，这本是合约要求经商实用即可，没想到泰奥尝到甜头后就决定以后说话都用喵喵语。一旁的朴世俊想到以后小番茄一定会更受欢迎，那他名扬天下也就指日可待了。听到这里的泰奥很疑惑，朴世俊就说着讯息页面都会标注种植者的，因此人们会慢慢知道是他发明的小番茄。但想到了黑塔中的规则后，泰奥瞬间就被吓得说不出话。在黑塔中有着防止抢新手流浪商人客户的机制，对于新手流浪商人所出售的东西，黑塔会自动掩盖掉种植者的姓名。而泰奥正是一个新手商人，所以种植者一栏不会标注是朴世俊培育的。一想到这里，泰奥的冷汗就止不住的往下流。如果让朴世俊知道的话，那他很有可能会从小泰变成小泰实习生，或者是更低的小泰兼职生。随即泰奥就赶紧让朴世俊给自己番茄，他要立马出发去销售。闻言的朴世俊让他休息几天，毕竟周工资还没有给他。怎料泰奥直接主动前去打包小番茄，嘴里还念叨着要努力工作，因为要想解除遮挡种植者的限制，那他就必须尽快赚到1000塔币，成为中间流浪商人才可以。看着如此激动的泰奥，朴世俊和黑兔都很不解，难不成他这是被金钱迷晕了吗？朝夕相处的小蜜蜂，一夜之间竟成为了大眼萌妹。男人只是拿出了新鲜的花朵，便引来女王蜂的投怀送抱，甚至还给朴世俊生了一窝蜜蜂幼崽。有了小蜜蜂的帮忙，小番茄的产量便得到了提升。而经泰奥售出的魔力小番茄，更是得到了一众冒险者的赞赏。其中会长的女儿对小番茄爱得不行，还让他下次多带一些。看到这里的东直会长眼角流下了泪水，因为女儿此前减肥不顺，整天和他发脾气，如今却说着爱爸爸，这使得东直久违的开心不已。别的队员也因为送了小番茄，女神竟然就答应了他的追求。听到这里，那些没有买到的纷纷想出高价购买，而东直为了能讨女儿欢心，便想再次集结人前去38层击杀魔物。就在队员认为太频繁大家会抱怨的时候，后面却有人立马同意东直的集结。来人正是此前的几名女队员，在小番茄的帮助下，她们个个都变得环肥燕瘦、婀娜多姿，但想一直保持好身材，她们对小番茄的需求就越旺盛。得到队员回应的东直立马就来了动力，随即几人就开始前去偶遇小猫咪。几天之后的38层中，泰奥正满脸苦恼地走在路上，背包一次最多装1500颗小番茄，这意味着他要来回10多趟才能赚够1000塔币。不一会，泰奥来到了此前人类聚集的地方，可四处张望下却看不到一个人。就在这时，旁边的树丛中传来了惊喜的声音，看着小猫泰奥，他们显得很是开心，随即就呼唤了别的同伴。原来这些觉醒者竟然在这里等了泰奥整整3天，目的就是为了买魔力小番茄。闻言的泰奥张大了猫嘴，一脸难以置信。就在对方准备直接按之前的价格付钱时，泰奥却赶紧阻止了他。小猫举起了肉乎乎的爪子，然后说着现在涨价了。听到涨价的消息，几人都纷
纷着急起来。见状的会长东直就询问涨了多少，随即泰奥自信地说着现在是0.07塔币一颗，但他的内心却非常慌乱，因为涨这么多的话，很可能就卖不出去。然而下一秒会长却没有丝毫迟疑，立马就扔出一袋塔币要买200颗。这惊得泰奥直接发出喵叫，其余的队员们也在小声议论，毕竟小番茄这么好的道具，价格高一点也正常，且不知道下次还要等多久。于是所有人都纷纷大批购买，不到几分钟，泰奥带来的小番茄就全部卖光了。临走时，会长询问了泰奥下次来这里的时间，得知要10天之后，东直则满意的点了点头。那个时候他们正好能赶上。买完番茄，东直就召集队员们前往击杀蜘蛛怪。听到他们还会再来，泰奥不禁暗自窃喜，有了老顾客，想必很快就能赚到1000塔币。就在他幻想着成为终极商人之时，另一队的冒险者却和泰奥打起了招呼。原来是苏夏发现泰奥和他之前的小猫很像，不过泰奥对几人叫自己小猫咪很不喜欢。见状的苏夏便急忙道歉。一番交流下，泰奥也得知了苏夏以前有只很像他的猫，对此泰奥很不赞成，肯定是你认错了喵，因为我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猫咪。随即就转身离开，而苏夏则是急忙拿出了一根猫条，看着苏夏满眼的期待和温柔，泰奥便说着自己只喜欢烤鱼，才不喜欢别的东西。可话才说了一半，他便彻底沦陷在手中的美味上，怎么会有如此好吃的东西，简直香到不行的喵。短短几秒钟，泰奥就把猫条全部炫完了，贪吃的他还想要更多，而苏夏便掏出了许多口味的猫条，但他有一个条件，只要泰奥能和自己拍合照，就会全部送给他。闻言的泰奥没有半点迟疑，别说1张了，拍一辈子都可以。一段时间后，泰奥便心满意足地啃着猫条离开，队友们也是难得见苏夏这么开心，而苏夏看着手机中的照片也是很满意，并表示下次还会带猫条给泰奥，因为他实在太可爱了。与此同时的山洞之中，朴世俊正在给战士黑兔进行游泳特训，为了保证安全，他还把食人鱼进出的入口封上了。之所以给小黑兔进行特训，是因为几天前他突然一动不动地浮在了水面，这使得朴世俊吓得原地大叫，兔子太太更是直接晕了过去。现在想起来他还是一阵后怕，唯独小黑兔却一点都不在意。训练了一下午，朴世俊现在很想吃些甜食，然而之前小蜜蜂给他准备的蜂蜜已经全部没有了。说起来，自从小蜜蜂搬家后，就经常闷在蜂巢之中，可抬头一望，蜂窝的四周却让朴世俊很是惊讶。原本简陋的小蜂巢现在不仅变得更大，甚至还多出了许多只小号毒蜜蜂幼崽。看到这里，朴世俊怀疑难道是小蜜蜂的宝宝吗？想着很久没有见小蜜蜂了，朴世俊就前去准备一下见面礼，怎么说也得和他打一下招呼。摘完新鲜的番茄花后，朴世俊就在外面呼唤着小蜜蜂，可他们的到来好像激怒了蜜蜂幼崽，下一刻蜜蜂就把毒针对准了朴世俊和小兔子。而在蜂巢内的小蜜蜂也听到了朴世俊的声音，外面的黑兔老五当即掏出了木锤，他可不怕这些小蜜蜂。就在双方即将发生争斗时，很快就有一道声音制止了所有的蜜蜂幼崽。当朴世俊害怕的抬头一看，只见一只大型的人形蜜蜂缓缓朝他飞过来。看着前方的蜜蜂，朴世俊也是一眼认了出来，这难道是小蜜蜂升级后的样子吗？而通过讯息提示，此刻的小蜜蜂已经成为了女王毒蜜蜂。虽然说女大18变，但小蜜蜂这个变化使得朴世俊看傻了眼，就连管理者黑龙艾琳都很疑惑，因为这和他爷爷说的并不一样。小蜜蜂们在朴世俊的农场中并没有食肉，而是在吸食花蜜。现在女王蜂开心地鼓动着翅膀，向朴世俊肯定自己就是之前的小蜜蜂。确认完后，小黑兔和他都大吃一惊，因为这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小蜜蜂还调皮地摆了一个姿势，而它之所以能进化，还多亏了朴世俊种下的那些蔬果。但自从每天来吃下蓝月洗礼的花蜜后，小蜜蜂身上的香味变得比之前更浓，就连身体也愈发的变胖。加上原来的女王蜂对自己的警惕，小蜜蜂也弄明白了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那就是它也能够生宝宝成为女王蜂了。因此小蜜蜂便决定出来自立门户，还将蜂巢住在了最安全的地方。之后它就在蜂巢中独自忍受着痛苦。终于在历经数次的变化后，小蜜蜂这才迎来了新生，它蜕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女王蜂。为了庆祝它的进化，朴世俊献上了最新鲜的花朵。虽然现在到戏有些晚了，可这还是女王蜂第一次收到礼物。开心的她下一秒便扑到了朴世俊的怀中，朴世俊也被她的热情弄得不知所措。紧接着小蜜蜂宝宝们学着女王和朴世俊贴贴，小蜜蜂和兔子一家也相处得十分友好。几天之后的早晨，鉴于本次蓝月很平静，朴世俊便想美美的睡懒觉，不过却被小兔子们叫了起来。原来是兔子先生发现农场中的胡萝卜成熟了，而且还是沾染了蓝月气息的胡萝卜。想来兔子先生他们就是因为蓝月萝卜才叫醒自己的。在小兔子们的满心期待下，朴世俊就伸手将其拔出。沾染蓝月气息的胡萝卜色泽很是诱人，虽然暂时只有一根提前熟了，它的全名是敏捷胡萝卜，比起此前的小番茄更高一级，食用能增加0.05的敏捷度。而摘取1加级的胡萝卜，朴世俊获得了大量的经验，采摘技能也来到了2级。查看完敏捷胡萝卜的效果后，朴世俊就转身递给了兔子先生。多亏了他们的辛勤劳作，这才有农场的今天。拿到胡萝卜的兔子一家眼中满是渴望。见状，一旁的老四镰刀兔就示意了父亲，随即兔子先生一把抛飞了胡萝卜，下一秒镰刀兔使出了绝招霹雳一闪，随着无数的刀刃闪过，敏捷胡萝卜便被分为了7块，同时精准地落在了小兔子们的手上。如此帅气的刀法瞬间得到了所有人的夸赞。看到哥哥和自己炫耀，小黑兔便表现出没什么了不起的样子。本次蓝月降临不只收获了敏捷胡萝卜，
萝卜。小番茄中也出现了5颗蓝色的。一直观察的管理者艾琳第一时间发布了任务，而朴世俊也果断地上交了1颗，这是上次答应给的。但听到朴世俊想要职业技能，艾琳便表示过几天应该就能给。管理者的话让朴世俊很疑惑，但还不等他多想，旁边传来的猫叫就吸引了他。原来是卖完番茄的泰奥回来了，不过他的到来却被小蜜蜂们误以为是敌人，大概是此前小蜜蜂没有见过泰奥，所以敌意才这么大。于是朴世俊就把泰奥抱进怀里，向小蜜蜂们传达小猫也是我们的家人。看到这里，小蜜蜂们这才继续去工作。泰奥则是说着是俊哥，谢谢你喵。听到泰奥和自己称兄道弟，朴世俊一把捏住他的小脸，现在你已经降职成员工，对我要称呼为老板。知道错的泰奥道完歉，就把卖出的钱给朴世俊。这一袋中总共有75塔币，可这还没有结束，泰奥随即再次掏出了1袋塔币。他说着自己把魔力小番茄的价格涨了，现在还多出了30塔币。本以为自己的表现能恢复泰老板的职位，却不想黑心的农场主还是称呼他为小泰，提成也只有2塔币，甚至还给泰奥一顿 CP。无奈之下的小猫只好感慨老板太难当了。伤心之下的泰奥随即就拿出了猫条，然后开心的舔了起来。这一幕也吸引了朴世俊的注意，回头看着小猫手中的东西，朴世俊惊讶地询问着泰奥是怎么获得的。老实的小猫一五一十地告知了黑心老板，这是他和人类拍照获得的猫条，并且还分给了小兔子吃。听到是人类给的，朴世俊就想到了此前听过的黑塔规则，塔外的东西进入塔内只有2种情况，一种就是和他一样被召唤时携带了东西，而另一种就是觉醒的猎人带进来的，通常也只能带1000克左右。不过从塔内带出去的东西却没有限制，什么道具都能拿走。碍于进塔时有限制，所以猎人们通常只会带一些实用的物品，以及登塔时会用到的解压食物。让朴世俊意外的是，竟然有人会选择带猫条来黑塔。可一想到这里，朴世俊便想到了一个好点子，随后他就满脸邪笑地盯着泰奥看。小猫以为朴世俊也想吃，于是就把猫条递了过来。没想到的是，黑心农场主竟然一把全部抢走，这使得小猫咪急忙抓住朴世俊的衣服，让他把猫条还给自己。见状的朴世俊说着这是泰奥和人类拍照交易获得的，而根据此前签订的第3条特殊条款，泰奥是不能私自开发新客户的。闻言的小猫瞬间傻眼了，黑心合同简直害猫啊！看着伤心不已的泰奥，朴世俊转化了称呼，接下来他想和泰老板讨论一下新的客户。听到朴世俊承诺让他当1个小时的老板，如果以后表现优异，想当多久都行。闻言的泰奥瞬间就被成功忽悠了，随即朴世俊一把举起了小猫，并且将它放在了自己的怀中，旁边的小兔子则是在一旁扇风，其余的则是给他烤鱼。这就是老板的待遇。而朴世俊更是亲自撕开猫条，然后一点点的喂给泰奥吃。老板的待遇让小猫咪忘乎所以。不一会后，小猫舒舒服服的伸了个懒腰，接下来他还想吃朴世俊亲自烤的烤鱼。闻言的朴世俊也欣然答应，于是就在火堆旁操作起来。烤制的途中，他询问泰奥是怎么不跟怪兽战斗就能上去第38层的。听到他的话，泰奥就展示了他胸前的勋章，这是流浪商人的资格证。为了维持资格，每年都需要上交昂贵的费用，等级越高，需要缴纳的塔币越多，同时获得的好处也更多，不仅能得到协会保护，还可以使用各种便利设施，而不受怪兽攻击，这也是流浪商人拥有的一个特权之一。朴世俊想知道他能不能带猎人来这里，这样他也可以获救出去。但泰奥却摇了摇头，因为只有流浪商人才能不受攻击，况且如果没有商人的专用通道，是不可能只花费5天就能从38层到这里的。听他的话，朴世俊便询问了这里是第几层，怎料泰奥竟然说着他身处的天坑是在99层。这句话瞬间让朴世俊愣住了，看着朴世俊的模样，泰奥很疑惑，他难道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吗？可现在的朴世俊已经被99层吓傻了，而泰奥还不能带人前来，所以他大概是要永远被困在这里了。就在朴世俊低落到极点的时候，小猫泰奥急忙上前抓住了他的脸，然后使劲地晃着让朴世俊恢复清醒。本以为泰奥是能体会自己的难受，却不想原来是他的鱼烤糊了。重新给泰奥烤上鱼后，朴世俊就再次思考着，现在猎人们最多就在40层上下徘徊，而他在99层，基本上是可以放弃出塔了。一旁的泰奥没有注意朴世俊的心情，还在指挥着他把鱼烤好。见状的朴世俊没有再听从，因为1个小时早就过去了，还没当够老板的泰奥只好轻轻叹了一口气。这时的朴世俊注意到了商人勋章，如果有这个的话，那么他就能和泰奥一起出去经商。随即朴世俊就开始幻想着他们大卖的样子，于是他赶紧询问泰奥自己能不能成为流浪商人，可却遭到了小猫的嘲笑，因为只有塔内出生的个体才能成为流浪商人，这是黑塔中的基本常识。闻言的朴世俊内心犹如晴天霹雳，此刻他浑身止不住的颤抖起来。随即朴世俊顿时忍不住大叫着，别人都是正常的开局，唯独自己却来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天坑。生气之下的他大骂着黑塔，其声音之大就连管理者艾琳也听到，但发泄完朴世俊就泄了气。虽然进天坑是被意外吸进来的，可一开始还是他决定进入黑塔之中，既然来了，那吃苦也是必然。倘若最后真的没有办法出塔，那就让我葬身于此吧。现在的朴世俊终于坚定了目标。与此同时的人类世界中，正有着一些商业家对魔力小番茄虎视眈眈，他们似乎要针对这件道具做文章。
高贵的黑龙却选择了吃素，现在更是痴迷于喝番茄汁，只因这是朴世俊亲手所榨的，其中更是加入了女王蜂吐出的蜂蜜。而从小猫那里得知自己的处境后，朴世俊便深知自己想出塔很难，既然做好了留在这里的准备，他就得解决生活中的诸多不便。目前最缺乏的就是一些生活必需品，同样四周的安全性也必须得确认一下。于是朴世俊就询问着泰奥附近有没有怪兽。小猫说着天坑的方圆内都很安全，但唯独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却有着一只深红巨熊。闻言的朴世俊也回想起了此前的恐怖遭遇，深红巨熊很可能就是他遇到的那一只。泰奥对其更是害怕不已，因为每次路过巨熊都会恶狠狠地瞪着他，看来出去的危险系数还是太高。现在农场中的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很快就会开出几千朵番茄花，随着花朵的增加，毒蜜蜂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到时候就可以让小蜜蜂们出去探查一下四周，还能避免一些怪兽靠近洞口。同时朴世俊终于想到了一个出去的好办法，那就是把葱叶做成绳子，之后让小蜜蜂绑在洞外的树上，那他大概率就能从这里出去了。但要离开99层还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里的怪兽肯定凶恶无比。将接下来的规划想好后，朴世俊就开始分配任务，生活用品的获取只有靠泰奥才行。随即他就告知了小猫任务的重要性，而且这份任务只有他能够做到。泰奥则是信心满满的答应下来，没有什么是他泰老板无法做到的。几天之后的38层处，原本空旷的大道上却有着许多冒险者驻扎。泰奥此刻也来到了这里，看着比以前更多的人类，小猫明白应该是小番茄的名声打出去了，但对他来说这是最好不过的，买家越多反倒越好卖。随即泰奥便直接跳到了众人的面前，这也吓了冒险者们一跳，可反应过来后，他们就全部朝着小猫咪冲过去。泰奥看到他们的模样，很开心地打着招呼。就在此时，一个男人却强行挤出人群，他拿出一袋塔币要将小番茄全部买下。见状，此前的工会成员瞬间就不同意，因为他们才是泰奥的老顾客，并且也是最先来等的。正当他们争吵之际，泰奥便出声制止了冒险者。小猫说着，从今往后魔力小番茄的售卖方式会有所改变。听到这里，冒险者们停下了争执，同时问着泰奥说的是什么意思。猫咪告诉所有人，小番茄将会分3批拍卖，每一批500颗，出价最高的人才可以带走。所以如果没有钱的人，现在就可以回去了。而第一轮小番茄的拍卖立马开始，起拍价泰奥定在了35塔币。这个方法也是朴世俊告知他的。之所以会这么做，是朴世俊从泰奥带来的消息中判断得出，他推测小番茄在塔外的消息已经传开。当一个商品需要的人很多，可数量却有限时，拍卖就是最好赚钱的方法。而除此之外，他还给泰奥安排了别的任务，这也是他考察小猫做生意的好时机。休息了一会后，朴世俊就开始继续干活，小黑兔则是前去准备今天的晚饭。不过此时黑塔管理者却发放了任务，本次任务终于有了奖励，但艾琳需要的却是一杯蜂蜜番茄汁。由于榨番茄汁很耗费时间，朴世俊便告知忙完后再给管理者做，可管理者却表示必须现在完成，并且强调他手里刚好有一个很厉害的职业技能。见状，朴世俊都不懂他是来炫耀奖励，还是想喝小番茄汁了，还问到技能不可以先给他吗？对此，管理者透露了必须完成任务才行，这是黑塔中的规矩。鉴于管理者如此渴望，加上朴世俊也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技能，随即他就动身前去榨小番茄。这款农场中的新饮品是朴世俊之前做的，在其中加入了蜂蜜后，得到了小兔子们的一致好评。想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管理者才会非常的想要吧。拿起适量的魔力小番茄后，朴世俊深吸一口气，下一秒就用尽全力将小番茄全部捏碎，耗费了整整50个小番茄，朴世俊这才得出一杯番茄汁。接下来他就拜托女王蜂完成最后一步，对此女王蜂欣然同意，随即就从口中吐出了精纯的蜂蜜，然后他缓缓地控制着蜂蜜团，紧接着扑通一声就掉入了番茄汁当中。这样一杯朴实无华的蜂蜜小番茄汁就完成了。取走了番茄汁，讯息提示管理者激动地直扇翅膀，想着对方竟然还有翅膀，加上如此的贪吃，朴世俊就愈发的想知道管理者到底是什么动物。另一边的艾琳已经在美滋滋地喝着番茄汁了，这股酸酸甜甜的味道让她流连忘返。享受完，管理者给了朴世俊一个大大的赞，而完成任务的他也很好奇管理者到底给了什么技能。随着系统讯息的弹出，朴世俊就得到了一个特殊职业技能养蜂。本来他还担心离开洞内后小蜜蜂不一定会跟他走，现在有了这个技能就可以和小蜜蜂们有效沟通了。看到这里的朴世俊激动不已，难道这是管理者特意给自己解决烦恼的吗？听到朴世俊第一次和他说出了谢谢，管理者艾琳一时间就呆住了，随即他的脸上竟然还害羞起来。艾琳说着，如果真的要感谢的话，可以再给一杯蜂蜜番茄汁就好了。天坑中的朴世俊还有一个问题想知道，结合之前的种种提示，他说着管理者是不是一只长翅膀的猪？闻言，艾琳刚刚开心的脸瞬间阴沉下来，这是他听过最有侮辱性的话了。下一秒，艾琳便通过讯息疯狂地痛骂朴世俊一顿，骂完他就直接消失了。见状的朴世俊还感到一阵的疑惑。与此同时的38层中，冒险者听到小番茄需要拍卖，一时间就犹豫起来。在后方的会长东直见状顿时大急，如果带不回小番茄的话，他这个爸爸的地位就会回到以前。想到这里，东直就不再犹豫，当即开口报价41塔币买下500颗番茄。看着队员们很疑惑，他就表明当务之急还是先确保买下小番茄，之后有需要的队员再从他这里购买就好。然而就算是提高了价格，别的冒险者却也毫不
不放弃。此前的男人喊出了更高价，听到有人开始抢夺，其余的冒险者便纷纷开始报价。东直没想到这些新来的人竟然这么有钱，随即他想和队员们众筹一下。而就在此时，却有一道响亮的声音惊诧所有人，因为男子喊出了100塔币的高价，来源正是塔外一个大型粮食企业的副董事迈克尔。泰奥听到如此高的报价，也是瞬间喊出321便成交了。一旁的东直对迈克尔的出现很是意外，对方不应该会来到这里。然而他很快就在迈克尔的后面看到了熟人，此人正是东直不死鸟公会中的克里斯。但本次远征他记得很清楚，克里斯他们小组是在轮休。闻言的克里斯感到很是抱歉，原来是他的姐姐让他把迈克尔带到这里的。见状，东直就明白了前因后果。克里斯的姐姐珍妮是一家制药公司的总经理，看样子小番茄的消息彻底传开了，目前更是被大企业所盯上。交付完第一筐小番茄，泰奥很快就开启了第2轮拍卖，这次的结果也让他很是满意。现在的38层中，小猫拍卖会第2轮已经展开，起拍价依然是35塔币。见状的东直率先喊出60塔币的高价，然而迈克尔还是出价100塔币，这使得东直大吃一惊。难道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不想无功而返的东直便朝着队员们借钱，可惜泰奥已经拍定成交了。将第2筐番茄递给迈克尔的人后，小猫就宣布了最后1轮的拍卖。但还不等他开口喊底价，迈克尔再次以100塔币全部买下。闻言的东直便知道自己没有机会了，看着伤心的队长，旁边的队员们纷纷安慰他等下次机会。拿到小番茄的迈克尔很是满意，经商多年的他一眼就看出了小番茄的品质极佳，确实也不枉他亲自来一趟。卖完东西的泰奥正准备离开，此前的冒险者苏夏和他的朋友便找上门来。小猫看着眼前的女孩，他只记得对方给了自己猫条，名字他却是忘记了。不过能再见到苏夏，泰奥还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朴世俊的任务能让苏夏帮忙完成。见泰奥记不清自己的名字，苏夏便重新介绍了一下，怎料小猫将苏夏听成了部下。可就算如此，泰奥的疑惑在苏夏眼中就是可爱的表现，他如此前一样拿出猫条要和小猫拍照。不过想到了朴世俊的交代，泰奥便忍住诱惑拒绝了苏夏，同时说着他这次不要猫条，而是需要一种叫咖啡的东西。见状的苏夏便从随身包包中掏出了速溶咖啡，看着目标之一到手，泰奥紧接着还问他有没有盐和胡椒粉之类的。小猫的话让苏夏和朋友很是疑惑，但好在他们确实有带这些调味品进入黑塔，随即2人就分了一半出去。泰奥在一旁开心的感谢着苏夏，原来在此前临走的时候，朴世俊说了，如果有人找他拍照，那么就要一些咖啡和盐胡椒等等，这能决定他当泰老板的时长。将东西收进背包后，泰奥就和苏夏美美的拍了几张照片。看着手中的许多好看照片，苏夏便感谢着小猫能够配合，泰奥则是摆摆手谢谢他能照顾生意。见到小猫肉乎乎的爪子，苏夏忍不住捏了几下，这软软的感觉让他简直爱不释手。不过泰奥看着苏夏的模样，便出言询问他在干什么，担心会被小猫讨厌。苏夏赶紧递上了猫条当做补偿。听到苏夏说摸自己的爪子会感到开心，泰奥的大眼睛里多少有些不信。苏夏则是表示能摸这种软绵绵的肉垫就会很幸运。见状的泰奥这才相信，原来他的爪子竟然还有这种作用。而一旁苏夏的伙伴也想和泰奥拍照，因为刚刚的胡椒粉就是女孩给的，对此泰奥也欣然同意。配合着拍完照后，女孩刚刚想道谢，泰奥竟然还主动伸出2只肉垫让女孩摸，只要摸完给她一些报酬就好。就这样，小猫咪彻底沦陷在这种肉体交易中。此刻他的手中更是换来了许多的零食，泰奥感觉有了自己的肉垫，别说几小时的泰老板，当一天也绰绰有余了，因为他的业绩绝对超额完成。不过刚刚得意完，泰奥就想到了还有别的任务。一旁的苏夏正在编辑着和猫咪流浪商人的合拍，就在他沉浸在一张张的图片时，泰奥却突然出现在身后，这也吓了苏夏一跳。泰奥是来询问苏夏是不是毕国人，听到小猫咪竟然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苏夏很是不解。而泰奥之所以分辨出来，也得益于他身上的气味和朴世俊很像。紧接着泰奥就询问着苏夏可不可以帮自己一个忙。闻言的苏夏虽然疑惑，但他还是答应了。另一边的农场之中，小蜜蜂们正在开心心的采蜜，收获的一部分他们会吐进朴世俊准备的容器中。有着养蜂的朴世俊，每获得一点花蜜，也能借此提高技能熟练度。自从他获得养蜂技能后，加上番茄花数量的增加，女王蜂的产卵也加快了，所以最近朴世俊也很难见到他。再次打开养蜂的技能讯息，各项能力都得到了小幅提升，能拥有的蜂巢也扩充到2个。看来以后他得准备更大的容器，如果能再多些瓶子就好了。不过这些都是以后再考虑的事，眼下还是先准备吃饭。将胡萝卜扯出来后，朴世俊就呼喊了兔子一家，他和小兔子们说着吃完饭后再干活吧，今天也恰好是普通胡萝卜长出来的时间。看着已经熟透了的胡萝卜，小兔子们的眼中满是期待。现在洞中的食物又增加了一种，朴世俊将胡萝卜分到了每一只小兔子的手上。接下来朴世俊就和小伙伴们围在一起准备就餐，拿起手中的普通敏捷胡萝卜，他便打开了系统讯息查一下和蓝色萝卜的区别。普通的敏捷胡萝卜等级只是1级，好在也能如小番茄一样分解脂肪，并且还有提高视力的效果。等到后面收获的数量增加，拿出去想必也一样会大卖。吃完饭他们就开始把成熟的胡萝卜搬运走。
朴世俊负责采摘，小兔子们则是去运到存储点。中途黑兔老五突然摔倒在地，兔子先生和朴世俊本以为他是累了，怎料老五是趁机偷吃着萝卜，随即老父亲就踹了老五一脚。而朴世俊看着堆满了仓库，他便想着今天就提前结束工作吧。就在此时，系统突然弹出了很多信息，并且提示他升到了10级，但紧跟的还有一条触发任务。朴世俊正想询问，管理者就说明这不是自己干的。艾琳表示这是10级的职业任务，只有完成了才能获得新的职业特性，并且突破到下一个等级。专属的职业任务，朴世俊以前就有所耳闻，每个不同职业拿到的任务需求都不一样，而他的职业是黑塔农夫，所以完成任务只需要将耕种面积扩大50平即可。于是朴世俊就想让小兔子们帮自己一起开荒。终于到了傍晚的时候，朴世俊这才完成了任务，小兔子们纷纷累得不行，朴世俊更是浑身没有力气。好在获得的职业特性很是实用，这让朴世俊多少有些欣慰，也不枉他迅速的完成任务了。本来开阔累不到这种程度，但为了图方便，朴世俊和兔子先生就决定顺便把胡萝卜的根种上。辛苦了一天，他们就准备提前休息。和兔子一家说晚安后，朴世俊就前去睡觉了。但正当小兔子们想进家的时候，兔子先生和兔子太太却阻止了他们，随即还一把将木门直接关上了，任由小兔子们在外面如何哭闹。老父亲也没有回应他们。见状的朴世俊就折返询问发生了什么。了解完，他表示很赞成兔子先生的做法，毕竟他们已经成为了大白兔和大黑兔，的确是该自立门户了。但现在天色已晚，也不方便打洞，朴世俊就邀请他们和自己一起休息。很快，小兔子们就来到了朴世俊的大葱床，和他们睡觉的感觉确实不错，因为真的很暖和。而在此之前的黑塔38层中，东直队长正为买不到番茄要被女儿数落发愁，但苏夏却带着泰奥来到了他的身后。原来是小猫咪有些事情想请东直帮忙，知道对方是帝国来人中最厉害的队长，泰奥便伸出猫爪询问要不要和他签订合同。见到东直的第一面，泰奥便直接递上了一份合同，他想和东直做一场交易。合约的内容是将100塔币换成现金，然后移交给帝国 C 市肃杀区朴世俊的家人。转交之后，顺便告诉他们，朴世俊现在过得很好，至于报酬则是200颗小番茄和少量的塔币。看到小番茄的东直瞬间眼前一亮，因为只要能带着小番茄回去，那他就可以再次成为女儿眼中最棒的爸爸。接过合同的东直很好奇，这位朴世俊是谁？难道是现阶段还不能出塔的猎人吗？见状的泰奥刚刚要脱口而出，但很快他就想到了朴世俊的交代，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在99层的消息。随即小猫咪说着朴世俊在40层救过他，所以这才帮他跑腿的。闻言的东直很是震惊，原来已经有人抵达40层了，想来小番茄就是那个人找到的道具。对此泰奥并没有给他回答。东直的不死鸟工会就算全体出动，最多也只能到39层，他从来没有在官方渠道听过这么强的猎人，也就是说对方是一个单独行动的强大冒险者。如果能借此产生交集，是很有可能将朴世俊拉进工会的，甚至拿到小番茄的独家经营权也不是梦。想到这里，东直就果断答应签下泰奥给的合同，随即他就掏出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经由系统的帮助下，他们之间的合约也就达成了。黑塔的合同就算在塔外也同样会生效，不过为了保证信息传递到位，东直便约定10天后来这里见面，同时还让泰奥和朴世俊说清楚，他是不死鸟工会的金东直，保证会好好的完成本次合约。时间一转来到第2天早上，此刻的天坑之中，小兔子们的房子已经搭建的差不多了。随即战士黑兔就牵着朴世俊前来参观，不过在看到前面的景象后，朴世俊瞬间眼前一亮，经由小兔子们之手的小屋子果然非常的精致好看，用葱叶当做房顶，还有这垒的结结实实的土墙，看样子这是镰刀兔和铁锹兔的功劳。而他们两个也是得意的回应了朴世俊，就连平时休息的简易小窝也修建好了。随即朴世俊欣慰地摸了摸小兔子们，为了给他们的乔迁贺喜，朴世俊决定今天开一场宴会犒劳小兔子。自从小兔子们有了各自的小窝后，兔子夫妇就再次回到了以前甜甜蜜蜜的生活。准备好食物后，朴世俊开心地举起了杯子，为小兔子们的辛苦干一杯。小黑兔则是得到了他的区别对待，这是为了感谢他一直提供着优质的鱼肉。此刻看着手中的胡萝卜杯子，朴世俊再次赞叹了兔子们的手艺。不过前方的兔子夫妇实在太吸引注意了，这恩爱的模样让一旁的单身狗朴世俊十分嫉妒。但现在突然感觉到不对劲，为什么兔子夫妇会这么急需2人空间？很快朴世俊就想明白了，随即就对着小兔子们说着，他们大概是要有弟弟妹妹了。就在这时，系统传来了提示，原来是种子商店的开启时间到了。一直忙于农活的朴世俊都差点忘记这回事，于是他赶紧打开了种子商店。本次商店给了朴世俊3种选择，有草莓、生菜和马铃薯的种子。看到生菜，朴世俊顿时眼前一亮，可转念一想，这里压根没有五花肉可以给自己烤，所以生菜包五花肉只能后面再说了。现在还有马铃薯和草莓可以考虑，虽然他手中的钱足够，但商店只能选择一种购买。一番思索之下，朴世俊就购买了马铃薯，还是碳水更能让人满足。随着一大包的土豆凭空出现，下一次的种子商店又得需要30天后开启了。望向空中装满100颗马铃薯的袋子，朴世俊突然感觉很不对劲，下一秒袋子便朝着他砸了下去。好在千钧一发之际，他成功躲开，不然可能是要挂彩了。
剧烈的声响也打扰了兔子先生的温馨。看着发火的兔子先生，朴世俊便不好意思的道歉了。转过身，他用手去翻找着马铃薯，仔细的端详了一会后，朴世俊便肯定了这个马铃薯的品质绝对很高。一想到以后能吃上各种土豆美食，他和小兔子们都显得很是激动。于是朴世俊就决定今天先好好休息，明天再开始努力种土豆。而现在他突然想起了泰奥，也不知道小猫咪有没有完成他托付的事。与此同时的黑塔商人区域中，正有着许多的原住民在赶集。不过在旁边的一处杂货铺前，小猫泰奥嘴里一边念叨着生活用品，一边拿猫爪翻找着。不一会的功夫，泰奥就拿出了一个平底锅和一个汤勺。找到东西的小猫咪询问了一下价格，听到2样加一起需要1.6塔币，泰奥便让老板给自己便宜一点。见状的老板便明白泰奥应该是第一次来这个区域的新手商人，于是他就给泰奥便宜了0.1塔币。闻言，小猫咪一脸失望的开口让他再便宜点。精明的老板深知现在不能让价，随即他就说着这是最低的限度。但泰奥已经得到了朴世俊的真传，当即就把东西丢给老板，然后转身离开了。看到这里的老板赶紧上前拦住了小猫，他是真没想到泰奥会走得这么果断，知道自己这次遇到高手了，老板就说着1.3塔币就行，怎料泰奥居然又砍了0.1塔币。无奈之下的老板也就同意了。小猫则是快速的把钱放在木桶上面，随即道完谢就急急忙忙的跑远了。可等到老板低头看着钱的时候，却有一些疑惑，因为在木桶上的塔币居然留下了一个湿润的猫爪印，同时还挂着几滴明显的汗珠。而另一边的拐角，泰奥此刻已然是汗流浃背，就连心跳也加快了无数倍，但他却是非常的开心，因为自己真的做到了。他不再是那个被高价坑骗的小猫咪，并且这次还还价成功了。泰奥激动的举起了猫爪，这就是朴世俊教给他摆脱冤大头的办法。大致内容就是不管对方开价多少，也一定要还价。如果商人不同意时，那就毫不犹豫的离开。倘若卖家叫住了自己，回来之后便再次还价。泰奥将这些技巧认真的记在本子上，而如今他真的学以致用，并且还获得了成功。虽然只是很少的塔币，但这代表着他成为一个会讨价还价的流浪商人了。开心的泰奥在大街上悠闲的散步，可行至一处小巷子边，他却听到了那个让自己厌恶的声音。定睛一看，果然是那个卖给自己假货的斯卡拉姆。见到对方竟然又在拿着保温杯欺骗新手商人，泰奥便愤怒地叫了一声：“斯卡拉姆，你这个可恶的臭哥布林！”他的声音也把斯卡拉姆吓了一跳，而泰奥则是愤怒地走上前去。虽然很疑惑小猫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不过斯卡拉姆还是假装两人很熟的模样。见状的泰奥直接推开了哥布林的手臂，同时告诉了面前的商人斯卡拉姆是个骗子。闻言的哥布林顿时就不答应了，他认为自己好心低价卖给泰奥道具，却不想对方竟然忘恩负义。听到这句话的泰奥就更来气，当即就把杯子能保温的原因说清楚，上面根本就没有施加魔法，只是个破烂的东西而已。此刻的斯卡拉姆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不知道泰奥是从哪里得知的真相，但当务之急还是先保住名声。怎料小猫咪竟然直接叫了旁边巡逻的警卫，告诉他们这里有专门骗人的坏蛋哥布林。见状的斯卡拉姆便放下了一句狠话，随即连忙逃离了这里，告知了眼前的商人斯卡拉姆是个骗子。对方也朝着小猫道谢，并且询问了一下泰奥的名字，自豪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后，泰奥就挥挥手离开这里。可他不知道的是，刚刚的菜鸟商人竟然面带金光地看着他，紧接着商人就淡淡地说了句任务终止。这时他上方的屋顶就传来了动静，下一秒就有3只动物警察来到了他的面前。商人缓缓地摘掉了头套，并且责怪手下们没有好好办事。其中的白猫警察也很疑惑，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泰奥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但看到脸色不好看的长官，他便赶紧道歉了。而眼前的小狐狸正是流浪商人协会的秘密特工杰拉斯。想着准备了3个月的斯卡拉姆抓捕计划就这么泡汤了，杰拉斯也是一阵的无奈，随即他就让所有人一起返回监察局总部。可鉴于本次任务的失败，这些警员需要写100页的检查报告，因为今天的所有人都得好好的反省一下。杰拉斯的模样将几位手下全部吓得瑟瑟发抖，而他则是缓缓地走了出去。最近的流浪商人工会经常接到黑心商人的相关举报，通过不断的追查，他们终于是锁定了斯卡拉姆，但碍于目前还没有能直接坐实的证据，更不知他从什么渠道获得的塔外物品，因此现在还不能贸然实施逮捕。所以杰拉斯这才假装成新手商人接近斯卡拉姆，眼看计划就要收尾，却不想被小猫咪直接搅黄了。不过通过泰奥和斯卡拉姆的关系，杰拉斯便想到了别的计划。接下来他准备从泰奥入手，从而找到抓捕斯卡拉姆的证据。另一边赶往99层的泰奥正美滋滋的吃烤，他在为帮助了别人而开心。与此同时的天坑之中，朴世俊还在教镰刀兔如何去劈砍土豆。他需要小兔子把土豆切成4块，一番比划后，镰刀兔也明白了朴世俊的意思。只见他手起刀落，下一秒土豆就被均匀地分成了4块，这使得朴世俊很是满意。接下来再将土地给湿润一下，然后把切好的土豆放进其中，这样种植的过程也就完成了。而把100颗土豆种子分为400颗种植，也得益于他此前看过相关的资料。不一会开垦完10平的马铃薯地后，因为朴世俊的职业特性，他也获得了一点经验值。一段时间之后，马铃薯基本上就种完了。现在朴世俊组织着小兔子们前去挖红薯，但在
此之前还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先去收红薯芽，因为只要种下红薯芽就能够再次长出红薯。闻言的小兔子们顿时瘫倒在地，他们很想不劳作就直接吃。健壮的战士黑兔突然想到了些什么，小时候他们想种植红薯芽，却被朴世俊主动拦下了，所以这一次大概率也是这样。听到了小黑兔的分析，他们都纷纷偷笑起来，以为可以偷懒了。然而朴世俊一看就明白了他们的侥幸心理，随即就说着，这一次他不打算独享种红薯芽的快乐，而是要大家一起努力。此话一出，3只兔子都纷纷叹了一口气。接下来小兔子们就开始了忙活，兔子太太和镰刀兔负责剪下红薯芽，推车兔还是一如既往的当起搬运工。没有工具的黑兔老五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一旁的朴世俊则是担任了种植的工作。终于在所有小伙伴的努力下，他们成功开垦了150平的红薯地。而突破10级后的朴世俊，即使不是独自种植，也能获得全部的经验了。就在这时的兔子夫妇突然举起了手，小兔子们也在一旁附和着哼唱，他们围绕着朴世俊唱歌跳舞。原来这是白兔们送给朴世俊的丰收之物，就连管理者也和他们一样期待着烤红薯。收到了伙伴们的祝福，朴世俊便兴致勃勃地看向了最早种下的红薯，随即他伸出手缓缓扒开了土壤，然而下一秒从中却爆发出刺眼的光芒。见状的朴世俊不禁大感震撼，女王蜂也被照射得睁不开眼。待到金光散去，刚刚的土坑上赫然出现了一颗晶莹的红薯，它的全名是太阳南瓜红薯，这是红薯基因突变后的结果，食用能分解100克的脂肪，还有着24小时防寒的能力。朴世俊也达成了新的塔内成就。见状他这才回过神来，居然诞生了新的品种。而在同一时间的人类世界帝国中，东直赫然已经来到了朴世俊家的楼下。而此刻的农夫朴世俊正和小伙伴们盯着地面上的东西，这是全新的作物太阳南瓜红薯。经过系统讯息的提示，他也明白了自己竟然种出了新的品种。黑塔也默认他拥有独家的种植权，未经朴世俊的允许，别人无法种植太阳南瓜红薯。虽然他很想品尝一下味道如何，但毕竟是新品种，还是种植起来，等数量多了再吃。把南瓜红薯买好，朴世俊和小伙伴们就再次开始挖红薯。后面挖出的红薯都是正常的品种，挖完的第一时间，朴世俊就迫不及待地将其用葱叶包裹着来烤。不一会的功夫，一个个香喷喷的烤红薯也就出炉了。缓缓将红薯掰开，一股浓浓的香气让小兔子们口水直流。而第一口，朴世俊果断给了这群辛苦的小伙伴吃。怎料兔子先生由于吃得太快，竟然被呛着了。塔的管理者也被馋得流着口水。朴世俊很感谢他能等待着小兔子们先吃完。很快，兔子一家便吃饱了。朴世俊就递上了10个烤红薯给艾琳，而最后还剩下一部分的没有吃完。看着一旁的镰刀兔，朴世俊便说着，要是吃完了，就来帮他一起处理烤红薯。另一边的黑龙艾琳此刻已经将红薯剥开，随即就直接放进了嘴巴里面。但才过了几分钟，整整10个烤红薯就被他消灭干净了。贪吃的艾琳考虑着把剩下的也全部要过来，可低头望去，却发现朴世俊在做别的事情。天坑之中，朴世俊配合着镰刀兔，他们将烤熟的红薯切成了条状，接下来等晒干后，再翻另外一面晒好，美味的红薯干也就做完了。见状的管理者很是愤怒，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烤红薯切开扔在地上。闻言的朴世俊就解释这是在做别的美味，而他要做的正是红薯干。同一时间的人类帝国中，东直敲响了面前的房门，下一刻朴世俊的家人就急急忙忙把门打开。他们以为是朴世俊回来，不过认清楚来人后，几人便愣住了，随即询问了一下东直是谁。一番解释完后，东直就递上了属于不死鸟工会的个人名片。见状，朴世俊的弟弟大吃一惊，因为不死鸟在国内非常的出名，加上东直队长的职位，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上游猎人了。寒暄完，东直掏出了朴世俊委托的信件，然而看着手中的信封，一家人此刻误以为这是儿子的遗书，眼中的泪水更是流了出来。见状的东直急忙起身表明这个不是遗书，而是朴世俊转交的大量现金，同时还告诉了朴世俊的家人，他现在在塔中过得很好，不用为他担心。确认完后，一家人这才一改刚刚的阴霾。接下来，东直还从朴世俊的弟弟事实那里得知，朴世俊是5个多月前失踪的，这使得他更加相信了对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因为事实的话意味着朴世俊是百天就登上了40层，从塔出现的10年间，也没有人能有如此快的成绩。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收完，东直也就开始和朴世俊的家人道别。来到外面的车上后，此前签下的合同任务也就完成了。但过去了这么多天，小猫咪此刻还在赶往天坑的路上。又是2天过去，此刻的天坑中，朴世俊正在种植着胡萝卜根的头部。他把兔子们吃剩下的萝卜头用水浸泡，待到发芽后就全部种进地里。而这么做也是为了等开花后收集到种子。望着之前种下的萝卜已经开花，朴世俊和小兔子都很开心，这种积少成多的感觉让他很享受。就在这时的管理者询问红薯干晒好了没有，恰好朴世俊也想知道，随即就起身前去查看。来到晾晒的一根根红薯干前，他轻轻地拿起了其中一根，随即就放进了嘴巴之中。而红薯干的味道没有让他失望，脆脆的外表加上恰到好处的糖分，使得红薯
薯干异常的好吃，小兔子们也快速的拿起美食享用。制作的结果大家都很满意，朴世俊则是准备下次再多弄一些。不过碍于太沉浸在美味中，导致朴世俊忘记了管理者。但当他拿起一堆红薯干准备送去时，朴世俊突然想到了些什么，随即他让管理者稍微等待一下，毕竟每次的容器都是大葱做的。朴世俊感觉这有些不妥，健壮的黑龙艾琳还以为是他不愿意给自己，于是就愤怒地催促着。可等到朴世俊将红薯干用礼品袋子打包好后，管理者瞬间就被惊呆了。这是朴世俊以前兼职时学的技能。此刻的红薯干被打包得很是精致漂亮，这也是为了让管理者更方便储存。他本以为管理者会很喜欢，却不想讯息上一直没有给出提示，直到艾琳反应过来，他这才朝着朴世俊表示感谢。健壮的朴世俊还以为被误会成浪费食物了，可他想不到的是，另一边的艾琳此刻已经被红薯礼包打动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爱的包装，但弄得这么好看，这使得艾琳简直舍不得吃。不过朴世俊他们就没有这种烦恼了，他正和小伙伴们不停地吃着红薯干，而吃到一半时，女王蜂突然找上了朴世俊，他拿来了一团晶莹的花粉。通过讯息提示，朴世俊得知了这是玉米的花粉团，原来是他之前种下的玉米已经长大了，上面甚至还开出了许多的花。可玉米花是没有花蜜的，所以毒蜜蜂们采集的都是花粉。但朴世俊还是打算尝尝味道如何，于是他果断地往嘴巴里送了一颗。花粉团是微苦中带着一点甜，就如同吃棉花糖一般，味道非常的不错。得到肯定的蜜蜂女王也没有了迟疑，随即就鼓动着小蜜蜂们加油采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朴世俊的手里就多出了许多的花粉团。与此同时，在外经商的泰奥终于回来了，但看到朴世俊身边的女王蜂，小猫咪便被吓得浑身一颤。健壮的朴世俊急忙安慰着泰奥，让他不要害怕。女王蜂也是上前朝着猫咪示好。泰奥用鼻子小心翼翼地嗅着，可下一秒他便止不住地打喷嚏。原来泰奥对花粉过敏。看着小猫咪恢复后，朴世俊这才询问了他任务的完成情况。闻言的泰奥肯定地回应了他，就连给朴世俊家里报平安的事，他也委托好了。此刻看着合同已经完成，想来自己的钱和消息家人已经收到了。泰奥也表示过几天也会找到东直确认的。和家人已经分别太久，朴世俊对他们很是思念。家人估计也想不到自己进塔中担任的竟然是一个农妇，如果被弟弟事事知道，大概会肆无忌惮地嘲讽自己吧。回想着和家人的美好生活，朴世俊的忧伤便增加了许多。就在这时，一只小手打断了朴世俊的思绪。不知何时，农场的小伙伴们纷纷聚了上来，他们全都开心地看着朴世俊。健壮的朴世俊瞬间一扫阴霾，是啊，他在这里也有着很多的家人。彼此之间互相安慰后，泰奥就激动地汇报着卖小番茄的战果。除去买各种杂物和给东直的报酬，总共还剩下了200多的塔币。紧接着，小猫咪还从背包中倒出了买来的全部工具。健壮朴世俊兴奋地拿起平底锅，他已经好久没有触碰正规的厨具了。不过这时地面上的匕首吸引了他的注意，这还是朴世俊进塔后见到的第一把武器，但空白的讯息栏让他不知道其的详细数据。泰奥也只是看着顺眼便带回来的。这时的管理者表示可以交给自己鉴定一下，不过要给他红薯干当做报酬。虽然明白管理者是嘴巴馋了，可现在也只能交给他帮自己鉴定一下。仅仅是几秒钟的时间，管理者便提示任务完成。下一秒匕首就再次出现了，这把武器竟然是 B 级的道具，它能让使用者更快地提升技能熟练度。而真正让朴世俊惊讶的是，这件装备有命名，命名的装备在外界基本都是上亿，如此稀缺的武器却被泰奥从铁匠铺里面随便抽到了。原本还以为小猫是个新手冤大头，却不想他竟然还有这种淘金的天赋。朴世俊拿到匕首后，便将目光放在了前方的大葱上，紧接着他就摆好了架势，随即快速把一根根大葱切成许多段。有了这件装备以后，收获的速度又将得到巨大提升。再次看向泰奥，朴世俊不禁赞叹这件装备确实很趁手。开心的他忍不住上前把玩着小猫咪的肉垫。泰奥虽然表面上很是抗拒，然而内心却在暗中欣喜，因为朴世俊也和其他人类一样喜欢他的爪子。而接下来就是泰奥的老板时间，小猫咪得意的让朴世俊喂它吃猫条，可泰奥的这副模样很是可恶。随即他便将小猫咪放在了地上，还耍无赖的告诉泰奥1小时已经结束了。闻言的小猫咪自然不愿意答应，但还是无法改变赖皮的朴世俊。生气之下的泰奥决定拿出自己的杀手锏，他将拍照交换得来的香料全部拿了出来。看着这一幕的朴世俊瞬间浑身颤抖，听着小猫咪自豪的言语，他已经将其中的盐倒在了手心，浅浅的用舌头尝了一下，那股鲜活的咸味让朴世俊第一次感觉到活着，甚至还有胡椒粉和其他的调料，真是久违了的味道。看着如此激动的朴世俊，泰奥询问这些够不够自己当2小时的泰老板。闻言的朴世俊举起小猫咪开心的转圈，别说2小时，24小时都随便当。第二天早上，一股浓浓的香气飘向了洞外，还在睡觉的小兔子们都被吸引出来。看着小伙伴们基本都起床了，朴世俊便招呼着让他们来吃早饭。今天他一大早便起来准备食物，此刻的火堆边已经摆放着许多的烤肉小吃。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朴世俊做了只加盐和只加胡椒的烤串。等到小兔子们吃下后，很明显加胡椒的他们很不习惯，唯独黑兔老五吃得津津有味。看着还在睡觉的泰老板，朴世俊就带着烤串前去叫他吃早饭。怎料小猫咪瞬间就炸毛了，因为朴世俊在拿神圣的烤鱼开玩笑，而泰奥喜欢的还是原味烤鱼，对于加盐或者加胡椒的他并不感兴趣。吃完饭，他们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有了凯恩斯的匕首，朴世俊不仅收割速度加倍，
倍，就连技能熟练也在猛涨。采摘完，他便顺势丢进了泰奥的包包中。不过这时的小猫咪却瘪着嘴，泰奥说着自己明明是老板，为什么也要参与采摘？闻言的朴世俊就不乐意了，因为他是董事长一样也在做。这句话让泰奥傻眼了。小猫现在才明白朴世俊的职位比老板高，所以他也只能乖乖的听话干活了。装满包包后的泰奥怀着满满的自信准备出发。等到他努力成为了董事长，一定要独享朴世俊的双手和膝枕。想到这里，小猫咪就踏上了经商道路。临走时，朴世俊让他回来的时候再顺便去买一把武器。闻言的泰奥便一口答应下来，随即就跳到了天坑之外挥手道别。转过身的朴世俊打算摘完眼前的小番茄就休息一下，但仅仅收割完了6颗小番茄，他便得到了接近100点的经验。仔细一看，竟然是小番茄的等级提升到了地级，这也得益于他前段时间晋升到地级农夫的原因，所以后面种下的小番茄基本都成为了更高级的。可惜泰奥走得太快了，不然效果翻倍的地级小番茄一定能卖更高价格。与此同时的黑塔顶层，管理者艾琳推开了装满财宝的黄金大门，在最深处有着一尊栩栩如生的雕像，这是用极其稀有的材料雕刻而成的，价值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然而下一秒却被艾琳一爪直接打碎，紧接着他将朴世俊送的红薯干礼包放在上面。原来这个仓库里面施加了永久保存魔法，艾琳要把这个红薯礼包保管起来，而不是吃掉，因为这是朴世俊送给自己的，他舍不得把其当作零食。摆放完，艾琳拿起水晶球想看看朴世俊在做什么，见朴世俊在毫无防备的睡觉，艾琳便好心的帮他侦查一下四周。怎料才开始探查附近，他便看到了非比寻常的东西。此时天坑外的森林之中，一只粉红的小熊似乎嗅到了不一样的气味，随即就慢慢的朝着前方靠近。艾琳见状急忙吵醒了朴世俊，他表示现在有危险靠近，不能再睡下去了。见状的朴世俊缓缓抬起头来，很快他便发现了上方的红色影子。此刻朴世俊误以为是凶猛的怪兽来到了这里，艾琳则是悄然出现让小熊赶紧走开，却不想他的举动成功吓到了粉红小熊，下一秒小熊便不小心踩滑了。而朴世俊也发现了情况不对劲，于是他穿上鞋就快速的跑上前，随后一把精准的接住了掉下来的粉红小熊。这时的他还以为是小猫小狗之类的，可低头一看，朴世俊就知道自己错得离谱，因为讯息提示着在他怀中的竟然是深红巨熊的幼崽。朴世俊没想到此前遇到的凶猛怪兽，他的幼崽却如此的小巧可爱。这时塔的管理者询问朴世俊为什么要接住小熊，可刚刚的情况很是危险，如果自己不接下，那小熊很可能会被摔死。闻言，黑龙便告知朴世俊尽快将其送出去，因为深红巨熊可能正在找他。但朴世俊很不放心，外面还有着别的怪兽，而眼前的小熊还太年幼，直接送出去很可能会有危险。见状的管理者急忙提示，深红巨熊的胃口是很大的。朴世俊却十分不幸，粉红熊还这么小。一旁的小熊跑到了战士黑兔的后面，望着这个小家伙，黑兔也感觉它很是可爱。就在这时，女王蜂带着小蜜蜂们前来开始工作，而闻到女王蜂身上的气息，小熊便迈着小碎步跑了上前。可他的行为激怒了四周的小蜜蜂，看着敌意满满的毒蜜蜂们，小熊赶紧跑回来寻求朴世俊的保护。无奈之下的朴世俊只好安抚着小蜜蜂，看起来小熊是被女王蜂身上花蜜的气味吸引了。随即朴世俊就想请女王蜂帮忙，虽然被这个冒失的小家伙打扰了，但女王蜂还是答应了他。紧接着他就从嘴巴里吐出了蜂蜜，随后将其放在了小熊的双爪之中。黏糊糊的蜂蜜让小熊瞪大了眼睛，而他大概率也是嗅着蜂蜜的气味来到这里的。不到几秒钟，深红小熊就把蜂蜜全部吃得一干二净。管理者艾琳见状便沉默了，可很快他就再也无法忍受。这时的管理者发出了任务，艾琳让朴世俊赶紧将小熊送出去，如果拒绝，那么很快食物就会被全部吃完，他和小兔子们的下场就是饿死。同时管理者对小熊更是很不满意，朴世俊感觉他太小气了，对方还这么小，又能吃得了多少？管理者表示只想把对农业生产有威胁的怪兽赶走。不过在朴世俊看来，如果一开始不是管理者吓唬，小熊也不会滑落下来。闻言，管理者只当那是个失误，还命令朴世俊立刻赶出小熊。害怕的深红小熊紧紧抱住了朴世俊，看着可怜的小家伙，思索了一番，朴世俊还是决定等他的母亲来到这里时再将其送出去。朴世俊的拒绝让艾琳愣住了，想到自己的好意却被误会成小心眼，艾琳也便不想再坚持，随即也就不管这件事。而朴世俊还在小声嘀咕着，他始终认为管理者这是担心自己的食物被分走。黑龙艾琳走后，朴世俊开心地抱着小熊，可这个小家伙此刻竟然睡着了。见状的朴世俊更加坚定将其收留在山洞过夜。第二天一早，朴世俊还在呼呼大睡，但在不远处的仓库边却有着一团红色身影。不一会，战士黑兔便晕乎乎地打开房门，然而看到前方的景象后，他瞬间就没有了睡意。很快，山洞内的吵闹声吸引了朴世俊，等到他醒过来后，却发现身边的熊崽子不见了。看着前方生气的小伙伴们，朴世俊好奇地询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不过很快他就明白了原因，此刻的地面上有着许多的食物残渣，储存起来的农作物也几乎都消失不见了，而罪魁祸首正是眼前这只无辜的小熊。望着仓库的惨状，朴世俊甚至快要哭出来了，小兔子们更是愤怒不已，可小熊却还在自顾自地翻东西吃。除了小番茄，朴世俊他们存下的红薯和胡萝卜被吃了将近1/3，被小兔子们胖揍了一顿。深红小熊急急忙忙地扑向了朴世俊，看着眼泪汪汪的
小红熊。朴世俊一把将其抱起来，但很快他就发现对方一夜之间竟然长大了许多。现在朴世俊终于想到了管理者的劝告，他开始后悔了，应该早点听艾琳的话。大概是早就预料到，管理者在这时也告知了朴世俊，深红巨熊的幼崽一天就能轻松吃下200斤的食物。明白是自己误会了管理者，朴世俊就真诚的道歉，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不该把管理者想得那么小气。对此艾琳并没有在意，而是表明当务之急是先将小熊送去外面。一番思索之下，朴世俊就把此前的离开方法作用在小熊身上，他将大葱做成了长长的绳子，随即给小熊绑得结结实实。这时上方的小兔子们也已经准备好了，等到朴世俊发起了命令，中部的小蜜蜂们就开始奋力地拉着小熊，外面的兔子一家也在一起加油。在一众小伙伴的帮助下，深红小熊被缓缓地拉了出去。可突如其来的失重感让小熊很不适应，它开始无力地挣扎着。见状，朴世俊递上了甜甜的蜂蜜安抚小熊，你已经离开太久，也该回家去找妈妈了。安稳下来的小熊吃着蜂蜜，下方的朴世俊和女王蜂则是和他告别，而深红小熊也回应着他们的善意。将小熊送走后，朴世俊就完成了任务，本次奖励是获得采种技能。目送小熊离开，兔子一家便全部回来了。看着辛苦的小兔子们，朴世俊本想好好犒劳他们，怎料自己的肚子却先叫了起来，轻轻叹了一口气。他决定今天暂时就吃点小番茄和烤鱼吧。几天之后，在天坑农场之中，此刻的朴世俊和小伙伴们都害怕地看着洞口，原来是小熊在和他们开心地打招呼，可小熊的后面却有着一只恐怖的深红巨熊。朴世俊现在已经傻眼了，他以为对方是来抓捕自己和小伙伴们的。看着头顶的庞然大物，朴世俊和小伙伴们害怕不已，他怀疑巨熊误以为自己挟持了小熊，所以现在是前来捕食他们的。一想到这里，朴世俊浑身止不住的发颤，紧接着他就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嘴上还说着自己吃了番茄肉不好吃，这使得熊妈妈发出了疑惑声。好在管理者传达了深红巨熊并没有恶意，他只是想为自己的孩子吃蜂蜜。看着管理者的解释，朴世俊也明白了对方的来意。深红巨熊肯定了管理者的解释，他和小熊在外面和朴世俊他们打着招呼，而作为索要蜂蜜的报酬，深红巨熊愿意来保护周围免遭危害，还要带朴世俊离开天坑。随即他就把巨大的熊爪放在了天坑之中。见状，朴世俊回头看着小伙伴，兔子们纷纷为他感到开心。就这样，朴世俊答应了深红巨熊的请求，于是他坐上了熊妈妈的爪子，然后缓缓地朝着洞外出发。下方的黑兔老五和朴世俊挥挥手，而这也是朴世俊历经上百天以来第一次去到外面。从高处看着农场中的全部作物，朴世俊心中更是无比感谢。如果没有伙伴们，那他大概是会饿死在里面。现在朴世俊满怀希望地看向外面的世界，他终于能看看真正的塔中世界了。刚刚出动，外面的光线让朴世俊一时间无法适应，待到他适应完后，仅仅只是看了一眼，就被外面的世界深深吸引。蜿蜒的山脉此起彼伏，远处更是矗立着一座直入云霄的高塔。此刻的朴世俊彻底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了。这只是黑塔中的一层，但面积却已经让他难以看到尽头。原来这就是黑塔的真正面目。朴世俊由衷的感谢熊妈妈能带他出来，而远处闪耀的亮光则是吸引了他的注意。见状，管理者就适时出现，他告诉朴世俊，那个就是用以离开的传送站，就如流浪商人有着专属的商人通道，塔外进来的冒险者们也有专属的传送装置。如果能够使用传送站，那他想必就能快速的到达第一层，然后成功回到塔外。但朴世俊又有了新的疑惑，该如何去那里？要穿越前方的一片荒芜之地，单单是靠步行不太现实。从巨熊的爪子上下来后，小熊就朝着朴世俊扑了过去，将他一把抱住。朴世俊询问着深红巨熊能不能送自己到亮光的地方，对此深红巨熊给出的回答是拒绝，因为荒芜之地不是他的地盘，要前往传送站需要击败大约3000只的怪兽。见状，朴世俊才想起来，这里是99层，必然是有着许多强大的怪物。深红巨熊还指了指后面的森林，这周围就是他的领地，那些荒芜之地的怪兽一般不会来这里。可如果离开巨熊也无法保护朴世俊，明白缘由的他只得轻轻叹息。与此同时，天坑的小伙伴们把朴世俊的行李拿了出来，朴世俊很是感谢着他们。小熊看着黑兔老五，也是激动的一把抱住了他。看着已经比自己还大的熊宝宝，黑兔缓缓地抚摸着他的头。一旁的深红巨熊此时想让孩子吃点东西，朴世俊拿到包包便反应了过来，他从里面掏出了蜂蜜。闻到香味的小熊瞬间转过身来，看着甜甜的蜂蜜一点点流出来，小熊的眼中都泛起了星星。随即他就埋头美美地舔舐着蜂蜜。这时朴世俊注意到了熊妈妈的渴望，见状他本想拿给巨熊一起享受，但却被熊妈妈拒绝了。他说着自己不用，只要多给小熊一点就好。森林中的食物匮乏导致孩子没能好好成长，然而只在朴世俊的农场待一天，自己的宝宝就长大了很多。对于深红巨熊的话，朴世俊和女王蜂都沉默了，毕竟长得快的代价是吃掉了他们辛苦储存了很久的食物。巨熊还表示其中帮助最大的就是蜂蜜。得到称赞的女王蜂显得有些害羞，而朴世俊现在知道了森林中的食物不多，加上管理者说过深红巨熊的食量很大，随即他询问熊妈妈今天是不是没有吃东西，但情况远比朴世俊想的夸张。
为了找这个山洞，巨熊已经整整饿了3天。看着可怜的熊妈妈，朴世俊就决定给她做些好吃的填饱肚子。一旁的小黑兔也是信心满满。接下来朴世俊要亲自掌勺，拿到他要带来的东西后，他下厨也是愈发的勤奋。回到天坑，黑兔迅速的捕获了很多鲜鱼，镰刀兔则是给朴世俊当副手备菜。在朴世俊的精心料理下，一锅美味的鱼汤也就大功告成了。浅浅的喝了一口，他便宣布本次的食物很是完美，除了鱼汤外，还有着各类的烤鱼。望着面前热气腾腾的食物，熊妈妈和小熊都馋得不行。朴世俊准备的是营养丰富的番茄萝卜炖鱼，这是要给熊妈妈补身体，而小熊现在却已经在享受着鱼汤了。为了向朴世俊他们表示感谢，深红巨熊开心地将他们抱在了怀中。另一边的黑龙艾琳也在注视着天坑外发生的一切。原来早在几天前，艾琳就盯上了被送出去的小熊。她原本还担心熊仔叫妈妈来攻击人类，却不想深红巨熊只想和人类建立友好关系，所以她提前出面表示能帮助熊妈妈。至于结局也很完美，此刻天坑外的美好画面就能证明，而且要是能在洞外扩大种植面积，它的食物也会越来越多。同时有着深红巨熊的保护，它需要操心的事情就会变少。想到以后的美好生活都是自己促成的，黑龙艾琳忍不住夸赞起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此同时的流浪商人监察局总部中，杰拉斯正在读着泰奥的各种资料，可上面的内容很是不全，不仅没有和斯卡拉姆的交集，更是写着泰奥的经商能力不强。但通过销售榜单，杰拉斯却得知小猫咪最近的销售额很高，这使得他好奇对方究竟是拥有什么样的手段。就在这时，杰拉斯的属下拿着新的任务走了进来，任务的内容是给55层的大财主格利德抓贼，对方丢失了很多宝贝。听到是那个臭名昭著的黑心农场主，杰拉斯的脸色都变得冷淡了。简单的看了一下上面丢失的物品，他对局长的埋怨就更多了。抓贼竟然要让监察总局出手。紧接着杰拉斯的门再次被打开，小狗探员带来了泰奥身处75层的消息。闻言的杰拉斯迅速坐直了身子，同时告诉一旁的下属，那些任务清单等他回来时再去处理，现在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杰拉斯再次穿上了此前的新手商人装扮，他发誓一定要把泰奥的情况全部调查清楚。可对此小猫咪并不知情，他还在美滋滋地购买着烤串。而在另一边的天坑之中，自从朴世俊和深红巨熊建立友好关系之后，他们就开始了对洞外土地的开垦。今天也是达成交易的第3天，熊妈妈一大早就前来接朴世俊出去。来到外面之后，朴世俊将一大包的食物递给了深红巨熊，这是拿给他在巡查4周时吃的东西。而熊妈妈将小熊托付给朴世俊照顾之后，就会马上前去巡视周围的安全。至于朴世俊和小兔子们，则是一边把行李往外面搬，一边开垦着洞外的土地。但外面的土质跟洞内的却是截然不同，和洞内的肥沃土壤相比，这里的土地多出了许多的碎石子，它们会让农作物难以生长。就在朴世俊苦恼的时候，后面却传来了异样的声音，转头一看，竟然是小熊在努力的工作耕地。见状，朴世俊就想到了解决土质的问题。小熊负责去松土，把碎石犁出来，他和小兔子们就将石头捡出去。明白小熊已经辛苦了很久，朴世俊拿出了一颗烤红薯犒劳他。看着眼前已经和自己差不多的小熊，朴世俊不禁感慨他的成长速度。而经由处理过的小部分土地，已经可以将农作物种植进去了。可碍于土地太过贫瘠，也只能种根茎类的作物。至于小番茄，还得看看后面土地的情况。不过朴世俊刚刚种下几颗种子，却被小熊全部破坏了。他将朴世俊种的红薯直接吃掉。见状，朴世俊急忙阻止了小熊。再这样下去，整理好的土地又得重新挖一遍坑了。被朴世俊说了一顿，小熊也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之后，朴世俊让小兔子们教一下小熊该如何跟植物共存，不然以后的种植难度会大大提高。而在几天之前，泰奥便带着小番茄来到了黑塔38层处。他这次带来了1800颗小番茄，每次将以300颗为一份起拍。虽然冒险家们依旧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但自从上次的冤大头没有来之后，卖出的金额便少了许多。小猫咪临走的时候，东直就赶紧上前和泰奥确认了合同已经完成。可让泰奥疑惑的是，东直竟然没有参与小番茄的竞拍。闻言，东直尴尬地咳嗽了几声，他说着这次他需要别的东西，随即就往腰间掏了一下手机。原来是东直的女儿喜欢猫咪，所以他想要一些泰奥的照片。对此，小猫咪果断地答应了。而东直也拿出了拍照所需的报酬。他听说泰奥需要的是一些杂物，因此就带了一点辣椒粉。可东直没想到的是，泰奥刚刚接过手就直接尝了几口，然而下一秒小猫咪就被辣得直接跳了起来，更是痛得大叫一声。缓缓恢复之后，泰奥就和东直分别离开了38层。又是过了几天，泰奥来到了75层之中，他此刻正在商店之中升级背包。升级完小猫咪就出去了，不过他的猫嘴却是肿了一圈，舌头也是在火辣辣的痛。而为了升级背包，泰奥花光了朴世俊给的全部提成。好在容量扩大之后又能多装下几百颗小番茄，这样下去不仅可以更快赚到1000塔币成为中级商人，就连董事长的位置也会更进一步。接下来泰奥只剩下买装备的任务就能回去了。可突然飘来的香气却是吸引了小猫咪，定睛一看，泰奥便发现了前方的烤串摊子。贪吃的猫咪当即就走了上前，他准备用美食来抚慰受伤的舌头。望向中间的一串烤小鱼，泰奥便询问了价格。得知需要1塔币后，他竟然一副理所当然的让老板便宜一些。没想的是对方却真的同意了。就这样，小猫咪拿着烤鱼美滋滋的前去买装备。行至一半时，却出现了一个商人拦住泰奥的去路。看清楚后，泰奥马上就认了出来，原来是此前差点被斯卡拉姆骗的冤大头。听到泰奥说自己冤大头，杰拉斯心中更是气愤不已。
不过嘴上还是给小猫咪介绍了自己。他要想知道他找自己有什么事。见状，杰拉斯急忙说着，为了感谢上次的帮助，他想请泰奥吃一顿饭。杰拉斯本以为泰奥会直接答应，却不想小猫咪当即转身拒绝了。于是他不死心的说着，简单的喝杯茶也行，但泰奥还是拒绝了，因为他喝不了热的东西。可杰拉斯还是拿出别的东西邀请泰奥，这不仅没能留下小猫咪，还让泰奥感觉他太残忍了。见状的杰拉斯不禁咬了一下牙齿，接下来他要祭出自己的杀手锏。下一秒，杰拉斯却是直接跪在了泰奥的面前，他祈求着泰奥能听自己说几句话。小猫咪也被这突然的一幕吓到了，杰拉斯则是假装可怜的诉说了自己的情况。他刚刚成为流浪商人不久，但能力却是非常的不足。好在上次泰奥帮他识破了斯卡拉米，因此他很感激泰奥的慷慨相助，所以他想跟着小猫咪学习经商之道，更是表明泰奥是值得尊敬的大流浪商人。而听到这句话的泰奥瞬间就沦陷了，小猫咪的耳朵止不住的晃动。泰奥对大流浪商人很是受用，于是他就决定指点一下杰拉斯一些技巧。计谋得逞的杰拉斯心中更是暗自得意。答应了之后，泰奥就让杰拉斯赶紧起来，毕竟旁边还有许多看戏的。现在杰拉斯想知道泰奥要去哪里，得知小猫咪要去铁匠铺，杰拉斯的脸上顿时写满了疑惑。他本想知道更多的信息，但泰奥只是让杰拉斯看着就好。不一会后，他们就走到了75层的商人一条街之中，其中的一些商品让杰拉斯很是赞叹。他还示意了一下泰奥，旁边的这家铺子中有很多顶级道具，但泰奥却是故作高深的说着不买寻常的东西。他的话让杰拉斯很是在意。再次走了几米后，泰奥也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看着上面的牌子，杰拉斯也有些印象。小猫咪此刻则是敲响了店门，直到进入了店中，杰拉斯这才想到了关于这家店铺的介绍，这里就是卖那些无法鉴定的破烂道具池商店。他实在是不知道这里能教怎样的商人技巧。泰奥现在询问了店主这些道具的价格是不是都是20塔币，肯定的回答了一下，店主就让泰奥去随便挑选，通通大甩卖，价格都是一样的。可小猫咪下一刻却是重重的拍在了柜台上，只见泰奥很自然的说出让老板便宜一些，这句话立马就让杰拉斯震惊了，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技巧吗？他实在没想到，就算是大甩卖的价格，小猫咪竟然还能开口还价。而令他惊讶的还在后面，因为老板真的便宜了2塔币，但泰奥并没有满足，他继续让老板再便宜一些。老板这时才抬头看了泰奥一眼，他是真没有见过这么冒昧的猫咪。可小猫咪说着自己以后会经常来，让老板13塔币卖给自己，也许是被泰奥的模样逗乐了，老板随即就同意卖给他。现在泰奥转头骄傲地看向了杰拉斯，见状的小狐狸也是急忙夸赞着他真厉害，但在杰拉斯的眼中，泰奥的还价简直就是胡来。接下来杰拉斯询问小猫咪想拿走哪一件装备，思考了几秒钟，泰奥就拿起了角落的破旧箱子，从里面他拿出了一顶普普通通的草帽。看到这一幕的杰拉斯急忙阻止了小猫咪，因为这顶草帽无论怎么看都一定是没有人要的垃圾道具。闻言的老板当场就不开心，他冷声地说着杰拉斯对自己的商品有意见吗？这时的小狐狸才反应过来，就连泰奥也认为他太失礼了。随即杰拉斯就恭恭敬敬地和老板道了歉，虽然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而拿到草帽的泰奥并没有嫌弃，这件道具很是符合他的心意。买完东西他们就离开了铁匠铺，装好草帽后，泰奥认为已经把精髓交给了杰拉斯，于是他就说着自己也该离开了。临走时，小猫咪还预祝杰拉斯能成为优秀的商人。直到泰奥走出去一段距离后，杰拉斯这才反应过来，但他并没有再次跟上去，那样会显得太过刻意。正当杰拉斯准备后面再调查时，他却突然想到了些什么。下一秒，杰拉斯急忙转过身，看着猫咪离开的方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泰奥手中的草帽。他这时终于想起来了此前局长发布的任务，这顶草帽正是大财主丢失的物品之一。见状的杰拉斯傻眼了，他没想到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而在几天后的黑塔天坑中，朴世俊还在耐心地收集着胡萝卜的种子。由于要负责熊妈妈和小熊，胡萝卜的存货量便减少了许多，这导致了小兔子们开始惶恐不安。所以接下来朴世俊要收集更多的种子，一半种在洞内，另一半则是种植在外面。工作了一早上，很快就到了饭点。小黑兔和推车兔已经准备好了鲜鱼。今天朴世俊决定和小伙伴们喝鱼汤，但最近兔子太太没有胃口，因此他要前去摘番茄做些开胃的食物。至于鲜鱼就先交给镰刀兔处理。朴世俊来到农场就摘下了一串新鲜的小番茄，这时他的采摘技能也来到了4级，更是获得了追加的新效果。除了原有的让未成熟的果实提前达到最佳，现在还多出了小概率提升农作物等级的效果。虽然上面说着概率极低，可这也聊胜于无。如果能意外获得更高级的小番茄，那就最好不过了。看着讯息面板的介绍，朴世俊怀疑技能到了4级就会获得追加效果。不过在听到兔子先生的声音后，朴世俊就回过神来，现在可不是分心的时候，他得专心的去准备孕妇需要的营养餐。经过朴世俊的烹饪之下，很快一份滋补的清炖鱼汤也就完成了。这是他为兔子太太精心熬制而成的，非常的爽口滋补。朴世俊还提醒着兔子先生专心照顾好兔子太太就行，至于农活有他们几个人在，不需要为之担心，毕竟现在就快要到预产期了，相信很快小兔子们就会见到弟弟妹妹。就在这时，外面的小熊赶到了这里，他开心的和朴世俊打着招呼，于是朴世俊就拿上了食物和工具，他和3只小兔子要出去吃饭工作，至于洞内的作物就交给推车兔和镰刀兔打理。将满满一盒的食物系牢固，朴世俊就抓紧了大葱做的绳子，随即他示意了一下小熊，让其可以动手拉了。得到指示的深红小熊便开始用力拽着绳子，通过洞
外的一块巨大石头。现在小熊也不需要用很大的力气，小兔子们可以跳出去，因此也不用和朴世俊一起乘坐这个手动式的电梯。不一会的功夫，小熊就把它拉到了外面，小兔子们紧跟着跳了出来。洞外的这块巨石是朴世俊请求熊妈妈搬来的。早晨上班的熊仔仔会把早饭和朴世俊一起拉上来。原本朴世俊只是想随便找一块石头就好，怎料熊妈妈直接搬来了一块巨大的岩石。也许因为这里是99层，所以朴世俊好像也能理解。这时他夸赞着小熊比昨天拉得更快了。朴世俊本以为熊仔仔是为了更快见到他，怎料对方却是一直在盯着盒子中的早饭。今天朴世俊准备的是一盒满满的烤红薯，这是昨晚他特意留下来的。为此塔的管理者还闹了小脾气。见状的小熊已经馋得流出了口水，随即他就大口大口地吃着烤红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面竟然就只剩下了一个，而小熊也停下了进食，因为他想到了此前小兔子的教头。于是小熊就叼着烤红薯一跃而出，他跑到了前方的土地上挖着些什么。朴世俊和小兔子纷纷疑惑不已，紧接着小熊就示意了一下，原来他是想把烤红薯也种植在地里，然后等待着烤红薯长大之后再吃。小熊还得意地拍了拍自己的作品，但这可爱的模样却使得朴世俊和小兔子们笑翻在地。朴世俊这时告诉了小熊，烤熟了的东西种下去是不会长出来的。闻言小熊犹如遭到了雷击，可很快朴世俊就要笑不出来了，因为转过头一看，他竟然发现被埋在土地里面的鱼头，前方更是有着许多被小熊种下的食人鱼。见状朴世俊和小伙伴们瞬间无奈不已，看来他们是时候该给熊仔仔好好补课了。旁边的小熊也很是失落，他把食物种了下去，自己的肚子却是饿得咕咕叫。与此同时的洞内蜂巢之中，女王蜂似乎有着苦恼的事情，她正默默看着手中毒蜜蜂的茧。待到第二天时，此刻的深红小熊摆好了架势，在它的下方则是准备迎战的小黑兔。紧接着他们就要同时发起进攻。只见小熊猛地扑向了战士黑兔，但灵活的小黑兔仅仅是一个小跳，便成功躲了过去，随即还快速地敲打了小熊几锤。就在黑兔以为自己胜利时，身后却袭来了一只肉乎乎的爪子。下一秒，深红小熊就把黑兔抱在了怀中猛舔。一旁的朴世俊看着他们之间所谓的战斗特训，却感觉到很是滑稽，因为黑兔和小熊的战斗就像在玩耍一样。这时的推车兔也把饮料带了过来，见状的朴世俊和他说了谢谢，他刚刚好渴了。没想到推车兔还是一如既往的暖心，朴世俊才喝下几口，却突然发现小蜜蜂们飞了出来，看样子毒蜜蜂们又要开始今天的巡逻工作了。本想让他们注意安全，怎料女王蜂竟然也来到了洞外。见状的朴世俊感到很是诧异，因为女王蜂现在应该在产卵才对。缓缓地飞到朴世俊的面前，女王蜂就小心翼翼地把抱着的东西放在他的手上，甚至还和朴世俊鞠躬。周围的小蜜蜂们也在拜托着他。向朴世俊道谢完，女王蜂就带着小蜜蜂们前去巡逻了。虽然不明白他们具体的意思，但朴世俊明白，女王给的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慢慢地剥开嫩绿的叶子，里面赫然是一颗精致美丽的蜂茧。通过讯息的提示，这竟然是女王毒蜜蜂的茧，距离孵化还有10天的时间。而朴世俊现在明白了女王蜂为什么要交给自己了，因为女王蜂才成为女王没有多久，她的蜂群势力还不是很庞大。倘若在还没有分封的蜂巢中诞生新的女王蜂，蜂巢的力量可能会进一步的遭到削弱，所以女王蜂这才交给了朴世俊孵化。想来这一定是她很宝贝的幼崽吧。明白了女王蜂的深意，朴世俊瞬间就来了动力，他要好好的照顾女王蜂茧，然后把它孵化成漂亮的女王毒蜜蜂。现在朴世俊很希望时间能再快些，他已经等不及想和新的女王蜂见面了。一段时间过后，在天坑的附近来了一只蹦蹦跳跳的小猫咪，泰奥此刻的心情很好，马上就要到洞口，而他也要继续享受着泰老板应有的服务了。可当他来到洞外时，却看到了一只没有见过的动物，以为是来危害农场的怪兽，泰奥便赶紧出声叫了一下小熊。待到深红小熊转过身时，小猫咪马上就发现了对方嘴里叼着的东西，他认出了这是朴世俊的包包，再加上小熊巨大的身躯，泰奥便误以为朴世俊已经被吃掉了。下一秒，小猫咪就跪倒在了地上，泰奥很是自责，他没想到自己还是来晚了一步。从38层回来的时候，泰奥就有种不祥的预感，所以这次就尽快赶了回来。然而现在却是这样的结局，小猫咪已经伤心到了极点，自己泰老板的享受时间都还没有全部花完。愤怒之下的泰奥直接扑向了小熊，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也是吓到了熊仔仔。不过小猫咪还没有碰到小熊，朴世俊便发现泰奥回来了，随即就开心的呼喊了一下小猫。听到声音的泰奥这才收住了攻势，同时轻轻的落在了地上。但下一秒他却是猛地扑向了朴世俊，紧接着死死的抱住了朴世俊的头，他差点以为自己的合伙人被吃掉了。现在小猫正仔细的检查着朴世俊的全身，尤其是他最中意的膝盖，要是出事，以后泰老板的时间可就享受不了吸枕了。见到朴世俊没有什么大碍，他赶紧询问刚刚的深红巨熊是怎么回事。于是朴世俊就带着泰奥来到上面，同时和他说了与小熊之间的经过，也表明了现在和熊妈妈有着约定，他负责保护周围的安全，农场的小伙伴们则是用食物作为报答。听完之后，泰奥这才松了一口气，刚刚
刚他真的是被吓坏了。不过这时朴世俊突然想到了什么，一直叫他们深红巨熊似乎不太合适，要是能跟太奥一样有名字就方便了。随即朴世俊就让太奥询问一下熊仔仔，看看他有没有名字什么的。对此小熊却并不清楚，他就是一只熊仔，并没有名字。于是朴世俊就临时想到了一个好点子。听到朴世俊的话，小熊瞬间开心不已。小猫太奥也很好奇朴世俊想出了什么好名字。紧接着朴世俊就说了出来，由于小熊一直喜欢孤敖，所以朴世俊决定熊仔仔以后就叫孤敖好了。可这个名字一出来，除了朴世俊还在哈哈大笑，其余的小伙伴们全都傻眼了。太奥更是鄙视了一下朴世俊，认为他压根就不会取名字，遭到了猫咪的嫌弃。朴世俊还很不服输地询问着小熊，将熊仔仔挠得嗷嗷翻滚后，他竟然还不要脸地认为小熊答应了。但一旁的太奥却立马打断了朴世俊，他拿出了本次外出所卖出的全部塔币，同时问着这些能换多长时间的太老板，夸赞了一下小猫咪。朴世俊大概算了一下，现在太奥整整有着38小时的太老板能当。闻言的小猫咪当即就让朴世俊拿出猫条，现在是他享受的时间了。小猫咪美滋滋地舔着猫条，可美妙的时光才刚刚开始，一张巨大的嘴巴就将小猫咪挤到了一边。原来是熊仔仔在舔食着太奥的猫条，见状的小猫瞬间就暴走了。好在朴世俊急忙拦住了太奥，但熊仔仔还是被猫咪狠狠地抓了一下。紧接着小熊就坐在原地嚎啕大哭起来。与此同时的树林间传来了巨大的震动，突然里面就有着恐怖的生物跳了出来。熊妈妈听到宝宝的哭声，便直接飞跃到了这里，看着空中的巨大黑影，朴世俊和太奥都吓傻了。下一秒，熊妈妈精准地落到了地面，她现在恶狠狠地盯着前方，小熊则是被她护在了身下。朴世俊和小伙伴们都被吹到了后面，只有太奥留在了原地。熊妈妈现在死死地看着下方的小猫咪，小熊还在呜呜地哭泣。朴世俊明白此刻情况不妙，太奥则是已经被吓得浑身发抖了。现在熊妈妈生气地盯着小猫咪，见状太奥小心翼翼地和深红巨熊打招呼，他还说明了自己流浪商人的身份，拥有不被怪兽伤害的特权。和小熊之间也只是误会。对此熊妈妈朝着猫咪愤怒地大吼了一声，这瞬间就将太奥吓得直哆嗦。生气完之后，熊妈妈提醒着太奥，让他不要欺负自己的孩子。小猫咪已经被吓得狼狈不堪，他表示以后一定会和小熊友好相处的。一旁的朴世俊也帮着太奥解释，他告诉熊妈妈只是发生了一点小摩擦，熊仔仔没有出什么事情。见状的熊妈妈才平复了一下心情，看着小熊并没有什么大碍后，熊妈妈也就离开继续去保护四周了。直到现在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太奥则是在旁边哭了出来。朴世俊害怕他被吓坏了，随即就上前来安抚着小猫咪，他将太奥抱在了怀中，然后说着也是自己的问题，他应该早点告诉太奥天坑中的变化。小黑兔见到伤心的猫咪，他便用舌头轻轻地安抚着。其余的小兔子们也不想看着猫咪一直难过，他们上前和小黑兔一起舔着太奥的毛发。转眼的功夫，小猫咪也笑了起来。朴世俊和小伙伴现在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望着前方的温馨一幕，小熊孤敖也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于是他缓缓地来到了伙伴们的面前，同时如小兔子们一样舔弄着小猫咪。太奥真诚地向着孤敖道歉，不该抓伤他的，并且他们互相之间表示以后一定会更加友好的。而累了一早上的他们，在经历了刚刚的事情后，似乎也有一些的疲倦。这时朴世俊和小伙伴们打了一个哈欠，随即他们就全都一起眯着眼休息。天坑中的兔子夫妇听到外面的声音，在打理好事情，此刻便来到了洞外，缓缓地爬上来后，兔子先生却发现了遗落在地上的储藏袋，他从里面拿起了小猫咪买回来的草帽。这时的兔子太太示意了一下兔子先生，他发现了朴世俊和孩子们，前方的小伙伴们此刻竟然睡在了一起，他们靠在了彼此之间的身体上，睡得很是舒服和安宁。见状的兔子夫妇明白他们是累了一天很辛苦，而想到刚刚捡起来的草帽，兔子先生就轻轻地盖在了朴世俊的头上，想以此来为他遮挡阳光。而他们现在也靠在了小熊的身上，就这样默默地享受着此刻的温暖。也许是感受到伙伴们在身边，农夫露出了一抹幸福的微笑。与此同时，在黑塔空间之外的某一处，现在竟然聚集了许多条巨大的黑龙，他们正盯着中间的东西。只见一位老人正拼命地往水晶中注入魔力，然而下一秒他却被直接震开。见状，老人立马暴怒不已，他不明白为什么现在黑塔无法打开了。一旁的俊秀男人这时恳请老人冷静一下，他正是艾琳的父亲安东·普里塔尼。闻言的老人却是根本无法镇定，一直见不到艾琳，就算是身为黑龙一族家主的凯撒·普里塔尼，却也忍不住发起了脾气。距离上一次艾琳的病发作已经过去10年，现在他们终于是弄到了药物，可却无法打开黑塔的入口，就算是他自己创造的应急系统，如今也没有任何反应。对于里面的情况，凯撒完全没有办法。闻言的安东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应急系统没有触发，也就证明艾琳还是好好的。旁边的黑龙们也是这样的认为，他们一起让凯撒家主不要太过着急。艾琳身处的是黑塔中的管理者空间，那里是支撑塔运作的魔力中心，本该是所有龙族轮流管理，用来增强实力的地方。但因为艾琳意外生病，所以众龙都纷纷让出了管理的特权，而且为了恢复艾琳的龙之心，他们更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安东说着，大家和凯撒的心情是一样的，接下来安心的等待就好了，不必再强行冲击黑塔。可凯撒明白，自己的儿子安东之所以会这么说，也是不想让众龙心中生出隔阂，毕竟为了自己的女儿，普里塔尼的全部龙族已经做出了巨大让步。安东为此也感到很是抱歉，可他也不想让父亲凯撒和大家太过辛苦，而且安东相信女儿艾琳，她一定是在努力的克服着病情发作。闻言的凯撒也平复了着急的情绪，随即他就下达了命令，在
黑塔开启之前，众龙不必再配合他强行开塔，回去安心待命即可。很快，全部的黑龙就飞离了此处。等到别的族人离开后，安东想着现在离发作已经过去了几天，也许是艾琳的龙之心有所好转了。凯撒多希望是这样的结果，但他已经太久没有见到自己可爱的孙女，甚至连艾琳有没有好好吃饭都不知道。凯撒现在能做的也只有默默给他祈福了。和众龙的担忧不同，此刻的艾琳正在管理者空间中美滋滋地吃着小番茄，一边吃她还一边看着书，全身上下没有看出半点的难受。由于朴世俊后面种植的小番茄是地级的，口感比起以前更加浓郁了很多。之前艾琳需要塞入满满的一嘴巴才能品出味道，但现在只需要几颗就足够了。可就在下一秒，艾琳的龙之心竟然久违地跳动起来，这使得她顿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艾琳不敢相信地将爪子放在胸口上，她的龙之心已经整整200年没有跳动过了，然而现在竟然主动地发生了律动，甚至还开始吸收着魔力，这是艾琳这些年来从没有的体验。自从龙之心生病后，就再也无法吸收魔力，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艾琳现在终于记起来，原来她发病的日子不经意间就过去了。思考了一番，艾琳便明白是小番茄的作用，因为小番茄是有着略微提升魔力的功效。原本艾琳还以为只是味道不错，没想到吃下大量的小番茄后，还有着治疗龙之心的效果。一想到自己可以慢慢的恢复，艾琳便止不住的开心。而今天她艾琳普里塔尼终于成功度过了200岁，并且拥有了想要守护的存在。既然龙之心有了跳动的机会，艾琳便决定以后将由她来守护农夫朴世俊。心情大好的她想看看现在的农夫在忙些什么。查看了一番，艾琳便笑了起来。她没想到朴世俊竟然又弄来了没有鉴定过的道具，于是她就赶紧吵醒了朴世俊。被吵醒之后，朴世俊很是疑惑，因为上面提示的是他有未鉴定的道具。胡乱的找了一下，朴世俊就从头顶取下了一顶草帽，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自己头上的。一旁的兔子先生则是示意了一下，见状朴世俊便明白了，原来这是泰奥带回来的道具。随即朴世俊就拍了拍小猫咪，不过泰奥却是还想再多睡一会。无奈之下的朴世俊也只好就此作罢。这时他拿出了草帽，准备查看一下讯息面板，但未经鉴定的道具只能看到一些模糊的技能和使用条件，可上面的大地保佑技能还是成功吸引了朴世俊的注意。就在这时的管理者便提出了建议，他让朴世俊拿给自己鉴定一下。见状的朴世俊便直接答应了。拿到草帽之后，艾琳简单的活动一下身子，她已经太久没有使用魔力，热身完毕，艾琳就轻轻抬起了龙爪，紧接着就使用了鉴定技能。随着蓝色的魔力萦绕在草帽的四周，艾琳此刻顿时惊叹不已，同时还恭喜朴世俊，他获得了一件相当厉害的道具。鉴定完毕，管理者就再次发出任务，条件是让朴世俊下次蓝月时上交蕴含蓝月气息的作物。看到这里，朴世俊这才想起来，距离下一次的蓝月也快要降临了，现在农田已经扩大很多，随即他就答应了管理者。闻言的管理者还告诉了朴世俊自己的名字，并且要求他和自己拉钩成盟。原本朴世俊还不以为意，觉得不需要这样他也会给的。见状，艾琳瞬间就很不开心，还威胁着他是不是不想要草帽了。看着上面的提示，朴世俊瞬间就变了脸色，他急忙说着能知道艾琳的名字是自己莫大的荣幸。随即朴世俊缓缓地伸出小拇指，然后承诺下次会献上蕴含蓝月的作物。另一边的艾琳也竖起了自己的一根龙爪，这还是他龙生的第一个约定。约定过后，任务也就完成了。通过提示，朴世俊得知这竟是圣者的遗物，并且还是黑塔中仅存的10个圣遗物之一。见状的朴世俊这才明白小猫带来了多了不起的道具，带有遗物头衔的命名装备，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过。被鉴定完后，那些使用需要的最低能力值就消失了，取而代之是职业和农业有关的人就能使用。更厉害的是，这顶草帽会随着佩戴者的等级而进步。现在朴世俊是地级的农夫，因此草帽的等级也就提升为了地等。随着各项技能的限制解除，此刻草帽的属性栏赫然多出了几条技能，并且每一项的加成都十分的壮观。这个道具对朴世俊来说简直就是神器。现在需要开垦的贫瘠土地刚好需要大地保佑的效果。再次看向呼呼大睡的泰奥，朴世俊愈发感觉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小猫咪果然有着一双金手。开心的他忍不住上前抱住了泰奥，还不停地亲吻着小猫咪的肉垫。见状的泰奥便蒙圈了，他不明白朴世俊这是在做什么。看着小猫醒过来，朴世俊就奖励他接下来的1周内恢复泰老板的职位。虽然不知是怎么回事，但现在的泰奥和朴世俊都很是激动。时隔很多天，小猫咪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再次成为了泰老板。又过了几天后，这时的天坑之中，推车兔还在吃着东西，可一旁的小黑兔却一点心思也没有。他全神贯注地看着前方，小脚还不停地抖动。但不只是小黑兔这样，朴世俊现在也很是紧张，猫咪泰奥更是抖得很严重。终于朴世俊实在是受不了了，他赶紧让小猫咪不要再抖，这样下去自己只会更加紧张。别的小兔子们也一直在兔子夫妇的门口来回走动。等了很久的泰奥此刻有些饿了，他让朴世俊拿一根猫条给自己吃。怎料就在这时，那扇紧闭了很久的木门终于是打开了，率先走出了的镰刀兔抱着一小团的东西。见状，朴世俊和小伙伴们都很想知道有几只。等到镰刀兔露出了怀中的小兔子，里面赫然是3只黄色的幼崽。紧接着里面的兔子先生也走了出来，他也抱着3只兔子幼崽。比起第一次兔子太太生育的时候还多出1只，现在6只小兔子正哔哔哔地哼着。农场的小伙伴们纷纷守在了小兔子们的旁边。朴世俊打算早上好好熬一点汤给兔子太太补补身体。看着泰奥隔得很远，朴世俊就叫他凑近一点看。小猫咪还是第一次见到兔子幼崽的模样，
这小巧软和的感觉让小猫咪很是易懂。朴世俊还告诉他，之后泰奥就是小兔子们的叔叔，一定要好好照顾好他们。闻言的泰奥瞬间来了信心，随即他还从斗篷中拿出了一根猫条，紧接着就要拿给兔子宝宝们吃。这副模样也将小伙伴们全部逗乐了。虽然知道泰奥是好心，不过朴世俊还是告诉他，宝宝们还太小，吃不了猫条。好在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所以朴世俊也就不收走他私藏的猫条。与此同时，荒芜之地的边界处却传来了一阵凶猛的叫声。就在传送水晶的下面，此刻竟然聚集了许多的牛头怪兽，他们已经饥饿得太久了。现在牛头怪兽们的王宣布要在蓝月降临的时候，前去荒芜之地寻找一切能够吃的东西，而他正是这第99层的 BOSS 怪兽牛魔王。对此，农场的小伙伴丝毫不知情，他们还在欢声笑语地忙碌着农活。辛勤的农夫获得了蓝月的番茄，他将其献给了贪吃的黑龙。艾琳仅仅是吃下了5颗小番茄，却让龙星吸取了大量的魔力。而在此前，农夫朴世俊获得了圣者的草帽。当草帽的技能祈愿丰收发动时，接下来的1周时间内，收获量将得到50%的提升。现在朴世俊看着前面的小番茄种植地，里面的花在祈愿丰收的作用下，花开的比往常要多出不少。今天是朴世俊来到黑塔的第180天，大概是因为蓝月晚上就会降临，所以孤敖和熊妈妈并没有来。就在他打算赶紧忙完农活的时候，旁边便传来了小兔子们的叫声。回头一看，原来是泰奥正在追赶6只兔子幼崽，小兔子们正欢快地和猫咪叔叔玩耍。泰奥很是耐心地照顾着幼崽们，就连脏东西也不让他们碰到。调皮的小兔子想靠近火堆，泰奥便赶紧阻止下来。农场内还是有很多危险的东西，小猫咪让幼崽们不要乱跑，紧紧跟在他的身边就好。见状的朴世俊很是欣慰，他没想到泰奥还有保姆的才能。随即朴世俊上前询问泰奥当叔叔的感受如何。闻言，小猫咪给的回答就是累，但他却很开心。身为小兔子们的叔叔，泰奥说着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一旁的兔子夫妇给予了小猫咪最大的赞，朴世俊也夸赞着泰奥，他确实很称职。接下来小猫咪要带宝宝们去玩耍，朴世俊则是提醒着要在晚饭之前赶回来。很快，农场的小伙伴们就吃完了晚饭，蜜蜂们这时将蜂巢一点点的堵了起来，小兔子们也将自己的房门紧紧关上。而朴世俊同样是准备好迎接今晚的蓝月了。可看着泰奥竟然往自己的袋子里面钻，朴世俊就好奇地询问了一下。闻言的小猫咪就解释着，他的包袱有隔绝蓝月气息的功能，所以他要躲到里面去。流浪商人的包袱用处很多，大的甚至能当房子使用。想到这里，朴世俊就让泰奥帮自己一个忙，他在背包里面翻找了一下，随即就递上了女王蜂的茧。朴世俊想将它交给泰奥暂时保管，可小猫咪解释了茧的来历，泰奥便感到很惊讶，但得知这是女王蜂的孩子，他就将其放进了自己软绵绵的毛里面。而这时的外面赫然已经有怪兽发出了不安的叫声。夜晚，蓝月也适时降临，皎洁的光辉笼罩了整个99层。天坑中的朴世俊现在很担心熊妈妈和孤敖的情况，可紧接着外面却传来了巨大的响声。这种踩踏土地的声音，朴世俊还是第一次听过。他怀疑有别的怪兽闯进了熊妈妈的地盘，但还不等朴世俊戴上耳罩，外面猛然传来了许多巨大的牛叫声。短暂的几分钟后，声音就开始逐渐变小，这让朴世俊很是疑惑，难道99层里还有牛吗？随着蓝月的缓缓退去，朴世俊的农田里就出现了许多沾染蓝月气息的作物。对此他惊讶不已，没想到获得的蓝月果实会这么多。不远处的玉米地中也在接受着蓝月的洗礼。看到这里的朴世俊更是激动，他大概要吃到蓝月的玉米了。简单的思考了一下，朴世俊就明白了，这应该是祈愿丰收带来的效果。第二天早晨，天坑再次恢复了安宁。不一会后，小猫咪突然探出脑袋四处张望，见没有任何的危险，泰奥便告知了朴世俊。闻言，他就放心的爬到了外面。不过小猫还是认为等熊妈妈他们过来才安全些，但朴世俊准备自己先看一下，因为昨晚有怪兽在农田四周徘徊，他想检查一下外面的情况。见状，泰奥也就不再阻拦，同时他说着要陪朴世俊一起去。此刻，农场小伙伴们开垦的土地赫然多出了许多大坑，红薯地已经被全部扒开了，地面上还有许多牛蹄印记，但这些脚印实在是太大了，朴世俊无法想象究竟是来了一群怎样的生物，而且还刨出了这么高的土堆，这些怪兽的力气一定非常的大。可很快，朴世俊似乎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于是他快速的爬到了土堆之上。小猫咪担心外面还有危险，便想让朴世俊快点回去，但现在他还有一件需要确认的事，将刨出来的泥土抓在手中。朴世俊现在很是激动，这些土质和原来的完全不一样，不仅疏松柔软，还含有适当的水分和粘性，是极其肥沃的土壤。朴世俊没想到在这片土地的下方竟然还有着这种优质的土壤，也就是说这片荒地有着能变成富饶田地的机会。可惜的是他们没有耕地的机器，这么深的地想重新翻一遍却也不太现实，不过总归是多了一些可能性。就在这时，管理者慌乱地询问朴世俊在外面做什么。艾琳表示虽然蓝月消失，但怪物们的地盘出现了混乱，随即让他赶紧回到天坑。见状的朴世俊也就踏上了回归的路，还询问了一下艾琳昨晚有没有出事。闻言他就表示自己没事，身为农夫多关心自己的安全就好。朴世俊好奇为什么今天艾琳会这么关心自己，不过很快他就明白了，
今天是蓝月作物丰收的时候，于是朴世俊就让艾琳好好的期待一下。回到天坑之后，他先是感谢了一下小猫咪陪自己，但他要现在还想去睡一下回笼觉。而朴世俊则是开始前去收获农作物，缓缓掰下了亮晶晶的玉米，讯息便提示这是蕴含蓝月气息的体力玉米，给的经验值更是很多。将体力玉米的嫩叶剥开，里面赫然是晶莹饱满的蓝色玉米粒，食用能永久增加 0.1的体力值，品级是D等。得益于朴世俊是D级的农夫，现在的农作物比起以前都提升了2倍的效果。检查完全部的信息，朴世俊就准备好偷吃了。他忍不住想试试这甘甜的滋味，可管理者却是突然出现提醒朴世俊。见状，他就前去采摘蓝月小番茄了。这次蓝月的作物大丰收，所以朴世俊就给了5颗蓝色小番茄给艾琳。拿完东西之后的他也就离开前去品尝了。管理者空间中的艾琳很是开心，他没想到这次竟然有足足5颗的蓝月小番茄。既然普通的魔力小番茄都能让他的龙之心跳动，那蓝月的就更不用多说了。下一秒，艾琳就张开嘴巴，然后将5颗小番茄全部塞进了嘴里。等级提升后的蓝月小番茄口感更是极佳，那美妙的滋味让艾琳忍不住原地转圈。但回过神来，他想起了目前的关键，此刻不是体验味道的时候，应该要专心感受魔力的走向。随着艾琳深入感悟小番茄带来的魔力，她的龙之心在吸取完魔力后，便再次发出了跳动，并且还在持续的砰砰乱跳，这使得艾琳不由得激动起来。可下一秒，她便感觉到不对劲，因为龙心的跳动实在是太快。紧接着，艾琳就无助的摔倒在地，胸口的难受让黑龙一时间发出了痛苦的低吟。站在众多怪兽顶端的牛魔王，现在却为了没有食物而发愁，只因原本辽阔的青青大草原，如今竟成为寸草不生的荒地。为此，蓝月降临之时，牛魔王将手下派去寻找食物，其中有些牛头人竟意外来到了天坑附近。不过朴世俊却只发现了留下的脚印。在将蓝色小番茄献给艾琳之后，朴世俊就开始准备着今天的早饭。将蓝月玉米放进装着盆的锅中，他就将盖子放了上去。随着大火持续燃烧，石堆上的小锅就开始沸腾起来了。朴世俊在锅里面放了一个小盆，并且用玉米叶隔开，以此达到蒸的效果。剩下的玉米叶和玉米须，他则是将其放置晾干，之后准备用来制作玉米须茶。就在这时，小兔子们也起来了，他们开心的和朴世俊开心的打着招呼。这时朴世俊询问了一下宝贝们在那里，兔子先生便指了一下房间，原来他们还在和兔子太太睡觉。明白之后，朴世俊拿出了本次收获的蓝月作物，除去给艾琳的，还有整整8颗蓝月小番茄。他还示意了一下后面的锅里煮着新出现的蓝月玉米，等熟了之后大家分着一起吃。见状的兔子先生却指了指手中的小番茄，他表示有小番茄就足够了，蓝月玉米只有1个，所以要留给朴世俊吃。明白兔子先生的意思后，朴世俊很是欣慰。小兔子们虽然也想吃，可还是赞成老父亲的想法。对此，朴世俊感到很不好意思，于是他说着，吃完早饭就去摘玉米，晚上的时候再好好的吃一顿。一段时间过去，蜜蜂女王正带着小蜜蜂们出来觅食，而朴世俊煮的玉米现在也出锅了。看着那散发光芒的玉米，他便知道一定很好吃。缓缓将玉米拿出来，由于太烫，朴世俊轻轻地吹了几口气。接下来，朴世俊就拿着玉米准备开动了。小兔子们也开心地吃着番茄。在别的小兔子才吃了2口的时候，推车兔却是已经在打饱嗝了。不过兔子先生还没有吃，他要带回去和兔子太太一起享用。小兔子们吃完，朴世俊开始美滋滋地吃了起来。果然和他想的一样，蓝月的玉米简直甜得不行，那甘甜的滋味让朴世俊根本停不下来。小兔子们在一旁都要馋哭了。短短的几十秒，朴世俊就把蓝月玉米全部解决，随手将其扔进火堆之后，他就和小兔子们准备开始去摘玉米了。此前第一批种下的玉米已然全部熟透，接下来就是干活的时间了。采摘完之后，同样获得了许多的经验。普通的体力玉米食用能分解20克的脂肪，还可以改善皮肤的弹性。见状，朴世俊便想着给母亲使用一下，他想着近期再去给家人报平安，到时候带一些农作物给他们。就在这时，熊妈妈和孤敖也来到洞外，随即朴世俊就爬了出去。他问了一下熊妈妈和孤敖昨晚有没有安全度过，熊妈妈表示他们很安全。出来的朴世俊第一时间给孤敖倒了许多蜂蜜。熊妈妈的烤鱼现在还在制作，不过这时泰奥竟然也跳了出来，他说着自己要下去卖东西了。闻言的朴世俊问他为什么不多睡一下，怎料小猫咪却认为不能把当老板的时间浪费在睡觉上。但临走时，他想让朴世俊送自己去流浪商人通道，可孤敖却是叼起了小猫的斗篷。熊妈妈和孤敖恰好顺路，所以他们主动要送泰奥过去。在孤敖送小猫咪回来之前，朴世俊准备将一团糟的农田收拾一下。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传送水晶旁，牛魔王正看着下方的一众牛头人，他让族人们交一下昨晚收获到的东西。怎料每一个牛头人获得的都是泥土。现在他已经看了1000多个族人，可所有牛头人拿来的竟然都是泥巴，这让牛魔王再也忍不住了。他愤怒地指着一众牛头人大骂，让他们去带吃的回来，结果全部都是泥土。闻言，牛头人们纷纷委屈不已，他们说着自己的地盘上已经没有出现过草了，因为食物早就被大家全部啃食干净，剩下的也只有泥土。
无奈之下的牛魔王只得坐在了宝座上面，他已经是没有办法了。回想着往昔的繁荣，牛魔王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昔日他的地盘可是一片绿油油的青青草原。原来牛魔王本是这第99层中守护传送小站区域的最强怪兽，他的族群名叫黑米诺陶洛斯，是一个极其强大的种族。但每次蓝月降临，他们因为暴走会消耗许多能量，如果不及时补充就会肌肉衰减。于是牛魔王就下令让牛头人们每到蓝月时期就去地盘的各处吃草。然而他们一族本就是食欲旺盛的大型怪兽，因此久而久之，草的生长速度再也跟不上吃的速度，所以这里就变成了寸草不生的荒地。就连近期出生的小牛头人，由于没有食物，情况也变得十分不乐观。考虑到这里，牛魔王还是继续看一下别的族人有没有新收获。接下来轮到了牛千三，但叫了半天还是没有回应。终于过了一会，牛千三这才慢慢悠悠的上前。蓝月期间他暴走时走得太远，因此回来花费的时间比较多。闻言牛魔王松了一口气，能平安回来那就可以了。可很快牛魔王便瞪大了眼睛，随即他急匆匆地走了上前。见状的牛千三都傻眼了，快速地来到牛千三的面前。牛魔王大声地问着他头上的东西是什么。原来牛千三的脚上竟然挂着一个散发香味的红薯，对此他也是很不解自己什么时候找到的。与此同时，管理者空间中的艾琳终于是醒了过来，她之前似乎是直接晕了过去，缓缓地站起身，结果艾琳却撞到了房顶的电灯。见状他便吓到了，一觉醒来没想到电灯却变得这么低。可紧接着他看向了下方的水晶球，此刻艾琳终于是明白了，不是电灯的位置变低，而是她竟然久违的长大了。这也是艾琳数百年来第一次再度成长。起初她还为自己的长大感到疑惑，但想到蓝月小番茄的效果，艾琳也就明白了，她的成长已经停滞了许久，现在一次性吸收了大量魔力，因此这才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可对艾琳而言，能让龙之心持续跳动才是关键。成长完，她的龙之心还是没有动静。见状，艾琳有些垂头丧气，看来还是没有能立马治好的办法。不过至少现在她看到了希望。对朴世俊更是喜欢的不行，但再次仔细观察水晶球里的内容，他却发现了不对劲。原来朴世俊他们竟然在偷偷瞒着自己吃东西。可水晶球太小，艾琳有些看不清楚。就在她想去拿爷爷凯撒留下的大水晶球时，却因为长大而卡在了门口。无奈之下的艾琳只得无助的大叫着，她也很想吃新的美食。另一边的孤敖也送小猫咪回来了，下方的小伙伴们则是还在辛苦的摘玉米。推车兔一边搬运玉米，里面还带着一只小兔子。见状，朴世俊还和里面的幼崽打了一下招呼。这时恰好最后一锅玉米也马上煮好，朴世俊便让推车兔去通知大家吃饭，缓缓地揭开盖子，里面的体力玉米正不停地冒着热气。就在这时，艾琳脱离了房间，她表示自己也想尝尝玉米，还提示只需要1根就可以。但朴世俊本来就准备好了艾琳的那一份，不过暂时还没有做完，艾琳便表示自己可以耐心等待的。不一会后，小兔子们把烤熟的玉米搬了过来。今天他们准备了非常多的玉米，烤玉米和煮熟的玉米各占一半。得益于泰奥带回来的调料，现在的玉米上还多了一件糖衣。不过朴世俊自己的这一份他还要加点东西。将芝士粉撒完，他还在背包之中翻找着东西，随即就把辣椒粉拿了出来，这是他从泰奥的包包里面意外找到的。紧接着朴世俊就把辣椒面撒在了烤玉米上面，就这样他最喜欢的美食辣椒甜玉米也就做好了。在吃之前，朴世俊拿来了艾琳的那一份，同时还询问了一下小兔子们烤玉米的味道怎样。但一旁的兔子先生和兔子太太由于要照顾宝宝，结果自己却是没有时间吃。见状，朴世俊就想到了好办法，他拿出了小猫咪买来的勺子，随即就将玉米弄成了一粒一粒的，这样宝宝们就可以自己行动，兔子夫妇也能有时间吃饭了。看到大家都吃上了玉米，朴世俊这才开始享受自己的美食。不过这时兔子幼崽们却突然哔哔哔的叫着，低头一看，他瞬间就把玉米喷了出去。原来小兔子们竟然爬进了碗中，但甜玉米的粘度很好，随即就粘在了他们身上。见状的朴世俊便被他们逗乐了，然后就帮兔子幼崽摘掉了玉米粒。到现在朴世俊也能体会兔子夫妇的辛苦了，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确实不容易。而他对泰老板的思恋也愈发的浓烈，因为有小猫咪在，还能把宝宝们交给他带。和大家饱餐一顿之后，朴世俊也没有忘记孤敖和熊妈妈，他将烤鱼和煮玉米还有烤红薯都带了出来。与此同时，在黑塔的38层中，不死鸟工会的成员由于等猫咪伤人太久，现在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另一名成员估计是发生了意外，可队友上次已经把番茄给了女朋友，为什么这次还要继续买？见状的男子这才道出了真相，原来魔力小番茄在塔外已经被炒到了天价，小番茄现在已经卖到了50万一颗，因此他想囤一些拿去转售。另一边的女队员也在和东直商量着，再这样等下去会打乱他们的计划，而且带来的物资也快要吃完了。思考了一番，东直便决定让其他人先出塔整顿一下，他和余下的2名队员则是留在这里继续等。本来东直以为会是金发女孩杰西卡留下，怎料苏夏却是替代了他。闻言，苏夏说着杰西卡已经减肥成功，后续不再需要小番茄，所以就把机会让给了他。而他之所以会参加，却并不是对小番茄感兴趣。苏夏带来了更多的猫条，目的只为了能再摸摸猫咪的肉垫。不过他们心心念念的泰奥现在还在路上，小猫咪想赶紧卖完，然后就回去继续带宝宝们。终于走了很长的一段距离，泰奥便抵达了目的地。这里是第60层的流浪商人通道，同时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因为通道的高度，小猫咪甚至看不到头。不一会的功夫，也就轮到了泰奥。可小狗说明了自己的商人等级还有目的地，小猫咪便走了进去。可泰奥不知道的是，在后面竟然有着3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他们是来自于银狼一族。
同时还是塔里最自由的雇佣兵，而他们的目标正是画像上的泰奥。几只银狼是为了小猫咪买走的草帽而来，但令银狼埃尔科疑惑的是，为什么大财主格利德要花高价找一顶丢失的草帽？闻言的族长埃尔卡也不明白，不过身为佣兵，他们只要按照雇主的指示办事就好。而流浪商人传送站除了商人之外，塔内别的组织同样也能使用。可几只狼没有发现的是，杰拉斯正在后面观察着他们，他不明白为什么银狼族也在找泰奥。仔细思考了一番，他估计是因为小猫咪带走的草帽。现在他想知道这顶草帽究竟是多重要的物件，竟然让大财主雇了佣兵团，担心泰奥会因此出事。杰拉斯便决定跟上去看看，他无法确定这群银狼族会干出什么事。对此，小猫咪还没有发现自己被多方势力盯上了。但一路上他并没有发生意外。来到38层后，泰奥大声地和冒险者们打着招呼，见状冒险者便纷纷围了上前。在东直他们等待的期间，还陆续来了别的队伍的成员，可和此前的拍卖人数差了许多。不过小猫咪现在还没有发现，他只想尽快卖完东西。听到有人询问自己为什么这么晚，泰奥便简单的回应道有事情耽误了。但他这一次带来了更加特别的魔力小番茄。闻言的冒险者们纷纷露出疑惑的神色，将期待值拉满后，小猫咪就果断掏出了地级的魔力小番茄，比起一级的各项属性都得到了翻倍。听到这里，不死鸟工会的队员们感到有些难以置信，直到他们拿在手中查看完讯息后，这才明白小猫咪说的都是真的。塔外的小番茄已然炒到天价，如果是更高一级的，东直预计一定会大赚一笔。而今天泰奥拿来了2000颗番茄，每次分为400颗拍卖。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价之后，小猫咪带来的番茄便全部卖光了。让泰奥更开心的是，这次的交易做完，他也赚够了1000塔币，届时就能升级为中间流浪商人，然后便可以解除种植者遮挡标志的限制。小猫咪也就不再顾虑被朴世俊发现没有出名的事。就在泰奥幻想着以后的美好生活时，苏夏便走上前来想和他拍照。见状，泰奥就伸出了猫爪，然后让所有人排队触摸，同时给自己报仇。怎料小猫咪仔细一看，却发现在场竟然只有苏夏一个人。看到这里的泰奥有些傻眼了，随即他询问了一下苏夏，可造成人这么少的原因，也是泰奥来得太晚。现在小猫这才反应过来，刚刚的拍卖人数也少了许多。见泰奥非常的失望，苏夏便拿出3根猫条安慰他。小猫咪这一次本来想拿到更多的报酬，然后去朴世俊那里换取更多的老板权限，但没想到现在仅仅收获了猫条。就在这时，旁边传来了惊喜的声音，2个女孩询问着泰奥是不是会跟人合照的流浪商人。听到他们的话，小猫咪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知道的。闻言，女孩们就示意了一下，他们是在专属于觉醒者平台的猎人之星上看到的。这是个让泰奥感到陌生的词语，可很快小猫咪就想到了新的商机，于是就答应了拍照的请求，不过同样要拿出报酬。而在另一边的天坑外面，小兔子们已经开始了今天的劳作，大家正在一起修复蓝月期间被毁掉的农田，熊妈妈和孤敖也在其中。有了他们的帮忙，恢复农田的工作也快了许多。几个小时后，农田基本上就可以种植了。而今天朴世俊带来了新的作物，缓缓将袋子打开，里面赫然是一些花生的种子。就在早上的时候，朴世俊通过摘玉米，等级已经升到了16级，将加点都用在敏捷上后，他的工作速度也得到了大提升。至于花生种子，还是昨晚获得的。昨天种子商店再次开启，考虑到花生有恢复地力的效果，朴世俊就果断选择了花生种子。购买完花生种子，他在种子商店的积分已经累计到106，接下来只要消耗100积分，种子商店就可以完成升级。随着朴世俊贡献了积分，他的种子商店等级就从新人达到了普通级。之后朴世俊能购买的种子会提升到4种类型，而他农场作物的品种也会越来越多。种植完花生，朴世俊和小伙伴们开始收集玉米秸秆，好在有孤敖一起帮忙，工作的进度非常之快。玉米在收获完后就不会再结果，所以朴世俊就将秸秆全部收割，运到地面。他将其盖在种花生的农田周围，这能延缓地面水分被太阳晒干的速度。他和农场的小伙伴们便可以晚些再浇水，那样就有余暇的劳动力用在其他地方。工作了很久，朴世俊终于是把新的玉米种子采摘完了，之后再拿去水里浸泡就能使用。但这时的兔子幼崽们却盯上了种子，见状的朴世俊急忙一把拿开。现在大家都忙着扩大洞外的农田，猫咪也在外经商，兔子幼崽们没有人陪很是无聊。不过很快朴世俊就找到事情给他们做了，随即他让小兔子靠拢过来，从背包中他拿出了一些装种子的布袋，同时把美味的胡萝卜干放在了里面。朴世俊让他们一边玩耍，一边给辛勤工作的大兔子们分发萝卜干，怎料有些兔子幼崽还拿出来吃。无奈之下的朴世俊只得连连提醒。讲解完他们需要做的事后，朴世俊的兔子补给兵便全体出发了。不一会，大兔子们就收到了来自小兔子的胡萝卜干。看着如此可爱的兔子幼崽们，朴世俊想着下次他要回来要让他带一些可爱的衣服，那样宝宝们一定会变得更加的可爱。与此同时的荒芜之地与森林边界处，牛千三正独自一牛走在寻找食物的路上，但蓝月导致他的记忆断片，所以只能大概记得一个方向。原来就在此前，牛魔王从他的头上摘下了小红薯，随即就询问牛千三是从何处获得的。闻言的牛千三思考了很久，他只记得是在地盘边界的某个地方。听到手下的话，牛魔王也明白这不是自己地盘的东西，而他这时将红薯丢进了嘴里，想尝尝味道，仅仅是简单的咀嚼，却让一众牛
头人馋得不行。很快小红薯的鲜甜就让牛魔王沉醉不已，于是他就下令让牛千三必须去找到生长这种作物的地方。可找了很久，他还是没有一点头绪。但想到老大那一身的肌肉，牛千三却是丝毫不敢偷懒。不一会后，他就来到了与荒地接壤的森林中。然而牛千三很是害怕，他担心碰到那只巨大的红毛怪。可就在这时，空气中却飘来了一股新鲜的草香，顺着味道，牛千三很快就瞪大了眼睛。此刻在他的前方赫然摆放着许多看起来十分美味的草。见状的牛千三根本就忍不住，随即他就立马开动了。如此好吃的味道让牛千三止不住的大叫起来。不过这种形状的草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但对牛千三来说好吃就行。饱餐一顿后，他抱起剩余的玉米秸秆就跑了回去。可牛千三来到森林的行为却惊动了深红巨熊。现在并非是蓝月时期，清醒状态下的熊妈妈很快就察觉到有入侵者。对于敌人的到来，深红巨熊很是生气。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先告诉朴世俊。随即他就赶紧联系一下还在泡澡的艾琳。美好的沐浴时光被破坏，艾琳很是不开心的询问巨熊有什么事。得到巨熊探查的信息后，管理者就急匆匆的吵醒朴世俊。艾琳表示深红巨熊在洞外发现了其他怪兽的踪迹。此刻外面的熊妈妈也赶了回来，于是农场的小伙伴们纷纷来到了外面。然而他们昨天辛苦搬运的玉米叶，现在却是仅仅剩下一下残渣。看到这里的朴世俊傻眼了，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玉米秸秆被偷了个精光，但昨晚朴世俊明明没有听到声音。见状的熊妈妈表示是一群头上有角的家伙干的。想到这里，朴世俊也大概猜出来，应该就是上次蓝月时来挖坑的怪兽。所幸怪兽只是带走了盖着的叶子，并没有破坏农田。一旁的熊妈妈说着她今后会扩大巡逻的范围，不过朴世俊还是让他不要太勉强，只要大家都平安健康就足够了。现在并没有谁受伤，这也让朴世俊稍稍松了一口气。而经过这件事后，朴世俊要做一些准备，保护农田不得只靠熊妈妈，大家最起码要有面对危险的自保能力。时间缓缓来到了第二天，今天也是很重要的一天。小兔子们拿来了玉米叶给女王蜂茧遮挡阳光，和朴世俊挥挥手告别，伙伴们就下去继续工作了。今天是毒蜜蜂女王茧羽化的日子，朴世俊要在这里守着，直到女王蜂破茧而出。现在洞内的毒蜜蜂数量急剧增加到了200只左右，倘若第二只女王蜂在洞外建立自己的蜂群，到时也能更好的保护附近的安全。等了许久之后，朴世俊已经有些困倦了，他准备了新鲜的番茄花和红薯花，就等着和女王蜂见面。不过朴世俊终于忍不住睡了下去。又过了一会，玉米叶下的蜂茧突然发生了颤动，紧接着就传来了一阵咔嚓的声音，蜂茧中还散发着纯洁的白光。随着光芒愈发的强烈，葱叶盆中的抖动便越来越大，下一秒一只嫩嫩的黄色爪子就搭在了玉米叶上。而让大家期待已久的2代女王蜂终于是破壳而出，她瞪着迷人的大眼睛，还有些无法适应现在的身体。这时2代女王蜂尝试着扇动翅膀，不一会她有些费劲的缓缓飞升，随后就直接落在了朴世俊的胸前。看着沉睡中的农夫，2代女王蜂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很快系统便提示她将朴世俊认定为主人。再次看向农夫的脸颊，小女王蜂已经没有了疑惑，她很是开心，将朴世俊准备的鲜花拿在手中。女王蜂小脸上露出了些许羞涩，不过就在此时，感受到洞外气息的1代女王蜂就迅速飞了出来，她开心的和自己的孩子打着招呼。小女王蜂也回应着母亲，大概是明白孩子并没有完全适应，1代女王蜂就带着她飞了起来。在母亲的教导之下，小女王蜂很快就学会了自由的飞行，随后她还朝着1代女王蜂行礼道谢。学会飞行的她来到了朴世俊的面前，同时在农夫的脸上蹭了一下。告别完朴世俊，2代女王蜂就飞走了。等到朴世俊醒来后，能看到的只有许多的系统提示。至于羽化之后的女王毒蜜蜂，他却是根本没有发现。而在另一边的荒芜之地，牛千三已经把玉米叶带了回来，虽然看起来很不错，但数量还是太少，不够分。闻言的牛千三打了一个饱嗝，他和牛魔王道歉，说着自己实在忍不住。听到这里的牛魔王并没有怪他，毕竟贪吃是他们一族的本能。了解完之后，牛魔王将玉米叶塞进嘴里，感受到那从未有过的美味。牛魔王对牛千三就愈发的看重，他让牛千三后面继续努力。转过头看向远处的森林，牛魔王好奇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虽然他很想过去弄来更多的食物，然而身为此区域的 BOSS， 牛魔王能离开传送小站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调查这些草从何而来的重任只能交给手下。不过暴食了一顿的牛千三想先睡个觉再出发，无奈之下的牛魔王也只得答应了他。至于38层中的小猫咪，则是听到了一个名为猎人之心的平台，在上面它还有着2万多的冒险者粉丝，账号上的内容是苏夏和泰奥的各种合拍。也正因为上面的内容被得知后，刚刚的女孩们才找上门来拍照。苏夏现在很担心自己的隐瞒会让小猫咪生气，而泰奥此刻确实很不开心，他责怪苏夏为什么不早点告诉自己有这样的地方。紧接着小猫咪就主动递上手机，然后让苏夏给他拍照上传。令苏夏想不到的是，泰奥竟然还主动摆起了可爱的姿势，不管是可怜巴巴的，又或者是慵懒迷人的，小猫咪正尽全力展示自己的可爱。而苏夏比起泰奥更加的激动，他拿起手机疯狂地记录着猫咪的每个时刻。现在苏夏得到了巨大的满足，泰奥的可爱在他的眼中简直爆表。小猫咪告诉苏夏，如果有人想认识可爱的猫咪流浪商人，记得叫他们带上报酬来38层，只要有奖励，什么样的姿势他都可以满足。而泰奥距离自己的猫星梦想此刻又接
近了一步。配合苏夏拍了许多组的照片后，他们就分别了。不过一番折腾下来，小猫咪也有些累，他很期待下次来这里时，到底会有多少前来拍照的人，届时就能获得非常多的报酬。一直下去，他甚至有希望当上董事长的位置。想到以后的幸福猫生，泰奥忍不住在原地傻笑，但很快一股热息就吹醒了他的幻想。健壮的小猫急忙护住自己的发型，这是他今天好不容易才梳理的毛发。然而缓缓的抬头，泰奥却是被吓到了。在小猫咪的头顶是银狼族的埃尔科和埃尔可，他们正死死地拦住了泰奥的去路。两只凶恶的狼瞬间就把小猫咪吓作一团。与此同时，泰奥的后面还传来了一阵声响，后面正是银狼族的族长埃尔卡，对方的气势比起前面两只更为恐怖。下一秒，埃尔卡一爪拍在了小猫咪的身边，他恶狠狠地询问泰奥是不是在铁匠铺买走了一顶草帽。被吓得瑟瑟发抖的猫咪疑惑他们想干什么，怎料埃尔卡根本不想废话，他只想知道那顶草帽的下落。如果泰奥不告诉他，那么就会被撕成碎片。可小猫咪已然被吓哭了，他哽咽着说不出话。就在饿狼准备出手的时候，一颗松子突然落到了地上。健壮的埃尔卡很疑惑这是什么东西，却不想下一秒松子立马散发出异样的烟雾，眨眼间烟雾就快速的扩散。很快银狼们纷纷明白，这竟然是一颗气味炸弹。就在他们被烟雾熏得睁不开眼时，一双散发幽光的眼睛在烟尘中悄然出现，紧接着一只小爪子就拉住了泰奥。看着是此前的小狐狸杰拉斯，泰奥感到很不可思议，不过小狐狸却是示意他不要出声，随即就一把拉起小猫咪快速的逃离这里。等到埃尔卡睁开眼的时候，杰拉斯和泰奥已然跑远了，他正想叫上两个族人一起追赶，但埃尔科和埃尔可却被熏趴在了地上起不来。无奈之下的埃尔卡也就放弃了今天的追捕。另一边的杰拉斯带着泰奥跑到了极难找到的地方，他们在原地大口的喘着粗气。小狐狸说着银狼族暂时不会追来，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休息完，泰奥很感谢杰拉斯，他今天以为要死在这里了。闻言的小狐狸淡淡一笑，说着泰奥以前也帮过自己。对此，小猫咪坚持要报答杰拉斯，还询问他喜不喜欢吃烤鱼。而杰拉斯知道这是一个最好探亲泰奥的机会，于是就主动想和泰奥一起上路，就如上次一般教他经商的知识。见状，小猫咪当即欣然同意。比起救自己一命，这些都太简单了。不过在此之前，泰奥想先前去升级为中等流浪商人。听到小猫咪短短4个月的时间就要晋升，杰拉斯便不小心说出了一些关于泰奥的信息。闻言的小猫咪也很疑惑，为什么杰拉斯会知道自己升级耗费的时间？就在小狐狸想着该如何辩解时，泰奥便一副肯定是斯卡拉姆告诉他的模样。见状，杰拉斯这才松了一口气，差点他的真实身份就要暴露了。回过神的杰拉斯询问泰奥是怎么快速赚到1000塔币的，是不是有着什么好卖的特价商品？在杰拉斯看来，如果没有一些特别的支持，是不可能短时间内收集到这么多钱的。如果泰奥是通过那些不知名的靠山获得危险物品，从而赚到大量的钱，那他一定会就地逮捕小猫咪的。怎料泰奥并没有半点的隐瞒，他说着自己卖的商品是小番茄。杰拉斯想过泰奥会卖各种的东西，但番茄这个答案他是真的没想到。不死心的小狐狸再次和泰奥确认了一下，见杰拉斯不愿意相信，泰奥说着等下次他带来一定拿给小狐狸看。接下来泰奥也有些想快点升级，随即就催促着杰拉斯前去商人中心。走在后面的杰拉斯认知已然被颠覆，靠小番茄能卖这么多的钱，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过。而在另一边的现实世界中，之前花高价竞拍的迈克尔正盯着手中的新品小番茄，这是他派人买来的地级魔力小番茄。缓缓地尝了一口，迈克尔便惊叹不已，和外界所说的一样，各种效果都高于此前他买下的1级番茄。这时珍妮带来了他们自己培育的小番茄，和他们两人开始预想的一样，在地球上生长出来的就是普通的番茄。迈克尔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随即他询问了一下在塔内种植的效果如何。闻言的珍妮也给出了答案，他们在黑塔第1层种下了100颗魔力小番茄种，其中已经有10颗成功发芽。听到这里的迈克尔忍不住夸赞着他，接下来只需要去雇佣觉醒者保护农场，那么他们塔内种植的项目也就完成了大半。对此朴世俊却是毫不知情，他如往常一般继续在天坑中工作。而在黑塔75层的商人中心点，泰奥的中等流浪商人勋章也办理完毕了。拿到勋章的他开心不已，努力了这么久，小猫咪终于获得了成果。身后的杰拉斯也由衷的恭喜他。接下来泰奥就要带着小狐狸前去交易地点买东西。交易市场聚集着许多的流浪商人，在这里他们可以互相交易，又或者是休息炫耀，更有着许多昂贵的货物进行拍卖。而此处也是更能体现商人能力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每一位商家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手。杰拉斯想看看稍后泰奥该如何应对。不一会，小猫咪就找到了自己的目的地。看着前方的杂货铺，杰拉斯还是有一些的印象。来到里面，泰奥遵循朴世俊的嘱咐，他买了一柄锯子、2团毛线和针，还有2口锅。见状的杰拉斯误以为泰奥是要在这里批发拿到低层去卖，但小猫咪还是说着自己卖的是小番茄。再次听到番茄，杰拉斯忍不住扶着额头，他太想知道小猫咪究竟有着什么技巧了。清点完东西，杂货铺老板说着一共2.4塔币。闻言的杰拉斯便知道老板喊高了，这些东西并不贵，总价大概2塔币左右。很明显，这是店主故意把价格提高。现在就看单纯的小猫咪如何面对狡猾的老板。小狐狸想到了泰奥各种强有力的还价，怎料小猫咪却是和此前一样，依旧是面不改色的让老板打折。见状的老板表示自己已经按批发价卖的了，不过思考了一番，他说着因为泰奥是新人，可以便宜0.2塔币。杰拉斯很清楚，这是商人惯用的伎俩，将商品先行涨价，之后再给顾客稍微便宜一点。
从而引诱顾客完成交易的伎俩。一般的商人在得到如此友好的降低价格后，基本上都会选择购买。小狐狸明白这个老板不好对付，却不想泰奥的下一句话直接就绝杀了老板。他用力地拍打桌面，继续让老板便宜一点，这使得杂货铺的老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连忙说着优惠后的价格泰奥在哪里都买不到了。听到老板不愿意继续便宜，小猫咪没有丝毫的迟疑，当即就要带着杰拉斯离开。健壮的小狐狸询问泰奥难道不想继续砍价吗？对此小猫告诉他，既然老板不愿意降价，那他也没有办法。起初老板还以为泰奥很好忽悠，但一番交锋之下，老板终是败下阵来。他这时给出了2塔币的价格，不过小猫咪始终谨记了朴世俊的教导，这次他继续还价1.8塔币。无奈之下的杂货铺老板便同意卖出。小狐狸现在才明白，泰奥上次并不是胡乱还价靠运气成功的，而是真正的有着技巧，一个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会获得胜利的方法。看着这里的杰拉斯用自己和泰奥对比，如果换作是他，大概到了2塔币就会成交，因为受到的教育让他不好意思那样继续还价。通过再一次的测试，杰拉斯已经有些相信泰奥是靠小番茄获得的1000塔币。事实上并没有杰拉斯想的那么多，小猫咪仅仅是记好了每次要还3次价格的口诀而已。缓缓地走出店外之后，杰拉斯在外面想了许多，想清楚之后他就朝着泰奥道谢，并且要和小猫咪在这里分别。见状泰奥想请杰拉斯吃一顿饭感谢，闻言的小狐狸很是开心，不过他不想再给泰奥带来不便，而且从泰奥的身上他学到了很多。这些年他的傲慢变得越来越重。杰拉斯说着是泰奥让他能久违地反思自己，对此小猫咪却是十分疑惑。杰拉斯祝福泰奥以后能变成鼎鼎大名的流浪商人，还提醒他要小心一些，因为那些银狼族可能还会找上门。告别完后，杰拉斯便转身离开了。健壮的泰奥叉着腰，也希望这只奇怪的小狐狸能更好。随即泰奥就朝着99层出发，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兔子幼崽们，然后再舒服地睡一觉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流浪商人监察局总部中，杰拉斯正在书写着一份报告，写完他有些疲倦地靠在了椅子上面。这时小秘书过来告诉他，监察局的主任安排了一个关于大财主丢失东西的会议，是否要前去参加。见状，杰拉斯说着他稍后就会前往，同时递上了刚刚写下的报告。这是一份关于最近被监察的流浪商人的总结，并且通知下去撤销对其的监视。缓缓地打开报告，小秘书就发现了是此前猫咪流浪商人的。杰拉斯对泰奥的评价很高，他说着也许这么久以来，泰奥才是他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商人。很快时间来到了第2天，天坑中小伙伴们拿来了一半的葱叶用来盖住花生农田。今天他们还在外面种植了玉米和小番茄。不过就在这时，水壶兔的水壶似乎出现了问题，原来是里面没有水了。健壮的朴世俊现在才知道，水壶内的水并不是无限的。还不等他仔细检查，战士黑兔却着急地跑来了洞外。他和推车兔在朴世俊的面前比划着什么，看了半天朴世俊就明白了，似乎是池塘中来了新的东西。来到洞内之后，看着池塘中的生物，他惊讶不已，就连女王蜂也前来一起看热闹。此刻的水中赫然出现了一只深红的大虾。来到天坑后，朴世俊本以为池塘里面只有鱼，却不想竟然出现了新的生物。现在朴世俊很是好奇这个池塘的源头到底在何处，可紧接着他还想到了一盘香喷喷的龙虾大餐。等到朴世俊介绍完，小伙伴们和他一样都流下了口水。随即朴世俊就要和黑兔一起去抓虾，还说着他们看起来似乎没有能吃的地方，但实则非常的美味。得到朴世俊的再次肯定后，黑兔也就召唤出了自己的木锤，这是获得新蛋白质的好机会。朴世俊又怎么可能放过？下方的大虾们盯着上面的人，也不知他们要做些什么。紧接着其中的一只大虾竟然还自投罗网地扑向朴世俊。至于战士黑兔，他的木锤已然砸向了池塘中的大虾。就这样，农场中便多出了新的肉类食物。此刻池塘中的龙虾感到害怕不已，不过其中却有一些龙虾主动扑向了朴世俊。但对于这群没有任何威胁的美食，朴世俊挥舞匕首，瞬间便将他们全部打翻。紧跟着的战士黑兔也立马补刀，他用木锤将龙虾们全部打飞到岸边，其余的小兔子则是负责搬运。很快第一只龙虾就送到了镰刀兔的手中，但任由他怎么努力，却是根本无法破坏这坚硬的外壳。无奈之下的镰刀兔只得缓缓地朝着兔子太太摇头。抓完龙虾的朴世俊看到了镰刀兔的难处，随即就和他解释了原因，同时说着这些龙虾可以用烤或者煮的方式烹饪。思索了一番，朴世俊就决定用烤的方式，因为他暂时还没有很大的锅来煮。用葱叶将龙虾包裹好后，朴世俊就把其放置在火堆旁，闻着那散发出来的鲜香，朴世俊和小黑兔都有些迫不及待。不一会龙虾就烤得差不多了，贪吃的朴世俊准备打开看一下是否能吃，将外面的葱叶剥开，里面的龙虾赫然变得通红发亮，随即朴世俊就拿在了手中。现在龙虾已然是彻底熟透，他拿着龙虾的第一时间便给小兔子们演示了一下该如何食用。当朴世俊把龙虾掰开后，里面立马露出了肥美的虾肉，闻着那股无法形容的香味，推车兔率先流下了不争气的口水。演示完毕，朴世俊把烤好的龙虾分给了小兔子们，不一会他们纷纷吃上了鲜美的龙虾，朴世俊自己也吃了起来。新鲜的龙虾不需要添加任何调料，只是简单的烘烤，味道却也如此的鲜美。就在这时的兔子太太似乎要将虾头拿去扔掉，见状的朴世俊却是阻止了他，因为里面还有着好东西。缓缓地拿起一块虾肉，朴世俊就将其蘸满了浓郁的虾黄，两种美味结合在一起。此刻朴世俊唯一还想要的便是再来上一杯小酒。这
这时旁边的小黑兔也想尝试一下朴世俊吃的东西，看着手上不是很好看的虾黄，小黑兔无法相信朴世俊吃的那么美味，抱着怀疑的态度，他还是浅浅的尝了一口，没想到下一秒小黑兔便被彻底征服了。他抱着龙虾头就是疯狂的食用，看样子小黑兔很是喜欢虾黄的味道。见他这么喜欢吃，朴世俊拿起了新的龙虾，准备再弄一只虾头犒劳小黑兔。恰好此刻孤敖也来到了外面，他嗅到了令自己开心的气味，看到小熊来了，朴世俊便让他稍微等待一下。很快一堆金黄的龙虾就摆在了孤敖的面前，朴世俊还想如此前一样示意龙虾的吃法，怎料下一秒孤敖却是连着可以一起吃了，更是表示非常的美味。见状的朴世俊也就不准备告诉他正确吃法。与此同时，在黑塔第2层的外围，这里是一处名为骨架村的地方，可原本和平的村子现在却是破败不堪，无数安居乐业的骷髅遭到了猎人们的屠杀，他们拼命地逃离着自己生存了多年的故乡，其中有些小骷髅还想向对方求饶，怎料却是被无情的猎人一剑击杀，他的骷髅头缓缓落在了地面之上，下一秒更是还被人直接踩碎。来人正是想进行塔内种植的迈克尔，见到大老板的到来，猎人们纷纷打着招呼。现在猎人和迈克尔介绍着他们的战果，如今第2层1半以上的骷髅村基本都被他们占领了。可这个结果迈克尔却是很不满意，随即他询问了一下还需要多久才能全部拿下。按照目前的全部人手，眼前的猎人估计还需要几个月。于是迈克尔就找来了一批欠债的猎人，他相信有这些人的帮助，1周内拿下并不是什么难事。对于迈克尔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适合耕种的地。不一会的功夫，一群人就来到了1层的种植点。如今的田地中小番茄刚刚好成熟，见状的迈克尔顿时开心不已，缓缓地摘下了其中的1颗，但见看不到讯息，迈克尔便明白这不是一件道具。接下来他想试试味道是否和买到的一致，然而迈克尔仅仅是咀嚼了几口，下一秒他的脸色就瞬间大变，紧接着迈克尔就直接吐在了地面。回过神的他愤怒地质问这些研究人员，因为种植出来的小番茄根本一点味道也没有。闻言的众人很是不幸，他们明明用了最优质的培养液，可尝试完后，众人也就无力反驳，这和买来的魔力小番茄味道简直天差地别。愤怒之下的迈克尔大肆地破坏着植株，更是将番茄狠狠地踩碎。但就是这个举动，却让迈克尔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刚刚被他踩碎的番茄之中，竟然没有一颗种子。就在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朴世俊却还在呼呼大睡。然而这时洞外的花生农田再次迎来小偷，轻轻地捡起摆放在地面的叶子，牛千三就毫不犹豫地塞进了嘴里，这股鲜活的味道还是让他流连忘返，根本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很是危险。明明是高傲无比的牛战士，此刻却当起了小偷，更是被小猫咪当场抓获。而在此之前，进行黑塔种植的迈克尔发现了失败的原因，那就是他们种出来的小番茄没有种子。但这并不是迈克尔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原来就在10年前，迈克尔也遭遇到了传送门，之后他便成功来到黑塔之中。可来到黑塔中，迈克尔对冲层的追求并不大，因为他发现了更加有趣的东西，那就是塔内肥沃到极致的土地。来到里面之后，迈克尔感觉自己的梦想将要在这里实现。如果他能在塔内耕种，那么主宰全球食物市场便不再是梦。于是迈克尔就展开了行动，在塔内升到一定程度后，他就选择了出塔，随即费尽心思说服了父亲。很快在迈克尔父亲的支持下，他的塔内种植项目也就此展开。迈克尔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可一段时间后，他的梦想就几乎破灭，因为种植下去的种子根本就不会成长。直到人们对黑塔的逐步探索，终于是有人发现觉醒者在进入黑塔后，便会暂时丧失繁衍后代的能力，当觉醒者提升到10级才会逐渐的恢复，这是身体初步适应魔法的副作用。同时不能繁衍的效果对植物一样生效，而从塔外带进去的作物无法升级，因此更不会出现种子。于是迈克尔想到了找流浪商人购买塔内的作物，但却是被对方拒绝了，因为这些东西早就被55层的财主格利德垄断。那时的迈克尔便绝望了，因为他仅仅是一个才到10层的菜鸟。再次出塔后，迈克尔由于花费太多，便被他父亲在内的所有人指责太过败家。随即第一次的塔内种植项目最后便以惨败告终。回想着曾经的梦想，迈克尔就更加不想就此放弃，于是他急忙站起身，然后让手下召集所有猎人来到38层，同时还拿出了大量的塔币。迈克尔接下来准备买光猫咪商人的全部地级小番茄，如果1级的行不通，他想着更高1级也许会有机会。现在迈克尔已经彻底疯狂，魔力小番茄在他的眼中正是能实现塔内种植的开端。可对此小猫咪并不知情，经过几天的跋涉，泰奥终于安然无恙地来到了天坑附近。就在这时，他却发现了地上的东西，捡起查看一下，小猫咪就认出了这是天坑里面的葱叶。再次往前，不仅仅是葱叶，还有着别的叶子遗落在地上。随着泰奥一路捡过去，很快却是撞在了坚硬的东西上面。于是小猫咪就抬起头看了上去，而还在大口进食的牛千三也感觉到下面有东西。看着泰奥胸前的徽章，他认出了小猫咪是一只流浪商人。现在泰奥竟质问起牛千三从什么地方获得的葱叶。闻言，牛千三并没有隐瞒，随即指了指前方的农田，说着自己是从那里捡来的。见状，小猫咪却是认为他在说谎，因为这些叶子在天坑中是很珍贵的，不仅能做各种东西，甚至还可以当做厕纸来使用，所以他要明白朴世俊是不可能丢掉的。于是小猫咪认为一定是对方偷来的。听到这里的牛千三瞬间就生气了，
了。他说着自己是以荣誉为生的牛战士，根本不可能会去做偷窃的事，即使是流浪商人，但如果这样污蔑自己，他也绝对不会轻易饶过。起初小猫咪还被吓了一跳，可想到自己明明才是正确的一方，泰奥也就不再害怕。他要牛千三一起前去找朴世俊，届时谁对谁错便能分晓。闻言的牛战士当即一口答应，就这样一猫一牛就走向了天坑。行至途中的时候，牛千三已经明白那些草肯定是名为朴世俊的人丢的，如果能找到对方，也就间接完成了牛魔王交代给他的任务，到时他又能获得大王的赞赏了。不过现在的朴世俊还在天坑中呼呼大睡，可很快泰奥却是直接扑到了他的身上，这强大的冲击让朴世俊瞬间惊醒，随即他当场难受的跪倒在地面，但小猫咪还不停地催促着朴世俊上去，缓缓地恢复了一下。朴世俊询问泰奥这是怎么了，只见小猫咪骄傲地说着自己抓到了一个小偷。不一会后，朴世俊就带着泰奥爬了出来，牛千三已经在洞外等着他们了。可现在看着眼前的巨大牛头怪兽，朴世俊不敢相信这是小猫咪抓到的小偷。来到外面后，泰奥更是指着牛千三，让朴世俊跟着自己一起骂他。在牛千三和朴世俊的注视下，小猫咪还拿出了搜集到的证据。现在农夫也认了出来，此前由于玉米叶被偷数量不够，他们便拿来了葱叶以做替补。旁边的牛千三看着朴世俊，随即说着这是他从地上捡起的，如果不是打算扔掉的东西，根本就不会那样放在地面上。而通过系统讯息的提示，朴世俊就认出了眼前的是一只黑色牛头怪，来自于米诺陶洛斯一族。想到这里，他大概就明白了，对方就是蓝月石弄乱农田的怪兽，后面还偷走了他们掩盖花生地的玉米叶。现在牛千三正在和泰奥展开激烈的争辩，他认为自己这样高傲的牛战士不可能会偷东西，至于朴世俊则感觉农田改造的机会就在眼前。一番争辩无果，小猫咪就让朴世俊证明那些葱叶并不是丢掉的，于是朴世俊就回应了泰奥，他和牛千三解释这是用来控制田中水分的。闻言的牛战士彻底傻眼了，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偷了东西。随即牛千三慌忙地朝着朴世俊道歉，他一开始不知道那是还需要的东西，但这样简单的道歉朴世俊却不接受，他伸手便要100塔币作为偷东西的补偿。这瞬间就让牛头怪震惊不已，因为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么贵的草。无奈之下的牛千三只好告知自己确实没有钱。经过小猫咪的一番搜索下，也证实了他并没有说谎，身上还真是空空荡荡的，但这早就在朴世俊的预料之中。随即他说着没有钱可以用身体来偿还。见牛千三很疑惑，朴世俊就仔细地告诉他，从明天开始来到这里工作，每天会支付给他1塔币的工钱用作还债。闻言的牛千三也明白了朴世俊的意思，就在他准备拒绝的时候，朴世俊却表示只要来这里工作，那些好吃的玉米叶葱叶就可以随便他吃。此话一出，瞬间折服了高傲的牛战士，他激动地同意了用工作来还债的方法。随即朴世俊就要和牛千三签订合同，并且让他明天就可以过来了。见状的牛千三自然开心地伸出手，很快在泰奥瞪大的双眼下，农夫和牛的契约也就达成了。朴世俊的做法让小猫咪深受启发，他还是第一次知道没有钱能用身体来支付。为了避免忘记，泰奥如此前一样将这个技巧快速地记录下来。签订完合同，牛千三就和朴世俊他们告别了。这时朴世俊感谢着小猫咪，多亏了他，自己即将拥有一个耕地能手。得到了赞赏的泰奥赶紧说着这能换多久的泰老板，怎料黑心的农场主却仅仅给了1个月。对此小猫咪跳到了朴世俊的身上，泰奥打闹着想要更多的时长，不过却是遭到了拒绝。很快时间来到了第2天，一大早朴世俊就和小黑兔开始抓龙虾。自从尝到了龙虾的美味后，战士黑兔对抓捕便越来越有动力。今天他还是熟练的一锤打翻龙虾，现在朴世俊负责在旁边收集和处理。不一会的功夫，后方就堆积了很多的大龙虾。结束完今天的早餐准备，朴世俊夸赞着小黑兔越发熟练的技巧。可就在下一秒，战士黑兔的全身却被淡蓝色的光芒包裹，紧接着他手中的木锤便发生了变化。待到光芒褪去，此前的木锤赫然变得更具攻击性，就连战士黑兔现在也感到不可思议，而这似乎正是他的第2次觉醒。其余的小伙伴们纷纷为小黑兔开心不已，看着他变得越来越强，今后抓龙虾朴世俊终于可以放心交给小黑兔了。一段时间后，天坑外的熊妈妈便在外面呼唤着朴世俊，他们似乎发现了什么值得高兴的事。见状，朴世俊就来到了外面。这时孤敖伸出了熊爪，随即指向了大岩石之上，抬头望去，朴世俊便发现了一个崭新的蜂巢。听到外面的声音后，里面的2代小女王蜂便钻了出来。看到前方的朴世俊，小女王蜂顿时露出了笑容，紧接着她快速地飞向了农夫。这时的朴世俊便明白，她就是此前孵化出来的2代女王蜂。朴世俊开心地和小女王蜂打招呼，他还担心再也见不到小女王蜂了。原来小女王蜂的离开是去组建新的蜂群。见孤敖很想靠近的模样，朴世俊便和他介绍了小女王蜂，并且让孤敖一定要好好保护小女王蜂的家，那样就能有更多好吃的蜂蜜了。感受到对方的善意，很快孤敖就和蜜蜂们互相问好。一旁的熊妈妈很是欣慰，而农场的伙伴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不过这时后面传来了一阵巨大的响声，原来是签订合同的牛千三如约前来工作。然而下一秒，
熊妈妈的巨爪却突然挡在了中间，同时愤怒地朝着牛千三怒吼，似乎是让他赶紧离开这里。牛千三也没想到会遇到深红巨熊，虽然在自己的预料之外，但身为高傲的牛战士，他却绝不会就此退缩。朴世俊还想让熊妈妈不要打架，但深红巨熊为了避免误伤，便将他们赶到了一边。至于他和牛头怪此刻却是对上了，而天坑内的小伙伴们听到声音后，也来到外面询问发生了什么。看着小猫咪出来，朴世俊急忙让他去劝下牛千三和熊妈妈，如果不让他们停下来，接下来的战斗必然是会受伤的。泰奥和熊妈妈说着牛头怪是来工作的，并没有恶意，可深红巨熊却让他们赶紧回到洞内躲避，因为他无法容忍入侵农田的小偷来到这里。无奈之下的朴世俊改去劝说牛千三，但他也不愿意答应。作为一个牛头战士，逃避是不光荣的行为，此刻朴世俊是真的没有办法了。他们之间的战斗似乎已经无法避免，而艾琳还在这个时候前来要东西吃。见状，小猫咪回应着现在还比较忙，没有时间准备，但艾琳非但不来帮忙调解，还让朴世俊赶紧解决，他已经饿一早上了。身后的孤敖也表示和艾琳是一样的。至于牛千三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要发起进攻，对此深红巨熊也并不惧怕，他是这片森林的霸主。牛头怪的入侵让熊妈妈根本无法忍受，泰奥现在劝说着朴世俊回到洞内，见没有一个伙伴在听自己说话，加上两个巨大怪兽之间马上要打在一起，朴世俊顿时慌乱地抱着头，而现在他终于是忍受不了这杂乱的场面。下一秒，朴世俊大声地喊着，如果再没有人愿意冷静下来听自己说话，他将不再给任何人提供食物。此话一出，牛千三和熊妈妈都傻眼了，孤敖和小兔子们更是被吓了一跳，他们担心农夫真的会不管自己。管理者空间中的艾琳也停下了催促的提示，泰奥则是泪眼汪汪地和朴世俊道歉。现在面对农夫的愤怒，场面终于是安静了下来。刚刚还剑拔弩张的两只巨兽，此刻却也害怕地看着朴世俊。听到农夫说会不给所有人食物后，在场的小伙伴们纷纷安静了下来，甚至连管理者艾琳也乖乖的不再吵闹。看着大家已经愿意听自己说话，朴世俊就把大战会产生的后果说明，不仅会破坏农田，还会伤害到大家，以后更没有了食物的来源。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朴世俊就决定在早餐中边吃边说，这样伙伴们也不会继续饿着肚子了。随即他就招呼着小兔子们一起去做饭。来到天坑之中，战士黑兔一如既往的捕鱼捉龙虾，别的伙伴们也没有闲着，大家各司其职，都在努力的为今天的早餐准备。朴世俊就负责烹饪着一道道的美食，不一会的功夫，一盘盘新鲜可口的食物也就做好了。全部运到外面后，牛千三和熊妈妈闻到香味，不禁纷纷瞪大了双眼。接下来，农场小伙伴们一起享受着食物。艾琳那边，朴世俊准备的是许多烤玉米，道谢完后，艾琳就前去吃早餐了。现在的牛千三一边吃着手中的，还不忘抓向盘里的烤玉米，但他却是和熊妈妈的爪子撞在一起，仅仅是一个小摩擦，他们之间的火花又升了起来。无奈之下的朴世俊轻咳一声，现在也是时候好好为双方介绍一下了。他说着，熊妈妈和孤敖是保护农场安全的得力伙伴。就在朴世俊准备和深红巨熊表明牛头怪的身份时，牛千三却是很爽快的自我介绍了。见状，朴世俊就顺势告知熊妈妈，接下来牛千三将在农场工作，后面也是同伴之一，同时给他们两个表明，农场里绝对不允许打架，如果发生那就都没有东西吃。这个后果让深红巨熊和牛千三很是害怕，他们不想回到以前那种挨饿的日子。为了能继续每天吃到美食，此前还不对付的两只怪兽，现在竟然携手并进，就像刚刚的事情完全没有发生过一般。看到他们互相和解了，一旁的朴世俊这才终于放心。但牛千三现在有些疑惑，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见状，朴世俊一边挠着小猫咪，一边给他简单的说明，随即还把牛千三带到了前方的荒地旁。朴世俊需要他和蓝月石一样，在吃午饭前将这一小片荒地下方的柔软土壤给翻出来。听到工作如此的简单，并且还有午饭吃，牛千三还有些难以相信。而在得到朴世俊的肯定后，他就准备开始耕地，缓缓地爬在地上准备了一会，下一秒牛千三的脚竟然变得更加强壮，紧接着他猛然发力，一瞬间竟已经离出了数米之远。想到还有美味的午饭在等着自己，牛千三的干劲简直爆棚。现在朴世俊也很开心，这样打造富饶田地的计划将再更进一步。而接下来他和小兔子们也要开始劳动，今天需要先种植大葱。相对于其他的作物，大葱是最容易增产的，不仅种植方便，之后割去葱叶，过一段时间又会继续分裂长出来，届时拿着长出来的分裂新芽再去种植就好了。在大家的努力下，很快一大片的新大葱就种完了。得益于99层极佳的环境，大葱的成长速度非常快，所以并不担心会被牛千三吃完。不过随着农作物的数量增加，现在又多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小兔子们水壶内的水不够用了，这样来回取水会大幅降低工作效率。目前开垦的土地都不算多，可水壶的容量都已经跟不上。不过就在这时，兔子先生的身上就发生了变化，和之前的战士黑兔一样，兔子先生也成功2次觉醒，水壶更是变成了金色的。看到这一幕的兔子先生很开心，朴世俊也是激动不已，他询问着兔子先生水容量是否得到了提升。闻言的兔子先生示意着，比起之前，现在黄金水壶多出了双倍的容量。于是他们就继续开始工作。觉醒之后，浇水的问题也暂时得到解决。与此同时，在荒芜之地的另一边，牛魔王还在苦苦等待着，但牛千三却是迟迟不见踪影。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随即朴世俊就回去将兔子幼崽带了上来。这还是他们第一次来到天坑外面。朴世俊将孤敖介绍给
宝宝们认识。现在小熊显得很是好奇，他缓缓地闻了闻兔子幼崽，这可将宝宝们吓了一跳。但在察觉到孤傲的善意后，宝宝们纷纷扑进了小熊的怀中。见状的泰奥顿时就有些不开心了，他吃醋地撅起了小嘴。于是小猫咪很自信地呼唤着兔子宝宝，表示让孩子们跟着叔叔走，接下来要带着他们一起去洞外冒险。怎料却是没有一只宝宝下来，他们似乎迷上了这软乎乎的可爱小熊。看到这一幕的泰奥瞬间心碎，想到孩子们已经把自己这个叔叔忘记了，小猫咪颤抖着流下了眼泪。他伤心地捶着地面，明明一直陪着你们的是我，没想到在经历了青梅竹马的抛弃后，他今天又被丢下了。这让泰奥不禁怀疑起了猫生。看着小猫咪如此的难过，朴世俊一把将它抱起，随后放在了自己的怀中，同时让泰奥不要太悲伤，吃根猫条缓和一下心情。休息了一会，朴世俊突然想起来，泰奥应该是时候下去销售作物了。闻言的小猫咪也很无奈，说着虽然自己也很想下去，但暂时他还去不了。随即泰奥和朴世俊说明了此前的遭遇，得知银狼族的目标竟然就是爪头上的草帽。朴世俊显得很是惊讶。现在小猫咪摆摆手，表明销售只能再过段时间了。至于朴世俊心中有些疑惑，虽然这顶草帽的效果很好，可如果不是农夫职业也根本用不上。难道是下面还有着和自己一样的农夫吗？想到这里的朴世俊就生出了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见状的小猫咪连忙追问，他还是很想继续去卖东西的。这时朴世俊说着，身为流浪商人的泰奥拥有自由雇佣兵的权利，如果他们能雇佣牛千三，那么就不必害怕银狼的威胁。在黑塔之中的雇佣兵和流浪商人是一样的，是只有原住民才能当的职业。根据自由佣兵协会和流浪商人协会达成的合作中，只要自由佣兵支付费用，就能随时使用商人通道。另外，非佣兵职业的原住民、流浪商人也可以临时雇佣其获得保护。虽然朴世俊自己也想这样一起下去，但很可惜的是，临时雇佣兵也必须得是原住民。现在小猫咪好奇牛千三会答应他们的请求吗？对方不管怎样，始终是99层中的强大怪物。闻言的朴世俊让他放心，只要牛千三愿意，他会提供3倍的日薪。听完农夫的话，泰奥很是激动。如果朴世俊说服了牛战士，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事情有了解决的方案，小猫咪就准备开始享受泰老板的美好时光了。3天之后，此刻牛战士身处在荒芜之地中，不过他似乎在躲避着什么。就在牛千三以为安全准备走的时候，却被一道声音叫住了。来牛竟然是同为米诺陶洛斯一族的牛尼斯，他的到来让牛千三很是震惊，还不等同伴问些什么，他就慌忙地说着自己没有要去哪里，但却被牛尼斯当场识破。因为牛千三满脸的油光，他明白对方一定是偷吃到了东西。怎料牛千三刚刚反驳了不是偷，瞬间就被一把抓住。牛尼斯想让他带自己一起去寻找食物，看出了牛千三有些不愿意，他当即说着最近牛魔王一直在找你，如果不带自己去，他就去说明偷吃的事。无奈之下的牛千三只好答应下来。路上的时候，他和伙伴说着这件事一定要保密，对此牛尼斯毫不犹豫地让牛千三放心。一段时间后，他们就来到了森林之中，而在洞内的朴世俊听到外面的声音，随即便带着小猫咪爬了出来。原来是牛千三带着伙伴来到了这里。看着这一幕的朴世俊有些疑惑，不过他也明白这大概是牛千三的朋友。见正主出来，牛尼斯开心地打着招呼，同时介绍了一下自己。一旁的牛千三则是说明了来意，他询问朴世俊能否让朋友在农场一起工作，但现在荒地的开垦并不着急，所以也不是很缺人手。不过很快朴世俊就想到了此前和泰奥商议的事，他想让牛尼斯来担任小猫的自由佣兵，负责保护泰奥的安全，报酬是每天3塔币的薪水。肩上的小猫咪也一起请求着，怎料刚刚满脸期待的牛尼斯现在却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他并不需要塔币，那个东西无法当做食物。听到对方的话，小猫咪和朴世俊都愣住了，他们还以为牛千三已经介绍过了管饭的事。随即朴世俊就把情况告知了他，除去支付的薪酬外，还会有1日3餐，空闲的时候还有零食吃。闻言的牛尼斯当即就同意了保护小猫的工作。听到这么好的待遇，牛千三赶紧表示自己也要去。这些天他耕的地都还没有种植完，所以想找些新的事做。见状，朴世俊答应了让他们一起去，有2牛的保护，自己心中也会更加的踏实。而听到朴世俊说下去的时候还会给准备盘缠，他们更是显得难以置信。下一秒，牛尼斯竟扑进了牛千三的怀中，他感谢伙伴介绍了这么好的地方，感受到牛尼斯的温暖，牛千三鼻子都冒着粗气，他也很开心能和牛尼斯在一起。看着公然撒狗粮的2牛，朴世俊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只有小猫咪还有些懵懂。确定好下去销售的时间，朴世俊便和小伙伴们一起准备食物。很快一大堆的葱叶就割好了，他现在担心的是泰奥的背包还能不能装下，毕竟已经装了许多的小番茄了。对此小猫咪让朴世俊放心，随即一把将商人背包扔了出去，紧接着魔法发动，整整一大片的葱叶就被全部吸收了。见状的朴世俊多少有些吃惊，因为容量比起之前高太多了。泰奥骄傲地展示了胸前的终极流浪商人勋章，他表示在升级之后，背包的容量就得到了大提升。直到小猫咪拿出来，朴世俊这才发现勋章的颜色和此前不一样了。不过泰奥炫耀的模样立即被打回原形，农夫一把捏住他的猫脸，让其赶紧准备出发，已经耽误很多天了。同时还让泰奥别忘记转交自己给家人的礼物。对此小猫很是自信，他表示一定完成任务。准备好之后，牛千三和牛尼斯也踏上了第一次的佣兵旅途。小猫咪现在开心地挥手道别，朴世俊则是让他们一路小心，并且让2个牛战士好好保护泰奥。其余的小伙伴也在旁边，每次小猫的出行，大家都会来送他。等到他们走远后，朴
乔世俊突然担心着泰奥会不会被吃掉，这可吓了战士黑兔一跳。几个小时后，这里是流浪通道的居住区，此前的银狼族正在此地把守。现在埃尔可带来了3只鸡腿，这是他们的午饭，而他们带来的经费也花光了。就在埃尔卡让埃尔科来吃饭的时候，他却显得很没有食欲。在这里等了这么多天，埃尔科有些疲倦，他问着能不能回85层，毕竟离开族群很久了。对此，银狼族长埃尔卡很是生气，他们此行背负了重任，就这样回去，该怎么面对还在挨饿等待的族人？如果不完成本次的委托，银狼族就无法获得大财主的粮食，这已经关系到部落的存亡。清醒之后的埃尔科赶紧道歉，无奈的老银狼只得叹息一下，他也明白埃尔科的心情，然后还是递上了香喷喷的鸡腿。为了本次的委托，部落给他们筹备了食物的钱，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来回报。可下一秒，埃尔卡便感受到了那股期待已久的气息。见状的埃尔可询问着族长这是怎么了，老银狼低头一望，便发现了他们委托的目标，原来是泰奥也来到了这里。这一次埃尔卡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他也一定要拿到关于草帽的情报。现在许多的商人们不禁望向了同一处，因为牛千三和牛尼四太过抢眼，一时间商人们议论纷纷。他们认出了两牛是来自米诺陶洛斯一族，在场的商人还是第一次见过99层的怪物。一想到流浪商人竟然有着这样强大的雇佣兵，他们好奇着对方是哪位传奇人物。听到有人在找能雇佣牛头怪的商人，小猫咪便得意地表示就是自己。泰奥很是自豪站了出来，他此刻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中，完全没有听到许多的质疑声。等到小猫咪回过神时，这才听到了大家说自己还做不到。闻言的泰奥很是不服气，他转身就大喊着牛千三和牛尼四，却不想刚刚还跟在自己身后的两牛，现在竟然不知去了何处。而就在附近的仓鼠摊位旁，两只牛头怪正被商人卖的卷心菜所吸引，闻着上面散发的新鲜香味，牛千三不争气的流下了口水。至于牛尼四已经在询问着价格了，但仓鼠老板却是瑟瑟发抖，被吓到的他一时间连连求饶。就在这时，小猫咪终于是找到了两牛。泰奥现在有些生气，因为他们明明是来保护自己的，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见状的牛千三立马就道歉了。一番解释之下，小猫咪也就明白了，原来他们还是第一次离开99层，所以对这些事物很是好奇。而且牛千三还有些问题，他很疑惑为什么这里要叫流浪商人通道，不应该是所有塔内的原住民都可以使用吗？对此泰奥见怪不怪，毕竟两牛一直住在99层，并不知道黑塔曾经的变动。这时小猫咪转头发现了堆积的箱子，紧接着泰奥就快速的跳到了上面。面对两牛的疑惑，小猫就展开了临时的知识课堂。原来在很久前的时候，黑塔的通道还没有命名，那时参天的大树贯穿了整座黑塔，从1至99层都遍布着分支。然而由于通道实在太多，其绝大部分的枝干都有危险，在所有人都不知道哪条通道才是安全的时候，第一个伟大的流浪商人站了出来，他创建了流浪商人协会，并且和自己的2位伙伴修剪了危险的枝干，然后再建立安全的通道。另外2个伙伴创建了佣兵协会和魔法师协会，3大协会成为了塔内的新时代。他们彼此之间达成了协议，在修建的初期，3大协会各司其职，互相提供着需要的资源，其中通道的管理便是流浪商人协会负责。另外2大协会也并没有异议，因此从那时起就被命名为流浪商人通道。小猫咪的博学让两牛纷纷为他鼓掌，得到夸赞的泰奥还说着这些就是基本常识，但其实在初级流浪商人指南的第1页就有介绍。不过虽然是流浪商人通道，可所有的黑塔居民都是可以使用的，只有其中一条付费的例外，那是独属于流浪商人的快捷通道。因为流浪商人需要去很多的地方，因此快捷的路线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个居住村就是付费通道的中心点，他们此行会从这里去到40层，然后再换乘到38层，这样时间就会得到大幅的缩减。牛千三没想到去往目的地竟然要这么复杂，而结束了讲解的泰奥并没有继续出发，因为现在是吃饭时间。听到小猫咪要带他们去吃东西，牛千三和牛尼四显得很是激动，但泰奥却是说着要带他们去鱼餐厅，还询问着两牛喜不喜欢吃鱼。然而小猫咪没有发现，此前的银狼族长埃尔卡已经朝他扑了过来。不过突如其来的危机感，泰奥还是察觉到了。下一秒，老银狼便落在了小猫的面前，他恶狠狠地看着小猫咪。见状的泰奥瞬间就害怕地缩成一团，他没想到对方会在这里等着自己。就在埃尔卡威胁小猫的时候，暴怒的牛千三瞬间挥出铁拳，一瞬间地面被砸成粉碎。不过老银狼的反应很快，这一击并没有伤到他。然而看清前方的牛头怪后，埃尔卡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认出了这是米诺陶诺斯一族的战士。这时的牛千三冷冷地询问对方身份，同时将泰奥护在了自己的身边。有了牛千三的保护，小猫咪的害怕便消失许多。随即他赶紧表示就是埃尔卡一直在追自己。明白情况之后，牛战士就准备好好收拾老银狼一顿。与此同时，上方的2只银狼也冲了下来，他们想帮助族长袭击牛千三，但还不等埃尔可和埃尔科靠近，牛尼四瞬间就来到了两狼的前方。下一秒他猛然挥出2拳，2只银狼眨眼间就被打飞。看着重重落在地面的族人，埃尔卡不禁一阵担忧。旁边的牛尼四调笑地说着，原来还有2只可爱的小狗呢。随即他还告诉牛千三，让其好好保护泰奥，接下来就由自己接手战斗。见状的小猫咪很担心，他说着牛尼四单独上会不会有危险。闻言的牛千三让泰奥放心，他们可是99层的怪兽，这些小狗根本不是对手。
而且牛尼斯可是比自己还强壮。听着牛千三的相信，加上其脸上的红晕，小猫咪又和此前一样疑惑着，想不明白的他随即就表示不需要将银狼们打死。见状，牛尼斯答应了泰奥，可能不能收住手，他自己也无法确定。前方的2只银狼终于是缓了过来，他们说着自己还能够撑住。埃尔可询问着族长接下来该怎么办，思索了一番，埃尔卡还是决定不能放弃。如果这一次不能成功，那么他们将再也没有机会。随即3只银狼便再度摆好了架势，而现在99层的牛战士和85层的银狼族即将发生战斗。与此同时的天坑之中，镰刀兔正在给推车兔修剪着毛发。不一会后，推车兔的毛发变得很是顺滑舒服。一旁的战士黑兔和朴世俊夸赞着镰刀兔。此刻也是轮到了朴世俊，他只需要将头发剪短一点就可以了。但就在镰刀兔准备开工的时候，孤敖鼻中的热气喷在了他的脸上，一时间镰刀兔的鼻子变得很痒，紧接着他就狠狠地打了一个喷嚏。然而这一下可让朴世俊遭了老罪，镰刀竟然不小心带走了一撮头发。看到这一幕的镰刀兔和孤敖惊恐不已。至于朴世俊，他还在傻傻地期待着新发型。他们是拥有继承灵魂之力的银狼一族，本应有着无上的荣誉和骄傲，然而为了生存，却也不得不选择低下高贵的头颅。如今当代的银狼族长更是为此对上了牛战士，因为如果抓不到小猫咪，部落将没有粮食来源。想到这里，埃尔卡不再迟疑，当即带着2狼一起扑向前方的对手。见状，牛尼斯没有丝毫的惧怕，蓄足力便要挥出一拳，但下一秒，埃尔可却出现在他的面前，随即便恶狠狠地咬了下去。他死死地咬住了牛尼斯要挥拳的右手，下方的埃尔科也没有闲着，对着牛尼斯的腿就是一口。此刻2狼已经钳制住了牛战士的行动。见状的埃尔卡利爪赫然往前抓去，紧接着便抓到了牛尼斯的脚。有了发力的点，老银狼准备发起致命的一击，一瞬间就咬在了牛尼斯的脖子上。短短几秒的时间，3只银狼间的配合堪比完美。可埃尔卡立马发觉了不对劲，因为口中并没有渗出鲜血的气味。牛尼斯的皮肤如同钢铁一般，他的牙齿根本无法咬穿。察觉到老银狼的震惊，牛尼斯不紧不慢地说着：“米诺陶洛斯一族的皮肤拥有极强的防御力。”话音刚刚落下，他的左拳就如狂风般砸向埃尔可，剧烈的冲击让银狼瞬间遭受重创。但牛尼斯的反击还远没有结束，他一把抓起了无力反抗的埃尔可，紧接着便猛然扔向前方。可怜的银狼被砸进了一堆木板之中。看到这一幕的埃尔科顿时着急不已，一时间他松开了撕咬。等到埃尔科反应过来的时候，却已经为时已晚。牛尼斯没有丝毫的留情，抬腿就将他暴力顶飞。还在咬住脖子的埃尔卡心中一惊，他没想到牛尼斯的战斗力强到这种程度。就在其惊讶的时候，牛尼斯赫然已经把老银狼抓在手中，下一秒便狠狠地砸在地面上。这一刻，埃尔卡明白他们已经输了，可他是真的很不甘心，还有那么多的族人在等着自己。然而牛尼斯的铁拳马上便要将他击杀。这一刻，老银狼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事，那时他的爷爷还在教育着自己，他们是黑塔中纯血的银狼一族，有着非常顶级的天赋，死后会变成灵魂，成为部落的守护神。这也是银狼一族强大的根本，他们可以继承先辈们的灵魂意志和力量，从而拥有高超的追踪和捕猎能力。正因如此，埃尔卡的祖父教育他，我们身上带着祖先们留下的荣誉，所以银狼一族无论何时都要骄傲得体的生活下去，这样才不愧对于每一位无私奉献力量的祖先。曾经的埃尔卡发誓一定要守护部落的荣誉，但意外总是来得很突然。黑塔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别的部落甚至开始了自相残杀，只为了掠夺资源。很快争斗也发生在了银狼一族，埃尔卡的爷爷为了保护他，不慎被别的狼族杀害。多年之后，曾经憧憬未来的少年已然成为了保护部落的族长。为了孩子们能好好的生活，埃尔卡不得不给大财主格利德工作，这遭到了族人们的反对。因为造成现在这个局面的正是格利德，银狼们都不赞同族长的做法，给那只卑鄙的野猪做事，简直是有辱银狼一族的荣誉。对此，埃尔卡心中就算再难受，却也反驳了族人们的话语，因为他真的没有办法了。如果不这样，埃尔卡甚至不知道部落能不能撑到明天。只要能让孩子们可以生存下去，那些曾经坚守的荣誉，他愿意就此放弃。祖先们想来也会理解自己的吧。在这期间，埃尔卡做着无数的脏活，让大财主收获了许多染上鲜血的财产。日复一日的争斗让他已经彻底麻木，唯一剩下的便是让族人好好活下去。如今也是如此，就算明知不是对手，埃尔卡还是选择了对抗99层的怪物。昏迷之中，他嘴里依旧在担心着部落的孩子们。好在牛尼斯并没有下杀手，泰奥也确认了，埃尔卡只是晕了过去。这时的牛尼斯询问要不要打断他们的腿，之后就不用再担心被跟踪了。想到这里，泰奥连连拒绝，他认为那样太过残忍。思考了一番，小猫咪决定把他们带回去，这种事情还是交给朴世俊处理最好。而在另一边的天坑之中，望着散发圣光的皮肤，镰刀兔和孤敖心中慌得不行，他们两个还在商量着该怎么解释。朴世俊这会以为已经剪好了，便要伸手摸一下，下一秒他就惊慌地站了起来，因为自己的头上竟然秃了一块。不过朴世俊自己看不到，他有些后悔没让泰奥买一块镜子。旁边的小蜜蜂女王也发现了秃的地方，见状的镰刀兔急忙朝着朴世俊道歉，不想让伙伴太难过。他连连安慰着谁都会失误的，自己只要戴上草帽就没有人会发现了。但说着说着，朴世俊就自闭了，因为根本就遮挡不住。恰好这时兔
兔子太太也来到了外面。得知情况后的他大吃一惊，随即就要给朴世俊重新修剪。虽然很伤心，不过拗不过伙伴们，回到了理发的地方，兔子太太就果断掏出了自己的剪刀。一段时间后，管理者空间中，艾琳正在惬意地看着书，可很快她的小番茄零食就吃光了。长大之后，原本的分量根本无法满足自己，但她又不敢多要，这会被农夫误以为是一只猪。然而现在也管不得这么多了。艾琳对着大号的水晶球开始呼唤着朴世俊，不过仔细一看，她发现了天坑之中的情况。这时朴世俊也看到了艾琳的消息，随即便缓缓地回过头。男人仅仅是换了一个发型，却令高贵的黑龙为之脸红。而在此之前，由于镰刀兔的失手，朴世俊的脑袋秃了一块，好在兔子太太成功补救。等到艾琳想来找朴世俊的时候，却发现他的样貌有了大改变。看着容光焕发的朴世俊，反应过来之后，艾琳顿时吃惊不已。见讯息栏上迟迟没有消息，朴世俊询问着他是不是出事了。而在管理者空间中的艾琳，现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农夫的新造型让他瞬间心动，脸上更是泛起了羞红。可这时的朴世俊还在往前凑，他的举动让艾琳害羞不已，于是急忙提示让朴世俊后退7步。不一会，艾琳终于是恢复冷静，随即就表明了自己的来意。原来他需要一些吃的东西，最好是来一点龙虾。见状，朴世俊就解释了一下，这些天水潭中的食物少了许多，龙虾的数量一直在缓慢减少，食人鱼也没有那么多了，所以最近农场也是以蔬菜为主。吃了几天，朴世俊的身体都有些空虚了，好在他可以给艾琳别的当做代替，随即拿了一些玉米。对此，管理者很是感谢朴世俊，下一秒便收下了食物。临走的时候，艾琳忍不住表示，现在的发型和朴世俊很搭配，非常的好看。紧接着就逃一般的离开了。第一次听到艾琳的赞赏，朴世俊显得很是开心，而接下来他也要继续投入工作之中了。另一边的管理者空间中，艾琳拿着食物的手都在颤抖，就连心脏也在扑通扑通的跳动着。摸着自己的龙之心，她十分的疑惑，不明白龙心跳动这么快的原因。想了一下，艾琳急忙摇了摇脑袋，她觉得应该是朴世俊突然的变化，吓了自己一跳，转身就要前去吃东西。但再次望着手中的食物，艾琳突然想到了朴世俊说的话，随即就开始在书架上翻找着。不一会，她拿起了一本厚厚的书本，其中的内容是关于料理食物的。有了这本书，艾琳此刻信心十足，她红着小脸，似乎准备给朴世俊做些什么。过了几天后，泰奥终于是抵达了黑塔38层。看到流浪商人的到来，冒险者们纷纷激动地欢迎他，而小猫咪也没有让大家失望。这一次他带来了3600颗地级小番茄，每批分400颗为一组拍卖。听到数量如此之多，冒险者们一时间很是诧异，紧接着就展开了激烈的拍卖。大家对更高一级的小番茄很是热情，短短几分钟便只剩下了2000颗。然而还不等泰奥把下一组拿出来，就有人出1600塔币的高价购买余下的魔力小番茄。如此财大气粗的冒险者，让小猫瞬间就折服了。对方还朝其他人表明自己的身份，原来他们是迈克尔派过来的人。将全部的小番茄卖出后，泰奥挥手朝着大家告别。别的冒险者就算心中不满，可始终是争不过外面的大企业家。东直他们也感叹着，小番茄的购买难度越来越大，但好在他和泰奥认识，只要通过小猫咪与朴世俊交易，想来就会拥有很多资源。就在这时，迈克尔派来的冒险家们发出了惊呼，因为原来被隐藏的种植者名字现在竟然能看到了。一时间他们好奇着，这位农夫朴世俊到底是何人。闻言，东直变得很是着急，随即一把抢过小番茄，同时告诉对方也让自己看一下。缓缓打开讯息面板，东直顿时大胆不妙，上面果然显示了种植者的名字。得知朴世俊的职业是农夫，他再次被吓了一跳。另一边的冒险者当机立断，随即招呼大家回到1层的工会营地，他们要查明朴世俊的身份，必须让其站在己方阵营。一想到本次行动能获得这么有价值的信息，领头的冒险者已经在幻想着升职了。听到对方的话，东直心中很是无奈，他不想失去拉拢朴世俊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名字的暴露意味着朴世俊的家人将会有大麻烦。对于外界的富人来说，小番茄是比珠宝更珍贵的东西。如果种植的人在塔中，他们为了垄断货源，一定会前去绑架朴世俊的家人，当做威胁的筹码。从此前泰奥的口中，东直得知了朴世俊无法出塔，那想必外界的情况他还无法得知。恰好这时小猫咪主动找上了东直，可还不等泰奥打招呼，东直便一把抱起他，随即往无人的地方冲去。来到一个空旷的区域，他还仔细地检查着四周，然后才把泰奥缓缓地放在地面，同时询问着种植者名字突然出现的原因。闻言，小猫咪便将新手保护机制和自己晋升终极流浪商人的情况说明。不过他好奇东直为什么如此紧张，对此东直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由于朴世俊的真名出现，他的家人很可能会遇到危险。在塔外，小番茄是让所有人为之疯狂的东西。原本种植者名字被遮挡，大家都不知道情况，但现在已经暴露了真名，一定会有人为了垄断，做出伤害朴世俊家人的坏事。听完东直的解释，泰奥瞬间惊慌失措，想到会被朴世俊责怪，他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见状，东直让小猫咪放心，他们工会一定会拼上全力前去保护朴世俊的家人。事情紧迫，东直想快点回到第1层。临走时，泰奥让他再帮一个忙，他拿出一筐体力玉米和敏捷胡萝卜，然后让东直带去给朴世俊的家人。本次的报酬是200颗魔力小番茄。探查完2种作物的信息，东直明白这又是能令大家争抢的东西，随即他向泰奥保证一定会把东西交付完毕的，然后两人便挥手告别了。看着眼前的这些神奇作物，东直想来也是时候把这件事
告诉他的老师了。一段时间后，在38层的通道入口处，牛千三和牛尼四正带着2狼等候泰奥。这时的埃尔卡依旧很是不服气，他不明白，难道米诺陶诺斯一族的尊严都消失了吗？想到两牛竟然给如此低级的流浪商人当保镖，埃尔卡愤怒地表示，看来那些关于99层的传说都是假的了。听银狼一直在旁边叫嚣，牛尼四很想继续揍他一顿，不过被牛千三劝住了。就在这时，泰奥飞快地跑了回来，现在情况紧急，他让两牛收拾一下，要立即回到天坑之中。听到是关于朴世俊家人的，牛千三没有迟疑，当即和牛尼四一把扛起3只银狼出发。不过泰奥看着前方的摊位，便让他们等自己一下，随后快速地拿起一串宝石项链。得知要2塔币之后，小猫咪就忍不住开口还价，如此前一样，他想让老板便宜一些。几天之后，另一边的东直已然快速地传送出塔，他全身穿着棉袄，将收集到有关朴世俊的资料全部拿给了自己的老师看。东直的老师名为泰俊，其是不死鸟公会前任会长，同时兼任帝国觉醒者协会委员。看着许久不见的老师，东直询问他的身体有没有好些。闻言的泰俊沉默了一会，随即竟直接发飙，他的头上赫然升起了火焰。想到一个可能已经爬到40层以上的人才，东直竟然对他保密，加上自己被困在这间犹如冰箱的房中，泰俊显得很是难受。见状，东直让老师不要这么生气，毕竟他自己也曾私下爬到了52层。泰俊现在想知道徒弟还有没有隐瞒信息，但内容也基本就在报告上了。不过对于黑塔农夫这个职业，泰俊和东直都是从未见过。了解完情况后，泰俊便坐了回去，看着老师手上的疤痕，东直明白他所中的火焰诅咒蔓延的更多了。对此泰俊并不在意，只是有些痒。如果不是有诅咒在，他很想立马进塔前去寻找朴世俊，和徒弟短暂的寒暄完。泰俊好奇东直前来的目的，应该不仅仅是这些事。原来东直担心别国之人会查到朴世俊的身世，所以想请求觉醒者协会帮助他一起保护朴世俊的家人。闻言的泰俊让东直放心，他们接到通知就做好了警卫，不会让别国夺走这种人才。至于保护的事情，泰俊交给东直来安排，觉醒者协会负责出人手。他还表明，在东直来之前，已经有几个国家的人前来接触，好在被他们的人拦下了。临走的时候，东直把泰奥给的报酬拿出来，这是他送给老师的礼物。有了这些小番茄，或多或少会对火焰诅咒有效果。这还是泰俊第一次真正的拿到魔力小番茄，随即他毫不犹豫地放进嘴里，和传闻中的一样，味道确实很好。告别完老师，东直就将小猫带来的蔬菜送到了朴世俊的家中。见状，一家人都感到很疑惑。不过朴世俊的弟弟事实一眼就认出了减肥大热门的小番茄，东西送到，东直便将现在的情况说明。由于盯上朴世俊的人很多，他们也会因此受到危险，而觉醒者协会想担任保护的工作，所以东直建议朴世俊的家人尽快搬家。闻言，世俊的父母有些愣住了，他们房子的贷款都没有还完，又能搬去何处？对此，东直表示他已经在另一处地方准备好了房子，得知是前去知名的豪华小区。事实好奇附近是不是都住着大明星？东直说着他们搬过去是住在自己家旁边，不过他的女儿士拉确实是帝国知名女团月光精灵的成员。听到这里的事实不由得一惊，因为月光精灵是国内最火的团队，一想到东直是自己偶像的父亲，他瞬间就拜了下去。最后在东直的劝说下，朴世俊的家人便接受了搬家的建议。而在另一边的黑塔管理者空间中，艾琳正看着食谱做菜，随着他撒下一样又一样的珍贵材料，锅内瞬间冒出了强烈的金光，这光芒让艾琳都不敢直视。等到光线消失，她低头一看，不禁开心不已。与此同时，天坑外面的大葱终于是长了出来，这是朴世俊在2周前种下的，现在终于是能收获了。他很好奇在洞外的农作物是否也是一件道具，缓缓地割下一根叶子，然而却没有什么提示。朴世俊还以为种植出的是普通蔬菜，可战士黑兔这时指了指大葱的根部，明白他的意思后，朴世俊就将大葱连根拔起。果然很快系统就传来了消息，他收获了解毒的大葱，其的等级更是达到了 C 加，不仅味道更好吃，还能解除 C 加以下的毒素和提高肝功能。读完全部的信息，朴世俊显得很是激动，接下来就是品尝一下味道如何了。随即他和小黑兔便赶紧吃了几口，但经过他们的一致评价，和以前吃的大葱并没有什么区别。由于身上没有中毒，所以解毒的效果暂时无法得知。好在让肝功能更活跃，这点应该会对喜欢喝酒的人有大帮助，毕竟长期喝酒很伤肝，想来拿出去大卖并不是问题。这时旁边的铁锹兔前来寻找朴世俊，原来是到了吃饭的时间，可水潭中却已经没有鱼和龙虾了。见状，伙伴们都很沮丧，唯一的蛋白质来源就这么没了。无奈之下的朴世俊也只好表示最近只能暂时不吃肉了。就在大家难过的时候，艾琳却突然出现，她表示为了庆祝朴世俊进塔超过200天，特意亲手准备了纪念礼物，随即便发布了任务，内容是上交1枚小番茄，报酬是艾琳的礼物。紧接着一口大铁锅便掉了下来，然而其中的东西却让朴世俊黑了脸，原来里面装着满满一罐的黑暗料理，这是艾琳龙生做的第一道菜，可上面提示喝了会中 C 级毒素。看着系统的讯息，朴世俊很快明白这竟然还是一件道具，
去。艾琳表示做得太认真，现在她有些累，还告诉朴世俊这是她用心做的，一定要吃完，如果不吃完的话会死的。随即就睡了下去。见状的朴世俊顿时傻眼了，他着急地询问着艾琳的话是什么意思。等到艾琳彻底消失后，朴世俊转头看向小伙伴们，他想知道大家要不要和自己一起尝尝。闻言，小兔子们赶紧逃离了这里，被伙伴们抛弃。朴世俊不禁泪眼汪汪。女王蜂闻到气味后，更是直接来到了洞外。至于好心的黑龙，现在却是在美滋滋的休息了。就在这时，旁边的战士黑兔想到了什么，随即赶紧呼唤朴世俊，紧接着他就拿起了刚刚收割的解毒大葱。见状的朴世俊恍然大悟，只要吃下大葱 ，C 级毒素便会迎刃而解。就算这锅汤的卖相很是难看，可至少现在能保证喝下去不会死。快速的吃下大葱，获得毒免疫后，朴世俊就准备开动了。他还在期待着味道不是很差，随即就勇敢的咬了一勺，但仅仅是用舌头触碰到，朴世俊瞬间就受不了，下一秒便直接喷了出来。突如其来的变动可把小伙伴们吓了一跳。至于朴世俊，他已经在嗷嗷的乱吐了。虽然想过会很难吃，不过吃下去的时候，那强烈的臭味还是让朴世俊难以下咽。他现在很怀疑艾琳这只长翅膀的猪是不是想暗杀自己，但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朴世俊还是决定全部吃完，毕竟能获得非常多的经验。一口闷的时候，他一直在暗示自己在吃大餐，怎料刚刚见底，里面却是一条活生生的鱼，这当场就把可怜的农夫吓了一跳，手中的大锅也翻了出去。更加不幸的是，翻出去的大锅带着残留的毒素进入了水潭之中。见状，农场的小伙伴们纷纷傻眼了，而喝完汤的朴世俊也成功获得了属性点和经验。就在他以为结束的时候，讯息栏突然爆出了一堆的消息，其中的一条是任务，内容是让朴世俊抵挡巨型电鳗。快速的读完全部信息，他顿时感到惊讶，为什么会出现巨型电鳗？拿完奖励，这回朴世俊和小伙伴们趴在水潭边，现在里面的水已经被污染了。对于这个结果，推车兔很不满。见状的朴世俊赶紧道歉，惊慌之下他也没有办法，接下来的时间看来是不能饮用里面的水了。虽然兔子一家的水壶足够大家生活，可残留的毒素流入了水潭洞口，如果龙虾和食人鱼被毒死，他们就真的失去了蛋白质来源。但刚刚任务提示有不明电鳗，朴世俊推测在水潭洞的另外一边有着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不知道最近鱼类变少是不是里面出了问题。这时朴世俊来了洞里，只要他们能想办法获取水潭洞内的信息，那么就可以有更多的蛋白质来源。听到朴世俊的话，战士黑兔已经在跃跃欲试了，看着他想游进洞中，朴世俊当即就阻止了。就算吃了解毒大葱，可这个洞口太小，一旦被卡住出不来，届时解毒时间一过，加上还有电鳗，很有可能遭遇危险。虽然知道小黑兔是为了大家着想，但朴世俊不想让他出现意外，随即就说着等到毒素散了之后再做打算吧，同时安慰大家存储的食物还有很多，不需要担心。闻言，小伙伴们也纷纷振作起来，接下来大家还要一起努力劳作。与此同时，在黑塔99层的传送水晶处，牛魔王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牛千三的归来。他现在有些怀疑牛千三是不是忘记自己交代的事情了，转头询问了一下旁边的牛武，他这才得知派出去寻找牛千三的牛尼四也没有回来。思考了一下，牛武担心他们因为寻找青草闯入了深红巨熊或者毒蜜蜂的领地遭遇了危险，毕竟这些都是极其危险的怪兽。对此牛魔王倒没有很担心，牛千三和牛尼四都很强大，不会轻易被打败的。但牛武的话还是让他很在意，随即起身表示让牛武召集他的手下来这里，期间这个位置就交给牛武暂时代管。牛魔王准备亲自去找回2个消失很多天的族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天坑外面堆满了许多的大葱叶，这是给牛千三和牛尼四准备的，足够10只米诺陶诺斯吃了。看着高高的草堆，孤敖很是开心的跳到上面，这软绵绵的感觉让他很舒服。随即朴世俊就建议让他们带些回去垫在洞穴当做床使用。恰好这时草帽的技能祈愿丰收发动，下一秒刚刚被收割的大葱全部冒出绿芽，而且接下来的1周内，这片大葱地的产量将提升50%。本来大葱的生长速度就很快，现在有着祈愿丰收的加持，这速度简直肉眼可见。于是朴世俊开心的回头，而镰刀兔则是信心满满，他会帮朴世俊一起收割的。就在这时，艾琳终于是休息好，她询问自己做的营养汤有没有喝完。见状，朴世俊展示了一下身材，多亏了艾琳的汤，让他成功升级变得更强壮了。紧接着艾琳还询问味道怎么样，对此朴世俊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看农夫迟迟没有给出评价，他显得很是失落。随即朴世俊急忙说着味道很好，大家都很喜欢喝。得到肯定的艾琳当即就准备再去做一锅，这可把朴世俊吓了一跳，同时解释着此前艾琳就说过，做完之后他累到直接睡觉，自己只要能和艾琳对话就已经很开心了，不想他费力的去做食物，以后料理全部就交给自己。为了能让艾琳答应不再做黑暗料理，朴世俊的脸上写满了真诚。另一边的艾琳没想到农夫会为自己着想，他现在开心的不得了，心中也是更加的喜欢朴世俊。而得到艾琳不会再做的回答，朴世俊简直高兴坏了。如果继续下去，自己有一天真的会被毒死。然而还不等朴世俊松一口气，地面突然发生了剧烈的抖动，大家都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下一秒感受到危险的熊妈妈当即严阵以待，只见在前方的大葱地中，赫然是99层的区域 BOSS 牛魔王。朴世俊感到很是意外，对方的气息和之前的米诺陶诺斯有着很大的区别。至于牛魔王，找不到族人的他，怒气已经无法压制，镇守黑塔99层的顶级怪兽牛魔王，此刻竟对着大葱散发爱意。
这让如临大敌的伙伴们纷纷看傻了眼。而在此前，来到天坑的牛魔王当即发出怒吼，强大的气息险些让朴世俊和伙伴们站不稳，更是为此捂住耳朵。而熊妈妈则是将大家护在身下，看着牛魔王就这样冲过来，朴世俊他们显得很是慌乱。这时的管理者艾琳发来讯息，他告诉朴世俊，对方是守护99层传送水晶的 BOSS 牛魔王，但为了守护领地，他们是不能离开的。看到管理者的话，朴世俊这才得知，原来对方就是挡住自己下去的怪兽。可关于牛魔王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艾琳也很是疑惑，于是他表示会前去沟通一下。此时的管理者空间中，艾琳正翻阅着爷爷凯撒留下来的书本，上面明明记录着守护 BOSS 是不能离开领地的，但现在情况紧急，他立马使用管理者的权限，想召唤牛魔王对话，怎料下一秒却被黑塔提示无法执行，这可让艾琳傻眼了。沟通失败的情况她还是第一次遇到，无奈之下的艾琳赶紧把消息告诉朴世俊，而小兔子们已经很是害怕了，连管理者都无法沟通的话，又有谁能阻止眼前的怪物？至于熊妈妈，她已经准备好迎战了。听到熊妈妈的声音，朴世俊他们很是担心，于是赶紧让深红巨熊一起逃跑。BOSS 级别的牛魔王不是他能对付的。然而熊妈妈没有退缩，依旧挡在了大家的前面。下一秒，牛魔王的蹄子狠狠发力，紧接着一跃来到了空中，伴随他的强大压迫感袭来，农场的小伙伴们纷纷以为要完蛋了，就连艾琳也慌了神。这一斧子下去，朴世俊可能会直接消亡的。仅仅一瞬间，熊妈妈就已经扑上去了，怎料牛魔王的斧头却是落在了地面。发现没有受伤的朴世俊惊讶的回头，他很是不解，因为牛魔王的目标竟然不是他们，而是朴世俊和伙伴们给两牛准备的大葱。此时的牛魔王美美的吃了一口葱叶，随即忍不住舒服的大叫起来。自从牛千三带来的食物吃完后，他也和族人一直都在饿肚子。看到这一幕的大家呆住了，朴世俊更是忍不住吐槽，这完全不像一只强大的怪兽，反倒是一头爱吃大葱的牛。不过他们也不敢前去打扰牛魔王，就这样静静的看着对方大口大口的进食。但很快，牛魔王似乎想到了什么，随即一把抱起大片的葱叶，紧接着用嘴巴叼起自己的斧头，然后在朴世俊的惊呼声中，这只强大的99层守护 BOSS 竟然直接当起强盗跑路了。望向越跑越远的牛魔王，艾琳便明白他这是要回到自己的领地了。直到牛魔王彻底消失，大家终于是松了一口气，刚刚真是把他们吓坏了。平复心情后，朴世俊很是感谢熊妈妈的保护，面对这样的怪兽，他并没有半点退缩。虽然伙伴们都无一受伤，可农田却遭到了惨重的破坏。随即朴世俊和小兔子们就开始收拾起来，劳动了这么久的成果变得一团糟，大家心情都很是低落。见艾琳担心自己，朴世俊先是谢谢他，紧接着却表示现在自己还是有些开心的，如果早知道对方爱吃大葱的话，他应该就带着葱叶前去拜访牛魔王了，那样说不定还可以出塔。因为之前从牛千三和艾琳那里得来的讯息，米诺陶诺斯一族是相当重视荣誉的，身为他们的大王想来更是如此。听完农夫的话，艾琳想到了此前牛千三的经过，难道牛魔王也误以为这是没有人要的东西吗？而朴世俊则是露出了邪恶的笑容，破坏了这么大的农田，还抢走他们的作物，该让牛魔王赔偿多少塔币好呢？不一会后，朴世俊就把食物做好了，今天得赶紧解决午饭，稍后要继续收拾被牛魔王弄乱的地。但面对全部是素的食物，兔子宝宝们纷纷闹腾起来。最近因为没有肉，他们一直闹得十分厉害。对此一旁的兔子太太也很无奈，于是朴世俊就示意了一下旁边的孤鳌，如果你们不好好吃饭的话，等到蓝月降临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长大成为漂亮兔子的。有了孤鳌当做榜样，兔子宝宝们这才乖乖的吃饭。至于不挑食的小熊，朴世俊当然要好好的夸奖他了。可让他疑惑的是，最近孤鳌没有很明显的长大。朴世俊想来只有两种可能，要不就是孤鳌吃的还不够，又或者是他生病了。就在朴世俊逗弄着孤鳌的时候，泰奥终于是赶回了天坑之中。听到他的声音，朴世俊顿时开心不已，但转头一看，他很好奇牛千三和牛尼斯扛着的是什么。随即牛千三解释道，他们三个是银狼一族的。泰奥这时跳到了朴世俊的肩上，小猫表示此前就是这三只银狼袭击自己，好在已经被牛尼斯制服，由于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带来让朴世俊决定。见状的朴世俊便想询问一下，奈何他们还在睡觉。原来是路上的时候埃尔卡太吵，所以牛尼斯把他们都打晕了。这时小猫咪也注意到了身后的农田，他好奇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乱。随即朴世俊直接和两牛说着，刚刚牛魔王来过这里。听到农夫的话，他们顿时很担心，不明白大王是怎么知道自己在这里的。不过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吃饭，这件事稍后再详细的了解。紧接着两牛便开心的前去干饭了，徒留下朴世俊和小猫看守银狼。此刻泰奥正想告诉朴世俊重要的事，怎料下一秒老银狼埃尔卡却突然站起身，这股危险的气息让朴世俊和泰奥连忙回过头。好在千钧一发之际，孤鳌猛然击退了埃尔卡，这才没有让他们受伤。现在孤鳌死死地盯着面前的敌人，而老银狼真是狡猾到了极点，竟然趁着两牛的离开发难。但孤鳌的力量让埃尔卡明白，这又是一个大麻烦。可就在这时，泰奥连忙提醒朴世俊，他的草帽竟然消失了。紧接着埃尔可和埃尔科也瞬间跳走，而听到声音的两牛也折返回来。然而草帽赫然出现在了埃尔卡的爪子上，拿到东西的老银狼已经无心恋战。见状的朴世俊和泰奥都不禁感叹对方的狡猾。前方的老银狼则是赶紧提醒埃尔可和埃尔科，但他们还没有跑出几米，却突然被前方的庞然大
大雾挡住。几只银狼的行为无疑将深红巨熊激怒了，而看着熊妈妈的样子，埃尔卡他们顿时不敢有所动弹，因为三狼赫然已经被吓傻了。紧接着深红巨熊猛然砸向地面，虽然并未直接对银狼出手，却也给他们带来无尽的恐惧，就如同埃尔卡之前吓小猫咪一样，现在的深红巨熊同样对着他怒吼。见状的老银狼立马放下了草帽，同时表示自己投降了。很快朴世俊拿回了草帽，简单的拍拍灰尘，他就重新戴了回去。好在刚刚抢夺的过程中，草帽没有任何的受损，接下来就是处理银狼们的时候。然而在朴世俊和小蜜蜂女王的前方，不管是熊妈妈和孤敖，又或者是两牛，他们对3只银狼都很是生气，其中牛妮丝后悔之前没有打断他们的腿，熊妈妈则是表示支持他，快速的走上前。小猫咪得知了孤敖的意思，因为他觉得应该把狼吃掉，这可把朴世俊吓了一跳，于是他赶紧安抚了一下孤敖，还让小蜜蜂女王帮个忙，为孤敖准备一些蜂蜜吃。等到小熊跟着小蜜蜂女王离开后，朴世俊示意大家都先消消气，坐下来好好谈一下。闻言的伙伴们也就稍稍冷静了一点。见状的埃尔卡感到不可思议，他好奇着朴世俊的身份，为什么这些强大怪物会听他的？至于旁边的埃尔可立马害怕的捂住眼睛，因为他想到了流传在黑塔中的故事，能让99层怪物听话。他害怕的说着，朴世俊一定就是黑色的龙，黑塔之中一直都有着传说，伟大的黑龙掌管着99层，是黑塔真正的统治者。可埃尔卡怎么看朴世俊都是一个很瘦弱的人类。紧接着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那就是伟大的黑龙在故意示弱。现在朴世俊终于是开始询问，他想知道为什么银狼族要找泰奥和这顶草帽。然而下一秒埃尔卡却是带着族人匍匐在地，同时还真诚的道歉，表示自己不知道小猫咪是伟大黑龙的下属。闻言的朴世俊有些愣住了，他不知道对方口中的黑龙是在称呼谁。与此同时的管理者空间中，看着天坑变故的艾琳突然来了兴致，因为他想到了一个好玩的游戏，随即连忙向朴世俊发出了讯息。艾琳表示要朴世俊代替他展露黑龙的威严，这对蛰伏银狼也很有帮助。而看到艾琳上面说的代替自己，朴世俊终于明白，原来艾琳不是一只会飞的猪，而是一只恐怖的黑龙。但想来也是如此，毕竟他能给自己发放任务和奖励，既然假装黑龙展示威严能让艾琳开心，随即朴世俊就开始狐假虎威起来，同时他用一副自以为很是嚣张的表情，然后大声地告诉银狼自己就是黑龙。见状的3只银狼败得更加下去了，旁边的两牛则是有些傻眼，而朴世俊的行为让艾琳简直有些不忍直视。现在牛千三还疑惑地询问朴世俊黑龙的身份是真是假，对此牛妮丝感觉他有些太傻，小猫自然也是明白朴世俊是装的，可刚刚朴世俊的模样让他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不过泰奥也很上道，既然自己是黑龙的下属，那么也就应该更加嚣张一些。此刻埃尔卡再次真诚道歉，他明白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但还是希望能获得一次原谅的机会。见状的朴世俊说着，他愿意破例原谅银狼们，不过条件是支付1万塔币，这些钱是为了弥补泰奥受到生命危险的补偿。这个巨大的数字无疑将3只银狼都吓到了，旁边的小猫咪则是被莫名的感动，他没想到自己在朴世俊的眼中会如此珍贵。紧接着朴世俊赶紧提示了泰奥，让他准备一下合同。对此老银狼阿尔卡表示他们没有这么多的塔币。闻言的小猫咪很是生气，泰奥说着没有钱的话那就用身体作为偿还。他的话让埃尔卡很疑惑，随即小猫咪解释就是接下来的时间留下来工作。对此旁边的埃尔科急忙提醒族长，因为埃尔卡和大财主格利德还有着合同，无奈之下的老银狼只得继续求饶道歉。至于签下合同在这里工作，他们可能是无法做到的，这使得朴世俊和泰奥有些不敢相信。管理者空间中的艾琳也很生气，因为朴世俊现在假扮的是黑龙，而银狼竟然拒绝了这个提议。好在朴世俊并未生气，他微微一笑，然后询问着埃尔卡拒绝的原因。思考了一番的老银狼随即娓娓道来，原来他们部落所在的85层由于长期干旱，现在粮食非常短缺，所以如他们这些强壮的族人就会前来为大财主工作换取粮食。而这次大财主格利德发布的任务正是找到被偷走的草帽，现在由于任务失败，如果接下来他们还舍弃原本的合同在这里工作，那么部落的食物来源一定会被切断的，所以埃尔卡不能答应朴世俊的提议，这会使幼小的族人们饿死。对此朴世俊却突然询问了老银狼的名字，得到告知后，他让埃尔卡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缓缓地朝旁边看去，再加上朴世俊的解释，埃尔卡这才明白前方是一大片的耕地。这时的朴世俊说着，合同他会加上别的条件，这1万塔币由整个银狼部落一起支付，而朴世俊还会提供食物给整个银狼部落吃。随即还询问现在埃尔卡是否愿意，不过还不等老银狼开口，埃尔可和埃尔科都开心不已，因为这样以后都不用给那只野猪工作，同时还能保住性命，并且还有饭吃，于是他们就答应了为农场工作的提议。埃尔卡很是感谢朴世俊，现在事情终于得到圆满处理，伙伴们都显得很是开心。对于这个结果，艾琳也是没有想到的，可她也认为朴世俊的处理方法很好，随即还大大的夸赞了一下农夫。很快合同也就写好了，等到双方按下手印，再经由黑塔的见证，银狼们也就成为了泰奥的下属，负责接下保护小猫咪的安全。这时的泰奥还带着3只银狼前去打招呼，小猫表示牛千三和牛尼四是他们的前辈，以后要更加的尊重两牛。至于朴世俊，他现在考虑着埃尔卡口中的大财主格利德，对方想来是塔中的大人物，今后很有可能还会有所交集。有了下属的猫咪很开心，他让朴世俊帮自己准备一些
烤鱼，要和银狼们一起美美的吃一顿。然而朴世俊的回答却让太奥傻眼了。得知水潭中没有鱼后，小猫咪当即躺在地上大闹，还表示如果没有鱼他就要罢工了。对此朴世俊也很无奈，他已经在尽力想办法了。好在经历了最近的稀释之后，水中的毒素基本也就消失了。现在朴世俊询问战士黑兔准备好没有，闻言的小黑兔信心满满，而接下来他们就要正式探索水潭的另一端了。随即他拿起木锤凌空一跃，下一秒便将洞口上方的岩石打碎，伴随着石头的落下，通往神秘水域的洞口也就出现了。现在洞口变得很大，已经不会被卡在其中。接下来小黑兔毫不犹豫地潜了下去，但很快就游了回来，因为里面太过漆黑，导致他什么也看不见。见状朴世俊也明白，看不清的情况下，就算出现危机，小黑兔也来不及躲避。于是朴世俊就询问泰奥有没有什么能照明的东西。这回的小猫咪还在和兔子宝宝们玩耍，听到朴世俊的话，泰奥就开始翻找着自己的背包，他不确定有没有类似的东西。为了更方便的寻找，小猫将全部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其中的一块紫色项链吸引了朴世俊，这是泰奥此前在商人通道中购买的。讯息显示这是一块有划痕的一级项链，其余的都是未知内容。随即朴世俊想到了艾琳，他让管理者帮忙鉴定一下，仅仅是拿回去不到几秒，艾琳就表示这件物品很适合现在用，这也让朴世俊有些期待。然后他赶紧把一筐的小番茄交给了艾琳。很快鉴定结束，讯息表示这件道具名为光明项链，而且经过鉴定后，项链和原本的样子简直天差地别。这枚光明项链的作用便是照明，使用者的等级越高，光线便会越强。看完全部的效果，朴世俊赶紧和伙伴们报喜，有了这个就可以看清楚洞中的环境了。见状的泰奥表示有帮助的话，他能不能获得更多的泰老板时间？闻言的朴世俊一把牵起小猫的双爪，果然泰奥的爪子能带来好运。鉴于小猫咪长期以来的优异表现，朴世俊决定让他的职位重回泰老板，不再需要临时的时间，而且从今天开始，泰奥也是农场销售的最高负责人。随即朴世俊再次夸赞着小猫咪，闻言的泰奥很是开心，从他被降职开始，今天总算是再次成为正式的老板了。同时为了庆祝小猫的晋升，朴世俊表示他获得了1天的董事长权限。紧接着泰奥就下达了指令，让大家利用项链将鱼重新带回来。而战士黑兔和朴世俊此刻全都信心满满。这时朴世俊先实验了一下光明项链的作用，它确实如讯息中一样，戴上之后就会散发出光芒，想到等级越高效果越强，他就摘下拿给战士黑兔试试。果不其然，当小黑兔戴上后，散发的光芒简直是朴世俊的无数倍，亮得他甚至睁不开眼。虽然早就知道结果，可差距这么大，还是让朴世俊有些难受。不过按照这个光线，想来进入洞中就不会看不清了。而为了以防万一，朴世俊又让小黑兔再吃一些解毒大葱，同时给他编了一条大葱安全绳，随即告诉战士黑兔一定要死死地抓住安全绳，遇到危险的时候只要快速拉2下，自己就会立马将它拉上来。想到木锤在水下不方便，朴世俊还给了小黑兔一把匕首和一个袋子。这下全部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战士黑兔信心满满地朝着朴世俊挥手后，随即在外面深吸了一大口气，下一秒他就毫不犹豫地钻进了水里。洞中和朴世俊想的一样，是链接另外一处生态系统的通道。仅仅是游了10多秒，战士黑兔就发现了一处亮光，于是他加快了向下潜的速度，很快也就来到了破开的石壁旁。从里面出来后，这竟然是一处庞大的水域。战士黑兔还从未见过这些东西，他显得很是好奇。就在小黑兔的附近，有着许多鱼类，有乌龟，还有着鲨鱼，更是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鲸鱼。不过小黑兔明白，自己此行是来寻找龙虾和鱼，或者是能吃的肉类。四周看了一会，他发现了前方的巨物，而且旁边还漂浮着许多龙虾和鱼。望着从中散发出的有毒物质，战士黑兔当即明白，他们这是吸入了大锅中的毒素。现在战士黑兔将目标放在了巨大的电鳗身上，靠近之后，他就将匕首拿了出来。接下来战士黑兔从电鳗的上方往下割开，这时里面却突然散发着光芒，从中竟然有着一团金色的东西。见状的小黑兔很是疑惑，于是他用手缓缓地伸了进去，而这居然就是电鳗的内胆。获得这么好的东西，战士黑兔已经幻想着获得朴世俊的表苗，随即他就将内胆放进了袋子中，然后还拿出了一条大葱绳绑在了电鳗的身上。小黑兔打算把电鳗带回去当做食物，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受到一股危险的气息，下一秒一条巨大的鲨鱼猛然出现，更是张开大口要吞下电鳗。见状的战士黑兔已经有些吓到了，好在大白鲨的目标只是电鳗，这才让他逃过一劫。但小黑兔绑住电鳗的大葱绳被拉动，突然的变故让战士黑兔瞬间溺水，幸好鲨鱼锋利的牙齿将电鳗一分为2，因此小黑兔并没有被带着走。拼着最后的一点力气，战士黑兔终于是快速的拉动着安全绳。另一边的朴世俊感受到后，随即急忙的让大家准备好，紧接着所有人一起发力。下一秒朴世俊全力拉动着绳索，小兔子们也没有闲着。很快在大家的努力下，小黑兔就被拉了出来，可他的情况十分不好，这让朴世俊惊慌失措。他大声的呼唤着战士黑兔，但小黑兔却依旧闭着眼睛。见状一瞬间大家都被吓到了，纷纷担心着战士黑兔的情况。
眼看情况紧急，朴世俊也顾不得许多，随即将帽子递给了女王蜂保管，然后他就准备给战士黑兔做人工呼吸。怎料下一秒，小黑兔突然睁开眼，随即还被朴世俊的模样吓喷了。不过好在战士黑兔终于是醒了过来，健壮的兔子夫妇赶紧抱住自己的孩子。此刻的朴世俊也很是开心，但战士黑兔则是责怪他，因为刚刚差点就被朴世俊亲了。眼看战士黑兔如此的嫌弃自己，朴世俊有些不忿，毕竟他也还是初吻。而管理者空间中的艾琳则是被天坑中的一幕逗笑了。不管如何，战士黑兔能平安回来就是最好的结果。可朴世俊却觉得嘴里有点咸。这时的艾琳发来了讯息，她表示小黑兔可能是进入了次元之海，那是位于每个楼层之间的东西，但碍于海中强大的怪兽，所以都是使用安全通道穿梭楼层。不过也会有水流向次元之海，就如同天坑中的水潭，生活着各种各样生物的次元之海，除了怪兽也还有着许多鲜美的东西。现在朴世俊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天坑水潭会出现海洋生物了。等到小黑兔休息完，朴世俊激动地询问里面有没有可食用的鱼类。闻言的战士黑兔就打开了袋子，随即从里面掏出了一团金色的东西。讯息显示，这竟是巨型电鳗的内胆，它的等级是 A 级，如果食用将会获得雷雨相关的技能，不过最低的使用限制是自身法力值达到10点。看着上面的资料，朴世俊更加的激动。难道战士黑兔找到了一条巨大的电鳗吗？对此，小黑兔肯定的回应着。紧接着，他还主动拾起安全绳。随着战士黑兔的猛然发力，此前被他拴好的鳗鱼残躯就被带了出来。健壮的小伙伴们纷纷看傻了眼，推车兔更是流下不争气的口水。而且鳗鱼出水后，还有许多的食人鱼和龙虾涌出来，看样子他们是被鳗鱼身躯吸引的。不一会的功夫，整个水潭再一次装满了优质海鲜。这时，朴世俊一把抱起战士黑兔，他和伙伴们很是感谢小黑兔，如果没有他的勇敢，那么农场就很难再次获取蛋白质来源。为了庆祝今天的收获，朴世俊决定办一场宴会，好好庆祝一番。过了一段时间后，食物也就全部做好了。可现在朴世俊却得知自己的家人有危险，泰奥表示这是东直告诉他的，而且东直还承诺保护好朴世俊的家人。对此，朴世俊有些烦恼，他还真没想到小番茄会这么火。想了一会，朴世俊告诉小猫，等下次的时候让他询问一下保护的详细方案是什么。至于金东直帮了自己很多的忙，朴世俊决定感谢一下他。听到泰奥说东直喜欢小番茄，随即朴世俊就想下次送给他一些作物当报偿。聊完正事，朴世俊就开始要喂小猫吃猫条，可途中却让鳗鱼内胆掉了出来。健壮的朴世俊这才想起来，资料上有介绍，吃下这个就能获得一个新的技能，而且还是关于雷雨方面的。闻言的泰奥很是担心，如果是静电的话，他会非常烦恼的。自从进塔之后，朴世俊学习的都是农业方面的技能，如果获得雷电相关的，他应该会更像一个冒险者吧。看到朴世俊这么开心，小猫咪就催促着他赶紧吃下去，却不想朴世俊很难过的表示自己现在还吃不下去，因为使用内胆有10点法力的限制，可他目前的法力值只有8.05。听到朴世俊的话，泰奥当即展开了无情的嘲笑，毕竟这实在太弱了。健壮的朴世俊立刻恼羞成怒，他认为小猫的法力也高不到哪里去，不过泰奥却表示不会告诉他自己的法力的。小猫咪的模样可把朴世俊气坏了，随即他快速的掏出光明项链，然后戴在了泰奥的脖子上，只要光线不强，也就证明小猫咪的法力很低。怎料下一秒，光明项链散发出强光，连孤敖都感觉到刺眼。现在自取其辱的朴世俊浑身颤抖着，原来整个天坑最弱的就是他自己。这时的孤敖还示意一下自己的嘴巴，不过却被朴世俊拒绝了，因为项链是不能吃的。另一边的牛千三和牛尼四还在美滋滋的吃葱叶，而3只银狼则是有推车兔送来的烤鱼。对此，埃尔卡很是感谢他，其余的小兔子们也在享受着美食。这时的朴世俊走了过来，他询问这些食物合不合胃口。见状，3只银狼先是对朴世俊行礼，随后纷纷夸赞着烤鱼的味道很好，他们感谢伟大的黑龙带来的恩典。但朴世俊还是注意到了老银狼的表情，他说着：“埃尔卡应该是想念85层的族人了吧？”闻言的埃尔卡没有反驳，他确实担心族人们没有饭吃。朴世俊则是告诉埃尔卡，很快蓝月就要降临，到时候他就可以回去了。这段时间，只要他们在天坑中帮忙，就会送许多的烤鱼给埃尔卡带走。而接下来要进行种植和收获堆压的作物，这需要他要带着银狼们一起帮忙完成。对此，小猫咪一口答应下来，随即就带着埃尔卡他们出发了。牛千三和牛尼四，朴世俊则是需要他们帮个忙，将自己带去一个地方。闻言的牛千三很是疑惑要去何处，下一秒朴世俊语出惊人，他说着要让两牛带自己前去找牛魔王讨债。此话一出，牛千三和牛尼四瞬间就被吓得目瞪口呆。与此同时，在99层的传送水晶处，许多的牛头怪们纷纷吃上了葱叶，他们已经太久没有吃过东西了。牛魔王带回来的葱叶得到了牛群们的高度喜欢，然而牛魔王却没有因此开心，他显得很是郁闷。自己一开始是前去边境寻找两牛的，路上还遇到了红色的熊和别的生物，但由于太久没有看到鲜美的草，所以牛魔王当时变得兴奋无比，就把所有事情全部抛开了。现在想起来，他就知道自己应该是当了一回小偷，按照惯例的话，他应该要被取消牛战士的资格，可好在此行有了巨大的收获，也可以将功抵过了。
而且那片土地的作物明显是有人特意种植的。但回想起当时遇到的生物，牛魔王也记不清到底谁才是种植的主人。思考了一番，他终于确定了，牛魔王认为就是旁边的那只白兔所种下的。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红色的熊会和农民白兔在一起，可身为牛战士的王，他更不应该偷东西的。但牛魔王是99层传送点的守护者，允许离开的时间只有1小时。好在每次蓝月降临都会重置这个时间，尽管时间不多，牛魔王还是决定蓝月过后就去用钱偿还抢来的草。毕竟好不容易找到食物来源，他也需要持续交换，让族人们获得食物。不过现在有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牛魔王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付多少钱合适。但他不知道的是，朴世俊已经准备前去见他了。不过在走之前，他需要和伙伴们一起把成熟的作物收割，加上尽量种植更多的作物。干了一会之后，朴世俊便热得不行。蜜蜂女王也很贴心的帮他拿着草帽，随即朴世俊就继续收割小番茄。而在每月辛勤的劳动下，他的职业等级竟然提升到了 C 级，这让朴世俊很是意外。没想到忙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还有这样意外的惊喜。同时讯息提示，他的职业特性也得到了强化，更是获得了隐藏技能自然的朋友。这是一种与自然亲近的天赋。他还有一个特殊的效果，那就是和语言不通的动植物沟通变得顺畅。看到这个效果，朴世俊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他试探性的叫了一下兔子先生。听到声音的兔子先生就回应了一下，这可把朴世俊惊得摔了一跤。起身的他赶紧让兔子先生再回应一次。见状，旁边的镰刀兔很疑惑，他询问着世俊叔叔是不是有什么事。这个称呼让朴世俊很是开心，于是他一把就抱起了镰刀兔，被莫名其妙的揉了一顿。镰刀兔表示要动用镰刀了。闻言的朴世俊一把抓住他，说着：“你还想和上次一样弄掉我的头发吗？”此话一出，瞬间轮到小兔子们傻眼了。难道他们之间的语言互通了吗？这时朴世俊终于开心地宣布，他获得了新的技能，拥有和自然界生物沟通的能力。确认之后，兔子先生和镰刀兔很是激动，于是他们赶紧让大家聚过来。听完两兔的解释后，兔子太太也很是惊讶，她没想到世俊终于是能听懂大家说话了。不过很快她又怀疑地询问丈夫，该不会是世俊又去捡奇怪的东西吃了吧？直到朴世俊亲自和兔子太太说话，她这才明白大家的语言已经互通了。战士黑兔更是激动，他一直以来都有许多的话要和世俊叔叔说。朴世俊和伙伴们是一样的，都憋着数不清的话，要互相和对方倾诉。而旁边的女王蜂则是害羞的叫了一下，她断断续续的询问朴世俊真的能听懂吗？对此朴世俊轻轻抚摸女王蜂的脑袋，然后肯定告诉她这是当然的，自己能清楚的听见她说的每一个字。农夫的话让女王蜂喜笑颜开，随即开心的扑到了朴世俊的身上。其他的毒蜜蜂们也纷纷跟着一起。今天是朴世俊最开心的时候，他告诉伙伴们得赶紧把这个消息也传达到洞外。兔子先生则是贴心的把草帽递过来，等到朴世俊戴上后，讯息面板却再次出现，因为他的等级提升，所以圣者草帽也达到了 C 级，同时又解锁了新的技能。光是看着促进生长这个名字，朴世俊就明白它的效果一定很夸张，其的具体作用是促进10种作物生长7天，且无任何副作用。阅读完后，朴世俊就更加开心了，这个技能简直就是神技。而有了这个效果，他现在还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来到洞外之后，朴世俊就种下了一些太阳南瓜红薯的幼苗，紧接着就对其发动了促进生长技能。果然在此技能的作用下，很快幼苗们就发生了生长的趋势，有了促进生长。之前他担心太阳南瓜红薯扎根慢的想法就消失了。不过目前空间不多，所以朴世俊是种在了大葱田之间。紧接着伴随一阵金光闪过，幼苗们竟又一次成长，这使得朴世俊很是不解。好在有着讯息的提示，他这才明白，原来是红薯芽获得了大葱地祈愿丰收的作用。接下来他的收获也将提高50%，这双重的增益让朴世俊很惊喜。有了2个技能效果，想必太阳南瓜红薯很快就能成熟。就在这时，后方突然传来一道声音，原来是孤敖朝着朴世俊扑了过来。突然发生的情况让他瞬间冒出冷汗，下一秒朴世俊最害怕的还是发生了，他被小熊直接压倒在地面上。现在孤敖很兴奋地表示，他刚刚听黑兔哥哥说朴世俊已经可以和他们沟通了。紧接着孤敖的称呼却是让农夫愣住了，因为他后面叫的是爸爸。朴世俊没想到自己还没谈过恋爱，竟然就当了爸爸，还询问熊妈妈这样合适吗？对此深红巨熊并不在意，他说着，对于孤敖来说，朴世俊就是父亲一般的存在，况且他们是最亲密的伙伴，各自称呼他认为没有什么的。随即深红巨熊再一次鞠躬，他真的很感谢朴世俊能帮助自己和孤敖。听完熊妈妈的话，朴世俊也就不多想，他不介意多出一个这么可爱的儿子。现在小熊终于能开心地说出自己想吃什么东西。听到孤敖说出许多的食物，朴世俊决定让他吃些特别的，因为今天刚刚好收获了新的作物，那就是正好成熟的大土豆。它的全名是力量土豆，作用是能分解边缘脂肪30克，将挖出的土豆和水一起放入锅中，再盖上盖子，然后点燃火开煮。不一会的功夫，一份香喷喷的煮土豆就完成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的食物作为辅佐。此刻朴世俊的脸上笑意不断，他的塔内奇遇又增添了一件趣事。至于管理者空间中的艾琳，他现在已经吃上了水煮土豆。
和伙伴们美滋滋的享受之后，他就准备出发前去牛魔王的领地。但听到朴世俊要离开的消息，孤敖当即躺在地上嚎啕大哭。他说什么也要跟着朴世俊一起去。旁边的朴世俊则是和伙伴们检查了一下需要带的东西。刚刚吃完饭，他们一起收割了很多的大葱叶。检查完了，朴世俊便前来让小熊站起来。他告诉孤敖，难道忘记之前答应的了吗？闻言的小熊虽然很是伤心，不过还是表示会好好保护小蜜蜂女王。这个就是以前他答应朴世俊的。见状的朴世俊安慰孤敖，自己很快就会回来的，让小熊不要难过，要不了多久就会再见的。头顶的小蜜蜂女王也在轻轻抚摸着孤敖的头。在大家的安慰下，小熊便开心了一些。一切准备就绪后，埃尔卡俯身在地面，他表示今天要亲自服侍伟大的黑龙。随即朴世俊和泰奥还有小黑兔就坐在了老银狼身上，而前往牛魔王领地的路则是由牛千三和牛尼斯带领。后方的伙伴们挥手告别，小熊现在也不再难过，他要继续担任保护小蜜蜂女王的责任。至于朴世俊和战士黑兔，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天坑去往别的地方，有着埃尔卡的帮忙，赶路的速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仅仅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抵达了荒芜之地。不过由于跑得太快，扬起的风沙让战士黑兔和小猫有些睁不开眼。即将抵达目的地的时候，朴世俊突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区域，就在他们远处竟还有着一片大森林，可其中却散发着诡异的气息。听到朴世俊的疑问，牛千三便表示那里有着让人心情变坏的家伙。这时的牛尼斯开始大致说明99层的情况。原来99层划分为了许多区域，如朴世俊之前所在的就是深红巨熊领地，而现在要前往的则是米诺陶诺斯一族的领地。至于远处散发诡异气息的地方，便是隶属于堕落者的区域。虽然曾经并不叫堕落者，但牛尼斯表示那里是危险的地方，最好不要去靠近。他的话让朴世俊很好奇，看来回去之后他需要找艾琳询问一下具体的信息了。可就在下一秒，却有一团泥土砸在了朴世俊的脸上，紧接着眼前一黑的他便落在了地面。这一幕将伙伴们都吓到了，大家纷纷担心朴世俊的情况。好在朴世俊说着并无大碍，就是这泥土来得太突然了。等到他朝前看去，这才发现眼前竟然有着许多的牛头怪在吃着泥巴。见状，朴世俊有些傻眼，难道是因为荒芜之地没有吃的东西吗？看到这里，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此前两牛看到葱叶会那么激动，而现在牛尼斯很是生气。他询问着是谁乱扔东西。听到声音之后，前方就走来了一只黄发的牛头怪。见到是牛尼斯和牛千三，他还有些好奇两牛怎么会在一起，误以为朴世俊等人是两牛找来的玩具。他正想开口索要，下一秒迎来的却是牛尼斯无情的铁拳。对于如此无礼的家伙，加上其还乱扔泥土，牛尼斯唯有用拳头好好教训他一顿。至于挨上一拳的黄毛牛头怪，已经躺在泥巴中晕了过去。看到力量爆棚的牛尼斯，牛千三的脸上不禁泛起些许的红晕，因为刚刚真的帅到他了。一段时间后，就有族人前去禀报牛魔王，失踪的牛千三和牛尼斯回来了。很快在牛魔王的同意下，两牛就走了上前，同时表明朴世俊他们是从深红巨熊领地来的客人。闻言，旁边的牛头怪们全都很是诧异，而牛魔王则是开心不已。这样的话，他就不需要再跑一趟了。于是牛魔王就让朴世俊他们快过来。不过他却是把一行人当做了深红巨熊的部下。等到发现过来的只有朴世俊和小猫，牛魔王很是疑惑，为什么没有白兔子，而是一个不知名的生物走在前。这时朴世俊和泰奥就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名字，虽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不过牛魔王还是表示能走到这里辛苦了，毕竟朴世俊和小猫一看就很弱。紧接着他说着自己对弱小的生物比较关怀，如果是在红熊的领地上干活遭到压迫，他可以前去救出朴世俊他们。听完牛魔王的话，朴世俊就知道对方误会了，于是他开始说明自己并不是在熊妈妈手下干活，相反熊妈妈和孤敖是在帮助自己，同时此行也不是来求救的，而是来回收米诺陶诺斯一族牛魔王3天前偷走的作物。然后朴世俊表示，如果你不想当小偷的话，最好对此做出补偿。但小偷这2个字瞬间激怒了牛魔王，他现在非常的生气。身为99层最强的存在，牛魔王拥有很强的荣誉感，他绝不允许被称呼为小偷。可就算面对如此强大的怪物，朴世俊和小猫咪并没有退缩，他还大声地告诉牛魔王，那些葱叶是自己种下的作物。可牛魔王不仅大摇大摆地将其拿走，现在还不知羞耻地先发火。听完朴世俊的话，旁边的牛头怪们似乎明白了什么，原来大王带回来的草是别人种的。现在牛魔王瞬间明白朴世俊才是农田的主人，随即就赶紧给朴世俊道歉，因为他是守护者，行动有时间限制，所以当时就走得很匆忙。至于补偿，牛魔王认为是必须的，因为他原本就打算前去致富。于是牛魔王询问着朴世俊需要些什么东西，只要不是塔内那些传说级的道具，他都会尽力满足。而朴世俊来这里的最大目的也只有一个，随即他就说想使用一下传送水晶。农夫的话让牛魔王不禁回头一看，毕竟传送水晶是他一直守护的东西。不过思考了一会，牛魔王便答应下来。如果这就是朴世俊想要的，那他也只好选择答应。为了自己的名誉，牛魔王认为这都是值得的，于是就从座位上站起身，同时让朴世俊上来。见状，朴世俊兴奋不已，泰奥也在旁边为他开心，因为小猫咪知道朴世俊一直都想出塔，而今天他终于来到了最接近塔外的地方，只要能使用传送点，
自己就有回到外面的希望。站在传送水晶的面前，朴世俊还是有些失神。自从知道这里有传送点后，他一直都想来到此地，缓缓地靠近传送水晶。朴世俊有些颤颤巍巍地伸出手，等到他将手放在水晶上，讯息面板就传来提示，已经储存了99层的传送点，正在定位别的传送点。然而很快，讯息就表示朴世俊无法使用传送水晶，因为没有储存其他楼层的传送点，无法离开的消息让朴世俊傻眼了。见状的牛魔王才知道，原来朴世俊不是黑塔中的原住民。随即他说着，虽然不知道朴世俊是怎么来到99层的，但是外来者必须要以第一层为起点，然后注册每一层的传送水晶，才能拥有使用的资格。这是黑塔一直以来的规则，无法离开，就是因为朴世俊只有99层一个传送点。听完牛魔王的话，朴世俊绝望了，他还以为自己有希望离开黑塔的，结果现在抱着的小希望彻底消失了。伟大的黑龙终于要亲自出手，这也是数百天以来艾琳的首次出门，而他身处的管理者空间竟是屹立在99层的最上方。就在此前，从牛魔王所说的要从第一层为起点来看，加上讯息提示自己没有别的传送点，朴世俊就明白自己出塔的希望破灭了。原来黑塔几乎是一个单行道，只有从下到上激活传送点或者是原住民，才能够没有束缚的使用传送水晶。虽然来的时候朴世俊就抱着最坏的打算，但现在亲自确认没有办法离开后，他还是无可避免地感到空虚。这时的牛魔王开口说着，朴世俊的需求他已经完成，之后就不再有所亏欠。闻言的朴世俊也恢复了心情，起身，随即也确认了牛魔王说的话。不过他现在有一个提议，想知道牛魔王有没有兴趣听听。紧接着朴世俊让小猫咪打开包袱，得到指示的他要当即行动。下一秒，无数的大葱叶就源源不断的出现。看到高高的草堆，在场全部的牛头怪都呆住了，他们的脸上纷纷露出渴望的神色，同时也认出这就是上次大王带回来的食物。牛魔王颤颤巍巍地询问朴世俊是什么意思，对此农夫淡淡的表示，只是对邻居的一点点礼物。他的话让牛魔王很是疑惑，但眼前的食物实在是太诱人，以至于牛魔王也不禁流下了口水。不过现在朴世俊却又很失落地说着，如果能增加种植面积的话，这样的葱每天都能有。可惜现在他们人手不足，开阔荒地比较费劲，所以他的提议就是要和米诺陶诺斯一族交易，用食物来换取牛头怪们的帮忙。一段时间之后，另一边的孤敖正盘坐在土坡上，他和小蜜蜂女王都在等待着朴世俊的归来。此时的小熊心情很是低落，但很快他和小蜜蜂女王发现了前方的情况，原来是埃尔卡带着朴世俊他们赶回了天坑。见到伙伴们时，朴世俊很是开心地打着招呼，小熊则更加激动，他一边跑一边欢呼着爸爸回来了。看到这一幕的朴世俊从老银狼的身上跳了下来，随即就和赶来的孤敖抱在一起。这时的小熊向朴世俊诉说着自己很坚强，没有继续哭泣。闻言的朴世俊非常欣慰，听到声音的兔子先生也来到了外面，他惊讶伙伴们回来的真快。见到兔子先生和兔子太太，小黑兔赶紧上去说起本次外出的经历，这还是他第一次离开父母去到外面。而旁边的朴世俊则是朝后方招呼着，紧接着后面就走来了几只牛头怪，他们就是第一批前来农场耕地的牛。对此伙伴们感到十分诧异，朴世俊则是解释着，牛魔王答应了自己的提议，接下来米诺陶诺斯一族会一起帮忙耕地。几只牛头怪现在充满了干劲，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工作了。而孤敖看着牛头怪们健壮的肌肉，眼中全部都是羡慕。听到他们还认识牛千三，小熊就更加开心了，于是就主动带着牛头怪们前去需要开阔的荒地。他还表示，此前牛千三哥哥也是自己带去工作的。对此几牛便欣然跟着孤敖离开。见状朴世俊也没有阻拦，转头就和小兔子们商量着准备食物。而一起回来的太奥现在却依旧在躺着睡觉。与此同时的传送水晶区域正传来一阵阵吆喝的声音，牛头怪们在玩着剪刀石头布。这是牛千三为了决出能先去农场工作的名额，而前10只不一会的功夫就选出来了。望着不同以往死气沉沉的族人，牛武也很开心。他询问牛魔王，如果开垦土地种植的话，那以后他们的领地是不是就可以变成长满青草的草原？对此牛魔王想着，也许真的可以恢复以往的情景，他这会对于和邻居们的生活也多出浓浓的期待。几天之后，此时的毒蜜蜂们正挨个往前方飞去，他们将采来的花蜜装进了瓶子之中，而小熊则是死死地守在旁边。本来想着马上蓝月就要降临，毒蜜蜂们可能没有时间收集，可朴世俊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将太奥买回来的瓶子全部装满了。看来是因为最近小蜜蜂女王的势力得到了扩张，将一部分拿给孤敖。朴世俊提醒小熊要省着吃，紧接着他询问熊妈妈，今天是不是就会前往森林深处？毕竟明天就是蓝月降临的日子。得到肯定之后，朴世俊就准备再多给小熊一些蜂蜜。旁边的埃尔卡也告诉朴世俊，他们要回去迎接蓝月。食物上的问题让老银狼有些难以启齿，见状朴世俊让他不要担心，自己早就准备好了，随即将很多的食物全部交由小猫咪带了上来。这些都是战士黑兔最近捕捉到的海鲜，一部分还是前去次元之海打捞的。看着如此多的美食，银狼们纷纷匍匐在地面感谢着战士黑兔。对此小黑兔让他们不必在意，这点程度对自己来说是小菜一碟。就在朴世俊想着该怎么让银狼们带回去时，埃尔卡就掏出了自己的背包。虽然不如流浪商人的大空间，但由于他们3个都有，所以还是能将全部的
食物都装下去。装好之后的背包就落在了3只银狼的掌间。现在关于大家蓝月期间的食物已经安排完毕，朴世俊就开始和伙伴们道别，让大家蓝月之后再相见。道别完，熊妈妈一家和银狼们也就离开天坑附近。银狼们还要前往85层中，望着逐渐消失的伙伴们，接下来就轮到朴世俊准备自己的事了。看到农夫严肃的表情，管理者艾琳便询问他是不是在担心农田。对此，朴世俊便承认了。蓝月每次的降临他都很不安。旁边的黑兔则是挥挥手，他要前去帮助爸妈干活。明白朴世俊的担忧，艾琳表示让他相信自己，同时得意地询问农夫，以前蓝月降临有没有看见他出来制服怪兽。管理者的话一时间将朴世俊拉回了以前，那还是他进入天坑的第1个月。可朴世俊还是很担忧，因为每次蓝月降临，怪兽们就会变得无比狂暴，哪怕是可爱的小兔子们，如果不躲进房间中，也无法避免。1个月前牛迁3对农田的破坏，让朴世俊这次也很担心。虽然已经让他们尽量去到远离农田的地方，但等到蓝月降临，根本无法保证自己的方法是否有效。于是朴世俊将自己的烦恼全部说给艾琳听。对此，艾琳表示这一次就让自己亲自来守护农田吧。而到了现在，朴世俊也明白，迎接第1个蓝月时看到的黑龙，想来就是艾琳了。随即他一扫刚刚的低落，朴世俊说着他相信艾琳。见状，艾琳瞬间喜笑颜开，他让朴世俊要继续大力种植。伟大的黑龙艾琳普里塔尼不会让你失望的。结束了对话，艾琳活动了一下身子，然后她将手放在了门上，紧接着就一把推开了大门。同时，艾琳慢慢地走向了外面。她已经在爷爷留下的图书馆中待了太久了。很快，艾琳走到了管理者空间的顶层。原来她身处在一片巨大的浮空岛上，而在岛上则还有着一座黑塔。艾琳便是宅在其中。至于这座浮空岛的位置，正是位于黑塔99层的天空。感受着拂过身体的清风，艾琳感觉十分的舒服。她已经太久没有出来。艾琳现在要准备应对蓝月的降临。随即，她缓缓地伸出手打开某个面板。接下来就轮到自己来保护朴世俊他们了。下一秒，许多的讯息栏纷纷出现在艾琳的面前，而这一次，伟大的黑龙艾琳将亲自出马。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兔子一家基本已经进入小屋中，朴世俊则是在保存好火种，这样明早生火做饭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方便。保存好后，他突然听到了旁边的声音，原来是小猫咪在抱着兔子宝宝们大哭。想到照顾了很久的小兔子即将长大，太奥内心就无比的感动。见状，朴世俊便走上前，让小猫赶紧回到包袱中去，因为蓝月马上就要降临了。等到太奥要合上包袱的时候，朴世俊急忙叫住了他，然后将一枚毒蜜蜂女王的茧递过去。这是今天早上一代蜜蜂女王拿给朴世俊的。最近蜂群的势力壮大了很多，出现新的女王蜂茧也在所难免。闻言的小猫欣然接了过去。太奥表示要和上次一样，将茧放在自己柔软的毛发中。与此同时，天空正在逐渐变暗，蓝月马上就要掩盖住还未落山的太阳。等到夜幕彻底降临，现在的天坑附近顿时一片安静，但唯独天坑之中的兔子宝宝们正在嘶吼，这是他们要成长所必须经历的。而朴世俊正坐在小兔子们的前面，虽然之前就看过一次，可他还是有些无法适应。好在这个状态很快就会结束。紧接着自外面传来了许多怪物的叫声，这让朴世俊很是意外。难道艾琳还没有出发吗？但他才走了几步，就发现兔子宝宝们正一脸凶狠地看着自己。按照之前的经验，被蓝月照射他们就会变成白兔子，可不知为何现在还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还变得更加的狂暴。看着对自己嘶吼的小兔子，朴世俊还想着呼唤一下让他们醒来，怎料兔子宝宝们却突然冲向了他。正当朴世俊以为要被抓伤的时候，天空中突然传来了一声龙吟，紧接着小兔子们就安静了下来。抬头看着空中的巨大龙影，朴世俊很是开心。艾琳终于是赶到了。就在这时，天坑外面的农田也迎来了第一位不速之客，这是99层的树枝怪兽。被蓝月影响的他正对前方的农田虎视眈眈，但突然他察觉到天空中的情况，只见一条巨大的黑龙贴近飞过树枝怪的上方。在艾琳的威压之下，这只怪兽恢复了理智后便赶紧逃离此地。可就在下一秒，黑龙巨大的身躯却模糊了许多。原来这竟然不是艾琳的真身，因为她无法离开管理者空间，所以在蓝月降临的时候，艾琳会用爷爷留下的魔法道具模拟出她成年后的幻影。也就是说，艾琳可以远程保护着农田，缺点是靠近地面时幻影就会逐渐消失。最让艾琳激动的是，经过这一次，想必朴世俊的眼中都是自己那威武霸气的身影吧。接下来艾琳要继续控制幻影飞行，直到蓝月结束为止。而黑龙出现之后，原本狂暴的怪物们都变得安静了许多。就在这时，朴世俊身后的小兔子们终于开始了进化。等到七彩般的光芒散去，原本黄色的小兔子也变为了一只农民白兔。看着蜕变过后的孩子们，朴世俊瞬间激动的不行，随即一把将3只小兔子抱在了怀中。见状，小兔子们也很好奇，不知道世俊叔叔这是怎么了。很快，朴世俊的身后又传来了一阵蓝光，放眼望去，一部分作物在月光的照射下已经拥有了蓝月的气息。看到这一幕，朴世俊和小兔子们都很开心。接下来他们也是时候收获蓝月作物。不一会后，天坑中慢慢升起一缕缕雾气。朴世俊他们现在正生火烹饪着食物，等到食物全部煮熟，他将其摆放在大葱盘子中。本次收获的蓝月作物有红薯和土豆，还有一如既往的蓝月小番茄。为了犒劳艾琳的辛苦，朴世俊将煮熟的蓝月食物送给他。得到食物的艾琳很感谢农夫，同时表示下一次的蓝月也让自己来保护吧。现在艾琳泡完澡
后就美美的躺在沙发上。他今天操控幻影确实有些累了，好在结果是值得的。拿着一颗蓝月红薯，艾琳很期待能不能让自己的龙之心继续跳动，缓缓将小小的红薯放进嘴中。很快他就再次听到了龙心的声音，而且和以往都有所不同。这一次艾琳能感受到一股稳定的魔力正在自己的体内流动。还不等他开心，黑塔就给出了一道提示，上面写着黑塔隐藏的料理重新出现，它的名字是蜂蜜土豆。看到这里，艾琳想到了什么，和他想的差不多，这个隐藏的料理正是朴世俊将蜂蜜倒在蓝月土豆上从而引起的。见状，管理者空间中的艾琳很是气愤，因为朴世俊给自己的是没有加蜂蜜的土豆。不过艾琳望着新的提示，她顿时想到了一个获得蜂蜜土豆的好办法。确认了一下技能之后，艾琳不由得感叹，这对农夫职业来说确实是非常好的技能奖励。而天坑中朴世俊的美食也就完成了，蕴含蓝月气息的蜂蜜土豆，食用可以永久增加 0.3 的魔力。在朴世俊看来，土豆不管是蘸盐还是蘸蜂蜜都是非常好吃的。第一口，朴世俊想让小兔子们先吃，就在别的小兔子准备拿着吃的时候，其中的一只小兔子却急忙阻拦。他表示爸爸以前就说过，蓝月的作物要让给世俊叔叔吃，因为世俊叔叔很弱，所以提升魔力是很重要的。此话一出，朴世俊本来很是欣慰的心终于是彻底死了。在小兔子们的劝说下，朴世俊含泪吃下了蓝月蜂蜜土豆，裹上一层蜂蜜的土豆口感上更加的细腻。就在他沉浸在美味中的时候，讯息面板再次出现，上面赫然显示朴世俊让塔内隐藏的蜂蜜土豆重现了。见状，他有些惊讶，难道是自己把蜂蜜撒在土豆上的原因吗？紧接着艾琳就发送了新的任务，用蜂蜜土豆来招待塔的管理者，奖励是获得特殊的职业技能，拒绝的话只吃到蓝月土豆的管理者会很生气。看到这里，朴世俊急忙解释着，他只是把蜂蜜撒在土豆上而已。想到可以获得新的技能，朴世俊就接取了任务，向艾琳确认了普通的土豆也可以，他就开始了制作，过程十分的简单，短短1分钟，新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本次任务奖励的技能名为料理，它能让用塔内食材做出的料理味道提升，且效果也会相应增加。看到这个特殊技能的效果，朴世俊很是震惊，因为其还记录了一个食谱，正是他刚刚制作出来的蜂蜜土豆。朴世俊都有些无奈了，他明明是农夫职业，但自己平时还兼当渔夫，现在似乎厨师的身份变得更加正式了。不过这个技能让朴世俊很满意，接下来他招呼着小兔子们一起做早餐给其他伙伴吃。而今天朴世俊来到黑塔的第8个蓝月也终于迎来了尾声。现在99层的蓝月已经消失，被艾琳赶走的树枝怪也慢慢的回到了西边的森林。他浑然不知自己回家的路上有着不速之客。紧接着树枝怪被一根树根绊住，随即他就这么瘫坐在了地上。可怜的怪兽误以为自己是精力耗尽，但这时在他的头顶却忽然出现一只巨大的树爪。等到树枝怪察觉到的时候，他已经被对方死死的抓住脑袋，同时无数的树条疯狂蔓延出来，无力反抗的树枝怪就这么被无情吞噬了。而这只袭击的怪兽竟是堕落的树魔，它缓缓地从阴暗中走了出来，然后死死地盯着森林外的荒芜之地，只因在另一端有着另外一片他和同伴们都想去的森林。与此同时的朴世俊正品尝着食物，但他身后一堆烧焦的作物中竟悄悄地冒出了一根新芽。而在黑塔的85层处，老银狼埃尔卡将食物成功带回了部落之中。拿到食物的孩子们都很感谢族长。眼看埃尔卡又要离开，他的妻子显得很是不舍。可现在蓝月已经结束，埃尔卡必须要回去了。听着妻子想让自己看完孩子再走，老银狼则是温柔告诉他，自己侍奉的是伟大的黑龙，所以没有多少的时间可以耽误。潇洒地整理了一下披风，埃尔卡也就带着两狼前往99层。一段时间之后，在流浪商人的通道居住地中，竟有着一道道疯狂逃跑的身影。这是3只灰色的小兔子，它们似乎正被追赶着。其中稍稍落后的小灰兔发现了后面的情况，它正想叫自己的哥哥，然而一只凶狠的狐狸赫然已经来到了小灰兔的身旁，紧接着它便被狐狸的利爪击中，下一秒便倒在了地面。前方的2只小灰兔见状就停了下来，但他们没有发现的是，另一只狐狸竟早就挡在了前方。等到小灰兔们转头的时候，就无可避免地落入对方的魔爪。他们痛苦的声音回荡在通道村中，其中老银狼埃尔卡也被吸引了。现在的小灰兔已经被死死地抓住，而狐狸则是很抱怨，他为了抓这些从农场中逃出来的奴隶，已经连续跑了很多层。接下来狐狸们准备将一只小灰兔吃掉，因为逃走的奴隶就算少了一只，也没有谁会在意。正当凶狠的狐狸张开大口时，下一秒却是被一只巨爪打在了头上。原来是埃尔卡出手救下了可怜的小灰兔，缓缓地接住小灰兔，老银狼就这么盯住前方的狐狸。此刻狐狸们也认出了埃尔卡，他们不明白对方为何要出手阻拦。如果这件事传给大财主，一定会对银狼一族带来灾难。可现在的埃尔卡根本不怕那只野猪，反而告诉几只狐狸，趁自己还不想咬断他们的脖子，就赶紧滚出这个地方。面对凶神恶煞的银狼，无奈之下的狐狸们也只得灰溜溜地离开。埃尔可看着族长，便明白他的老问题又发作了。对此埃尔卡只好道歉，他又一次不自觉就出手了。
埃尔科认为他们应该带着小灰兔回去，留在这里的话，有可能会被狐狸们抓走。望着3只吓得瑟瑟发抖的小灰兔，老银狼只得叹了一口气，于是决定将他们带回天坑，也许可以对伟大的黑龙有所帮助。转眼的功夫就到了中午，朴世俊现在很是高兴，他说着有重大的事情要分享，那就是吃了本次蓝月的作物，自己已经成功让魔力达到了10点。闻言的小伙伴们全都沉默了，他们本以为是什么大事，小猫咪更是出言询问朴世俊这是在炫耀吗？对此，农夫急忙拿出了鳗鱼的内胆。原来现在的朴世俊已经达到了使用内胆的魔力要求，只要吃下去，他就可以获得新的技能。但泰奥却根本不感兴趣，他打了一下哈欠，然后说着自己想回去睡觉了。不过朴世俊却强行留下泰奥，让他亲眼看着自己获取技能，全部吃下去，并没有想象中的难吃，反而还带点橘子的酸味。紧接着讯息面板传来提示，朴世俊使用了鳗鱼内胆，成功学习到技能雷雨，和以前做任务的获得不同，这次显示的是学习雷雨技能有着3个不同的效果，但很可惜的是，碍于魔力的限制，朴世俊现在只能使用制造乌云，至于下雨和打雷，还处于未解锁的状态。看完全部的介绍，朴世俊当场就傻眼了。如果下雨和打雷都不能用，那这个技能基本没有什么作用。不过他还是准备尝试一下，随即就挥手制造乌云。很快在朴世俊的前方，果然有一些气体在慢慢聚集，眨眼的功夫就成为了一团乌云。可由于朴世俊的魔力太弱，这团乌云的体积也是小得可怜。小兔子们不忍心打击朴世俊，于是纷纷回去工作了。至于小猫咪则是安慰他，虽然很弱小，但朴世俊依旧是自己的上司，只有孤敖在为爸爸高兴。他认为这个技能很帅，能够遮挡太阳，而且孤敖相信以后乌云一定会越来越大的。听完小熊的安慰，朴世俊这才开心了许多。对于孤敖的话，泰奥也有些认可，于是他招招手，让朴世俊把乌云挪过来给自己遮阳。就在这时，埃尔卡他们也回来了，但很快朴世俊就发现，在老银狼的下方还有着3只小灰兔。随即朴世俊走了上前，然后询问他们是谁。对此，小灰兔们非常害怕，祈求着不要吃掉自己。看着他们身上都是伤口，朴世俊明白几只小灰兔看来是经历了些什么，于是他就转而去询问银狼们。可埃尔卡才准备说出此前的事情，后面的兔子太太却很是震惊，以至于手里的剪刀都掉在了地上。看着兔子先生和兔子太太，朴世俊有些疑惑的出声，而兔子先生这时终于开口了，他不敢相信小灰兔们还活着，其中的一只小灰兔更是激动不已。原来兔子先生竟然是他们的叔叔。伙伴们有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小兔子们则是已经抱在了一起。久别重逢的他们，这一刻终于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们本是一群辛勤劳作的小兔子，每天都生活在富饶的兔子王国中，只因一场灾难的降临，却让小兔子们丢失了家园，甚至还遭到了邪恶野猪的剥削，从此不停地被压榨着劳动力。而3只小灰兔历经磨难，才终于从中逃了出来。已经很久没有吃饭的他们，此刻见到许多的新鲜美食，便忍不住大吃一顿。朴世俊和伙伴们也没有打扰，他们深知小灰兔肯定是饿惨了。见其中的一只小灰兔不慎被噎住，兔子太太就急忙把水递过去，而朴世俊则是让他们慢慢的吃。听到小灰兔感谢自己，但叫的却是伟大的黑龙，朴世俊便说着以后叫自己世俊就行，同时告诉埃尔卡他们也是一样的，现在大家都是同伴也是家人，所以不用再称呼他伟大的黑龙。本想拒绝的老银狼，在朴世俊的要求下也就改口了。这回朴世俊开始观察着几只小灰兔，讯息也及时给出提示，它们分别是美术灰兔和工艺灰兔，还有一只是建筑灰兔，看起来它们全部都是技术型的小兔子。吃完饭，小灰兔们将从农场逃出的经历说了出来。紧接着朴世俊好奇他们是从第几层来的，可当灰兔子说是55层时，兔子先生却大吃一惊，他没想到侄子之前一直是在55层。于是兔子先生很是激动地询问，兔子国王和王后还有公主是不是还在？那些袭击王国的怪物们呢？看到兔子先生都把小灰兔摇晕了，朴世俊和兔子太太就赶紧拦住他。听到世俊问了他刚刚说的是什么，兔子先生也就慢慢地讲了一个故事。原来在很久以前，55层是兔子们生活的地方，那里名为红丝带王国。看兔子先生很是失落，朴世俊急忙询问现在的王国呢？兔子先生也表示，大约在几十年前，红丝带王国就灭亡了。曾经兔子们的红丝带王国是一个和平美丽的地方，兔子们在那里安居乐业，有些小兔子选择辛勤耕作，也有的负责创造各种工艺品，他们都以自己的力量来维持着和平的生活。但直到那一天的降临，令所有的兔子们都陷入了危机，无数的灭亡之影不知为何来到了红丝带王国。战斗的小兔子们拼命反击，同时保护着族人们离开。可惜力量上的悬殊，他们的反击并没有起到作用，红丝带王国很快就被彻底摧毁了，而国王一家也因此失踪。失去国王的带领，小兔子们为了躲避怪物，只好四处逃散。兔子先生和兔子太太也逃离了55层，最后几经很多波折才来到了天坑。现在朴世俊终于明白，为什么在怪物齐聚的99层会出现人畜无害的小兔子了。兔子先生说着，他们当时以为55层被怪物们毁灭了，没想到还有人留在那里。旁边的小灰兔表示，他们和家人没能从通道离开，
所以只好躲着怪物们。但那些怪物却是突然消失了。然而等他们出去时，在那片被烧焦的土地上却有别的危险。埃尔卡也接过话，他缓缓地说出了一个叫诈网的名字，那是隶属于野猪格利德的组织。原来红丝带王国被怪物毁灭后，格利德就率领野猪一族占领了无主的55层，他称自己为大地主。接下来就是野猪们对小兔子无尽的剥削，红丝带王国的土地也变成了只生产粮食的诈网农场。而3只小灰兔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这才冒死逃离农场。对灰兔们的遭遇，朴世俊很心疼，随即就让小黑兔先带他们去休息。在小兔子们的搀扶下，他们就前去了天坑里面。这回朴世俊问埃尔卡，草帽当时也是格利德在寻找吧？闻言的银狼表示是的，而格利德是一个靠着粮食就能影响整个黑塔的富豪。不过埃尔卡很是嫌弃那只野猪，给格利德干活让他很是恶心，对方只要有机会就会疯狂的剥削居民。格利德的名字泰奥表示他也知道，因为粮食会由商人们在塔的各处流通，而其中大部分的粮食都是来自诈网农场。随即朴世俊询问对方会不会追到99层，埃尔卡让他放心，因为99层十分危险，所以不管花多少钱，那些胆小的雇佣兵是不可能来这里的。听到银狼的话，朴世俊这才松了一口气。与此同时，在55层的诈网之城中，野猪格利德显得很是生气，因为狐狸们告诉他，小灰兔在银狼族埃尔卡的帮助下成功逃脱了。不过思考了一番，格利德并没有在意，他相信等到粮食见底，埃尔卡一定会回来求饶的。比起这个，接下来他们还有一个大事，那就是拒绝那些来拿粮食的商人，从而最大的限制粮食流通。尽管各大协会提出问题，但都还在控制范围。只要粮食危机的出现，格利德相信自己就会和几十年前得到55层一样。不过这一次，他的目标是控制整个黑塔。对此，朴世俊他们一无所知。时间也缓缓来到了第二天，朴世俊一如既往的叫小猫咪起床。可当朴世俊去洗脸的时候，却发现水潭边多了一个洗漱台，甚至还有着水瓢，这使得他很是兴奋。随即朴世俊就急忙开始洗头，他猜测这些应该都是灰兔子们做的。洗完头，泰奥就突然叫朴世俊过去。前方不仅多出了一个灶台，而且连桌子和吃饭的工具也全都有了，这是朴世俊一直都很需要的东西。小猫咪还说着，米克和维克还有里克给他做了一个碗，上面还有自己的爪印。原来3只小灰兔们有自己的名字，他们为了报答恩情，为农场的小伙伴们做了家具。镰刀兔子收到的是来自美术小灰兔的礼物，听到朴世俊叫他们，小灰兔们纷纷回头打招呼，紧接着就再次向朴世俊道谢。做的这些东西也是想尽可能的帮上忙。至于朴世俊却是突然握住建筑灰兔的小手，然后询问他们愿不愿意留在自己的农场之中帮忙。听着朴世俊的话，小灰兔一时间也有些没反应过来。得到他们开心的同意后，天坑农场正式迎来了新的小伙伴。兔子先生一家纷纷欢迎着小灰兔们。有3个如此优秀的技术人员，朴世俊相信农场会变得越来越繁华的。对此，小灰兔们更是信心满满。接下来，朴世俊想拜托他们先盖一些兔子窝，不仅是小灰兔们需要，刚刚长大的小白兔们也是时候要有自己的家了。虽然他们已经在很努力的盖房，但似乎有些困难。对此，建筑灰兔立马答应下来，这个就是他所擅长的领域。见状，小猫也想有一个房子，灰兔子们则是表示可以做一个猫舍给泰奥居住。缓缓望向朴世俊睡觉的地方，建筑灰兔很疑惑地询问：“世俊先生，难道你没有家吗？”听到朴世俊回答没有后，小灰兔就想要给他建一个房子。不过天坑中空间已经不够，可以去外面给朴世俊盖，且外面取材也非常的方便。闻言的朴世俊瞬间兴奋不已，看来他马上就能拥有自己的房子了。刚好最近有了很多牛头怪的帮助，荒地已经开垦了许多。于是朴世俊询问需要什么材料，对此建筑灰兔说着，要是有做砖块的沙子或者泥土是最好的。听完他的话，朴世俊和泰奥瞬间就想到了一个地方，随即他们就前往了荒芜之地中。因为米诺陶诺斯一族的领土上正好有着优质的泥土和沙子，经过建筑灰兔的查看，这些泥土非常的适合做砖块。牛魔王很疑惑朴世俊拿泥土做些什么，毕竟这是目前他们的食物来源之一。朴世俊则是告诉牛魔王，这是另一个新的交易，接下来小灰兔会教牛头怪们制作砖块，而砖块可以用来和自己的农场兑换大葱。此话一出，牛魔王当即让族人停下吃土的行为，因为这些要全部留下来做砖块。交易达成，朴世俊也很期待着新房子的建成。一段时间后，天坑外面的伙伴们都在各司其职，熊妈妈和小熊负责的是木材的获取，牛头怪们则是一如既往的耕地，小兔子们则是在松土和耕种。兔子先生他们有水壶的，便做起了浇灌作物的工作。小熊休息的时候会和老银狼比试，他们2个的较量也很是精彩。朴世俊时不时在旁边欢呼打气。比试完，他奖励了孤熬1瓶蜂蜜，从来没有吃过的埃尔卡此刻也有些嘴馋了。见状，朴世俊自然不会忘记他，当即就拿出了1瓶给埃尔卡。看着朴世俊，老银狼显得有些措不及防，他从来没有想到可以这么轻松地获取美食。而朴世俊休息完，便前去帮助伙伴们干活。今天他要收获的是太阳南瓜红薯，这一株就是整整15个。收取好，朴世俊的技能也得到了升级，这些太阳南瓜红薯让他很是满意。不过干了一会农活，朴世俊便感到十分的炎热，于是他就召唤出了乌云，以此来给自己遮挡阳光。擦汗的时候，朴世俊看着堆积的大葱，他想后面也该在外面建一个牢固的仓库了。这时他要来到外面，就和朴世俊打了一下招呼。至于朴世俊想知道小猫咪准备什么时候再下去售卖作物，这次他准备让他要带一些解毒大葱下去，说不定会有冒险者需要。更主要的是最近种植的
太多，除去给牛头怪们准备的，已经是彻底堆不下了。思考了一番，泰奥也有了决定。既然如此，他表示这次就带100根下去试一下。就算怀疑大葱的销量，但小猫咪始终相信朴世俊的决定，毕竟他从来没有错过。不过身为猫咪，泰奥有些无法适应大葱的味道。快要装完的时候，朴世俊就叫他去吃饭了，担心自己的鱼会被吃掉。小猫咪当场就着急了，这导致泰奥没有发现，他无意间装了一些太阳南瓜红薯。装完东西，小猫便赶紧去拿自己的烤鱼了。与此同时的黑塔67层中，一只大青蛙似乎发现了猎物，然而它还没有出击，就被身后的一根箭矢击中了。原来在青蛙的上方，同样有着怪兽将它当作猎物。这是隶属于67层的蜥蜴人一族，快速的跳到青蛙的身边，他就准备享用美食，却不料下一秒一道红色的身影突然袭来，这是一只奇怪的红色蝗虫，而蜥蜴人则是一把将它抓了起来，随后就直接吃了下去。这个味道让他有些意外，因为此前蜥蜴人似乎没有见过这种生物。很快他便察觉到了四周的不对劲，抬头看去，蜥蜴人立马大吃一惊，因为在他的前方赫然是无穷无尽的死亡蝗虫，他们疯狂地朝着地面的蜥蜴人飞过去，伴随着许多蝗虫的成群结队。这一幕就和灭亡当初的兔子王国一般，面对如此之多的死亡蝗虫，蜥蜴人根本无法招架，仅仅一瞬间，他就被蝗虫群彻底淹没。等到蝗虫们离开的时候，留在地面的也只有蜥蜴人的装备了。另一边的99层管理者空间中，艾琳的铃声正在疯狂地响着，黑塔的提示铃声吵得他有些睡不着，无奈之下的黑龙就只好起床了。随即艾琳将手放在水晶球上，想看看具体发生了什么，可就在下一秒，无数来自黑塔的提示正不停地冒了出来。原来此刻的67层正被几十亿的蝗虫入侵，死亡蝗虫的这个名字当即让艾琳困意全无。这种生物大约是100年前入侵到黑塔中的，此后过了几十年，55层就遭到了吞噬，当时还是他的爷爷凯撒出手，这才成功阻止了55层的灭亡。于是艾琳急忙用管理者权限想链接塔的外部通信，但他却发现根本无法将消息传出去，因为艾琳目前的能力无法打开与外部相连的通道。然而接下来黑塔的通知更是让他着急，仅仅没有多长的时间，67层就已经消失了0.01%，且速度还在持续增加中。一时间艾琳便愣住了，他在不停地思考着解决办法。至于朴世俊和伙伴们还并未得到这个毁灭的消息，他们正在准备着今天的食物，将小黑兔捕捞的鳗鱼切块，然后放进鳗鱼油中煎炸，其散发出来的香味让小猫咪止不住地流下了口水。这时镰刀兔将切好的红薯拿了过来，战士黑兔有些好奇，世俊叔叔这是要做什么新食物？朴世俊则是信誓旦旦地说着，是比蜜蜂土豆更加好吃的东西。随即他询问伙伴们有没有听过拔丝地瓜，紧接着朴世俊就开始动手制作。收集好的鳗鱼油加热后，他就把红薯放了进去，朴世俊用筷子细细的翻面，将红薯的表面炸至酥脆，接下来就是放入蜂蜜一起煎炸。不一会后，朴世俊版的简单拔丝地瓜也就做好了。让他有些意外的是，这道菜竟然还收集进了菜谱之中。望着散发香气的拔丝红薯，小黑兔和泰奥纷纷馋得不行，于是小猫咪就赶紧让朴世俊也把他的鱼炸一下。不过这一次的炸鱼并没有收录进菜谱中，但也已经让泰奥迫不及待地想吃了。最近朴世俊多了一个兴趣，就是看看那些食物能触发菜谱。过了一段时间，一大堆的美食便做好了，朴世俊和伙伴们也都聚集在旁边。对于牛头怪们，每天最舒服的就是工作后的吃饭时间了。银狼们也吃得很是开心，在大家的努力下，并没有一点食物剩下，成功的做到了光盘行动。小猫咪更是表示自己现在一点也吃不下了。休息了一会，泰奥就召集银狼们，今天他们要下去售卖商品。不过小猫突然看到了朴世俊身边的食物，这是朴世俊给艾琳留的，因为刚刚叫他的时候一点回应也没有。泰奥说着黑龙大人可能还在睡觉吧，朴世俊也希望是这样吧，希望艾琳没有发生什么事。而黑塔的管理者空间中，艾琳还在修理着通讯系统，可刚刚恢复的龙之心还不足以让他联系到外界的族人，这让艾琳很是自责，但一时半会却又想不到办法。之所以艾琳会如此的着急，是因为现在的67层已经危在旦夕了。与此同时，在商人的管理中心处正聚集着来自各大协会的高层，为首的是流浪商人协会的梅森，以及自由佣兵协会的汉尼拔，还有魔法师协会的伊奥。他们几个分别隶属于狐狸族、虎族和仓鼠族，更是3大协会的会长。小狐狸杰拉斯也是在会议室中，他现在的内心有些惊讶，因为这还是杰拉斯第一次见过魔法师协会会长。现在的他也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竟然能让各大组织的首领都来了。这时流浪商人协会的梅森率先发言，他说着按目前得知的消息，死亡蝗虫已经吃掉了67层很多的东西，尽管他们已经派人去防御了，可目前情况没有任何好转。汉尼拔则是问起通道的事情，如果没有及时管制的话，蝗虫有可能会入侵别的塔楼。对此梅森告诉他，死亡蝗虫是外来者，根本无法进入通道的，真正让他担心的是传送点，那里是有可能让蝗虫们入侵其他层的。汉尼拔表示，要是去到前面的几层，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各个组织的首领瞬间着急不已，因为67层的上面有黑塔的5大粮仓之一，如果粮仓被毁，大饥荒将会再次到来。有些新任的高层显得很是疑惑。此时一道声音响起，他提及了曾经55层的红丝带王国，声音的主人正是魔法师会长伊奥。原来以前红丝带王国是最大的粮食聚集地，由于被死亡蝗虫吞噬，才导致了上一次的大饥荒时代。说到这里，伊奥不禁忍不住表示，要不是那只野猪
蛛趁机霸占。可还不等他继续说下去，梅森便急忙劝阻道：“您冷静一些，格里德并不是坏人，况且当时您不也重新建造了灭亡王国的粮仓吗？”梅森的话让伊奥很是不屑，随即冷声嘲讽着：“好人吗？是指剥削兔子族，然后占据粮食售卖渠道吗？”闻言，旁边的汉尼拔却是突然发火。他认为伊奥的话有些过分了。接下来的讨论中，所有的首领都很是着急，为什么伟大的黑龙还没有出来守护黑塔？大家的讨论方向让伊奥一阵无语，于是他就主动站了起来，然后缓缓地诉说着黑塔的历史。近千年间也有多次别的外来入侵者，在伟大的黑龙保护下，一直以来黑塔和居民们都很安全。黑龙每次也都很快赶走了外来者，但在上一次的蝗虫入侵中，黑龙大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迅速站出来，等到近乎一半的55层被破坏时，才成功将蝗虫消灭。当时谷仓几乎都聚集在红丝带王国，所以王国的毁灭造成了整个黑塔粮食短缺。说完这些，伊奥表示各位不能一直想着黑龙大人会及时出现，大家要在黑龙来之前尽各自的全力去守护黑塔，不然塔的秩序又将再一次崩碎。这一次伊奥将代表魔法师协会派遣战士们去抵御外敌，他想知道各大组织的首领是否愿意一起。另一边的埃尔卡去38层的时候，顺便先回了一趟85层，对此泰奥倒是没有拒绝，不过就是提醒他们不要待得太晚。这时几只小银狼走到了小猫的前方，他们想知道难道泰奥就是伟大的黑龙吗？一向喜欢炫耀的小猫咪当然不会放过机会。泰奥表示算是的，他是黑龙最聪明的部下终极商人泰奥。此话一出，果然得到了小银狼们的崇拜，于是纷纷高呼着小猫的名字。被一顿夸奖，泰奥瞬间开心不已，随即将一串串的烤鱼丢给小银狼们。可就在他准备继续的时候，却是突然摸到了不一样的东西，缓缓地拿了出来，正是朴世俊的太阳南瓜红薯。这让泰奥瞬间大惊失色，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在自己的背包中。听到声音的埃尔卡询问小猫发生了什么，见状泰奥急忙敷衍过去，他可不想被朴世俊知道，随即就让埃尔卡赶紧出发。现在小猫咪唯一的念头就是要消灭证据，于是泰奥就带着3只银狼奔赴38层。另一边的天坑农场中，朴世俊已经在着急地寻找着，因为他收获的太阳南瓜红薯不见了。直到将所有的大葱都翻开后，朴世俊还是看不到红薯的身影。思考了一下，他很快就想到会不会是泰奥的问题。紧接着朴世俊便确认了这个想法，因为当时是将大葱和红薯放一起的，所以基本实锤就是小猫咪不小心带走了。就在朴世俊考虑之后该如何捉弄泰奥的时候，讯息突然传来了提示，原来是种子商店再次开放了，本次给出了4个随机的作物种子，且以前的种子价格还大幅降低了。不过上面出现了一个叫火焰豆的种子，这是朴世俊从未听过的作物，而且一颗种子竟然就要5塔币。虽然他现在的钱也很足够，可一旦买了火焰豆种子，其他的种子就不能购买了，因为种子商店现在只让消费5塔币，加上农场的兔子增加，朴世俊便没有冒险的选择火焰豆，随即就将胡萝卜和青椒还有草莓的种子全部买下，这也是目前最佳的选择。尽管接下来要种的东西很多，但一想到能吃到青椒和草莓，朴世俊瞬间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拿到大量的胡萝卜种子，他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兔子先生，接下来要辛苦兔子先生他们种植一下胡萝卜。对此兔子先生自然是非常的愿意，至于朴世俊则是要将其他的种子一并种下。如今天坑外的农场变得越来越繁荣了。几天后的现实世界中，东直的师傅泰俊在小番茄的帮助下便来到了外面放松心情，他已经很久没有看过外面的风景了。不过在泰俊身后的男子，也就是他的徒弟石鹤却提醒着要注意一下火焰诅咒的发作，随即劝泰俊放松完便回去吧。但泰俊还有些想知道的东西，就是东直是不是还在38层，他已经好多天没有见到对方了。闻言石鹤便说起来38层现在的情况，由于毒蜘蛛群的剧毒，导致东直他们在攻略上吃尽了苦头，如果没有充足的解毒剂，根本无法接近蜘蛛们的巢穴，再加上能制作解毒药剂的炼金术士很难找，所以工会的攻略一直都没有进展。明白情况的泰俊问起了朴世俊的家人，东直没有在的这段时间，正是由石鹤派人前去担任保护任务的，他们的保镖也没有露出破绽，并不会影响朴世俊家人的生活。唯一的插曲就是有外国协会的人想去接近朴世俊的弟弟，好在最后世事果断地拒绝了。听到一切无碍，泰俊也更加的高兴，可下一秒他的诅咒又复发了，于是泰俊赶紧拿出了一枚小番茄，缓缓地将其吃下后，他的身体就慢慢恢复了。小番茄的出现让泰俊对抗诅咒变得轻松许多，而且这个道具是能够帮助许多人的，所以他坚信朴世俊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放松完的泰俊和徒弟道别完，也就重新回他的房间中。石鹤相信有一天师傅的火焰诅咒一定会得到解决的，他和东直会一直寻找下去。至于另一边的东直，现在正处于战斗之中，而他的对手是许多的毒蜘蛛，眼看一直杀不完，这使得东直很是苦恼。无奈之下的他通知伙伴们，处理完这一批，今天就先回去休整。但就在这时，队员中却有人急忙提醒东直，因为在他的头顶，一只毒蜘蛛的攻击赫然已经要伤到东直。好在关键时刻，一个女孩及时出手，成功为东直挡下了攻击。来人正是许久不见的苏夏，可仓促之间，他还是不慎被猪毛划伤了脸颊。好在苏夏的实力并不弱，全力之下就打退了蜘蛛，然后他快速地拔出了腰间的长剑，紧接着狠狠地刺入了毒蜘蛛的嘴巴中，遭到致命伤害的蜘蛛便当场
场死亡，但中毒的苏夏已经有些撑不住了。东直急忙让队里的魔法师使用魔法，可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只能暂时的延缓毒素蔓延的速度，这让东直着急不已，因为他们带来的解毒剂全部用完了，带去找到炼金术师也根本来不及。正当东直思考该怎么办的时候，小猫咪已经来到了身后，并询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毕竟此地距离交易地点还有些路程。不过还不等东直回答他，泰奥就注意到了他默认的部下苏夏，于是小猫急忙过去询问他躺下干什么。见状，旁边的队员说着苏夏中毒了。闻言，小猫咪顿时很担心，随即让他好好的休息。而东直则是赶紧询问附近有没有卖解毒剂的炼金术师，但想了一下，泰奥表示附近一个都没有。然而很快，小猫就想到了可能解决的办法，于是泰奥急忙在背包之中翻找着，很快他就把解毒大葱拿了出来。听到小猫的话，东直好奇大葱能做些什么，可当拿到手中查看完面板后，他立马明白这是能解毒的作物。随即东直赶紧递给苏夏让他吃下去，缓缓地吃下了一节大葱。下一秒，苏夏身上的毒便立马消失，就连伤口也快速的愈合了，这让他感到很不可思议。而旁边的泰奥和东直也终于是松了一口气。获救后的苏夏一把抱起小猫咪，他很感谢泰奥的帮忙，果然泰奥就是自己心中最棒的猫咪。不过事情结束后，贪财的小猫果断报价5塔币，同时说着这是身为他的部下才能拥有的特别优惠价格。东直好奇大葱是怎么来的，泰奥则是告诉他这是本次带来销售的新作物。小猫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惊讶了，连1加级毒素都能快速消除的大葱，只要有了解毒大葱，东直相信很快就能攻下38层的毒蜘蛛。而他看着泰奥的眼神也变得愈发的激动，这使得小猫咪感到有些疑惑不已。随即他赶紧询问泰奥带来了多少大葱，听到整整有100根，东直毫不犹豫地表示要全部买下。然而就在这时，他们的身后却传来了不和谐的声音，看到是其他工会的人，东直显得很是意外，对方还谴责他为什么要偷偷背着大家购买作物。而东直明白这些人能立即赶到，大概率是早就在附近监视，也许他们出现劣势就会遭到对方的偷袭。这时领头的一个男子很严肃地告诉小猫咪，如果只给一个工会方便和优惠的话，是会遭到其他人的抱怨，届时他将丢失很多的客户。对此东直明白这就是在胡说，因为小番茄极其的受欢迎，不管他要做什么，一定会有人抢着来购买的。但现在很多人都在看着，公平和信誉对于流浪商人是很重要的东西。果然考虑到公平的问题，小猫就决定如以前一样举行拍卖。闻言，其他人也都纷纷答应。拍卖会泰奥要先售卖小番茄，最后才轮到解毒大葱。本次小猫带来了 C 级小番茄6000颗，每批次为500颗起拍。他的话在人群之中引起了躁动，因为小番茄的等级比起上一次的D级还要再高出一个级别。上次的D级小番茄在塔外都已经卖出了高价，他们深知 C 级的只会更加火爆。而第一个竞拍的人竟是东直工会的成员，C 级番茄的诱惑让他有些无法按捺得住。短暂的沉默过后，所有人纷纷开始激烈的参与竞拍。仅仅过了1分钟，东直工会的成员已经喊出了600塔币的高价。一段时间后，魔力小番茄的拍卖便结束了。接下来泰奥要售卖的就是解毒大葱，数量是100根，每批次为10根一起拍卖，底价是100塔币。这一次换成东直率先抢拍，旁边的工会观察了许久，自然是不会让给东直。好在东直报出155塔币后，泰奥便快速的完成了交易，这让东直显得很是开心。看来只要报价达到这个预期值，小猫就会果断进行售卖。于是他想着下一轮也继续抢拍。可当泰奥说出下一轮开始的时候，刚刚领头的男子却是立刻喊出了更高的价格。对此小猫咪自然是一口同意了。接下来的每一轮，东直还没开口，领头的男子都会开出比上一轮更高的价格。不知道拍卖精髓的泰奥每次也都瞬间答应，这让东直都憋红了脸。但这根本没有用，因为对方实在是毫无人性，一次比一次更高的价格让小猫咪开心的找不着北。比起东直的奋力竞拍，苏夏他们却是在一个劲的抓拍泰奥的可爱动作。所以等到拍卖结束后，东直仅只买到了10根大葱。望着他落魄的样子，其余工会的人还不忘记嘲讽，临走时还说着会在更高层等着不死鸟工会的。这回东直工会的成员也明白不该那么冲动，把钱全部花在购买小番茄的。但东直认为这也很正常。拍卖结束，苏夏便带泰奥来找金东直，随后他们就如此前一样在隐蔽的地方聊天。小猫和东直了解了朴世俊一家目前的状况，他将得知的内容全部记了下来。而东直还表示有 H 国觉醒者协会的人轮流保护，安全方面完全不需要担心。紧接着泰奥想了起来，世俊来的时候交代过，为了报答上次东直保护他的家人，所以准备了一些礼物，其中包含了200颗魔力小番茄，还有50根解毒大葱。这使得东直很是激动，因为解毒大葱关乎着他们的攻略计划。现在小猫还告诉东直，今后只要有需要的作物，都会以便宜的价格卖给他，以此来当做今后保护家人的交易。闻言的东直当然是非常的愿意，他无论如何都会好好保护朴世俊的家人。本以为今天的谈话就止步于此，却不想小猫叫住了准备离开的东直。他说着今天有秘密的物品要进行交易，且机会只有这一次，随即便询问东直有没有兴趣来了解一下。泰奥的话让东直停了下来，他确实被秘密物品吸引了。
与此同时的另外一边，牛头怪们一个个的将砖块运来了天坑外，有些牛头怪则是和小灰兔一起搭建房子。望着逐渐成型的房子，朴世俊和小伙伴们都很吃惊，没想到才过去几天，外部的模样就几乎已经完成。建筑灰兔表示，这也多亏牛头怪们的辛勤劳动，但是内部的构造届时只能由他们3兄妹完成，所以里面会花些时间，且接下来还要和朴世俊商量一下里面的布置。随即朴世俊就和小兔子们走了进去，见状的小熊也很是好奇，于是他就拖着小蜜蜂女王追了上前。来到房子内部，朴世俊将家具摆放的想法告诉了建筑灰兔，不过这时他突然听到了后面传来动静，缓缓地回头看去，却是让朴世俊吓了一跳，因为房间门太小，导致小熊怎么都无法进入。随后朴世俊急忙告诉孤敖，让他不要进来，这使得小熊不明白是为什么。于是朴世俊耐心地解释着，因为你的身体太大，现在进来会让房子坍塌的，你是一个好孩子，也不想毁掉爸爸的房子吧。闻言的孤敖这才停了下来，等下朴世俊还要继续看房子，所以他先让孤敖在另一边吃蜂蜜等自己。可小熊在旁边看的时间越长，他的心中就愈发的难受，因为他也想和小兔子们一样进去观看爸爸的房子。对此，小蜜蜂女王只能安抚着伤心的孤敖，但没想到的是，孤敖竟哭了出来。他明白都怪自己太大了，要是可以变小一些，就能和爸爸一起睡觉了。然而随着小熊的泪水滴到了一双熊掌上，下一秒他的身体似乎发生了奇异的变化。不一会后，朴世俊还在询问小灰兔能不能将大葱放在床上当垫子，对此小灰兔认为那太硬了。可就在这时，朴世俊再次听到了小熊叫自己的声音，紧接着一团红色的生物便扑向了他，巨大的冲击也让朴世俊瞬间倒入了大葱堆里。战士黑兔和建筑灰兔都被这一幕吓到了，朴世俊更是懵了，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很快他感受到有东西在舔自己的脸颊，此刻在朴世俊身上站着的赫然是一只红色的小熊。孤敖的这副模样使得他很是惊讶，小熊现在很是开心的举起双爪，因为他成功的变小了。望着孤敖开心的说着自己变小了，这让朴世俊瞬间大吃一惊，他好奇孤敖是怎么做到的，跟当初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小。好在讯息给出了提示，原来孤敖现在进化成了蜜蜂熊。战士黑兔拍了拍小熊的肩膀，他挺喜欢孤敖这副模样的。朴世俊则是询问还能不能再次变大，听到他的话，小熊就努力的尝试一下，紧接着还真的瞬间变成了巨大的形态，这可把朴世俊他们吓了一跳。不过朴世俊很是开心，孤敖的这个进化太强了，竟然还能自由控制大小。但旁边的牛千三却解释着，变小的想法是在抑制生长，这在害怕成为大人的小怪兽中经常发生。闻言的朴世俊笑容便消失了，此时孤敖也在努力的控制着变小，随后他扑到了朴世俊的身上。小熊弱弱的说着，现在能不能去爸爸的家里，我也能像黑兔哥哥他们那样抱您了。直到此刻，朴世俊终于明白，原来孤敖想要的是和从前一样的疼爱，随即还和小熊道歉，是爸爸没能及时理解你。紧接着朴世俊一把将孤敖抱起来，然后说着要带他一起去看房子，接下来就是看一下房子中床位的放置点了。不过小熊突然说着，他还想回去洞穴中和兔子哥哥们玩，这也让朴世俊想起了不好的回忆。战士黑兔更是疯狂的摇头，示意朴世俊想办法拒绝，因为那样的话存储的食物又要遭殃了。而在另外一边的38层，小猫咪已经把秘密东西拿了出来，正是他无意之间带来的太阳南瓜红薯。缓缓地查看红薯的详细信息，结果却是让东直大吃一惊，因为上面赫然写着，使用了太阳南瓜红薯后会获得5小时的火焰耐性，这也关乎着他的师傅 H 国曾经的传说级强者韩太俊，第一个抵达52层的人类。当时太俊和52层传送点的燃烧王者展开了对决，然而历经3天3夜的大战后，双方都身负致命伤，以平局收场。太俊也就这样遭受到了火焰诅咒的折磨，只能通过注射魔力，又或者是降低温度来延缓诅咒发作。自那时起，所有人都知道韩太俊无法再复出，只有他自己还在坚持不放弃。望着红薯，东直心中燃起了希望，有了这个的话，就能暂时平息老师的诅咒，到时再去打败燃烧王者，火焰诅咒就可以解除，那么 H 国觉醒协会的传说就能回来了，而且还收获了这么多的解毒大葱。东直现在更加感谢太奥，他表示这是自己非常需要的东西。小猫内心则是在暗笑，这样的话他的失误就不会被发现了。很快东直就拿出塔币完成交易，告别完太奥，他就开心的返回寻找队友。看着东直拿出一大筐的大葱，所有人都很是惊讶，也猜出是从小猫咪那里弄来的。东直告诉大家，这回有了大葱，攻略38层的机会也到了。闻言，小队的人纷纷开心不已，招呼着大家吃下解毒大葱，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前去攻略毒蜘蛛，不受毒瘴的影响。一时间，所有人都战意昂扬。过了一段时间后，在黑塔的75层商业街中，许多原住民都被前方的一幕吓到了，因为一只小猫咪身后竟然跟着3只大银狼，今天又是完美的达成销售。泰奥的心情非常不错，随即他决定要带狼部下们前去吃大餐。就在埃尔卡他们激动的时候，小猫咪似乎发现了什么，它的寻宝功能再次开启了。很快，泰奥就找到了一处摊位上，上面的镯子小猫咪一眼瞬间相中。就在他一巴掌拍下去的时候，却也有着另外的爪子盖了上来。看着先自己一步的小猫，伊奥有些意外，而泰奥手脚很快，一把就将镯子夺了下来。发现对方是一个终极流浪商人后，伊奥虽然有些惊讶，但还是让泰奥拿给自己，因为这不是小猫咪能拿的。他的话令泰奥有些不开心，随即
即就让伊奥这个小不点赶紧走开。听到被叫小不点，这可真的惹怒了魔法师会长伊奥。埃尔卡过来后询问发生了什么，可看着下方的仓鼠，他当场就被吓坏了，因为伊奥可是黑塔的大破坏魔法师。从那根魔杖，埃尔卡就确认了对方的身份，毕竟这根魔杖被称为灾难魔杖，是黑塔传说中的物品。传说中，大破坏魔法师只要一挥杖，山就会变成平地，挥2次，河流就会变成大海。伊奥是名副其实的破坏化身，老银狼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至于伊奥也很疑惑，难道小猫不认识自己吗？他原本还想让泰奥收回刚刚的话，但现在自己的心情太差，所以伊奥决定要让小猫咪用生命来为言行道歉。看到这一幕，埃尔卡急忙上前阻止，同时表示泰奥是伟大的黑龙的部下。听到黑龙部下的身份，伊奥这才冷静了许多。这时他询问银狼的身份，埃尔卡也很尊敬地告诉了伊奥。紧接着伊奥表示，如果刚刚说的是假的，冒充黑龙大人部下这一点，就足以让埃尔卡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对此老银狼表示自己愿意发誓，绝对不会有半点欺骗。泰奥也在旁边附和着，他本来就是黑龙的部下。至于伊奥则是让泰奥他们证明自己的身份，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带自己前去见伟大的黑龙。怎料小猫却是不想免费带伊奥去，这可把埃尔卡吓得脸都黑了。他没想到泰奥的胆子这么大，但小猫咪是商人，可不会做亏本的事情，所以想见到伟大的黑龙，就需要伊奥为此付出代价。老银狼今天已经为小猫咪震惊了太多次，伊奥则是显得有些忍俊不禁，很快也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很喜欢小猫那坚定的眼神，随即就询问需要些什么。闻言的泰奥就说自己在给黑龙买东西，刚刚的饰品正是其中之一。对此伊奥答应了付钱，而且还很豪爽地表示，如果有其他喜欢的东西，尽管对自己开口。对伊奥来说，只要能见到伟大的黑龙，那一切都是值得的。可小猫咪的内心却是乐开花了，他没想到今天能遇到冤大头，于是泰奥就带着他们前去逛商人街道。由于有小仓鼠来买单，小猫买东西很是大手大脚，普通的瓶子直接就要100个，还为银狼他们也挑选礼物。这个帽子泰奥准备送给埃尔卡的儿子。见状伊奥已经有些傻眼了，说好是给黑龙买需要的物品，然而小猫咪竟都是选自己喜欢的。无奈之下的伊奥还是选择同意，只希望这只猫千万别欺骗自己。就在这时，泰奥突然拿来了一顶巫师帽子，随后就给伊奥戴了上去，他感觉十分的合适。小猫咪的举动让伊奥一时间有些暖心，说了谢谢的同时也表示其实魔法师并不需要这种帽子，但回应他的只有小猫催促买单的声音。没有办法的伊奥询问了一下价格，听到所有东西加一起要20塔币，他果断就拿出了钱准备付款。可就在下一秒，泰奥却突然阻止老板拿钱，并让对方便宜一点，同时还很不明白为什么伊奥连价钱也不讲，如此大胆的讨价还价，老板也没有见过，但还是便宜了3塔币。怎料小猫咪依旧让他再便宜一点，直到3次还价结束后，泰奥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路上的时候，小猫很感谢伊奥今天的大方，伊奥现在很是疑惑，他本以为对方会要很贵的东西，结果只是一些便宜的杂物，且还为了省钱给自己讲价。想不明白的伊奥便选择了询问黑龙的位置，听到泰奥说在99层，他就更加疑惑，难道不是在管理者空间吗？闻言的小猫咪没有回答，而是告诉他去了就知道。尽管听起来很不靠谱，不过伊奥还是选择了相信。与此同时的38层处，有了解毒大葱的帮忙，东直他们目前已经解决了毒蜘蛛，这也象征着不死鸟工会成功攻略了38层。看向后面焕发光芒的传送水晶，东直迫不及待地上前查看，工会的伙伴们也都很是兴奋。随着东直触碰了水晶后，讯息也给出了是否要去39层的提示。一段时间后，在第2层的加格尔塔农场基地中，迈克尔也得知了不死鸟攻略38层的消息。他的属下报告，能快速攻略的原因是流浪猫商人卖的新作物解毒大葱的作用，这让迈克尔更加的生气，自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却连一颗正常的魔力小番茄也没有，现在竟然又出现了新的作物。哪怕身为加格尔塔的副董事，迈克尔明白，要是番茄再没有效果，他很可能会遭到所有人的抵制。就在这时，一位农场的研究人员急匆匆地闯进来，还说农场出现了诡异情况。走到自己的农场中时，迈克尔也瞬间傻眼了，因为他们种植的小番茄居然变成了一株类似食人花的植物。珍妮认为是注入生长素引起的变异，迈克尔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及时销毁这种看起来跟怪物一样的东西。迈克尔果断蹲下割断作物，可黑塔的消息就紧跟着传来。从上面显示的消息，割掉这种被污染的小番茄竟然能获得经验。望着震惊的迈克尔，珍妮说着，这是因为变异的植株已经成为了怪物，而且和植物需要水和营养不同，变异后的番茄植株需要的是食物，比如虫子或者是怪物等。也多亏了这些变异植株，珍妮还成功升级了，所以认为研究得到了成功，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发现。如果做得好的话，珍妮表示甚至能改变塔的秩序。闻言的迈克尔也赞成他说的话，随即还决定了将现有的作物全部抛弃，转而换成受污染的番茄植株。如果无法种植出魔力小番茄的话，那他就让这里成为经验值的农场。当然，这些远在99层的朴世俊肯定不知道，之前蜜蜂女王给的茧即将孵化，所以朴世俊如上一次一样等待着。很快，小蜜蜂女王的茧绽放出白色的光芒，就这样，第3代小蜜蜂女王也成功诞生了。讯息也给出提示，他认了朴世俊当主人。看着可可爱的3代蜜蜂女王，朴世俊开心地打着招呼，同时和前2代女王为他送上了新鲜的花朵，这也让3代小蜜蜂女王开心不已。而接下来，
前2代女王便带着他学习飞行，至于朴世俊，则是美美的躺下休息了。这种和平且安稳的日子，他希望能一直持续下去。不过还不等朴世俊闭上眼睛，就被黑乎乎的墨汁喷在脸上。突然的变化让他猛然坐了起来，抬头一看，原来是孤敖做的。小熊激动地分享着，这是水潭新出现的家伙。而朴世俊顾不得脸上的墨汁，因为他已经被大鱿鱼深深吸引了。随即朴世俊就急忙回到了天坑中，但小白兔们已经都被墨汁染到了脸上。见状的朴世俊立马大笑起来，兔子先生他们则是去给孩子们擦拭，其中兔子太太还误以为战士黑兔也被染了墨汁。给小兔子们清理完后，朴世俊便盯着水潭中看，现在里面有着很多的大鱿鱼，孤敖和战士黑兔是最先发现的，他们好奇这究竟是什么东西。闻言的朴世俊就说着，这些软乎乎的叫鱿鱼，而且是非常好吃的食物。小熊他们还有些不相信，于是朴世俊就当场下厨，将鳗鱼油加热后，再放入大葱、胡萝卜炒香，最后放入鱿鱼和泰奥换来的辣椒。很快一份香喷喷的辣炒鱿鱼就做好了。接下来他还做了烧烤大鱿鱼以及生拌鱿鱼丝。望着桌面上的一道道美食，战士黑兔和孤敖已经不争气的流下了口水。叫来伙伴们后，朴世俊他们就开始美滋滋的享用。小兔子们抱着烤大鱿鱼吃的不亦乐乎，孤敖似乎最喜欢生拌的，兔子太太则是由兔子先生亲自喂到嘴中。战士黑兔没想到会有这么好吃的生物，现在他又想再去一趟深海了。紧接着小熊激动地说着，他也想跟着黑兔哥哥去。对此朴世俊询问孤敖已经会潜水了吗？可他似乎也很不确定。随即朴世俊决定了，等忙完农场的活就来教一下小熊。与此同时的另外一边，泰奥和银狼们已经踏上了归程，但这时前方的传送通道有着情况，很多的商人和居民都被拦住了。原来是个大协会的人将这条高速通道禁用，需要大家去别的通道。小猫咪询问着发生了什么，埃尔卡也很不明白。不一会，埃尔可他们打听到了情况，原来是死亡蝗虫又一次在塔内出现，所以很多通道都被管控了。此话一出，将老银狼都吓出了冷汗。至于泰奥则是不知道这些，他不明白代表着什么。旁边的伊奥解释着，那是一群被称作灾难开始的害虫，是为了毁灭一切才诞生的存在，他们的出现就是为了夺走塔内居民赖以为生的家园。现在正在控制通道的是雇佣兵联合军。伊奥表示他原本也是要加入其中的，可现在要去见伟大的黑龙，所以就决定去使用光速通道。但这让小猫咪疑惑了，自己只是中级流浪商人，光速通道是高级商人才能用的。闻言的伊奥让他不用担心，随即从斗篷下掏出了一块金光闪闪的勋章。泰奥瞬间就认了出来，这是只有大流浪商人才能有的金勋章，可以毫无限制的使用所有通道。紧接着小猫咪更是激动的表示要和伊奥好好相处，怎料回答他的是小仓鼠的拒绝。不一会后，朴世俊和伙伴们已经开始了工作。由于大葱的成长太快，现在几乎已经变成了树林，他们有些忙不过来，而大葱太高，导致朴世俊都看不到伙伴们了，只能听到割大葱的声音。就在这时，前方传来了镰刀兔的惊呼，随即朴世俊就走了过去查看情况。见朴世俊来了，镰刀兔就告知他面前的这根大葱割不断。对此朴世俊认为这怎么可能，随即他就伸手准备直接折断，怎料下一秒居然被大葱叶割到了手。朴世俊是真的没想到眼前的大葱能让自己流血，轻轻的用手试探一下，他这才发现前面的这颗大葱和钢铁一样坚硬，不过那也只是叶子。朴世俊抓住大葱根部后就拔了出来，通过讯息的提示，他也得知了这是全新的品种刀刃大葱，是一种为了不再被割去叶子，从而突变保护自己的新品种，等级是 C 级，且味道并不好。出现新的作物让朴世俊很是兴高采烈，但食用没有任何的特殊效果，这一点倒是让他很失望。不过针对其锋利如金属的叶子，朴世俊便拿起尝试了一下，没想到仅仅是一挥就收割了成片的大葱。用大葱割大葱，朴世俊是完全没想到的，而这个新品种的用处确实很好。正当他开心的时候，艾琳终于再次发来消息，见他都哽咽的请求帮助，朴世俊急忙询问发生了什么。闻言的艾琳忍不住哭泣，眼泪都顺着消息窗口流了出来。经过一番的解释后，朴世俊他们这才明白，一种名为死亡蝗虫的生物入侵了67层。兔子太太对此感到很是害怕，兔子先生让他冷静一点，这样对肚子里的孩子们不好。看到他们的样子，朴世俊好奇，难道就是当初灭亡兔子王国的怪物吗？同时问着对方具体是一群什么样的家伙。艾琳表示，死亡蝗虫是一群会吞噬一切，从而增加数量且继续进化的怪物。如果不能解决它们的话，67层的生命体会全部死亡的，而且对方还会慢慢的入侵其他楼层。这回朴世俊也明白了这些怪物的威胁性。艾琳说着他有自己的苦衷，所以无法采取措施，随即还抱歉的表示自己需要大家的帮助。朴世俊让艾琳不用担心，只要能帮上忙，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因为这里也是自己的家，他不会眼睁睁看着怪物们打扰这里的安宁。小兔子们也都回应着艾琳，让他相信塔内的居民们。望着大家在一起讨论解决的办法，伟大的黑龙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朴世俊想到自己都无法下去，究竟该用什么方法才能帮忙？就在他思考的时候，泰奥也赶回了天坑中。朴世俊正想把蝗虫的事告诉他，不过小猫咪却是率先表示今天有新的客人。伊奥缓缓地上前表示尊敬，然后好奇地询问朴世俊是不是伟大的黑龙。朴世俊看着眼前的仓鼠，还有些没有反应过来，而小熊对伊奥也是非常的感兴趣。随即
泰奥就解释着，伊奥不相信自己是黑龙的部下，所以就把他带来了。至于小仓鼠，他正式的介绍自己是魔法师协会的会长伊奥，并且向大家问好。就在这时，艾琳给朴世俊发了消息，他知道对方是来寻找自己的，还提醒协会会长是塔内级别很高的怪兽。明白艾琳想让他装下去，朴世俊就开口承认了，然后告诉伊奥他是客人，不能就这么一直坐在地上。于是很快就给伊奥准备了一张圆桌，还有一份蜂蜜番茄汁。朴世俊尴尬的表示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只能将就一下了。旁边的小猫看着小熊，很惊讶他怎么变小了。现在朴世俊带艾琳询问伊奥找自己是为了何事，见状他刚刚开始恳求，朴世俊就主动说着是不是因为67层出现了蝗虫，且已经蔓延到了68层才来找他的。闻言的伊奥很是惊讶，原来伟大的黑龙什么都知道，但为什么不站出来呢？对此朴世俊用了艾琳之前说的话，表示他也是有苦衷的。不过还没继续聊下去，小猫咪和孤敖就想吃东西了。见到这么轻松的气氛，伊奥怀疑朴世俊真的是黑龙吗？而且孤敖称呼的爸爸让他更加疑惑。再次仔细观察了一下，伊奥发现除了黑发，其他完全和黑龙没有关系，更像是最近入塔的人类种族。最重要的是，在朴世俊的身上他完全感受不到强大的魔力，种种的迹象使得伊奥愈发的疑惑了。想不通的他随即喝了一口番茄汁，怎料下一秒伊奥就震惊了，因为喝了这种粘稠的红色液体，自己居然感受到魔力的提升，而且又甜又好吃。看到小仓鼠的模样，朴世俊解释着这是加了蜂蜜的魔力番茄汁，由小兔子们亲自栽培的小番茄，还有毒蜜蜂的蜂蜜制作而成。闻言伊奥就想看一下魔力小番茄，随后兔子先生就拿来了一小筐，而伊奥见到他后就不敢相信的询问着兔子先生是不是红丝带王国的居民。对此兔子先生肯定的回应了他，失去家园后是世俊收留了他们。查看完讯息后，小仓鼠很意外，这是自己从没见过的作物，他想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于是朴世俊就把农场的作物说了一个遍，就连还未收获过的花生也告诉了伊奥。听到有花生，小仓鼠明显很是感兴趣，紧接着他们又被旁边的小熊和小猫吸引了，因为小猫咪把自己珍惜的猫条给了孤敖。这时伊奥终于是好好看了一下四周的情况，大家都很是开心且和睦。仔细的思考了一番，他终于得出了结论，难道黑龙大人是一边照顾无家可归的怪物，一边研究粮食困难的问题吗？也许黑龙大人魔力微弱也是为了小动物们考虑。一想到伟大的黑龙能放弃自由，献身于高塔的粮食研究，可自己居然愚蠢的没能理解。随即伊奥就和朴世俊道歉了，他表示是自己没有及时感受到这深沉的恩惠，还要用命来偿还对黑龙大人的不敬。见状可让朴世俊都傻眼了，不过他也没有多问，而是将刀刃大葱拿了出来，想询问伊奥这个能不能有所帮助。通过查看了作物的讯息后，刀刃大葱的名字他也是第一次听过。紧接着朴世俊还说了一个故事，在冬天只要有沾上血的刀刃，就能轻易的猎捕到可怕的狼，因为饥饿的狼会去舔食刀刃上的血，随着时间的流逝，狼会被刀割破舌头，刀刃上也会一直有血，但由于寒冷狼无法察觉，于是就会这么慢慢的舔自己的血死去。听完这个故事，小猫咪则是告诉埃尔卡千万不要舔刀刃，自己会给它鱼吃的。而伊奥听完后就明白朴世俊的意思，蝗虫是分不清一般大葱和刀刃大葱的，尝到新鲜大葱的蝗虫们会继续去吃刀刃大葱，最后去啃食刀刃的蝗虫们会被直接杀死，且死亡蝗虫是一种会因受伤就会彼此捕食淘汰的怪物，如果有了刀刃大葱的话，抵抗死亡蝗虫应该不是问题。这下伊奥是真的确认朴世俊就是伟大的黑龙，不仅在解决塔内的粮食问题，还研究了消灭蝗虫的武器。见状朴世俊明白他似乎引起了无法挽回的误会，但不管怎么样，朴世俊说着这个想法是值得实验一下的。刀刃大葱目前也是刚刚挖出来，需要继续种植，从而增加数量。听到黑龙大人想实验，伊奥表示不用担心，因为他正好抓了几只死亡蝗虫，随即就打开了一个魔法空间。紧接着伊奥缓缓地伸手进去，很快就把自己的魔法杖拿了出来，伴随着伊奥的小手一挥，几只恐怖的蝗虫就凭空出现，他们被强大的魔法束缚着。看到这一幕的伙伴们也纷纷被蝗虫吓到了。伊奥说着他之前为了实验费了很大劲才抓到的，现在小仓鼠询问着接下来该怎么做，朴世俊让他稍等一下，随即就去将大葱买好。等到把解毒大葱和刀刃大葱都摆放好后，他就让伊奥把蝗虫们放出来。出来的第一时间，这些蝗虫就直接奔着眼前的作物而去，散发着新鲜气息的大葱对蝗虫来说简直就是一份可口的美食。迅速的啃食殆尽后，他们注意到了前方还有一株，于是就挨个争相冲向了刀刃大葱。只见蝗虫张大了嘴巴用力咬了过去，可下一秒却是被刀刃大葱一分为二。没有智慧的他们根本看不到同伴的死亡，而是一只又一只的冲向了致命的美食。等到几只蝗虫全部死亡后，朴世俊显得很是激动，刀刃大葱的效果超出他的想象。就在这时，黑塔也发来了讯息，告知朴世俊创造了用农作物消灭害虫的伟大业绩，作为奖励会给他一个新的职业特性，用农作物消灭害虫后能获得经验值。这个效果让朴世俊一惊，完全就是为了本次灾害所准备的特性，对他来说新的职业特性简直太棒了。与此同时的人类世界中，出塔后的东直第一时间找到了师傅，听到徒弟攻略了38层，太俊也是非常的开心。可他知道东直一出来就找自己，肯定还有别的消息。闻言，东直就把太阳南瓜红薯拿了出来。看完其的效果后，东直他们还表示整个协会都在期待着传奇的归来，5小时内能中和
火焰诅咒的效果，使得韩泰俊那颗寂静已久的心再次重燃。朴世俊和伊奥决定使用刀刃大葱对付蝗虫。过了几天之后，此时的死亡蝗虫赫然在进攻黑塔67层，许多的塔内战士正在拼命地对抗他们，但数量上的天差地别，让战士们已经苦不堪言。就在大家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伊奥终于是赶到了战场。只见他开始释放出一道道魔咒，随即在空中形成了巨大的火焰法阵。伊奥的到来令所有小动物惊讶，而随着他猛然挥下了魔杖，一时间小半个战场就被火球吞噬，无数的蝗虫也在这一击下化成灰烬。虽然这仅仅只是一小部分的蝗虫，可也让联军的战士个个目瞪口呆。不等大家继续惊讶，伊奥就赶紧把刀刃大葱扔了出来，随即让同伴快速种植在阵地的前方。对此，蜥蜴人们也毫不犹豫地听从。他们刚刚种下了大葱，前方的死亡蝗虫就被这绿色深深吸引，然后铺天盖地地朝着刀刃大葱袭来。但下一秒，局势发生了巨大逆转，这些蝗虫仿佛遇到了天敌般，正一只接一只地死在刀刃大葱下。战士们不敢相信这一幕，那些令他们头疼的蝗虫竟自己前去送死，且短短的时间内，死掉的蝗虫就已经堆积一片。于是有动物询问着，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对此，伊奥回答了大家，他表示是来自黑龙的恩宠，这也让所有动物有些不明所以。紧接着，伊奥开始鼓舞着所有的战士，不必再惧怕死亡蝗虫，只要攻击经过大葱的敌人，就能将他们赶出家园。随着伊奥高呼致敬伟大的黑龙后，所有的魔法师和他火力全开，下方的战士们犹如得到了精神支柱，纷纷朝着蝗虫发起总攻。而在另一边的99层，小蜜蜂们正在获取玉米的花粉。至于朴世俊，在看到一条条的窗口提示后，他就明白，看来刀刃大葱灭蝗虫是行得通的，就是不知道现在战场上的具体情况。旁边的小熊则是拿着一根刀刃大葱，随着他使出全力，竟将坚如钢铁的大葱掰断。看着向自己炫耀的孤敖，朴世俊也显得很是开心。此前他还担心刀刃大葱太硬，会非常难分种，好在孤敖的力气很大，轻松就能将其掰断。原来在几天之前，为了构建抵御蝗虫的防线，朴世俊就和伊奥进行了刀刃大葱的交易。起初是直接准备送给伊奥的，他表示为了保护黑塔，所以要无偿贡献自己的力量。怎料伊奥却是拒绝了。他先是感谢黑龙大人的恩惠，但自己不能免费获得，那样的话塔内一定会出现滥用这种作物的事件。于是伊奥给出了建议，就是通过交易的方式获取，这样也能对黑龙大人的商人部下有所帮助。协商好后，伊奥表示接下来他要下去带领大家战斗，后面会委托协会前来运送。当时还出现了让朴世俊惊讶的事，那就是小熊将死亡蝗虫的尸体吃掉了，甚至还是就着刀刃大葱吃的。他本想让孤敖吐出来，结果这家伙已经全部咽下去了。让朴世俊更想不到的是，埃尔卡也提出想尝尝死亡蝗虫的味道。最后他这才明白，蝗虫对塔内的怪物们来说是不错的食物。之后埃尔卡他们还成为了运送刀刃大葱的一员。和朴世俊道别后，埃尔卡也就前往了67层。他此行还有别的目的。从伊奥传来的消息，67层战斗的蜥蜴人会把蝗虫当作食物，但由于蝗虫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供应量远远超出消费的量，以至于甚至没有地方堆放。可又不能不管蝗虫的尸体，因为别的蝗虫会吃下后获得能量再次繁殖。好在经过协商，由银狼族负责运输死去的蝗虫到99层，然后把这些蝗虫当作食物来售卖，以此来重建因干旱而受苦的85层。最近通过刀刃大葱和蝗虫尸体，农场又获得了不菲的收益。朴世俊开心的同时，还催促着实习生泰奥给自己扇风。对此，小猫咪一边说自己的手痛，一边询问还能不能再当老板，这也是对他不小心拿走南瓜红薯的惩罚。朴世俊表示，如果不是提前分了种，那以后很可能就再也种不出这个品种了。对于这件事，泰奥也是果断的认错，并承诺再也不会犯了。但他还是告诉朴世俊，是卖给了东直，所以不会有问题的。泰奥信誓旦旦道，他看出来东直很需要太阳南瓜红薯，自己的举动又一次增加了双方的信赖，所以他认为做的也还不错。可回应小猫咪的是朴世俊无情的再扇30分钟的扇子。看着泰奥眼泪哗哗的说不行了，他就示意自己的肩膀有点酸。闻言，泰奥一把丢掉了扇子，随即赶紧来给朴世俊按摩。就在这时，窗口又一次出现，见状朴世俊知道是蝗虫又发起进攻了。这几天的持续获得经验，终于是让他的等级达到了20级，且还有了新的职业任务，获得1000个作物后就能升到21级。这个任务的难度很低，朴世俊已经迫不及待的准备完成。不过小猫咪却是让他赶紧做好，自己的按摩还没有结束。他还认为世俊的脸部有问题，表示要趁这个机会帮他好好按摩。可在猫爪揉自己的脸时，朴世俊总是感觉有些不爽。与此同时，在森林西边的边界，现在一棵大树魔正瑟瑟发抖。然而下一秒，巨大的红色熊掌毫不犹豫地把它拍扁。熊妈妈这几天都在消灭入侵的怪物，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从不久前开始，西边的树就一直在入侵自己的领地，于是也决定后面要加强巡逻。此时正值正午，熊妈妈知道也到了回去的时候，随意的抓起一根破损的树根后，她就慢悠悠的回去了，同时想着孤敖有没有好好吃饭，还有世俊今天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另一边的艾琳却是已经在开吃了，由于死亡蝗虫的问题得到解决办法，她的胃口就恢复了很多。这回艾琳直接一口气喝了很多蜂蜜番茄汁，最近心烦意乱，让自己没能好好吃饭。艾琳打算给这几天没吃的都补回来，看她吃得很开心，朴世俊也放心了许多，还表示稍后给她一些地瓜干。恰好杀死蝗虫的消息又一次弹出，今天已经连续跳了很多次了，他不由得感慨究竟还有多少只要消灭。艾琳告诉朴世俊，现在蝗虫已经停止了增长，只要再增加一点刀刃大葱的数量，加上塔内的战士们，很快就能解决这些入侵者。随后他将龙爪放在了水晶球上，艾琳调出了目前消灭
蝗虫的贡献榜，朴世俊赫然高居第一，伊奥则是紧跟其后。从排行来看，艾琳就明白刀刃大葱是很成功的，于是他就给朴世俊加油打气，距离赶走蝗虫不远了。同时还表示消灭蝗虫的贡献者都是有奖励的。朴世俊询问了一下是什么，不过艾琳没有告诉他，而是提示贡献越高奖励越好。见状，朴世俊不由得有些期待，随后还顺手拔出了一根胡萝卜。这根敏捷胡萝卜已经达到了 C 级，食用除了分解脂肪外，还可以提升自身敏捷度。朴世俊将一根根胡萝卜拿给伙伴们，让小兔子们分发下去。吃了这些萝卜后，大家才能更有力气。就在这时，泰奥揉了揉猫眼过来，他给朴世俊说自己要出发了。小猫此前和埃尔卡相约在88层见面，然后再一起下去38层，祝他一路顺风的同时，朴世俊提醒小猫咪千万不要再拿错东西了。闻言，泰奥有些愤愤不平，因为他不是那种会重复犯错的猫。但还不等他们继续闲聊，美术灰兔就找了过来，随即开心地告诉大家房子已经搭建好了。于是朴世俊就带领伙伴们前来参观。走近一看，朴世俊就非常的满意，灰兔子们甚至连厨房也做好了，里面也和朴世俊心中的一模一样。他还带着大家一起躺在了一张巨大的床上，这是灰兔子们做的火炕，躺在上面很是暖和。朴世俊有些好奇，自己当时明明没有说细节，小灰兔们是怎么构建的如此完美？建筑灰兔也给出了答案，原来是以前有接过类似的委托。不一会，他们还来到了外面聊天。这时小熊似乎发现了什么，他和泰奥都好奇房子下方的小门有什么，随即朴世俊就替他们把门打开了，怎料却是发现了里面的镰刀兔和美术灰兔，两兔一时间瞬间羞红了脸，而甜甜的恋爱被打搅。镰刀兔当即对伙伴们下了逐客令，并表示下次记得先敲门。带着孤傲他们逃到了外面后，朴世俊还有些气喘吁吁，这回朴世俊流下了不争气的眼泪，自己的家还被赶走了。小熊好奇爸爸这是在难过吗？现在熊妈妈也已经回来了，看到他的第一时间，孤傲就非常开心的欢迎着，朴世俊则是疑惑今天晚了许多，而且最近巡逻的是不是太专心了？熊妈妈表示没有办法，因为这几天领地的四周太混乱了。紧接着他还把拿来的大树放在了地面，伙伴们都好奇这是什么东西，熊妈妈感觉可能有用，所以就带了回来。吃完饭后，泰奥得知熊妈妈还要回森林后，就让他带自己一程，而熊妈妈也十分开心的同意了，这样路上也不会无聊。和朴世俊他们道别后，小猫就和熊妈妈离开了天坑。过了一会，建筑灰兔他们准备处理熊妈妈带来的树木，这根木头的质量建筑灰兔认为非常的好，随即工艺灰兔拿出了自己的小斧头，告诉他给自己再弄一张床后，朴世俊就准备和伙伴们去清理四周。可就在这时，工艺灰兔发现大树突然闪烁着红光，下一秒他就被长出的树枝直接捆住，被勒得很痛的小灰兔急忙求救。朴世俊他们听到声音就赶紧回头，随即就看到刚刚的大树活了过来，发现危险的第一时间，孤傲便立马出击，瞬间变大后，他就朝着树魔扑了过去。小熊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救下工艺灰兔，遭到孤傲锋利的熊爪攻击，绑住小灰兔的树根就当场断裂，小灰兔也因此得以获救。但危机并没有解除，眼前的树魔被激怒后，当即将目标对准了小熊。好在孤傲并不弱，他一口咬住了对方的树根，紧接着直接把树根全部扯断。一时间，孤傲和树魔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旁边的朴世俊很想帮忙，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就赶紧联系了艾琳。看到有堕落的怪物，伟大的黑龙也很是疑惑。随即艾琳急忙查看了资料，很快他就找到了树魔的弱点，原来对方的中心有着一种果实，可现在树魔正和小熊在战斗，朴世俊无法确认位置，于是他急忙让孤傲变小。听到朴世俊的话，小熊也就变成了蜜蜂熊形态。下一秒，朴世俊果断冲了上前，他拿出武器直接刺入了树魔的中心，伴随着怪物的痛苦哀嚎，朴世俊就察觉到里面确实有东西，成功将果实用匕首带出来的瞬间，眼前的树魔也就轰然倒地。状态窗口给出提示后，朴世俊还不敢相信会就此结束，这时小熊却突然让他转身，回头一看，朴世俊这才发现前方竟然有着许多的怪物。他明白天坑农场迎来了入侵者，而通过窗口讯息，眼前的这些是堕落的小型侦察树枝怪。见状，孤傲当即重新变为巨大形态，朴世俊则是赶紧告诉小灰兔们去将其他能战斗的伙伴们叫来，小熊则是已经朝着敌人们杀了过去。面对这些小型的怪物，他果断的一跃而起，下一秒孤傲就猛然砸向了地面，树枝怪物们在这一击下就被毁掉了许多。接下来孤傲更加的强悍，冲入怪物群中的他很轻松就打碎别的敌人。朴世俊一样没有闲着，这些小怪物的战斗力他也能应付，抬起武器用力一劈就能杀掉。不过看着后方已然还有怪物涌进来，他好奇对方都是从何处来到这里的。恰好这时接到灰兔子们的消息后，战士黑兔和镰刀兔率先支援了过来。听到朴世俊说不能让怪物们接近农田，小黑兔也就不再留手，全力出手的他迅速的几锤让树枝怪根本来不及反应，随后就被砸成了木渣。小黑兔的精彩战斗瞬间就帅到了朴世俊，得到夸赞之后，战士黑兔还不忘摆了一个造型，但没想到的是，有一只怪物不讲武德，竟然趁机偷袭小黑兔。可惜他还没有成功，就已经在下一刻变成了碎片。出手的正是镰刀兔，他的镰刀对付树枝也十分的锋利。得到帮助的战士黑兔反被哥哥帅倒，优雅的落到地面后，镰刀兔就告诉小黑兔不要分心，因为那样是很危险的。此时推车兔他们也抄起武器前来守护农场。三代毒蜜蜂女王同样率领着小蜜蜂们一起
起支援。很快大家纷纷和许多树枝怪打成一团，有了伙伴们的帮忙，局面基本就是一边倒。朴世俊鼓舞着大家，再加把劲，马上就能赶跑入侵者。但就在这时，战士黑兔突然发现了新的变化，于是赶紧提醒大家看身后。随着朴世俊他们朝后头看去，这才发现在小树枝怪们的后面，居然还跟着许多的大型树魔，望着和之前一样高大强壮的怪物冲过来。朴世俊明白对方不是小树枝能比的，知道局势不利，他急忙呼唤着伙伴们先撤退。看到朴世俊有危险，孤敖就赶紧跑了过来，紧接着他就拦下了追逐朴世俊他们的怪物。小熊绝不允许眼前的家伙欺负爸爸。获救的朴世俊心中很是着急，大型树魔太多，孤敖肯定支撑不住。可熊妈妈刚刚出去，而牛魔王他们又离得太远。就在朴世俊慌乱的思考该怎么办的时候，一只树魔却已经突袭到他的身后。当朴世俊反应过来的时候，却是有些来不及躲避了。好在千钧一发之际，牛魔王竟然出现在了身后，仅仅是一斧头就把巨大的树魔一分为二。看着和自己打招呼的牛魔王，朴世俊顿时吃惊不已。跟着一起来的还有牛千三和牛尼斯他们，大家的及时支援让世俊终于是放心了。这时在树魔的后方又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几只怪物更是被打飞在空中。仔细一看，原来是熊妈妈回来了。她现在很是愤怒，这些家伙竟然敢入侵自己的地盘，还妄图破坏世俊的田地。现在朴世俊很是好奇，大家是怎么知道农场有危机的。艾琳则是弹出了对话框，然后表示是自己叫来的。刚刚他提前发现了从远处袭来的怪物，所以就联系深红巨熊和牛魔王，让他们迅速往天坑赶来。这回伟大的黑龙很是自信地拍拍胸脯，让世俊不用再担心了。得知一切的朴世俊对艾琳更加的感激，有了伙伴们的帮助，他也瞬间信心满满。然后告诉大家，一起将农田守护好后，一定会做许多美食庆祝的。听到有食物吃，牛魔王他们动力就更加十足，熊妈妈同样如此。至于小熊和战士黑兔，还开心地蹦了起来。而接下来，天坑农场的保卫战正式开始。有了牛战士们和熊妈妈的到来，大家纷纷一起冲向了前方的入侵者。与此同时，在67层的一片土地上，赫然堆满了无数的蝗虫尸体。现在小猫和埃尔卡已然来到了这里。他要好奇路上的时候，不是说这里是绿茵茵的森林吗？闻言，老银狼说着都被蝗虫啃食干净了。很快，小猫又注意到，银狼族不是只负责运输蝗虫尸体吗？为什么还在做别的事情？埃尔卡表示是联军的任务，要求帮忙清理破损的大地。前方的人员忙于战斗，没有时间处理。他要好奇有获得报酬吗？对此，老银狼说着没有，毕竟这也不是什么难事。怎料听到他的回答，小猫咪却是火冒三丈，然后就生气的转身，同时让埃尔卡跟着自己。见状，老银狼懵了，不明白他要去做什么。随即，小猫直接告诉他，自己要前去拿钱。不一会，他们就抵达了联军的营地。现在，一名蜥蜴战士正拦住了下方的来客，小猫则是叫他让开，自己要去见你们的领袖。听到对方说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入，泰奥顿时就不乐意了，于是就让他将伊奥叫出来。对此，蜥蜴战士当然不愿意，只把小猫当成捣乱的。泰奥却大声表示自己和伊奥是很亲密的关系。此话一出，营地中的战士们纷纷愣住，他们没有想到眼前的小猫咪竟然和黑塔的大人物很熟。埃尔卡更是被泰奥再次吓得惊慌失措，随即他赶紧询问泰奥是什么意思。见埃尔卡的表情，小猫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惊讶，因为在他的眼中自己是世俊的部下，而伊奥又向世俊磕头，小猫认为他也是世俊的部下，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肯定很亲密，于是就再次大声说了一遍。营帐中的伊奥也听到了小猫的声音，随即就赶紧跑了出来，表示不要说这些会引起误会的话。接下来伊奥就带着小猫进入了里面。刚刚他是在和别的成员商议下一轮的战斗，现在伊奥询问着小猫咪找自己做些什么。泰奥也告诉他，本次来是关于银狼们的合同问题，原本只是清理蝗虫的尸体，结果却多出了打扫战场的工作，这是不合理的合同。闻言，伊奥询问着旁边负责的蜥蜴人，其正是蜥蜴部落的首领托罗。他表示族人们都在战斗，剩下的都是儿童和老弱者，没有能力收拾残局，所以才拜托银狼族的。对此，泰奥告诉他，新增的工作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托罗想知道要多少钱，随即小猫咪直接说着，违背自己的意愿驱使他的部下，所以每只银狼要支付1塔币，总共是100塔币。听到需要这么多，托罗当即就生气了，还把小猫咪当成没有道德的流浪商人。看到这一幕，伊奥表明小猫是黑龙的部下，能保护67层的土地，都是靠着那位大人带来的刀刃大葱。泰奥则是接过话，接下来如果这个地方出现大事，蜥蜴族是要承受代价的。明白利害关系后，另一个蜥蜴人劝阻着族长要冷静，无奈之下的托罗只好答应付钱。拿到钱之后，伊奥就带着小猫走了出去。一路上，泰奥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正准备把钱转交给老银狼，埃尔卡却是拒绝了。他们是小猫的部下，所以拿卖蝗虫的钱就够了。对此，小猫也就收了下来，之后也会买东西给银狼们，还告诉埃尔卡以后不要再当冤大头，多增加工作内容，就堂堂正正的索要钱财。泰奥也很感谢小仓鼠刚刚站在自己这边，伊奥认为是应该的，同时还向银狼和小猫道歉，自己在最前线指挥并不知道这种事。接下来泰奥告诉埃尔卡38层自己去就好了，他就带着蝗虫尸体回去99层。看着旁边的小猫咪，伊奥心中有些感慨，
蜥蜴族是以不交出自己的东西而闻名，这件事用了黑龙的部下为借口成功索要代价。之后想必泰奥会因此闻名塔内，但肯定会出现不好的声音。不过伊奥明白这是无所谓的，毕竟有伟大的黑龙在背后。但如今这座塔已经腐败不堪，粮食就是能左右塔的重要权力。接下来肯定有许多的人会注意到小猫了。继续走了一段距离，泰奥就表示送到这里便可以了。和伊奥互相道别后，小猫就踏上了自己的路途。尽管今天的事情会被夸大，可伊奥依旧认为总有一天小猫会真正的成为文明塔内的大流浪商人。与此同时，在天坑之中的朴世俊再次迎来了升级。今天大战堕落怪物后让他很累，以至于刚刚朴世俊小小的休息了一下。现在大战已经落幕了，牛头怪们正在收拾一根根巨大的树木。从结束到收拾已经过去了大半天。堕落怪物们的袭击很是凶猛，但在熊妈妈和牛魔王他们的帮助下，孤鳌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战斗很轻松就得到了解决。朴世俊之所以能升级，也是得到了小熊的照顾，把树魔打晕后拿给他补刀。为了预防今后出现这种情况，朴世俊还请牛头怪们帮忙将怪物的尸体拿去制作栅栏，整理的差不多后，现在终于是有时间查看这些怪物的情况。朴世俊表示，这应该就是此前牛千三说的西边的怪物。熊妈妈则是很奇怪，之前堕落的怪物从没入侵自己的领地，最近却是很频繁的前来。而朴世俊看着他在吃树根，便想知道真的好吃吗？熊妈妈还和他道歉，认为是自己没有做好巡逻。朴世俊让他不用在意，独自巡逻这么大的区域肯定照顾不过来。之后等到2代和3代小蜜蜂女王的势力扩大后，就让他们帮助一起去巡逻边界。闻言的熊妈妈很开心的感谢着世俊。这会朴世俊问着，为什么堕落的怪物会来这里？艾琳则是回答了他，堕落的怪物是病毒一般的存在，它们是一群混乱的生物，只要周围有魔力的植物，无论用什么办法都会去使其堕落，所以99层有魔力的树基本都被污染了，如果没有污染的对象，它们就会一动不动的睡觉，而现在醒来活动的理由，艾琳表示你应该能想到。看完艾琳的话，朴世俊也明白了，看来是农场中的作物引起的。正准备思考接下来的对策时，他的肚子却突然发出了响声。望着一脸期待的小熊，朴世俊才想起来，战斗之后就一直没有吃东西。很快他也就开始为大家制作美食，小兔子们则是一起搭手帮助朴世俊，需要煮的食物由他和一些小兔子完成。牛千三和小熊负责端过去，牛尼四他们去准备所需要的玉米叶子，还有的伙伴正在烤着许多的鱼。很快一堆堆的美食就准备的差不多了。等到朴世俊将炸好的鱼带来，大家也就开始美滋滋的享受食物。不一会的功夫，食物就被消灭的所剩无几。牛魔王吃完还喝了一杯蜂蜜番茄汁，第一次品尝的他当场就露出了幸福的表情。管理者空间中的艾琳自然也没有被落下，看着熊妈妈没有吃饱，孤鳌就赶紧扯了一下世俊的衣服。见状他感到十分的抱歉，正要去继续做的时候，转头却看到了很是惊喜的东西，原来是老银狼带着满满的蝗虫尸体回来了。有了如此多的食物，熊妈妈和小熊都很是开心。随后熊妈妈就继续吃着阿尔卡带来的食物。而就在这时，朴世俊突然听到了身后传来的动静，看着兔子太太难受的模样，他急忙询问发生了什么，没想到竟然是新的兔宝宝要出生了，这也让在场的大家很是慌乱，现在去洞内也来不及。于是朴世俊就让他们去自己的房子中。经过了一段焦急的等待后，朴世俊就打开了小屋的房门，望着下方的情况，大家一时间看入了神。兔子太太顺利的完成了生产，看向3只可爱的兔宝宝，伙伴们一个个都非常开心。而另一边黑塔52层的火焰山脉中，霸占此地已久的火焰野猪今天遇到了老对手，下方正是帝国的传奇觉醒者泰俊。见面的第一时间，火焰野猪便嘲讽道，还以为他早就被诅咒杀死了。闻言泰俊还击着，你用一只眼睛生活的日子快乐吗？这下火焰野猪顿时就生气了，他当场就直接出手，随着野猪狠狠地向下一拍，瞬间就砸碎了结实的地面。但这种小伎俩对泰俊明显不奏效，躲开攻击后的他还拿出了一个太阳南瓜红薯，下一秒便果断地大口吃下。吸收了南瓜红薯后，泰俊拥有了强大的火焰抗性，周身染上的火焰更是全部散开。看着这一幕的野猪傻眼了，他感觉此刻的泰俊变得有些不同。可不等火焰野猪思考发生什么意外，泰俊就已经快速地朝他袭来。见状的野猪再一次出手，他不相信眼前的人类能战胜自己。面对怪物发出的巨大火浪，泰俊竟然丝毫没有躲避，紧接着就被火焰巨浪直接淹没，以为已经干掉了敌人。火焰野猪止不住的大笑起来，但很快他就瞪大了眼睛，因为泰俊毫发无伤的钻了出来。有了火焰抗性的他，野猪的攻击失去了效果。眼看泰俊准备近身战斗，火焰野猪也是当即出手，随后他竟真的一把抓住了泰俊的身体。见状，火焰野猪认为哪怕火焰失效，自己的力量也能将人类碾碎。不过泰俊却淡淡的表示，太久没有打架，都快忘记自己是一个魔法师了。下一秒他的身上出现了一轮魔法阵，在泰俊的召唤下，空中萦绕着一颗颗蓝色的魔法球体。听到对手说明了魔法师的身份，火焰野猪也明白他大意了。可惜伴随着一颗颗的魔法球落下的时候，他已经是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了。很快火焰野猪就倒在了泰俊的脚下。时隔多年，泰俊没想到自己还能成功复仇。这时状态窗口也传来了提示，他击败了52层的首领怪物，而这片因为火焰诅咒一直燃烧的大地，今天也成功得到了恢复。泰俊发现身上的诅咒被解除后，他明白自己和脚下的土地一样获得了新生，这一切都多亏了手里的太阳南瓜红薯。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吸引了泰俊，前方的一只小猫突然惊讶地面长草了，
这也是小猫泰奥和顶级强者泰俊的首次见面。发现是一只流浪猫伤人后，泰俊立马变得很开心。另一边的小猫咪则是很意外，因为他看到了对方手中的红薯，随即就大声质问泰俊，他手上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对此，泰俊很是耐心的给小猫解释着。过了一段时间后，现在的泰奥很是惊讶，没想到眼前的老人竟然是东直的师傅。得知了一切的他，不由得夸赞着东直真是个了不起的徒弟。对此，泰俊也很是赞同。解释完的泰俊表示，他还得多谢小猫带来的红薯，自己一定会还这个恩情的。怎料泰俊刚刚说完，小猫咪就直接开口，让他现在就还自己的恩情。闻言的泰俊没有拒绝，随即问道要怎么做。让他没想到的是，泰奥却提出要和他签订契约。得知小猫咪让自己做部下后，泰俊便拒绝了，因为他不想受到制约。不过在小猫的一直渴求下，泰俊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成为朋友。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会以朋友的身份帮忙的。泰奥对朋友这个词感到很新鲜，他想知道什么事都可以吗？对此，泰俊说着要合理的。很快小猫就决定了当朋友，而他现在就有一件事，然后告诉泰俊和自己一起前往38层。而在天坑农场之中，朴世俊正在做着香喷喷的美食，现在锅中的汤已经熬制了很久，他和小兔子都认为可以了。朴世俊本次料理的食材是死亡蝗虫的肉，一部分是熬汤，一部分直接是煮来吃的。之前看伙伴们都吃得津津有味，所以他就尝试了一下制作。做了之后，朴世俊还收到了塔的提醒，没想到他是第一个用蝗虫做料理的人。看着盆中香喷喷的肉，小熊的口水都流到了桌子上。朴世俊拿起一块神似龙虾的蝗虫肉后，便果断的大口咬了下去，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因为任凭自己怎么用力，竟然都无法咬下来一块肉，最后更是因为弹性不小心砸在了墙壁上。听到声音的战士黑兔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朴世俊又收到了新的提醒，他没想到死亡蝗虫的肉竟然有毒，还好刚刚吃过了解毒大葱。和朴世俊不同的是，小熊吃起来就很轻松了。将食物准备好后，朴世俊就送来给伙伴们，今天的汤也是他特意熬的。看到世俊送来食物，兔子先生和兔子太太非常的感谢他。和大块的肉不同，这是切成小块的肉熬成的汤，里面加入了解毒大葱和力量土豆，所以朴世俊一样也能享用。缓缓的尝了一口汤，朴世俊瞬间激动的站了起来，这也让伙伴们疑惑怎么了。随即小熊询问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朴世俊告诉孤敖，他在这碗死亡蝗虫汤里面竟然吃出了鸡肉的味道。不过小熊并不知道鸡肉是什么，但听到朴世俊说是他最喜欢的东西，孤敖立马表示只要爸爸喜欢的，那自己也喜欢。这也是来到黑塔很多天以来，朴世俊第一次发现了类似鸡肉的肉，时隔数百天第一次尝到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他便一碗接一碗的大吃起来，将全部的食物都解决完，朴世俊和伙伴们就舒舒服服的开始躺下休息。但现在他突然感觉不对劲，自己似乎忘记了些什么。就在这时，管理者艾琳的消息适时出现，他表示你终于想起我了吗？原来从朴世俊他们开始吃的时候，艾琳就一直在盯着了。见状，朴世俊还想解释一番，不过艾琳却是生气的说着自己帮助了农场度过危险，还准备给朴世俊新的奖励。本以为朴世俊会留一份汤的，一说到这里，艾琳心中就很是委屈，她大声的表示朴世俊太过分了。看到管理者的抱怨，农夫瞬间大感不妙，于是朴世俊赶紧狡辩着是艾琳误会了，自己原本是打算单独给你做一份专属的汤。此话一出，管理者果然不再哭闹。艾琳疑惑他是有专属的食物吗？朴世俊则是肯定了一下，并表示刚刚的汤只是试验加入大葱能不能解毒，而自己一直是有想着艾琳的。听到朴世俊的话，艾琳先是一愣，随后就羞红了脸颊。她没想到世俊一直在想自己，这会朴世俊也开始在给艾琳做新的汤了。见状，管理者缓缓将水晶球放下，他表示会耐心等着的，还要亲眼看着朴世俊制作。看到艾琳说的话，朴世俊脸色当即大变，他明白必须要好好做，不然可就完蛋了。给艾琳做汤的食材，朴世俊选择了小番茄和胡萝卜，还有必加的解毒大葱。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熬制后，他缓缓地舀起一勺品尝，这个味道朴世俊感觉很好，正是他想要的效果。本次制作的蝗虫小番茄汤和之前的一样，不仅能在30分钟内提高魔力，还可以获得3小时的饱腹感。之所以用小番茄代替土豆，也是考虑到艾琳最喜欢的是魔力小番茄。盛出一碗后，朴世俊就让他先尝尝，不过管理者的窗口却弹出了一个给我。紧接着艾琳就说出了剩下的话，他让朴世俊将锅内的汤全部给自己。很快艾琳就收到了满满的蝗虫小番茄汤，从中散发的香气让他不禁食欲大开。开心的品尝了一口之后，番茄汤的味道让艾琳很是震惊，随即她也大口大口的开始享用。吃的同时，艾琳的尾巴还在不断的来回摆动，一口气喝完了全部的番茄汤，她感到无比的幸福，甚至表示这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而且里面加入的不是土豆，是她最喜欢的魔力小番茄。汤里的肉也非常的柔软，果然世俊是在想着自己的，不然不可能会做得这么好。误会后的艾琳小脸愈发的通红，因为魔力提升短暂活跃的龙心更是扑通狂跳。另一边见艾琳迟迟没有反应，朴世俊就询问她现在心情有没有变好
好一点。得到了回应之后，朴世俊终于是松了一口气。现在他告诉艾琳，刚刚并不是忘记了你，只是好久没有吃到鸡肉的味道，所以有些激动，并且拿出了一大筐的红薯干当做补偿。艾琳告诉他，刚刚的时候因为被疏忽，确实有些难过。朴世俊则是说自己永远不会忘了你的。这下可让伟大的黑龙更加胡思乱想，那颗沉寂许久的龙心也在止不住的跳动。下一秒，窗口再次弹出，但上面的内容让朴世俊有些意外，因为有新的任务，奖励是能让他获得新的技能。艾琳也表示这个奖励你肯定会喜欢的。随着一大筐的红薯干缓缓消失，窗口就提示了任务完成。本次奖励的技能叫地主，可以让朴世俊拥有指定伙伴的能力，被指定的伙伴将拥有他的职业技能。当伙伴采摘作物的时候，朴世俊能获得1%的补偿。这么特别的技能使得他有些好奇，于是朴世俊就招呼着让小熊过来。调出地主的技能界面后，他就指定孤敖为自己的第一个伙伴。这时小熊也看到了头顶上的窗口，他正好奇是什么的时候，朴世俊突然询问着小熊能在多少秒内摘到魔力小番茄。闻言的孤敖瞬间蓄势待发，得到需要100颗后，他也是信心满满的保证很快完成。下一秒，孤敖如同火箭冲了出去，引起的巨大风力还冲飞了世俊的草帽。就在朴世俊刚刚拿回帽子的时候，状态窗口就瞬间响起，因为小熊已经抵达农场并采摘番茄。发现自己的经验值得到提升后，朴世俊也明白了补偿的1%是什么意思。此前小兔子们和小熊采摘作物的时候，他是无法获得经验的，可如今拥有了地主技能，想必自己的升级又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激动之下的朴世俊找到了还在休息的小兔子们，听到叔叔要开始今天的忙碌之后，战士黑兔说着有些困，还想再休息一下，但朴世俊却是手指快速的滑动，然后就让战士黑兔成为了第二个地主伙伴，紧接着招呼大家前去干活，因为困的时候更应该动起来。就在他们前去劳作的时候，就遇到一群树枝怪物再次入侵。当他们出现在番茄地附近后，小熊和朴世俊他们就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将树根用火把点燃后，孤敖就果断地扔了出去，随着熊熊燃烧的树根砸入怪物群中，瞬间就取得了极佳的效果。那些原本来势汹汹的小树枝怪遭到火焰的燃烧后，便纷纷停下了前进的步伐。朴世俊和小熊也趁机开始进攻，他们只需要对付那些没有被火烧到的就行。小的树枝怪很容易对付，不过紧跟着来的大型怪物就让朴世俊有些头疼了。好在他的帮手不只有小熊一个，一起过来的战士黑兔这时朝着树魔发起攻击，哪怕体型差距很大，但在小黑兔的锤子面前，许多的大树魔被他直接砸烂了树根。这一次的袭击，朴世俊倒也没有很担心，因为熊妈妈也在农场附近。尽管大型树魔的数量不少，可面对强悍的深红巨熊，他们的下场无一例外都成了漫天的碎屑。小黑兔在战斗中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抢眼，看着伙伴们强大的战力，朴世俊明白有他们也就足够应对了。这时有一只小怪想要偷袭，好在世俊反应过来之后，轻松的挥舞匕首就将其一分为二。今天的战斗之所以很轻松，也多亏了熊妈妈，在怪物们入侵的第一时间，他就率先发现了对方。自从上次的入侵之后，朴世俊担心同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就和熊妈妈商量，想让他们的家搬到农场的附近来，到时不仅能更好的保护农场，蝗虫的肉也就可以随时都能吃到了。对此熊妈妈和孤敖都很是开心，随后就前去原来的家中收拾行李了。也因此本次的入侵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处理完全部的怪物后，朴世俊便朝着熊妈妈道谢。现在唯一让他操心的只有一个，那便是战斗完一片凌乱不堪的地面。好在他收拾的时候，牛头怪们正好过来上班，有了他们的帮忙，收拾的速度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最近因为这些树魔，新扩张的农田很多都毁了，朴世俊很可惜没能好好发挥出地主的能力。就在他继续捡树木的时候，却发现还有一只没有死透的怪物，它并没有被火焰彻底烧毁。可惜等朴世俊的脚猛然踩下来后，树枝怪也就彻底死亡了。他被这些怪物弄得很是苦恼，接连的被入侵也让朴世俊愈发的好奇，树枝怪们究竟该怎么根治。而在另外一边的52层中，小猫咪正趴在泰俊的头顶上，继续走了一段路后，发现前面被堵死了。于是小猫开始好奇泰俊到底要去哪里。他原本以为眼前的老人和东直一样，是通过活动传送点一步步往上的，结果现在泰俊却说着自己是通过次元根上来的。此话一出，瞬间吓了泰奥一跳，因为其是根据次元碎片的果实所制作的，可由于里面有些邪气，加上一开始不是黑塔里制作出的东西，所以是一种违法的物品，如果遇到的话，是需要向通道管理局申报的。听完小猫咪的话，泰俊这才知道，原来自己以前做的次元根会消失，原因是被居民们发现了。好在这一次前来，他就将次元根给隐藏起来了。看着泰俊身后的东西，小猫显得有些难以置信。随着泰俊将一块布掀开之后，一株奇异的植物便出现了，其正是能打开通道的次元根。这还是小猫第一次见过这种植物，不过碍于次元根很快就会枯萎，泰俊就表示得快点走才行。明白老人想让自己用违规的办法，小猫果断的骄傲拒绝了。见状，泰俊便拿出了2根猫条，听到小猫还在吹嘘自己不会被诱惑的，他就将猫条丢了出去。而本能的反应之下，泰奥还是接住了即将落地的食物，可下一秒他却发现自己接住猫条的位置正处于次元根的上方。对此泰俊得意的一笑，随后他也直接跳入了张开的通道之中。但这对于小猫来说，无疑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太耀脸上已然写满了害怕。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里是黑塔38层不死鸟工会的营地。听到树丛中有声音之后，东直就停下了手中的工作，看到是师傅太俊引起的，他这才放下心来。同时东直还发现了一起来的小猫咪。现在的太耀在经历了次元根的变车后，不仅头晕乎乎的，还有明显的晕车现象。看到小猫和师傅在一起，东直赶紧询问是怎么认识的，还有诅咒有没有成功化解。很快太俊也告诉徒弟，他已经解决了火焰王者。至于小猫是来的路上认识的，太耀则是难受的表示不要再让自己进入植物里面了。听到他的话，东直瞬间明白师傅使用了次元根，可次元根在国家的库存中也没多少，但太俊却不在意，而是转过头想要找小猫咨询一些问题。原来太俊在去52层的路上多用了一些次元根，目的是确认40层到52层的情况。他问了许多的原住民有没有别的猎人来过，结果所有的居民给的答案是一样的，除了太俊自己，并没有别的外来者抵达这些层。所以现在太俊想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朴世俊究竟在哪里。此话一出，小猫当场就有些结结巴巴，因为他明白大事不好了，自己和世俊的谎言马上就要被揭穿。不过天坑中的朴世俊并不知道小猫的情况，他正在采摘新鲜的魔力小番茄。目前朴世俊采摘技能升级之后，已经能获得 B 级的魔力小番茄了。在他开心的时候，小兔子们则是呼唤着该做最后一道菜了。闻言，朴世俊表示马上就来，可就在要走的时候，他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此前的那只树枝怪让世俊有些不安，仔细的查看了一下洞内，朴世俊并没有发现奇怪的情况。才走了没有几步，他余光发现了以前做饭的地方，竟然在冒着淡淡的烟雾。朴世俊原本以为火种早就熄灭了，因为有了外面的房子后，就没有留坑内火种的必要，担心新的小兔子们会碰到，他就准备彻底熄灭火种。然而将地面的灰摊开之后，竟然钻出了一棵小小的树苗，在灰烬中诞生的新芽，这使得朴世俊不由得很是震撼。可下一秒他却听到了有人在叫自己主人，那声音直接出现在自己的脑海，随即就吓了世俊一跳。与此同时，在小树苗的旁边竟出现了一双稚嫩的脚丫，这是一个透明小女孩的。她开心地说着自己一直在地下等待着这一天，并告诉世俊她的名字叫做火花，而火花居然是朴世俊当初种下的苹果种子。听完小精灵火花的自我介绍，朴世俊立马也明白了眼前的情况，原来她就是地面上的这棵小树苗。小火花告诉世俊，自从有了意识之后，她就一直过得很幸福。对于她的名字，朴世俊是有些疑惑的，因为这与苹果树并不相称。最重要的是，他想知道火花身为植物为什么能够说话。对此，小火花赶紧告诉世俊，因为自己是火焰的苹果树，所以才取了这个名字。至于对话是他用魔法在传递自己的意识，还有化身成这副样子，火花表示也是为了讨好主人的。误以为朴世俊不喜欢的他显得有些低落，见状世俊连忙解释着自己很喜欢，我们的火花是最可爱的。想到它是一棵会魔法的苹果树，朴世俊不禁感叹着真的很了不起，心中也在疑惑，他带来的苹果有这么厉害吗？听到世俊的话，火花害羞地说着自己并没有那么了不起了。原来在它还是一颗种子的时候，由于感受到强烈的热气，为了能生存下去，所以就开始向下扎根。小火花不断的往下再往下，甚至不知道哪里才是尽头。直到某一天，它的根终于有了新的突破，随即火花就探出去查看了情况，没想到竟发现了一条地下河流。于是靠着冰冷的河水，小火花顶住了来自土壤上面的热气。但在地底的黑暗中，它每天都在期待着破开地面长出新芽的那一天，期待着能和主人重新相见。因此现在再次见到世俊，火花表示自己已经没有遗憾了。听完他的经历，朴世俊感到很抱歉，都怪自己在植物的上面放了篝火，还总是忘记去清理。对此火花却认为是因为世俊才让他变得如此的坚强。紧接着他还给朴世俊露了一手，下一秒自树苗的中央竟还出现一团火苗。朴世俊又一次为他惊讶，没想到火花能控制火焰，他则是很得意，毕竟自己是火焰的苹果树。得到了世俊的鼓掌，小火花非常的开心，他的模样也深深吸引了朴世俊，因为实在是很可爱。火花说着，虽然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但自己会尽快成长，然后去帮助世俊的。如此乖巧懂事的小精灵，一瞬间就治愈了朴世俊。他轻轻地抚慰着火花，你在地底一定吃了很多苦吧，现在到了地面就不要勉强自己。世俊还告诉火花，以后什么都不用想，好好的健康成长就好了，因为过度劳累是会生病的。得到抚摸让火花很享受，他也答应世俊会好好成长的，随即还向朴世俊撒娇，让他继续抚摸小树苗。这也是火花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不过他还有秘密瞒着朴世俊，那就是他的根其实已经进入了次元之海中，想来这个秘密说出来的话，一定会让朴世俊大吃一惊吧。对此火花希望大家能够为他保密。而在另一边的不死鸟工会营地中，太俊再次询问小猫，朴世俊现在究竟在何处？听到师傅刚刚说的话，东直这会终于是想起来，当初他要告诉他们在40层被朴世俊救过，明白谎言被拆穿了。小猫咪说话都有些结结巴巴，看他一副不愿意的模样，太俊就表示朴世俊在地球上已经是引起世界关注
助的人，对于塔外的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存在。身为 B 国的协会会长，他想知道朴世俊现在的状态，是不是遇到困难无法出塔，需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泰俊真诚地拜托小猫，至少告诉自己一点大概的信息。闻言，泰奥突然去翻找他的背包，随即就拿出了一张契约。他说着要和泰俊签一封合同，合同的内容是接下来他们之间说的话必须保密，且双方都需要说真话，违反的话是需要付出性命作为代价。如果还想知道，就和自己签订契约。让小猫没想到的是，泰俊竟然想都没想就同意了。东直正想阻拦一下，怎料泰俊说着他也要签订的。接下来两人一猫就进入了帐篷中，不一会的功夫，他们就开始写下自己的名字。等到塔正式承认合同生效后，泰俊还赌上自己的名誉，接下来的话都会进行保密且真实。现在就轮到小猫来告诉他们朴世俊的位置了。很快泰奥就说着，世俊现在不在第40层，而自己能告诉两人的就是，世俊之前说过他在人类去不了的地方，是一个特别高的层，而且他也不能够下去。小猫让东直很是难以置信，泰俊却是一副果然如此的模样。验证了心中的猜想后，小猫就和师徒两人挥手分别了。等到泰奥彻底消失，东直询问师傅朴世俊的情况是不是真的，因为不管再强的觉醒者，也得依靠次元根才能去到更高的楼层，而且朴世俊还在那种地方种植物，东直感觉最起码也是60层左右，也许是在哪里被怪物抓住强迫种植的。可泰俊却告诉他，小猫说的是真的，从太阳南瓜红薯的说明他就有猜想了，上面有写过是在塔的最高处充分吸收了阳光。泰俊还反问东直，塔的最高处在哪里？此话一出让东直更加震惊，紧接着泰俊还说着，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他已经明白朴世俊大概率是身处于99层中。泰俊的猜想十分的正确，而现在的朴世俊正在自己的农场中辛勤忙碌着。一段时间之后，在泰奥的故乡格拉尼尔村中，眼前的房子是村中首富拉尔的住宅。由于死亡蝗虫的入侵，让拉尔有些担心黑塔会跟当初一样出现粮食危机，最近村里粮食都上涨了2-3倍，这使得拉尔都有些头疼了。正当他愁眉苦脸的时候，旁边的儿子还在和女友卿卿我我，下一秒拉尔终于忍无可忍，他愤怒地质问儿子有没有听自己说话。对此欧仁表示他听着的，就算涨价了，他们这么有钱没什么好担心的。看儿子还去安抚被吓到的女友，再加上他整日都是游手好闲的，拉尔就决定了让欧仁立马去商人区买粮食，否则的话就断绝关系。给了儿子一袋钱后，拉尔就把欧仁赶了出去。对此欧仁十分的生气，他不觉得买点粮食有什么难的，随即就带着佣人们出发了。可在欧仁没有注意的暗处，哥布林斯卡拉姆似乎已经盯上了他。不一会后，欧仁就带着手下来到了75层的粮食街道。然而当他去买食物的时候，却发现价格和自己所想的差距很大，原本只需要1塔币的东西，目前足足翻了3至4倍。辗转一圈下来，欧仁整个猫都傻了，他不明白为什么粮食会这么贵。对此两个手下给了答案，原来是战争开始后，几个阶层的商人大肆购买粮食，结果却不投入市场，所以导致粮食的价格疯狂增长。不过很快欧仁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不经过商人，直接去农场之中购买粮食。有了好的点子，欧仁也没有任何迟疑，当即要带着手下去商人协会，因为他决定当一个流浪商人，还鼓励着两个手下一起，自己会支援他们的，更是放出豪言，要让口袋中的塔币翻10倍。最终去农场买到数不清的粮食。就在欧仁幻想着成为格拉尼尔村的传说时，哥布林斯卡拉姆便向他打着招呼。他听到欧仁要成为流浪商人的话，所以就告诉对方自己这里有好东西，可以快速的赚钱。见欧仁疑惑是什么，斯卡拉姆就告知是塔外独一无二的珍品。又过了一段时间，在75层的商人街道中，泰奥正在购买着世俊拜托买的东西，但并不是一次性买完，考虑到空间缘故，所以世俊做了清单。买完本次需要的东西后，继续向前的小猫突然注意到一件物品，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自己。确定好泰奥就询问着老板价格。恰好这时欧仁意外发现了小猫咪，听到有人叫自己后，泰奥刚一回头就被吓了一跳，他没想到自己还会再遇到欧仁。可很快小猫咪就注意到对方胸前的勋章，于是好奇你成为了流浪商人吗？欧仁肯定地回应了小猫，并表示多亏了一位好心的哥布林。最主要的是欧仁得知泰奥这只笨猫赚了大钱，所以自己也想来试试看。紧接着欧仁还质问着泰奥是用了多少塔外的物品才成为终极流浪商人的。此话一出，小猫就知道欧仁买了斯卡拉姆的东西，随即连忙透露对方是个很坏的坏蛋。至于塔外的物品，小猫表示可以帮欧仁去处理，怎料泰奥的好意却是遭到了欧仁的拒绝，还反诬陷小猫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他指控着泰奥为了独占塔外的东西，还去管理局举报有恩于他的哥布林是骗子。泰奥本想解释一下原委，结果欧仁根本就不给机会。他认为泰奥一点也没有变，依然是当初那个被玛丽尔拒绝的穷光蛋。提及伤心的往事，泰奥也懒得在斯卡拉姆的事计较，他现在想知道玛丽尔过得怎么样。对此欧仁还想装一下的，没想到他的属下很诚实的说着，泰奥走的那一天，玛丽尔就甩掉了欧仁。面子挂不住的欧仁很是生气，他愤怒的说着是自己踢掉了玛丽尔。泰奥则是安慰着欧仁别伤心，不过却被对方赶紧推开了。接下来欧仁信誓旦旦地告诉泰奥自己要去99层卖东西，他听说99层的牛魔王很喜欢塔外的物品。说完再嘲讽了泰奥一番后，欧仁就开心地离开了，徒留下一脸懵逼的小猫咪。不过泰奥还是祝他一路顺风，当然这是假的，毕竟小猫深知那些塔外的珍品究竟是什么破烂。时间一晃又过了几天，
今天堕落的树魔们再次准备入侵农场，好在伙伴们早早就在迎接他们。也是经过几天的了解下来，朴世俊终于明白，原来这些怪物真正的目标是小火花。可惜如今来入侵天坑农场就是找死。缓缓端起蝗虫汤后，朴世俊他们全都一饮而下，熊妈妈自然也不例外，因为其吃下能获得大幅的属性提升。将喝完的碗递给2代小蜜蜂女王，世俊就和大家准备开始冲锋。战斗一打响，熊妈妈就第一个出手，小熊的战斗力同样没有落下。他们对付的都是大型怪物，至于朴世俊，他负责的是处理小怪。战士黑兔和他的工作是一致的，不过小黑兔还会处理那些大型的树魔。躲开了一只被打倒的怪物后，对方却趁机朝着朴世俊发难。就在这生死危机关头，小猫泰奥终于及时出现，他无法容忍企图伤害世俊的家伙。下一秒，泰奥手中的利爪快速的挥舞着，仅仅一瞬间，大型树魔便被切成了碎片。看着赶回来救下自己的帅气小猫，朴世俊整个人都激动万分。至于泰奥则是询问着眼前的怪物们是怎么回事。闻言，世俊解释着，在洞内有着一棵苹果树，堕落怪物们最终的目的是想腐蚀它。还不等小猫继续弄清楚，一只小怪就找上了朴世俊，但有泰奥在身边，又怎么可能会让世俊受伤？见怪物围上来，朴世俊就告诉小猫，等处理完怪物后再说。可这时小猫咪想起了什么，随即转头开始翻找着背包。很快泰奥就拿出了一件物品，他表示这是自己幸运的前爪发现的东西。闻言，朴世俊顿时喜笑颜开，紧接着他急忙呼唤着艾琳，艾琳也是马上回应了他。下一秒，小猫带来的道具就消失了。心意相通的管理者当然明白，世俊是想让自己鉴定，短短几秒钟的功夫，鉴定就已经结束。朴世俊也献上小番茄完成任务。等道具重新出现时，竟已经成为了闪闪发亮的手斧。握住武器的世俊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通过讯息的提示，其的名字是乌卡的投掷手斧，有着命名的单品武器，世俊明白一定有着很好的效果。紧紧拿着，他就感觉自己瞬间变强了许多。通过状态窗口的提示，这把手斧也没有让他失望。拥有的技能不仅可以更好的劈开东西，甚至抛出后还能自动回来。健壮的世俊刚想着该怎么去使用，结果一抬头就发现战士黑兔不慎被捆住了。情况紧急的他也不再迟疑，快速的瞄准树魔就直接投掷出去。这一击的威力很强，不仅是小黑兔成功解脱了，巨大的树魔身体更是呈现分裂状，下一秒便支撑不住的变成两半。看到这一幕的小黑兔简直不敢相信，熊妈妈也被世俊吓到了，他们完全没想到世俊竟然一击就杀掉了怪物。小熊则是显得非常的开心，因为现在的世俊终于不再需要逃跑了。开心之下，孤鳌打怪物都愈发的有动力。对此，朴世俊本人也没想到，还是状态窗口的经验提升，才让他确认是自己解决的。手斧也不愧是拥有命名的，在自己的手里居然也能一击制敌。随即，朴世俊一把抱起小猫咪，然后直接狂亲他的头。多亏了泰奥自己才能获得如此好用的武器。不过世俊的亲吻还没结束，就有另一只树魔袭来。见状，世俊不慌不忙的抬起手使用回收。此时不远处的手斧突然身躯一动，紧接着便快速的原路飞回来，还成功斩断了袭击的怪物。缓缓的握住飞回来的手斧，世俊也是罕见的帅气了一把。这强大的武器让他和小猫喜笑颜开，而接下来保卫战斗也就再次展开。世俊和泰奥都信心满满的冲向了怪物们，不一会后战斗也就落下了帷幕。牛头怪们则是负责清理死去的怪物，牛千三也在其中，他正仔细的打扫着碎渣。等到清理完，牛千三就在洞外呼唤着世俊，自己要前去开垦土地了。至于朴世俊本人，在击退敌人后，他便回到天坑中洗脸。收到牛千三消息的他也回应了一下，让其慢慢来就行。今天战斗完，世俊浑身都很酸痛，不过总归是有点收获的，那就是他的等级不知不觉间来到了25，各属性也得到了不错的提升。看着面板上一条条的技能，朴世俊突然很是自恋，这么棒的自己他都忍不住想亲亲。就在这时，管理者艾琳发来了一条没说完的消息，被朴世俊发现后，他就急忙撤了回去。听到世俊好奇是说了什么，艾琳就表示状态窗口出错了。这么生硬的借口，朴世俊当然不信，于是询问着状态窗口真的会出错吗？不过艾琳并没有回答他。另一边，兔子先生依旧和孩子一起浇水，小猫刚刚则是从朴世俊那里听说了火花的事，所以这回他走上前来打招呼。火花也开心的回应了泰奥，但看着是虚影状态下的火花，小猫好奇的本性当即忍不住，于是他就用爪子来回的拨弄着。尽管是虚影无法触摸到，可被一直玩耍的小火花很快就受不了，随即向小猫咪发出了一道火焰，不过并没有真的想打中泰奥。而第一次看到会用火的苹果树，小猫有些意外，同时还向火花道歉，自己不该开玩笑的。得到了火花的原谅后，泰奥从包包中拿出了一条鱼，他想让火花帮自己烤一下。见状，火花说着这很容易，于是小手一挥，苹果树就再次发射了火焰。很快在火焰的炙烤下，小猫就闻到了烤鱼的香气。不一会吃到烤鱼后，泰奥连连夸赞着火花真厉害，而世俊清理完身上就过来让小猫咪不要欺负火花。泰奥则是说自己没有，只是请他帮忙烤了鱼。听到火花这么厉害，朴世俊自然也很高兴，恰好现在草帽的促进生长时间到了，随即他就告诉小火花能不能将促进生长作用在他的身上。火花询问自己也能用这么珍贵的技能吗？世俊表示当然可以，因为你还很小，得快点健康长大才行。闻言，火花很感激的接受，紧接着世俊就消耗魔力朝着小树苗使用技能，但窗口却提示他
因为苹果树的潜力很大，所以要使用十分的促进生长之力。下一秒朴世俊立马感到强大的吸引力，他的魔力正源源不断的汇聚进苹果树中，这种感觉让世俊有点意外，魔力就像是被吸走一般，而获得了促进生长的小火花，浑身瞬间充满了力量。可他的树苗并没有长高多少，使用技能结束，世俊无法自控的坐在了地面，他感觉全身都虚脱了一半。见状，火花很担心世俊的身体，朴世俊则是让他放心，大概是因为刚刚战斗太疲劳的原因，自己休息一下就好了。听到世俊的话，火花就表示他可以帮助减轻一点疲劳。世俊也有点好奇要怎么做，随即他就发现火花的身上多出了一些白色的火焰，伴随着他的指引，那些火焰慢慢的往上飞去，最终一点点的将朴世俊包裹住。等白色火焰燃烧全身后，世俊发现自己真的感觉不到疲倦了，身体也变得十分的轻松。通过讯息，他这才得知原来这是火花的进化技能。这下世俊愈发相信小火花真是一株充满神奇的苹果树，于是他询问火花还有其他的能力吗？对此火花也回答了他自己还有另一种能力，名字叫亲和的火花，效果是让别人暂时拥有控制火焰的能力，或者是强化他自己的火焰力量。一想到之后和怪物们的对决，也许这个技能会起到绝佳的效果。而被忽略好一阵的小猫有点着急了，随即赶紧让世俊听自己说话。他告诉朴世俊，有个叫韩泰俊的人已经知道了你没有在40层的事情。闻言的朴世俊先是有点疑惑，紧接着就变得大吃一惊，同时让小猫仔细的说说看。一番了解下来，他这才知道那个叫韩泰俊的人竟然是自己国家最强的猎人，关键是小猫还和对方成为了朋友。泰奥表示正因如此才暴露了世俊的情况，但他又让朴世俊不要担心，这件事签订了契约，是不会泄露出去的。权衡考虑下，朴世俊认为和泰俊师徒结交也不错，还能方便家人安全生活，随即告诉泰奥以后可以继续给他们提供作物。这次的事情让世俊对小猫更加刮目相看，当初南瓜红薯明明是失误卖出去的，没想到他能借此收获一个强大的朋友。消息传递完毕，泰奥还有一件事想拜托朴世俊，他说着还记得自己当流浪商人的原因吗？闻言世俊也记起来，不就是被同村的欧人抢走了女朋友吗？紧接着小猫很激动，他表示自己重新见到了欧人，而且对方也成为了流浪商人，更重要的是和自己一样都被斯卡拉姆骗了。得知欧人正拿着塔外的破烂去找牛魔王，朴世俊也被惊到了。至于泰奥的请求很简单，他想请世俊帮个忙，让欧人看清斯卡拉姆是个骗子。见状，朴世俊思考了一下，从小猫的消息，也就是说正有几个流浪商人赶来99层，很快他也来了兴趣，于是就答应了泰奥。过了一段时间后，欧人他们便从通道抵达99层，可一路上的荒芜让欧人不明白99层是怎么了。现在他有点饥饿，随即找旁边的小弟拿吃的，结果对方告诉他，出门的钱基本用在注册和购买斯卡拉姆的商品，唯一剩下的也在出发的时候拿去享受了，没有买任何必须的旅行物资。这时另外一只猫率先受不了，他感觉自己绝对会饿死的。欧人倒是充满了信心，等找到牛魔王就去要点喝的和吃的，毕竟自己带了珍贵的东西来，怎么说也会好好招待自己。然而听到小弟说从哥布林给的地图，他们还需要2天左右才能到牛魔王的地方，就在3只猫又渴又饿的时候，后面却传来了别的声音。转头看去，推车兔和弟弟正带着东西靠近欧人他们。见面的第一时间，推车兔就吆喝着卖清凉的水，而欧人和2个小弟则是立马冲过来，他们迫不及待地让眼前的商人拿水。可听到推车兔说1瓶0.5塔币的时候，欧人直接傻眼了，因为这个价格简直贵到离谱。对此，推车兔让他们看看四周就知道答案了，这里获得水很不容易。闻言，欧人也就接受了，他这会实在渴得难受，但自己目前已经没有塔币了。紧接着，推车兔好奇，你们是来找牛魔王的流浪商人吗？此话一出，欧人很是骄傲，他说着自己带了许多珍贵物品要去交易。随即，推车兔告诉欧人，既然是牛魔王的客人，那他可以选择先赊账。欧人本以为是口头上的，没想到小兔子直接递上了几张纸，这是关于保证赊账能进行的合同，内容是如果3天不还钱的话，就要还10倍的塔币。如此的黑心条款让欧人立马叫了出来。推车兔则认为99层资源过于贫瘠，不这样做很难维持生计，同时表示如果没钱也可以用身体偿还。闻言，欧人感觉不可能还不上，只要见到牛魔王交易完自己就有钱了，于是果断签下了合同。签订完，3只猫就开始把水拿走。交易完成，欧人让推车兔3天后来取钱，他相信自己能通过交易赚取大量塔币。见状，推车兔则是祝福欧人发财。等到第2天的时候，欧人他们买的水就消耗的差不多了，喝完自己瓶子内的最后一口，欧人说着光喝水肚子就更饿了，但此地的温度很高，才走了一段路，他就受不了的想喝水，随即朝小弟拿水喝。对方本想拒绝的，可惜面对少爷的压迫，也只好流泪同意了。就在这时，另外一个小弟看到了前方的景象，于是他连忙告诉欧人，不远处似乎有一个餐厅。闻言，欧人很不相信，但仔细的嗅了嗅，他们立马闻到了一股烤鱼的香气。走近之后，小兔子们介绍着，这里是99层唯一的兔子餐厅，而3只猫则是赶紧让镰刀兔给自己烤鱼。可听到小兔子说1塔币1条的时候，欧人再一次被吓到了，但镰刀兔的解释又合情合理，因为附近没有湖和海，
所以鱼很难找到。看到镰刀兔拿出和之前一样的合同，欧仁直接就抢了过来，紧接着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名字。合同成立，他们立马就要吃烤鱼，对此镰刀兔自然是愿意满足，随后就开始了烤制。很快，一条条金黄色的烤鱼就摆在三猫面前，他们的口水无法控制地流了出来，下一秒便疯狂地享受着美食，期间还要了炭烤大鱿鱼等食物。镰刀兔则是一一满足了他们，直到肚子彻底撑不下了。三只猫纷纷躺在草席上休息，小兔子们则是收拾着现场。这回欧仁念叨着要赶紧把东西卖给牛魔王，然后再回来还钱，但实在吃得太饱了，随即全都躺下睡觉。镰刀兔和美术灰兔他们则是默默地看着，临走时还不忘和三猫说了晚安。过了一段时间后，欧仁听到了旁边有动静，醒来才知道是小弟在瑟瑟发抖，而看清头顶出现的牛头怪，欧仁立马就失去了睡意。几牛询问着是不是他们要来找牛魔王，但欧仁他们这会很是害怕，更是慌张地解释自己是流浪商人。让欧仁想不到的是，牛头怪们不仅没有伤害他们，还表示要带他们去见牛魔王。闻言，欧仁心中一阵狂喜，最终在牛头怪们的帮助下，三只小猫抵达了传送水晶处。可前方的震撼场面让他们一句话都不敢说。这时牛魔王终于开口，就是你们要来找我吗？此时欧仁强忍恐惧回答，自己带来了许多的珍贵物品，想和牛魔王进行交易，并且强调是塔外的东西。听到是来自塔外，牛魔王表示自己要和专家确认一下，卖的究竟是不是珍贵的物品。伴随着他的大手一挥，身后赫然走出来一个人，至于来人当然是朴世俊了。可听到牛魔王称呼的是伟大的黑龙后，三只小猫咪一时间分不清状况，反应快些的欧仁有点意外，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黑龙。这时世俊也介绍着自己就是伟大的黑龙大人，他拥有鉴定稀有魔法道具的能力，因此谎言是起不到作用的。紧接着就让欧仁把东西拿过来。现在欧仁有了新的想法，黑龙是掌控塔的最强生物，如果他能喜欢的话，那牛魔王这些怪物自己都可以不用在意了。只要这次博得黑龙的欢心，也许他就能成为塔内的知名人物。想到这里，欧仁急忙把东西都倒了出来。看其说都在这里后，朴世俊便蹲下仔细查看一下，不过都是些来自地球的废品，在他手中拿着的还是用过的滚筒粘毛器。这回世俊也好奇斯卡拉姆究竟是怎么拿到这些东西的。发现黑龙选中了粘毛器，欧仁就介绍着其的优点，说这个道具拥有神奇的魔法，可以轻松的去除灰尘和毛发。于是朴世俊就询问了一下价格，怎料欧仁狮子大开口，当场就报价50塔币，哪怕是他身后的两个小弟都傻眼了，因为斯卡拉姆卖给他们的时候也只是5塔币。欧仁认为自己报价并不高，还给世俊说这种珍贵的魔法道具在塔内是几乎找不到的。闻言的朴世俊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下一秒便冷冷地表示，在我面前撒谎是没有用的，同时拿起粘毛器给欧仁介绍着，这只是一种消耗品，在地球是十分常见的东西。总的来说，欧仁拿来的就是垃圾废品，根本不是所谓的魔法道具，其他的东西也都一样。世俊的话让欧仁着急了，他辩解着大家都说是魔法道具的，还认为是黑龙想低价买，才故意撒谎说是垃圾。但很快欧仁就明白自己说错话了，可回应他的却是牛魔王恶狠狠的一拳。牛魔王质问欧仁是怎么敢说伟大的黑龙撒谎的，尽管没有被伤到分毫，但欧仁还是被吓坏了。其实旁边的世俊也是差不多的，而欧仁和两只猫咪则是连连认错，表示不该欺骗伟大的黑龙，还请求能够原谅自己的无礼。他现在也明白了，黑龙大人既然有鉴别的能力，那就代表他要之前说的是对的，斯卡拉姆确实是一个骗子。另一边世俊告诉欧仁，就算自己能饶过他，可一路上欠的债该怎么还。闻言欧仁更加震惊，黑龙大人是怎么知道的？随即朴世俊也表明自己在塔内经营了一些生意，你之前吃的喝的都是从我店里赊账的。话音落下，镰刀兔就和伙伴们走出来，他给欧仁算了一笔账，把所有的水和食物加起来乘以10倍，大约是欠了500塔币的债务。此外，镰刀兔他们还要收取住宿费和乱丢垃圾费，如果换算成砖块的话，三只猫咪需要做10万砖块来偿还。小兔子的话让欧仁疑惑，他不明白是什么砖块。牛魔王也适时说着，如果不能用钱还的话，就用身体来代替。见状，欧仁想起来此前小兔子们也说过，随即世俊就带着他们去看怎么做砖块。望着一只只努力工作的牛头怪，三只猫咪终于明白所谓的砖块和用身体偿还是什么意思。根据镰刀兔算的结果，世俊告诉他们必须在这里做出10万块砖，可一块砖就这么大，欧仁和小弟都看呆了，他们不可能做出10万块的。世俊表示你们确实做不完，哪怕是一天能勉强做10块，也需要1万天的时间。最关键的是，在这个期间内依旧会持续产生住宿和食物费用，届时砖块也会跟着增加，这意味着三只猫咪将永远留在这里。此话一出，欧仁和两个小弟连忙求饶，希望黑龙大人能宽恕一下，他们愿意做任何除了砖块以外的事情。闻言，朴世俊就告诉欧仁，他可以给一个机会，然后就说着自己经营的业务中，销售部门的负责人需要些人手，到时你们只需要把货物装进包里，然后去卖掉就可以了。期间三猫将在农场销售部门工作1万天，以此来偿还债务。当然世俊会为他们每天提供1份烤鱼，且来农场工作不会产生多的债务。说到这里，欧仁果断就答应了，他和两个小弟很是感谢黑龙的宽恕。接下来就是重新拟定新的合同。对于欧仁而言，工作1万天可比造砖强多了，关键是不仅能解决食物问题，还可以在伟大的黑龙手下做事，所以欧仁想不到拒绝的理由。
合同签订生效后，朴世俊祝贺他们成为了实习生。欧仁问到后面该怎么办时，世俊就表示销售部门负责人会告诉你们的。下一秒，小猫终于华丽登场。见到泰奥的第一时间，欧仁根本就无法相信，还说负责人怎么可能是泰奥这个乞丐？可回答他的是小猫无情的一拳。泰奥告诉欧仁，你该对上司尊重一些。教训完欧仁后，小猫很是威风的自我介绍，他是黑龙的第一个属下，也是销售部门的主管，同时告诉欧仁他们，从现在开始，你们3个将归我所管。见状，另外2只猫很是识趣，立马就叫了泰奥老大。欧仁则是跟处于噩梦中一样，但最后他也只得听命于泰奥。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就回到了天坑农场。现在小猫正给欧仁他们介绍工作环境，至于内容，这回泰奥要让他们去先试一下。看到这一幕的世俊很是开心，不仅能让泰奥出一口气，还收获了很多属下售卖作物，新增3个背包一定会带来更多收益。这一切也多亏了牛魔王愿意配合。听到世俊的道谢，牛魔王让他不必在意，这也是听从黑龙的指示。最重要的是，身为邻居，本就应该互相帮助，如果能收到更加真诚的感谢，他也会非常的开心。此话一出，结合上牛魔王的口水，朴世俊哪里还不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就告诉牛魔王可以把旁边的大葱叶和番茄藤带回去。看到牛魔王兴奋的模样，世俊也很是无奈。这时农场中又传来了动静，回头一看，原来是泰奥在训斥手下。他说着青色的番茄没有熟不能摘，还有小番茄的顶去掉的话，商业价值会丧失很多。3只猫一件事没有做对，加上他们竟然对番茄没有半点常识，这让泰奥主管有些生气，随即让他们乖乖做好，接下来自己将亲自演示怎么摘取作物。看到如此滑稽的一幕，世俊不禁感慨，泰奥这家伙忘记他当初的样子了。不过小猫是负责销售的主管，所以也就由着他了。现在看着被自己知识碾压的3猫，泰奥也是变得愈发的嚣张。至于欧仁则是一边工作一边思考，因为他真的不明白泰奥为什么能成为黑龙的属下，最不好的点还是他现在的处境。欧仁感觉自己似乎跟泰奥的仆人一样，但不等他多想，下一秒小猫对着欧仁的脑袋就是一拳，这瞬间让他勃然大怒，随即质问泰奥干什么。闻言小猫也回答着，现在是工作时间，他却一直在发呆。对此欧仁一把抓住泰奥的衣领，一副想要动手的模样，怎料他立马感受到头顶的恐怖气息，发现是老银狼埃尔卡后，欧仁连忙松开了抓住衣领的手，同时态度瞬间改变，还表示他是看泰奥主管的衣服上有虫子，所以想帮忙清理一下。至于小猫则是告诉欧仁，不好好学习为人处事的话是会挨骂的。继续采摘一会后，泰奥便去查看其余2只猫的情况，得知他们是最快把包裹装满的，泰奥当场就给予了嘉奖，随即还给他们的合同期缩短1天。见状，欧仁连忙询问自己有没有，结果因为他的工作怠慢，还被小猫延长了1天合同。这时朴世俊也走了过来，他好奇泰奥怎么样了，是不是要下去卖东西。小猫告诉世俊还可以的，就是他们的包裹太久，所以能用的空间很小。对此世俊表示没事的，以后慢慢升级就好。而泰奥则是发现世俊全身武装的样子，于是询问他是要去哪里吗。闻言朴世俊很激动地说着自己要去西边的森林看看，他的话也让小猫有点疑惑。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聚集在了一起。临别的时候，泰奥也终于知道世俊要去找那些怪物，随即很担心他的安危。对此朴世俊让小猫放心的去卖东西，有熊妈妈和孤敖在没事的，而且他这样过分的担心会让小熊不开心的。更何况世俊表示他此行还有秘密武器，泰奥感觉这和在农场的战斗不同，是直接去怪物大本营。至于老银狼则是认为这很有趣，加上有熊妈妈和小熊跟着，小猫也就不再继续说什么了。世俊也让他快下去吧，这次要给新来的实习生树立好的榜样。泰奥也明白是时候该去销售了，随即就提醒世俊小心一些。之后大家就互相挥手道别了。这也是泰奥和3只猫的首次销售，而世俊他们也已经准备好了，朝着西边前进了很长的一段距离。朴世俊和小熊他们也来到了堕落怪物的地盘，这里的阴森远超世俊的想象，里面枯树散发的味道更是让小熊有点受不了。走了没有多久，熊妈妈突然提醒世俊，因为他发现了前面的敌人。这时在他们的前方竟然出现了许多树妖拦路，世俊还以为只是和其他的树木一样，不过熊妈妈坚持让他不要继续走了。果然下一秒地面的树根动了一下，紧接着那些树妖全部活了过来，它们的臭味比起入侵农田的还要强数倍。世俊也没想到还有其他的种类，其中的一只树妖率先发起袭击，好在熊妈妈及时出手护住世俊，可面对很多树妖的一起进攻，熊妈妈一时间也被树藤死死缠住。世俊明白已经到自己出手的时候了，只见他将头顶的草帽一甩，同时拔出了腰间的2把武器，紧接着世俊的头顶赫然生出一团火焰，这是火花给他准备的秘密武器。不过朴世俊还没帅一秒，小熊的爪子就盖住了他的头顶，还为世俊吹着火苗，他以为是朴世俊的头发着火了，还好被世俊及时阻止。接下来他的2把武器互相摩擦之下，就产生了一团同样的火焰。现在的世俊有了控制火焰的能力，小火苗瞬间变得熊熊燃烧，在世俊的控制下，火焰迅速飞到了怪物们的身上。这些干枯的树妖遇到简直就是碰到了克星。等到树藤被烧断后，熊妈妈也成功脱困了。看到有效果的朴世俊很是激动，但火势越来越大，世俊就赶紧叫小熊他们撤退，再不走的话，他担心会被席卷进去。这火焰的势头也比世俊预想的要大得多，随即让熊妈妈再快一些。然而很快前面又出现新的状况，原来又有一群树妖挡住了他们，这一次几乎是进退两难的地步。于是熊妈妈赶紧询问，刚刚的能力应该还能用吧？得到世俊的肯定答复，他就告诉孤敖该怎么做，急速的朝着树妖们靠近的同时，世俊也在发动着火花的能力。等到
他将火焰发射出去后，小熊却是瞬间越过了世俊的头顶，随即来到了那团火焰的面前。下一秒，让世俊想不到的是，孤敖竟猛地攥住了火焰，紧接着用力甩了下去。这一击的威力远超世俊用出的，整片森林都掀起了巨大的火焰爆炸，炸开道路后，世俊他们赶紧逃离这座森林。而这里发生的事情也吸引了荒芜之地的牛头怪们。一时间，牛魔王好奇西边的树林是发生了什么。不一会，天坑的小兔子们也看到了，兔子先生还认出来，这应该是火花的能力。刚刚就听世俊要借火花的力量来使用。就在这时，世俊他们也成功回来了。不过穿越火焰的时候，不止熊妈妈全身被熏黑，世俊和小熊也没能避免。看到他们狼狈的模样，伙伴们瞬间很是担心。很快回到天坑内休整后，世俊也就恢复了精神。他很感谢火花的能力，没有火花的话，这次可能就回不来了。兔子先生告诉世俊，他还是有点鲁莽了。对此朴世俊也没办法，最近每天都会有怪物入侵到农场，他也实在是受不了了。经过这次的火焰，相信能好好安宁很久了。正欲睡觉的时候，朴世俊发现自己的养蜂技能达到4级，发现小蜜蜂女王们纷纷开心的找上自己。世俊好奇是发生了什么事吗？随即一代小蜜蜂女王告诉他，请采榭花制作蜂蜜果冻吧，这是升级后获得的能力。小蜜蜂女王们为世俊感到开心，因为蜂蜜果冻是既好吃又能强化才能的东西。听到能强化自己的才能，世俊立马就来了兴趣。就在小蜜蜂们开始制作的时候，另一边的管理者空间中，艾琳现在正美滋滋的泡澡。泡澡的同时，她还很是惬意的喝着饮料。世俊的蜂蜜番茄汁让艾琳十分的满意，几乎每天她都要喝上好几次。最近艾琳还感觉自己又成长了，翅膀比起以前也大了不少。虽然已经是急速的进步，但艾琳认为这还不够，她很期待龙之心能恢复，然后离开管理者空间，最后在蓝月之时帅气的飞翔在天空。想到那时可以见到世俊，艾琳就忍不住愈发期待起来。这时抬起头后，她看着水晶球就想起之前的事情，世俊有和自己说过要试试火花的能力，随即艾琳就想去看看情况怎么样了。可刚刚走出去几步，艾琳顿时大脑一片空白，紧接着便重重的摔倒在地面。她感到龙之心发生了剧烈的疼痛。艾琳很想寻求世俊的帮助，但她甚至走不到水晶球的旁边。最后喃喃了一声世俊的名字后，艾琳就彻底失去了意识。好在黑塔察觉了管理者的危机，于是就启动了一个紧急系统，这将会向艾琳最后呼唤的人寻求帮助。至于那个人，也就是朴世俊了。与此同时的世俊还不知情，他正看着小蜜蜂们开始辛勤的劳作。由于蜂蜜果冻需要用到花粉，所以他们现在正在采取中。至于果冻的制作，则是交给了小蜜蜂女王们。在他们灵活的小手挥动下，一团团美味的蜂蜜果冻便形成了。就连兔子先生也被那香味所吸引。不过目前的蜂蜜果冻只能使用同一种花产生的蜂蜜以及花粉才能制作出来。看完了相关的信息后，世俊也很是好奇，蜂蜜果冻是怎么去强化才能的？因为在黑塔之中，每个觉醒者的才能都是很难升级的，这往往需要经过千锤百炼。要是靠吃东西就能做到的话，那将是一个震惊黑塔的存在。小熊和世俊一样，也在期待着美食做好。不一会后，一代蜜蜂女王就找到了世俊，原来是果冻已经做好了。仅仅是闻到那股甜美的气息，孤敖的口水便忍不住流了出来。见状，朴世俊连忙抬高了帽子，同时让小熊把大家喊来再吃。闻言，孤敖当即就出发了。小蜜蜂女王们则是准备再去做一点，而世俊打开状态窗口查看了一下，就看到了其能强化魔力相关的才能，看来是因为用魔力小番茄花粉制作的缘故。可惜的是他没有魔力的才能，这让世俊显得有些失望。恰好小熊已经把伙伴们都叫来了，由于这会数量有限，世俊告诉大家先一人一块品尝一下。尽管不能强化才能，但世俊很好奇果冻的味道，而小熊还想省着吃，这可把战士黑兔逗乐了。毕竟蜂蜜果冻很小，怎么省？于是孤敖就和世俊再要一块。不过朴世俊告诉他，剩下的要给艾琳姐姐，因为艾琳是非常喜欢小番茄的，想必用小番茄做出来的果冻，她一定更加的爱吃。随即世俊开始呼唤着艾琳的名字，很快黑塔的状态窗口就显示了出来。他本以为是艾琳的消息，怎料上面显示着艾琳的龙之心暴走，现在即将要死去。这个通知无疑让朴世俊慌了神。紧接着黑塔就发放了新的任务，要请世俊帮助稳定艾琳的龙之心。对此朴世俊赶紧询问黑塔，龙之心是因为什么失控的？小熊他们听到艾琳出事了，也是纷纷很着急。与此同时，黑塔告诉了世俊，原来是艾琳吸收了太多魔力，可由于凝固的龙之心无法承受，所以就导致了暴走。得知了这个原因后，朴世俊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怀疑是不是因为之前给艾琳的食物，那些基本都是能增加魔力的东西。一想到这里，世俊被吓得都无法站稳，于是他急忙询问黑塔，自己要怎么做才能帮助艾琳。好在黑塔经过一番筛选，终于也得出了一点结果，那就是世俊有能帮助艾琳的东西。朴世俊的脑子也转得很快，艾琳是才能不够强，才导致无法承受吸收的魔力，恰好蜂蜜果冻能强化魔力相关的才能。这时小熊主动递上了还没来得及吃的果冻，他要让世俊把自己的这份交给艾琳姐，其他的伙伴们同样如此。大家都拿起了手中的蜂蜜果冻，要拿去给艾琳治疗龙之心。迅速的收集进草帽中后，世俊连忙提醒黑塔窗口带给艾琳。伴随着任务完成的提示出现，果冻也顺着窗口进入了艾琳的嘴巴中，食用了很多的蜂蜜果冻。下一秒，艾琳的全身就泛起了一阵阵金色光芒。很快，状态窗口提示，经过蜂蜜果冻的强化，艾琳的龙之心停止了暴走。朴世俊则是问着系统，他没事了吗？
看着黑塔给出暂时安全的答案，世俊显得有点疑惑，而窗口也给出了解释，目前只是暂时稳定了，可要是艾琳的龙之心不继续成长，依旧会有再次失控的风险。但好在现在已经没事了，这下朴世俊终于是松了一口气，他相信以后肯定有解决龙之心凝固的办法。与此同时，在黑塔之外的空间中，和黑塔相连的水晶发出了强烈的光芒。艾琳的父亲安东和爷爷凯撒也纷纷注意到了，很快水晶上的状态窗口就出现了，这会显示黑塔启动紧急系统期间发生的活动。看到这个消息，凯撒立马猜出是艾琳的龙之心发作了。安东本以为紧急系统的联系人是父亲，不过凯撒却表示他也没接到，如果艾琳叫了他的话，就能越过黑塔管理区域让艾琳停止发作，如果没有的话，在黑塔安全系统的保护下，就无法打开前往里面的通道。正当凯撒和安东很担心的时候，黑塔终于把活动记录发了出来。看完上面的信息，安东的心情开心了很多，因为艾琳不仅还活着，龙之心更是比之前更加稳定了。可安东这时发现父亲的情况不对，凯撒之所以会这么郁闷，是因为艾琳最后叫的人竟然不是自己，反而是一个名为朴世俊的陌生名字。父亲凯撒的模样也让安东感觉大事不妙，他还想解释着，对方肯定是一直在帮助艾琳的人，不管怎样尽快打开传送门才是关键。不过下一秒凯撒普里塔尼就变身了，孙女以往都是叫自己的，结果这次换成了别人。凯撒明白一定是有人偷走了他孙女的心，这让身为爷爷的凯撒很是吃醋。安东则是继续劝阻父亲，毕竟在这里发作的话太丢龙了，但这会其他族人已经发现他们的情况，大家对此有点见怪不怪的打趣着。然而在暗中却有一条龙正默默观察，黑塔这次的出现让他感觉是一个不错的好机会。时间过了好一会后，艾琳终于是有了醒来的迹象，似乎是做了一场不得了的噩梦。下一秒她突然被吓得跳了起来，这时艾琳才发现，没想到自己竟然没有死。仔细的感受一下体内的变化，她还很意外龙之心竟比以前更加稳定了。有些疑惑的艾琳把目光转向了水晶球，缓缓的放在上面之后，很快黑塔就把刚刚的情况告诉了她。看完艾琳也知道了，原来是他最后叫来了世俊。艾琳很想知道朴世俊用了什么办法，注意到蜂蜜果冻的效果时，她便明白了大致的经过。能提升才能的道具确实是自己目前最需要的，唯一可惜的是昏倒时吃的，所以艾琳并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但总而言之，获得了别人的帮助，作为伟大的黑龙就应该真诚的回报对方，因此他决定要给世俊一些报酬。很快艾琳就来到了自己的宝库中，她在满目琳琅的珍稀物品里翻找了很久，结果却找不到一件合适的礼物。于是伟大的黑龙开始思考，农夫究竟需要些什么东西。就这样往前走了没多久，艾琳便被前方的巨大雕塑吸引了。她想，如果是送这个的话，朴世俊一定会非常喜欢的吧。与此同时的农场之中正一片安宁，世俊他们忙活了一场，现在正在房子外好好的休息。继续睡了一段时间，艾琳的消息就再次弹出，看到的第一时间，朴世俊瞬间打起了精神，紧接着连连询问他怎么样了。看到艾琳说自己很好后，他也松了一口气，差点艾琳就被自己的小番茄害了。闻言，管理者告诉世俊并不怪他，随即解释着自己的病每10年就发作一次，还得多亏了小番茄才能得以延缓至今天。见状，朴世俊这才真的放心了，他本以为是自己害了艾琳。这时朴世俊也想起来，刚刚他们和小蜜蜂们又做了很多果冻，听到世俊要拿给自己，艾琳就表示先让他偿还一下救命恩情，紧接着便发放了一个新的任务，朝着天空大喊一声，就能得到很大很好的东西，同时还提醒世俊他们去空旷一点的地方喊。于是伙伴们就来到了屋子不远处的空地，缓缓地深吸了一口气后，朴世俊就朝着空中大声地叫了艾琳的名字。小伙伴们本以为会发生什么惊喜，结果却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正当世俊疑惑的时候，状态窗口迅速传来任务完成的提示，奖励是艾琳100周年的纪念喷水池。下一秒，世俊的头顶凭空出现了一尊雕像，发现上方的庞然大物落下，大家一时间都被吓傻了。所幸在雕像接触地面的瞬间，朴世俊他们成功躲开了。如此巨大的物品使得世俊完全蒙圈了，在这尊大雕像面前，他们几乎就和蚂蚁差不多。这时雕像的嘴巴还动了起来，随即从中喷出了很多的水。通过窗口讯息介绍，朴世俊也知道了，这是艾琳的爷爷送给他的喷水池，其的等级是 S， 拥有达到50级的产水技能，但剩余的2个技能却都是问号。这个礼物正如艾琳表示的很大，他还告诉世俊这能节省浇水的时间。闻言，朴世俊也想起来，农场的一步步扩大后，兔子先生他们浇水就有些跟不上了，有了这个的话，以后就可以不用去山洞取水。明白其的效用，世俊很是感谢艾琳，可当他想知道别的技能后，艾琳说着自己也不知道。按照艾琳的指示，朴世俊就尝试着控制雕像，伴随着他的召唤，一件类似手柄的东西便出现了。通过讯息，他得知这就是喷水池的控制器，但在世俊看来，这不就是游戏手柄吗？抱着尝试的心态，他开始操纵着控制器。令人意外的是，喷水池还真的动了起来，这一幕让伙伴们纷纷大开眼界，世俊更是觉得太棒了。
和控制游戏中的人物一样好玩。而在他的操控下，孤敖和小黑兔他们还和雕像做同样的动作。就在大家玩得很开心的时候，由于世俊的不熟练，导致龙头突然冲了下来。好在小熊一拳打开了雕像，但这也让喷水池的龙角断了。看到这一幕的朴世俊整个人都被吓了一跳，大家的惊呼也被休息中的艾琳听到。等到他去询问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世俊急忙解释没有什么事，他们只是在仔细地观察着喷水池。小熊他们也在一旁附和着。原来在艾琳过来的时候，建筑灰兔已经迅速地先做了粘贴处理。见没有事情后，艾琳也就美滋滋地开始休息。世俊则是庆幸他没发现礼物的变化。而在另一边的黑塔67层中，埃尔卡正和族人在收集蝗虫的尸体。今天他还把自己的儿子也带了过来。对此，埃尔卡的妻子显得很是担心。埃尔卡让他放心吧，有刀刃大葱在，很安全的。联军那边还研究出了蝗虫的攻击模式和时间。这回蜥蜴人们正在收集刀刃大葱，就是为了在蝗虫休息的时候，然后种到下一轮预计进攻的地方。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去拼死保护的。这时，埃尔卡的孩子又捡起了一只蝗虫，正把好消息告诉父母的时候，小银狼的身后发生了异变。看着突然袭来的无数死亡蝗虫，埃尔卡和妻子瞬间慌了神。就在这生死一线的时候，蜥蜴人战士及时出手，他快速地斩杀了当头的很多蝗虫，同时成功救下了小银狼。死亡蝗虫的攻击模式改变，让蜥蜴战士大声通知所有伙伴逃跑，而下一秒蝗虫便疯狂地冲向了联军战士们。等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天坑的第9次蓝月终于降临。本次艾琳又一次出现在了天空，看着上方的她，朴世俊不由得感慨艾琳真漂亮，同时还转头询问熊妈妈的状况。对此，深红巨熊说自己很好，在艾琳的力量影响下，他们的精神得到了稳定，不会进入狂暴的状态。这对世俊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紧接着，兔子先生他们还跑了过来，原来是农场的蓝月作物诞生了。闻言，世俊迅速戴上帽子出发，来到了农场之中。他们率先从蓝月小番茄开始采摘，这一次产生的蓝月作物多于以往，推车兔整整装了满满的一车。现在小兔子还告诉世俊，玉米地里也出现了蓝月作物，于是朴世俊就赶紧走进了玉米地里。果然在前方有2颗玉米吸收了蓝月气息。恰好艾琳的消息传来，他使用了力量维持99层的稳定，这会已经很累了。随即世俊把2颗蓝月玉米给了艾琳，为了稳定他的龙之心，所以就不给艾琳小番茄了。和艾琳告别后，世俊正想去收取别的作物，转头却发现了冒着红光的玉米，于是他走上前去准备查看一下，缓缓地把玉米掰下来，状态窗口的讯息就立马弹了出来。原来这是全新的品种，名字是爆发的体力玉米，食用不仅能分解脂肪和提升体力，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头发变旺盛，且加热后还会膨胀10倍。而世俊成功在塔内培育了3个新品种作物，他的消息也将会被粮食协会所知道。关于爆发的体力玉米，最让朴世俊震惊的便是能让头发变旺盛这一点。确认不是自己看错后，世俊宛如获得了至宝一般，他的动静还引来了小熊的疑惑。见到孤敖，世俊还询问自己的头发平时看起来怎么样。对此，小熊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不好看。闻言，朴世俊立马下达指令，让大家明天集体种植爆发的体力玉米，拿出一部分当做种子之后，世俊就想起了加热会膨胀的介绍，他好奇这究竟会产生什么变化，于是就直接前往天坑中寻找火花。令朴世俊没想到的是，火花居然发生了巨大变化，看着像自己诉说长大了的小火花，世俊好奇是不是吸收蓝月气息的原因。火花对此表示了肯定，在沐浴了蓝月的光芒后，他的全身都充满了力量。火花还告诉世俊，现在他拥有了第3种能力，名字是叫做守护的火花。紧接着还要在世俊的身上演示一下，随着火花用出自己的能力，下一秒朴世俊就被蓝色的火焰所包围。这种火焰给他的感觉跟鬼火一般，而且还不会发烫。火花则是告诉世俊，这些火焰会替他好好守护主人的。开心的接受了火花的力量后，朴世俊也拿出了爆发的体力玉米，他想让火花为自己加热一下。研究了没有多久，火花就想到了吃的好方法，他让世俊先把玉米的顶端封住，随后还让世俊拿着直接加热，有守护火花在，是不会受到火焰伤害的。在火花的一点点加热之下，很快世俊手中的玉米就突然膨胀起来。加热完成，火花让他打开看一下，将捆住的玉米须慢慢解开，里面的玉米粒竟然都成为了爆米花。激动之下的朴世俊赶紧呼唤了伙伴们，撒上一点点的稀盐当做调料。朴世俊他们就开始了品尝，抓起一把放进嘴巴里面。小熊和世俊都被爆米花的味道惊艳到了，战士黑兔他们也不例外。吃完，朴世俊还说感觉孤敖的毛发变得更好了，小熊则表示爸爸的头发也更加旺盛。正当世俊好奇孤敖是跟谁学会这么说的时候，天坑的上方突然传来了巨大的震动，这让伙伴们一时间不知所措。怪物们不该都被艾琳安抚了吗？紧接着熊妈妈急忙前来通知，让世俊赶紧出来看看。来到了天坑外面，前方的情景却让他有点不敢相信，因为堕落的树妖们再一次发起了进攻，且还出现了2种新的怪物。讯息显示，黄色的是毒物树妖，紫色的则是年花树妖。更关键的是，本次的规模远超以往。世俊也没想到怪物
物的进攻会这么突然。他本以为经过上次会得到很长时间的休息，结果这些家伙还选在了蓝月时期进攻。不过朴世俊也没有感到害怕，他让伙伴们准备好用火把烧掉这些怪物。可下一秒，年花树妖就发起了攻击，而他们的目标居然是大家手里的火把。在树妖的粘弹攻击下，大家的火把纷纷被快速击落，更是在手上留下了一种黏糊糊的液态。就在这时，下方又发生了异变。望着那些蔓延过来的雾气，战士黑兔急忙推开了朴世俊。原来是那些雾气里面他感受到了有毒。这时毒雾树妖发起了自己的攻击，面对如此多的毒物，世俊他们只好继续后退。这时孤敖又让朴世俊看向前方，因为在怪物们的阵地之中，竟出现了一只恐怖且高大无比的树妖，它的根须都远比地面的树魔们巨大。讯息很快也给出了提示，这是吸收了蓝月气息的堕落树妖，其的体型宛如能抵达天际一般。世俊没有想到，树妖们竟然也能吸收蓝月的力量变强。现在熊妈妈告知事情变得很棘手了，对此朴世俊很是赞成。这种夸张的蓝月树妖怪物，他不知道究竟要怎么才能战胜对方，但身后又是伙伴们一起打造的家园。世俊很想努力迎敌，可似乎就要到此为止了。小兔子们感到很恐惧。正当大家要失去斗志的时候，朴世俊却听到了身后有人在叫自己，缓缓地回头看去，伙伴们都有点不敢相信，因为那尊巨大的雕像居然自己过来了，而且还能够说出人话。这时雕像又一次发出声音，他告诉世俊自己叫安东普里塔尼，是艾琳的父亲，他是前来帮助世俊的。此话一出，伙伴们全都傻眼了。朴世俊同样被吓了一跳，他没想到艾琳的爸爸会出现在这里。这时安东告诉世俊，雕像原本是为了应对艾琳的病而制作的，但不知为何与黑塔的传送门无法开启，因此他们既不能进入塔内，也无法行使权力。幸好的是，这座雕像在99层的时候，塔外能接收到微弱的信息，从而控制移动。紧接着安东还朝着朴世俊道谢，他很感谢世俊成功救下了艾琳。见状的朴世俊连忙摆摆手，同时表示那是自己该做的。接下来安东说着，目前黑塔没有得到应有的管理，以后他希望能够得到世俊的帮助。听到安东的话，朴世俊显得很是疑惑，自己该怎么去帮助。下一秒，安东语出惊人，他告诉世俊想让其代替艾琳管理黑塔。闻言，朴世俊很无能为力，然后表示自己只是一个连99层都出不去的农夫，随即又伸手指了指不远处的怪物，他连那些树妖都搞不定，更别说代替艾琳管理黑塔了。似乎是有所感应，那边的怪物们变得愈发狂躁。这一幕也让大家从艾琳父亲带来的震惊中回过神，毕竟那些怪物正朝着农场开始靠近。听完朴世俊的话，安东却认为他能做好的，还说着遇到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会来帮助你的。安东口中的我们让世俊再一次疑惑了。且这时雕像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下一秒从中传出了别人的声音，对方介绍着自己是艾琳的爷爷凯撒普里塔尼，成功见到了世俊。凯撒还有些抱怨，他说着都怪朴世俊才害得自己这次见不到孙女。虽然不清楚是发生了什么，但世俊介绍了一下自己后，还是表示抱歉给他带来了困扰。初次见面，凯撒还是很开心的，因为世俊非常的有礼貌。至于详细的事情，凯撒表示之后再说。他来控制雕像的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去消灭那些捣乱的怪物。紧接着巨大的黑龙雕像突然一跃而起，下一秒赫然就来到了天空之中，而凯撒的起飞还让世俊他们被直接吹倒了。矗立在怪物们的上方后，凯撒就冷冷地注视着这些杂鱼，他也懒得多浪费时间。随即一股龙炎自雕像的嘴中缓缓浮现，当幽蓝色的龙炎慢慢浓缩成一团时，凯撒就直接对着无数的树妖动手。仅仅是一瞬间的功夫，那颗火球竟瞬间抵达了怪物的头顶，树妖们甚至都无法反应过来，凯撒的龙炎就已经将他们彻底淹没。这一刻，天空中的黑龙身影宛如降下了神罚一般，随着龙炎的爆发，整个99层都能感受到剧烈的震动，就连管理者空间也没有例外。可尽管房间由于震动都落下了一些尘埃，但丝毫没有影响到艾琳的熟睡，她的嘴里甚至还喃喃着世俊的名字。而等到龙炎爆炸过后，留在现场的只有一个巨大的深坑，所有来袭的树妖们纷纷被龙炎焚毁，世俊他们则是有着熊妈妈保护着，加上离得有些距离，因此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朴世俊现在彻底被龙的力量折服了，那些树妖连带着一座大山就这么被直接毁灭了。解决了世俊他们的麻烦后，凯撒操控着雕像又飞了回来，他让朴世俊去深坑之中看看，那里有能提高力量的道具。闻言也让世俊来了一点兴趣，于是他和伙伴们就前往了深坑的位置，靠近了一看，原来还留下了一些树妖的残渣。世俊带着战士黑兔慢慢走了下去，其他的小兔子则是留在了上面，当然小熊孤敖也跟着一起去探查。才往前没有多久，小熊就看到了前面有发光的东西，缓缓地靠近发光点，原来是一颗种子散发的光芒。世俊明白这应该就是凯撒说的道具了，将种子捡起来后，状态窗口也传来了提示，其竟然是吸收了蓝月气息的树妖留下的种子，使用不仅能全属性提升10点，保持在地面的话，则还会重新长出强化后的树妖。而凯撒直接建议朴世俊吃掉，用其来让他的身体变得强大一些。之所以这么建
建议，也是因为等种子发芽后，还会重新长出强大的树腰。但哪怕种子带来的提升很多，可直接这么吃的话，朴世俊有些难以下咽。随即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凯撒。世俊表示可不可以烹饪了之后再吃。闻言凯撒却很惊讶，他没想到朴世俊还会料理，于是就询问世俊身上有没有什么料理过的食物。对此朴世俊说着自己没有带，但要吃的话他身上还有些小番茄，紧接着便拿了出来。不过让世俊疑惑的是该怎么送给另一边的凯撒。凯撒接过后就丢进了雕像的嘴里，他说着在雕像的嘴中有能简单移动物品的魔法装置，只要是被其吞进去的物品就能够传送在自己所在的地方。果不其然，另一边的凯撒就收到了世俊的小番茄。仔细的查看完小番茄的信息，凯撒也就明白了，想必这就是帮助艾琳龙之心重新跳动的道具。和父亲凯撒不同的是，安东这回正在查看朴世俊和伙伴们在黑塔的一些经历，其中小熊手中的东西立马吸引了他的注意。安东没想到死亡蝗虫还能拿来食用，且从能运到99层来看，蝗虫肯定已经出现有一段时间了，而朴世俊能将其当作食物烹饪，也使得他很惊讶。可不管怎样，这无疑能让塔内的怪兽们不再担心食物的问题，加上那些有多种功效且能让艾琳的龙之心恢复跳动的农作物，这回安东对世俊愈发的好奇。黑塔农夫这个职业，就连他也不曾了解过，也许这能成为艾琳恢复的希望。正当安东准备之后要再详细了解的时候，凯撒却慌忙的跑了过来。见到父亲的模样，安东不由得一阵无奈，毕竟这太有师族长的形象了。凯撒也不在意，他很开心的拿出了一颗小番茄让儿子看看。安东本以为是这棵作物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结果凯撒却告诉他，小番茄的味道很好吃。此话一出，也让安东傻眼了。与此同时的天坑之中，朴世俊正在呼唤着艾琳的爷爷，可从凯撒收到小番茄后，就彻底没了声音。无奈之下，他只好放弃等待，于是叫着小熊和战士黑兔准备离开。见世俊在叫他们，小黑兔也想走，但小熊这回似乎很执着。看着世俊走上来后，孤敖很是激动地询问自己能不能拿走眼前的巨大树枝，因为他也想跟黑兔哥哥一样拥有武器。虽然讯息显示是受到蓝月强化过的树枝，可看着那又高又大的东西，朴世俊无奈地告诉小熊，这是没有办法拿进家里的。闻言，孤敖有些失落，自己原本都给大树枝取好了名字，但当小熊触摸的瞬间，他却是突然眼前一亮。至于朴世俊还说着先回家，以后再给他找合适的武器，怎料旁边又传来了一道道异样的声音。缓缓地回过头，世俊就被吓到了，因为那原本巨大的树枝竟然在一点点的缩小，最后更是被孤敖轻轻松松地握在手中。面对朴世俊的疑惑，小熊就告诉他，原来树枝也是一件道具。通过讯息的重新提示，世俊这才明白，其被激活后就能随意的变换大小，这也让他和小黑兔一时间愣住了。不过朴世俊也为小熊感到开心，毕竟他成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把武器。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小熊已经运用的十分熟练了。这回孤敖正和战士黑兔展开切磋，望着他们之间有趣的打闹，朴世俊也很是欣慰。在天坑中，小熊和战士黑兔的切磋总是不错的节目。过了没有多久，世俊的身后传来了别的声音，转头一看，原来是银狼们把67层的部分蝗虫带了回来。见状，朴世俊连忙说着辛苦了，但他奇怪的是，埃尔卡他们似乎没有跟着一起回来。闻言，旁边的银狼回答着，族长为了寻找失踪的医药，便急匆匆的离开了。对此，朴世俊疑惑，难道是67层出什么事了吗？随即银狼也告诉了他，在前不久由于死亡蝗虫的攻击改变，因此67层发生了一起新的大战。听到这里，世俊很担心大家的安全，银狼则是让他放心，多亏有联军战士的帮助，大家都没有受伤。尽管蝗虫的进攻很是凶猛，可等刀刃大葱再次插起后，再加上许多的蜥蜴人，蝗虫也只能变为堆积成山的尸体。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要去向联军的领导医药汇报。虽然得知战场的银狼们没事，但朴世俊对下去的泰奥他们却始终不放心。与此同时，在流浪商人通道村中，这里是魔法师协会的一个分塔，老银狼埃尔卡经过一番询问，也得知了伊奥已经外出的消息，具体什么时候能回来，魔法师协会的人也不确定，最近会长都很忙。继续询问伊奥有没有透露去何处后，对方想了一会就告诉埃尔卡，会长当时说要去格拉尼尔村。闻言，埃尔卡他们也记了起来，因为这正是泰奥的故乡。另一边的小猫咪已经要踏上传送通道的路了，这时发现其他的部下还在后面时，泰奥就大声让几只猫跟上。落后了很多的欧人连忙让他等等自己，可由于跑得很是匆忙，欧人不小心撞到了地面的一只仓鼠，下一秒双方就直接摔倒了。吃痛的欧人当然很不爽，随即他质问小仓鼠为什么要绊倒自己，而眼前的仓鼠也就是伊奥了。听到猫咪十分无理的发言，伊奥更是生气，于是回击着明明是欧人撞倒了他。闻言，欧人则是继续质问，你这小老鼠想死吗？此话一出，伊奥当即就准备动手了。关键时刻，泰奥便走了过来，他疑惑欧人为什么这么慢。紧接着，小猫咪就发现了地面的伊奥，伊奥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相遇。见状，欧人赶紧询问泰奥是不是认识眼前的家伙。对此，小猫还回答他们之间是很亲密的关系。随后还好奇是发生了什么。闻言，伊奥告诉小猫，刚刚欧人撞到了自己，怎料不等泰奥说话，担心合同无限延长的欧人一瞬间就滑跪道歉了。他很是慌乱的表示，都怪自己太着急才撞倒了伊奥，紧接着恳求伊奥原谅他。看到欧人这副样子，
泰奥就替其求情，而看着小猫的份上，伊奥也就原谅了欧仁。接下来没有聊了多久，小猫也得知伊奥此行是去格拉尼尔村见一个人，于是他还告诉对方自己的家乡就是格拉尼尔。闻言，伊奥有些意外，随即就想请小猫和他一起去。对此，泰奥显得很是犹豫，但下一秒欧仁却冲了上前，他想求泰奥去一趟格拉尼尔村，因为他有一件急事想告诉自己的父亲。可惜小猫还是拒绝了，毕竟还得赶紧去38层售卖东西才行。不过欧仁没有放弃，表示如果泰奥能去一趟的话，他愿意送上1000的塔币。眼看小猫依旧很犹豫，欧仁就说着：“难道你不想风风光光的重回故乡吗？相信看到如今成功的你，就算是玛丽尔也会感到后悔的。”听到这里，泰奥终于是答应了去一趟格拉尼尔，得到了小猫的答复。旁边的欧仁比所有人都要开心，至于伊奥则是好奇那个玛丽尔究竟是谁。可惜的是，小猫让他不用在意。一想到能让故乡的大家看到成功的自己，泰奥的心中就愈发的期待。和他相同的还有欧仁，不过欧仁期待的是，却是回到格拉尼尔村后，再次将小猫狠狠地踩在脚下。而旁边的伊奥则是对玛丽尔更加好奇了。就这样，一行人便踏上了前往格拉尼尔的通道。期间，小猫还告诉伊奥，格拉尼尔村是一个美丽且和平的地方。然而等他们抵达的时候，却是被眼前破败的场面吓到了，因为许多的猫咪都面色消瘦，村子此时完全没有一点生气，售卖食物的地方也没有半点东西。泰奥对此感到不解，他不明白村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随即转身询问同行的猫咪杰夫，但杰夫也不知道，他们离开的时候村子还是好好的。可就在这时，身后传来的动静吸引了大家的视线，让大家意外的是，来的猫咪竟然是杰夫的妈妈和妹妹。见到阔别多日的儿子，老母亲很是担心他，杰夫则是询问母亲怎么变得这么瘦了，还有其他的弟弟妹妹在哪里。随即杰夫的母亲就告知了一切，原来是村子赖以为生的真卡湖出现了很多类似青蛙的怪物，妨碍捕捞，因此村里自给自足的粮食就断了。村里的青年一同前去讨伐，但也只是堪堪保住性命回来，加上外部粮食的价格暴涨，买不起的猫全都饿着肚子。听到猫咪阿姨的话，泰奥有些不解，那种青蛙怪物不是很少吗？且很容易就能抓到。怎料杰夫的妈妈表示，真卡湖现在已经被数千只青蛙怪物覆盖了，前不久佣兵协会还有人前来支援，可不知为何反而让湖中的怪物更多。闻言，伊奥询问那些佣兵现在在哪里，随即杰夫的妈妈表示，他们都在欧仁的爸爸拉尔的住宅中。事情了解的差不多后，泰奥从背包中拿出了很多鱼，他让大家先吃这些鱼充饥，同时请猫咪阿姨给每个村民都分一下。至于杰夫他们，泰奥让其暂时留下来先照顾家人，这些鱼他让2只猫当做实习福利，但如果逃跑的话，到时合约期限就给他们加倍。对此，杰夫和弟弟都很是感谢泰奥。接下来，小猫准备前往欧仁的家中，然而转头一看，欧仁却已经消失不见了。见状的泰奥当场傻眼，紧接着也反应过来，欧仁那家伙逃走了。伊奥则是表示慢慢追过去吧。和他们想的一样，这回的欧仁正疯狂地逃往家里，他从来没想过要在泰奥的手下做事。合同的话，欧仁相信只要回到家中，便能很轻松地解决。可他还没开心多久，一只银狼就突然跳了出来，看到埃尔卡的瞬间，欧仁当场就被吓傻了。面对强大的埃尔卡，他被吓得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老银狼恶狠狠地询问，为什么你不在泰奥主管的身边？该不会是要逃跑吧？对此，欧仁慌忙地解释自己只是回家办点事，但埃尔卡也没那么好糊弄。他告诉欧仁，现在就告诉自己泰奥的位置，如果答不上来，立马就会将他咬死。可下一秒，却有别的声音回答着埃尔卡可能做不到。紧接着，老银狼就遭到了偷袭，快速地稳住身体后，前方的敌人却让埃尔卡很是意外，他没想到黑狼居然会出现在这里。至于欧仁，则是被对方护在了下方。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埃尔可和埃尔科终于追了上来，但发现前方的一只黑狼后，他们很疑惑对方为什么出现在这里，这同样是黑狼想知道的。银狼族来这种小村庄做什么？下方的欧仁则是找到了救命稻草，连忙祈求黑狼救救自己。闻言，黑狼让欧仁先走，他就是接到了委托来接应的。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过有人帮自己拦下了银狼们，欧仁也就急忙转身离开。见状，埃尔卡想让黑狼让路，怎料对方说欧仁是雇主的儿子，他正是前来保护其的安全。闻言，老银狼威胁着，如果不让开就会立马攻击。对此，黑狼却是一点也不担心，还让埃尔卡有本事的话就来试试，因为不管是力量还是技巧，他们黑狼族都强于银狼族。紧接着，黑狼介绍着自己叫哈夫，是黑狼族首领黑格尔的得力干将，更是表示3只银狼他很轻松就能解决。然而下一秒异变突起，哈夫刚刚说完话，就被剧烈的火焰魔法瞬间席卷。等到火焰散去，他便彻底失去了意识。望着昏死在地面的黑狼，埃尔卡他们也纷纷傻眼了。至于出手的人，正是赶来的伊奥。后面的小猫很是感谢，多亏伊奥及时赶到，随即又询问着埃尔卡他们为什么没有回99层。老银狼表示他们是来见伊奥大人的，但还不等埃尔卡表明情况，伊奥就说着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小猫接过话，询问他们有没有见到欧仁，于是埃尔卡就把刚刚的情况说了一下。知道贝奇成功逃跑后，大家便决定一起去拉尔的住宅。与此同时，另一边的住宅中，一只巨大的黑狼正坐在里面，至于拉尔则是在等待着。而
而这只黑狼正是首领黑格尔。现在拉尔表示哈夫有些慢了，他得到儿子出现在村子的消息后，就立马请黑格尔的手下前去的。对此，黑狼首领让拉尔再等等，哈夫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对方处理事情从没有失误。黑格尔刚刚说完话，欧仁就连忙推开了房门。见到儿子的第一时间，拉尔赶紧询问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消失这么多天，还有就是粮食欧仁似乎也没有买回来。终于见到父亲的欧仁立马扑上去大哭，同时诉说着自己在商人街的时候被泰奥和一只哥布林合伙欺骗了。闻言的拉尔确实有些疑惑，他知道泰奥是欧仁小时候的朋友，可印象中那明明是一只善良淳朴的小黄猫。听到父亲的话，欧仁当场怒斥泰奥根本不善良，反而十分的邪恶，不仅合伙骗走了他的钱，还强迫自己签合约去工作。欧仁还说着泰奥的背后有着一个自称黑龙的家伙，但却没有龙角和翅膀，他们联合起来欺骗了兔子族和自己一起工作。欧仁的话语落下，结果旁边的黑格尔却瞬间发火，他想知道欧仁刚刚说的应该是真的吧？胆敢冒充黑龙的家伙，就算用生命来偿还都不足够。见状，欧仁也想起来一件事，随即就再次肯定对方就是在冒充伟大的黑龙。虽然他不知道黑格尔为什么在自己的家里，可黑狼一族正是以崇拜伟大的黑龙而闻名，首领黑格尔更是如此，所以欧仁准备好好利用一下。随即他请求黑格尔去好好教训泰奥，让他们能受到应有的惩罚。对此，黑格尔让欧仁带路，他要去亲眼看看再做判断。这时住宅的仆人前来汇报，外面来了几位客人，知道是泰奥他们后，欧仁显得很开心，紧接着还询问父亲仓库中的那个东西还在不在。闻言，拉尔有些疑惑，至于欧仁心中已经有了对策。与此同时，泰奥正在呼喊着欧仁，可惜的是迟迟没有得到回应。埃尔卡提议直接闯进去，不过被小猫以很无理拒绝了。好在没过多久，欧仁就推开门出来了，换上了新衣服的他见面就嘲讽着泰奥这个低级的家伙，来自己的豪宅做什么？闻言，泰奥表示准确的来说，这是你父亲的房子，反驳着迟早会是自己的后。欧仁就告诉小猫，来到这里他是不可能会再次成为泰奥的奴隶了。对此小猫也无所谓，毕竟有合约在。伊奥则是说着，违反黑塔合约的话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泰奥还打开了合约窗口，然后告诉欧仁，如果再不下来的话，合约时长就再增加1个月。可欧仁却突然想看看合约内容，闻言泰奥让他打开自己的窗口不就行了？怎料欧仁强行解释他想对比一下，还表示只是看看，很快就好的。见状，小猫也就没有拒绝。怎料在即将靠近的时候，欧仁却瞬间掏出一瓶药水，上方的埃尔卡敏锐地察觉到不对，紧接着他连忙提醒泰奥小心。然而这个距离小猫根本来不及躲避，下一秒欧仁将绿色的药水全部洒向了泰奥。就在这关键时候，一道蓝色的魔法骤然出现，被魔法屏障包裹住的小猫并没有染上一点绿色的药水。突如其来的一幕使得欧仁有些傻眼，伴随着的还有恐怖的危险袭来。出手的正是愤怒的埃尔卡，堪堪躲开危险的欧仁还是被直接震飞摔倒在一边。欧仁没想到自己的计划居然失败了。这时伊奥拿起了欧仁的药水瓶，他认出了这是合约无效药水，这是一种只要洒向对方的状态窗口就能使合约失效的道具。伊奥没想到欧仁会有这么珍贵的东西。听到伊奥的解释后，老银狼和小猫顿时气坏了。埃尔卡表示现在就要教训欧仁一顿，可有靠山的欧仁也无所畏惧，紧接一把抓起了地面的伊奥，同时威胁着泰奥他们别动，还说着要是不立马撕毁合约的话，他就要了这只仓鼠魔法师的命。无法离开屏障的小猫很是着急，老银狼则是告诉欧仁，敢伤害伊奥的话是一定会被他们杀死的。怎料欧仁也不藏着，立马告诉所有人，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也有靠山，随即就呼喊着让黑格尔出来收拾泰奥他们。听到欧仁还有后手，3只银狼纷纷严阵以待，但和欧仁想的不一样，因为黑格尔并没有出现，这让他有些疑惑不已，为什么黑狼首领还不出来？伊奥则是表示，看来黑格尔放弃你了。闻言，欧仁立马恼羞成怒，随即就要给伊奥一点颜色看看。可下一秒他终于感受到了不对劲，因为欧仁发现自己的身体竟无法移动，不紧不慢地落到地面后，伊奥也告诉了欧仁，刚刚自己施展了麻痹魔法，所以欧仁是无法行动的。这时伊奥好奇地询问，难道是看他很小，所以就认为很弱吗？说完，伊奥便介绍了一下自己是黑塔魔法师协会的会长，轻视他再加上背叛泰奥，伊奥决定让欧仁为此付出代价。至于欧仁已经彻底懵了，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仓鼠就是传说中的大魔法师，更不理解泰奥怎么会有这种人脉。至于小猫咪看伊奥没事后，还夸赞着屏障里面也挺舒服的。但回过神的欧仁还没有放弃，他继续呼唤着黑格尔的名字，对方迟迟没有出现，让欧仁不明白是为什么。可其实外面的一切黑格尔都看见了。现在黑格尔开始埋怨起欧仁，说好的只是教训伪装黑龙部下的家伙，结果他没想到伊奥会在这里，随即也明白了，肯定是那只黑猫骗了自己。另一边的伊奥则是把魔法杖转向了窗户，紧接着表示他已经听到了，于是就让黑格尔赶紧出来。闻言，黑狼首领也只好照做。看着前方突然出现的巨大黑狼，埃尔卡也认出来这是黑狼族的首领黑格尔。见状的小猫很是疑惑，老银狼则是解释了一下，黑格尔是高等级佣兵，在黑塔很是有名气，可身为顶级佣兵的黑狼却是朝着伊奥低头打招呼，说了一句好久不见后，伊奥便询问黑格尔旁边的猫是怎么回事，你是要来帮他杀掉你的雇主吗？此话一出，黑格尔立马撇清关系，他表示自己也是被对方欺骗了。伊奥的话也让大家有点意外，难道伊奥也是黑格尔的雇主吗？这时拉尔跑了上前，连连道歉的同时，他还大声呵斥欧仁刚刚在做什么。结果下一秒伊奥就出手了，因为他嫌弃拉尔父子有些吵，
接下来伊奥就开始处理自己的事。他询问黑格尔，自己委托的任务似乎失败了。对此黑狼没有狡辩，而是直接承认讨伐失败。旁边的泰奥则是好奇，讨伐的对象难道是真卡湖的怪物吗？随即伊奥也就告知了一切。原来前不久他感受到黑塔的异变，不知何种原因，次元的力量聚集在了真卡湖中，这导致了某些怪物的繁殖发生巨变。如果让那些青蛙怪物继续扩张下去，整个55层的水生物将有灭绝的可能。然而他因为67层的蝗虫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就把讨伐任务交给了黑格尔他们。但眼下的结果是事态更加严重了。对此黑格尔感到很抱歉，他们抵达的时候就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怪物孵化了，加上黑狼族在水中战斗也有极限，因此任务才以失败告终。可黑格尔的话没有得到伊奥的认可，他表示起初怪物们都在水下洞穴中，明明只要毁掉那些卵任务就结束了，正因为黑格尔他们没有做到，才导致了整个村子如今的惨状。黑狼还辩解着自己是按照伊奥计算的孵化时间前去的，不过这个理由站不住脚。伊奥说着他们应该是在那个时间之前赶到，身为顶级佣兵却没有这种意识。但事已至此，伊奥也不准备和黑格尔辩论。村子的损害和任务失败让他很是生气。现在伊奥决定了，不仅要让黑格尔和这两只猫一起接受惩罚，更是打算毁掉前方的豪宅。望着空中愈发恐怖的魔法，下方的拉尔他们被吓得瑟瑟发抖。埃尔卡感受到那股力量后，立马就判断出，如果伊奥落下魔法的话，就连他们也无法避免受伤。闻言的泰奥很是着急，好在连番的捶打居然让保护罩成功破开了。上方的伊奥则是已经准备发动攻击，而破开保护罩的小猫则是借助老银狼的身体，随即快速的扑向了空中的伊奥。小猫的出现也让伊奥恢复了一些理智，可还不等他询问怎么了的时候，由于距离不够，泰奥就掉了下去。好在关键时刻他急忙抓住了魔法杖，被小猫这么一搅和，伊奥一时间也蒙圈了。反应过来的他就告诉小猫咪，待在刚刚那里会很安全的。怎料泰奥当场反驳根本不安全，还说着伊奥如果不收手的话，那在场的所有人都会有危险，更是反问你难道想伤害我吗？闻言伊奥立马表示没有。有着小猫的劝阻，伊奥的火气也就消失了，缓缓地打了一个响指，空中的火球也就缓缓地消散了。眼前发生的一切让黑格尔难以置信，他没想到那位生气时无人能阻拦的毁灭魔法师，居然主动解除了自己的魔法，而且还是因为一只怎么看都很普通的猫咪。这让黑格尔不由得想着，难道他真的是黑龙大人的部下吗？事情结束，泰奥还感谢着埃尔卡，没有他自己都接近不了伊奥。松了一口气的小猫感慨着，差点他就拿不到欧人的1000塔币了。闻言伊奥有些傻眼，难道小猫是为了钱才劝阻自己的吗？对此泰奥说着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拉尔的豪宅中有着许多如合约无效药水那样珍贵的东西，毁掉就太可惜了。随即还告诉伊奥，用那些来当做惩罚的话，比起杀了他们会好很多。最后伊奥也答应了小猫，将拉尔父子的魔法解除后，在他们的带领下，大家就进入了豪宅的仓库中，里面装着的东西无不让所有人感到惊讶。进入后泰奥很不客气地让银狼们拿着东西，至于伊奥则是被前方的物品吸引了，因为在他眼前的都是塔内极其珍贵的魔法书。拉尔告诉伊奥自己比较喜欢收藏古籍，还让他感兴趣的话就带走吧。忍受不了诱惑的伊奥也快速地冲上去，许多的魔法书甚至还是黑塔最初编写的版本。另一边的小猫则是拿到了一串饰品，不过还不等细看的时候，黑格尔却找到了他，询问了泰奥有时间后，黑格尔竟然提了一个很惊人的要求，原来他想让小猫收黑狼族当部下。闻言泰奥瞬间就吓了一跳，不明白黑狼这是要做什么。与此同时的99层管理者空间中，缓缓地伸了一个懒腰，艾琳终于是美滋滋的起床了。这一觉她睡了长时间，起来的第一件事，艾琳准备看看噬菌的情况，可刚刚注入魔力到水晶球中，黑塔就传来了许多的消息，看着自己有超过1000条的信息要处理，没有办法的艾琳只好一条条的开始删除。等到清空了消息后，她就迫不及待地使用了水晶球，得益于龙之心恢复了一些，现在艾琳使用水晶球已经可以让画面扩大投影出来了。画面扩大虽然不错，可找起来似乎让黑龙有些困扰。注意到在挥舞树枝的小熊，艾琳立马就被他可爱到了，但很快艾琳发觉到不对劲的地方。另一边的孤敖则是越玩越起劲，不过下一秒他就看到了艾琳发来的消息。见艾琳好奇自己的武器，小熊解释着这是吸收蓝月气息的堕落树妖留下的。闻言艾琳顿时慌了，他没想到会有这种怪物，于是询问大家对付起来是不是很困难。紧接着小熊就给艾琳说了昨晚的事，他表示大家通过雕像认识了艾琳的爸爸和爷爷，最后是雕像爷爷打倒了堕落树妖。听完小熊的话，起初艾琳还有点疑惑，可很快也反应过来，他明白肯定是爷爷凯撒出手了。听到艾琳不看黑塔提示后，安东和朴世俊纷纷都傻眼了。无奈之下的安东只好慢慢的教艾琳去学习。在教学的过程中，安东给艾琳说了管理者的很多操作模式，还告诉了他黑塔会出现绿色的提示，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一定要去看。教学的期间，兔子先生还拿来了饮料给他们，美美的喝了一口后，朴世俊就好奇的询问绿色提示代表着什么。随即安东表示，当黑塔有物种即将灭绝时，就会出现绿色的提示。世俊没想到管理者居然还管这种事，对此安东说着这关系着黑塔的平衡，他们的工作正是让无数的生灵能在塔内和谐的生活。闻言朴世俊想知道，像他们人类这样的外来生灵是不是也在管理的范畴，毕竟人类和死亡蝗虫都被称为外来者。
然而安东却回答着那并不一样，人类和蝗虫是不同的，死亡蝗虫是没有经过正式程序进入的入侵者，但人类却得到了塔的许可，无论是和怪兽的搏斗，又或者把财宝带出去，都是塔所允许的。不过安东还表示，如果人类把塔弄乱了，那情况就会发生改变。可就目前来看，人类的力量还无法影响黑塔。就在他们聊天的时候，艾琳突然发来出事的信息，原来是她恰好收到了一条绿色的提示，上面写着真卡湖的绿鲤鱼正濒临灭绝。见状，朴世俊很是意外，没想到刚刚说完就来了，于是安东就让艾琳照他教过的流程来做就好。另一边，艾琳则是迅速进入了管理者模式中。刚刚安东提到解决危险的提示时，如果无法亲自动手，是可以任命下级管理者去处理的。在众多名单之中，艾琳很快就找到了朴世俊的名字。随着他的任命完成，世俊也就成功担任了黑塔中间管理者。本次他将要前去75层调查绿鲤鱼的情况。紧接着，朴世俊的手臂上还出现了一阵荧光，看着出现的一个黑龙印记，朴世俊不由得很疑惑。好在安东告诉他，其是象征中间管理者的标志。这时黑塔再次传来消息，1分钟后将把世俊传送到75层。看到这里，朴世俊有些蒙圈，因为这太突然了，且他除了99层还没去过别的地方，如果是去和不明的怪兽战斗，很可能会遇到危险的。对此，安东让朴世俊放心，此行是可以带部下的。随即让艾琳在管理者模式中确认一下。为了保证世俊的安全，艾琳自然是第一时间寻找着，没有几秒他就找到了指定部下的地方。至于要带上的部下，艾琳没有丝毫的犹豫，瞬间就选上了99层的伙伴们。结果等他要按确定的时候，系统却显示由于管理者魔力不足，无法成功指定部下。得到消息的朴世俊也是傻眼了，难道要自己一个人去吗？此刻艾琳已经有些着急了，于是就只选择了牛魔王和熊妈妈。结果碍于2只怪兽太过强大，他目前的魔力已经无法支撑。望着只剩下5秒就要传送的提示，朴世俊也是慌乱的朝艾琳求救，但不管艾琳怎么尝试，依旧是显示魔力不足。就在朴世俊要绝望传送的时候，艾琳终于是找到了2个能指定成功的伙伴。随着他的指定成功，小熊和战士黑兔纷纷成为了同行的部下。下一秒，他们便被传送到了75层的真卡湖。留在原地的安东只好默默地为世俊祈祷平安。与此同时的75层真卡湖中，朴世俊他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紧接着就摔倒在了地面。可身手矫健的孤敖和小黑兔还是及时完美落地，看着是和他们一起来的，世俊也是放心了许多。随即便告诉了小熊和战士黑兔，本次是来代替艾琳调查绿鲤鱼将要灭绝的事。注意到小黑兔他们还带来了解毒大葱，于是朴世俊提醒着一定要保管好。休息了没有几分钟，他们就踏上了调查的旅途。第一步，朴世俊决定先观察四周的环境。然而还没走多远的路，他们就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了，因为前方正是此行的目的地真卡湖。如此美丽的地方，不管是朴世俊，又或者是孤敖和小黑兔，他们都从未见过。眼看伙伴们和自己的反应一样，世俊就生出了一个好主意，随即他们就一起前往湖中玩耍，快速的跳入水中，大家还开心的玩起了互相泼水的游戏。小熊更是调皮的变成了巨大形态，这使得他溅起的水花吓到了世俊和小黑兔。等到玩累了，他们就静静的躺在湖中休息。上岸的时候，朴世俊熟练的生火烘烤着衣服，把衣服烘干，旁边的小熊就说着自己饿了。闻言，朴世俊也是如此，来得太过匆忙，所以什么吃的都没有。在他的提议下，大家就一起前去寻找吃的东西。路上，世俊还想着要去登记75层的传送点，结果走到要离开真卡湖的时候，却猛然撞到了一个屏障，这让朴世俊疼的同时还很蒙圈，因为前方明明是有路的。这时塔的讯息传来，原来本次的活动范围无法超过真卡湖。见状，朴世俊十分的难受，好不容易离开了99层，结果又被困在这里。生气之下，他一脚踹向了旁边的东西，怎料下一秒就感受到脚传来的剧痛，眼看自己的爸爸被伤到了，小熊就要前去好好教训一下那个东西。等到朴世俊转身看着孤敖拿着的东西，于是连忙让他不要动手。原来在小熊手中拿着的居然是一个新鲜菠萝，刚刚他就是踢菠萝不小心伤到了脚。听到世俊的话，小熊好奇那是什么东西，给他解释完其实很好吃的水果后，朴世俊也就开始了分割菠萝，酸酸甜甜的味道，不管是小熊还是战士黑兔都很喜欢。这时小黑兔表示附近肯定还有，随即就建议再找一些。至于世俊则是保留了菠萝的根部，因为只要把根部多余的果肉切除，再好好进行保存，等回到99层就能种出更多的菠萝了。经过朴世俊的一番解释，战士黑兔也不由得夸赞着，叔叔不愧是塔的第一农夫。而小熊吃完了手中的后，就开心的说着他还要再吃。可这时后方传来的动静却让朴世俊一惊，回头一看，前方的湖中竟然走上来了一只巨大的青蛙。眼前的情况使得小熊赶紧站了出来，这么大的青蛙，朴世俊还是第一次见过。关键时刻，黑塔的讯息再次传来，原来其就是导致绿鲤鱼濒临灭绝的原因之一。紧接着管理者的任务也就出现了，需要朴世俊消灭真卡湖中的2291只青蛙。看到足足有2000多只后，世俊当场就被吓傻了，因为这个数量实在是太多了。世俊没想到眼前的青蛙群居然就是绿鲤鱼要灭绝的原因，但不等朴世俊做好准备，前方的青蛙就已经疯狂地冲了过来。好在小熊和战士黑兔反应及时，瞬间就拦下了准备攻击世俊的青蛙。面对继续扑过来的怪物，他们也没有丝毫的
的惧怕。小熊拿起新获得的武器，一棍便能直接消灭很多只。这时朴世俊也已经恢复了冷静，随即就主动杀向了青蛙们。健壮的青蛙还想用舌头攻击，结果立马就被世俊俯身躲开。紧接着他将乌卡的投掷手斧甩了出去，其的锋利程度连树妖都能破开，击杀青蛙怪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一轮战斗下来，朴世俊也是信心满满。虽然他看起来很弱，但好歹一直在99层中摸爬滚打。现在前方又上来了几十只青蛙，可朴世俊他们却是一个个斗志昂扬。下一秒，青蛙们就冲了上来，而世俊和小熊他们也是立刻迎了上去。和真卡湖的激烈战斗不同，此刻的小猫正在美美的睡觉中。不一会伸了一个懒腰后，太奥也就起床了。虽然柔软的大床很好，但他认为还是比不上世俊的细枕。就在这时，突然有人敲响了房门。等到门被打开，原来竟是欧仁询问太奥主管有没有睡醒。听到小猫夸赞自己的床很不错，欧仁不仅不生气，还显得十分的开心，更表示他准备了餐点，需不需要送进来？疑惑之下的太奥也就同意了。很快在欧仁的招呼下，一条香喷喷的鲜鱼就被送了进来。闻到其散发的香味，小猫也是立马来了精神。他还认出来这是一条上好的大马哈鱼。在太奥吃着美食的期间，欧仁一脸献媚的说着，如果不够的话请和他说。太奥很好奇欧仁难道不一起吃吗？怎料对方却说着没关系的，不用管他。这会的小猫还不知道，其实经过伊奥的事件后，现在的欧仁是彻底的顺服了。很快将大马哈鱼吃完后，太奥就在豪宅中闲逛消食。今天他吃得非常心满意足，一路上还哼起了小曲。但才走了没有多久，小猫就听到了伊奥生气的声音，原来是黑格尔汇报着。其实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青蛙具体的数量，且巢穴的位置也没有掌握。黑格尔还表示，等探查出具体的位置，就会尽快回来汇报的。一天下来没有一件顺利的事，也让伊奥既生气也无奈。对此，小猫却走了进来，同时让伊奥别再生气了，还说着最好别对没有才能的部下抱有期待。闻言的黑格尔只得保证，他一定会证明自己的。这时他要注意到伊奥的情况似乎不好，于是建议他应该睡一觉休息一下的。对此，伊奥说着现在没有时间，自己要思考一下接下来的对策。怎料话音刚刚落下，小猫却是一把将他举了起来，紧接着就把伊奥放在了自己的帽子里，同时让他就在帽子中休息吧，有什么事情也会立马叫醒的。不过小仓鼠很是拒绝，他说自己最近失眠睡不着。可下一秒触碰到小猫柔软的毛发后，伊奥便瞬间愣住了，这种软乎乎和传来的温暖，竟让他的困意立马上涨。随即伊奥就小声的表示麻烦你了。闻言，小猫咪让他不用担心，好好的休息就行。健壮的黑格尔主动表示，就由他来送伊奥大人去休息。不过小猫却让他去做别的事情。临走的时候，太奥突然叫了黑狼首领，然后对着自己的眼睛比划着。小猫告诉黑格尔，想证明的话就好好表现，他一直在看着的。闻言，黑格尔赶紧说着，他们立马就出发前往真卡湖。等到小猫出门的时候，埃尔卡却是找了上来。看到老银狼的第一时间，太奥便询问了村子的状况。于是埃尔卡表示，他们已经把食物都发放下去了，但这会有很多的村民在外面等着见太奥。此话一出，也让小猫有些疑惑。随即太奥就跟着埃尔卡走到了外面。现在豪宅的前方已经站满了许多猫咪。见到太奥的第一时间，大家纷纷请求着小猫，原来他们也想当太奥的部下，想跟着他一起学习怎么成为一个流浪商人。怎料大家的话让太奥很是讨厌，随后也就转身离开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也和黑狼一样要成为自己的部下，有黑格尔他们已经让自己很烦恼了。这时老银狼叫住了小猫，他表示在村民的眼中，现在的太奥就是英雄。见小猫有点蒙圈，埃尔卡就告诉他消息已经传开了，如今的太奥是一个爬到99层，赢得了黑龙大人信任的商界新星，还表示这回小猫有了一个称号，叫做金猫太奥，这让小猫感到难以置信。可老银狼再次说着，如今的报摊上就有，上面的内容是太奥在饥荒中拯救了村子，还阻止了大魔法师的怒火，这无疑是很了不起的成就。紧接着埃尔卡告诉太奥，农场和售卖作物都需要扩张，而离开了99层就需要太奥来带领大家，所以老银狼希望小猫能收下这些部下，就当是为了世俊先生的扩张做准备。埃尔卡的话让太奥陷入了思考，很快小猫就朝着他道谢，还表示会重新思考他刚刚说的话。但这时后方又传来了一阵声音，似乎是有猫咪闯了进来，对方正说着自己和太奥是很熟的，而仅仅只是一眼，小猫就认出了其实自己曾经喜欢的玛丽尔。看到太奥的玛丽尔连忙推开了旁边的管家，下一秒竟激动地扑到了小猫的怀中，更是说着自己很想太奥。对此小猫有些不舒服的要推开他，玛丽尔说着太奥来村子都不来看自己，这让他很是伤心，还认为太奥之所以做到这么成功，不就是为了讨好他的吗？现在自己也愿意接受这份心意，毕竟他们之间不是有着很亲密的关系吗？就在玛丽尔调戏着太奥的时候，一只小小的爪子却阻止了他，原来是后面的伊奥醒了过来。现在他也明白，眼前的小母猫就是太奥不愿多说的玛丽尔。然而伊奥的突然出现，竟成功吓了玛丽尔一跳，将伊奥视作老鼠的他，一把就拍飞了伊奥。就在其哭诉着讨厌老鼠的时候，埃尔卡和太奥连忙去查看伊奥的情况。刚刚的情况太过突然，导致他们都没有反应过来，快速的扶起伊奥。小猫很是担心他的状况，所幸这点小伤伊奥表示立马就能恢复。玛丽尔的做法已经激怒了太奥，随即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结果其不但不悔过，还不理解泰奥对自己发脾气，难道他更担心一只老鼠吗？见玛丽尔这副模样，泰奥愤怒地要求对方立马道歉，然后赶紧从这里出去。可惜玛丽尔根本不管不顾，只是一副很伤心的模样。但小猫一再地要求他道歉，竟使得玛丽尔态度大变。玛丽尔实在是不解，自己明明都大发慈悲地愿意接受泰奥了，结果泰奥竟然更关心一只老鼠。生气之下的玛丽尔冲了上前，她让小猫马上抛弃伊奥来找自己，更是怒骂泰奥真是一只愚蠢的小黄猫。玛丽尔的大便让泰奥和阿尔卡都傻眼了，他们不解对方居然这么勇敢。下一秒，一根魔杖就指向了玛丽尔。伊奥告诉他，泰奥先生是不喜欢这种方式的，最后表示自己和泰奥已经是很亲密的伙伴，因此并没有玛丽尔的位置了。说完话的下一刻，伊奥手中的魔杖就发动了攻击，伴随着紫色的雷电球命中玛丽尔。下一秒，一道强大的雷电魔法便冲破了豪宅，这一击也将玛丽尔直接打飞到不知何处。刚刚降临的强大魔力和玛丽尔的飞走，当场让小猫被吓傻了。和他一样的还有旁边的阿尔卡，做完的伊奥则是靠在了小猫的身边，紧接着就一头扎进了泰奥毛茸茸的肚子上。原来他现在有些太困了，所以想请泰奥再借自己休息一下。健壮的小猫咪自然不会拒绝，缓缓地抱住劳累的伊奥，他便轻轻地说着好好睡一觉吧。与此同时，在75层的小镇中，一只哥布林正一点点数自己最近赚的钱，但发现总共只有几个塔币后，斯卡拉姆也是非常无奈。近期监察局太严，导致他没有骗到多少钱。紧接着斯卡拉姆还敲了敲后面的门，他让对方振作一点，继续去找一些更吸引人的东西。说完，斯卡拉姆就想着要不现在出发，怎料他刚刚做好决定，下一秒自己的房间就突然被冲破了。这瞬间的变化成功吓到了斯卡拉姆，他不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等到溅起的烟尘逐渐散去，斯卡拉姆这才看到前方的白色小猫，原来被伊奥打飞后，玛丽尔竟意外来到斯卡拉姆的房间。他现在十分的生气，想到自己一个美女却被这么对待，玛丽尔就发誓绝不会放过泰奥他们的。听到白猫嘴里熟悉的名字，斯卡拉姆连忙走上前，让玛丽尔给自己详细的说说，还向其表示他想到了很好的计划。这时的玛丽尔终于是发现了眼前的哥布林，随即很是疑惑对方是谁。很快过了一段时间后，黑格尔他们终于是来到真卡湖进行探查。经过不一会的调查，让黑狼们意外的是，青蛙的数量居然在变少。得到这个消息的黑格尔也很难以置信。就在这时，另一个黑狼急忙传来了新消息，由于事情很难描述，所以对方让组长黑格尔亲自去看看。等来到目的地的时候，黑格尔他们顿时傻眼了，因为前方竟堆满了青蛙的尸体。怪物们的死亡让黑格尔脸上写满了疑惑。紧接着，旁边的黑狼注意到湖另一边的情况，顺着族人的指示，黑格尔看到了远处冒着的炊烟。见状的他果断决定前去确认一下。另一边的自然就是朴世俊他们了。这会是俊正和小熊他们吃着菠萝。截至到目前，大家一共消灭了1150只青蛙了。可一整天没有好好吃东西，也让他们3个很是无精打采。加上这会青蛙们正在躲避大家，所以也很难追上。因此朴世俊他们就只好休息补充体力了。世俊本想让孤敖饿的话就再吃点菠萝，但现在小熊已经腻了，他表示自己想要吃肉。见状，朴世俊连忙安慰着小熊，还说着现在就去抓一点鱼。然而世俊的话音才落下，黑塔就提示着目前湖里的鱼不稳定，抓来吃的话可能会加速灭绝。就在朴世俊想着该怎么找到新的蛋白质时，小熊就说着他有一个好办法，随即便指向了前方躺下的青蛙。孤敖的提醒也让世俊反应过来，于是他就立马上手开始处理。很快朴世俊就拿带过来的大葱卷起切下来的蛙肉，最后再放到火上面进行烘烤。不一会，一份蛙肉大葱卷也就完成了，其散发的香味使得小熊激动不已。而这也是塔内的第一份蛙肉葱卷，因此世俊的料理成功来到了4级，更是让葱卷获得了特殊效果。如果食用的话，便能在水中自由运动30分钟。看到食物的特殊效果，朴世俊想着这肯定能让抓青蛙更加轻松。不过看着他思考的模样，小熊却是提醒着吃饭的时候要专心。随即大家就美美的开始享用，仅仅是吃了一口，葱卷的味道就惊艳了世俊。小熊和战士黑兔也没想到会这么好吃，蛙肉吃起来十分的鲜嫩爽滑。朴世俊无疑很喜欢这种感觉。确认好没有事后，他就继续开始料理更多的蛙肉。可正当世俊要继续吃的时候，却有别的声音急忙阻止着他。下一秒，黑格尔就突然出现，随即还打飞了朴世俊手中的蛙肉葱卷。黑狼的出现让他还没反应过来，至于黑格尔则是提醒着这种青蛙是有毒的，不能吃。但还不等他多说下去，小熊就已经生气地冲向了他。遭受到孤敖的撞击，哪怕是顶级佣兵也不由得倒飞出去。对于眼前这个妨碍他们吃饭的家伙，小熊决定要好好的教训一下黑格尔。至于黑狼组长，怎么也没想到这里居然会有一只深红巨熊。好在关键时刻朴世俊阻止了孤敖，同时解释着刚刚黑狼是提醒他们蛙肉有毒。可黑格尔却突然注意到世俊手上的标志，那无疑是塔内流传着的伟大黑龙的象征。于是他连忙走上前，还向世俊道歉，请求他原谅自己刚刚的无礼。紧接着黑格尔匍匐在地，随即主动介绍他是黑狼族族长黑格尔，很荣幸能在这里遇到伟大的黑龙大人。见状的世俊有些疑惑，对方口中的黑龙难道是指自己吗？而在另一边的拉尔豪宅中，小猫的耳朵不由得动了几下，这种反应泰奥十分的熟悉。正好醒来的伊奥询问是怎么了，于是小猫表示似乎有什么在吸引着他，但并不是在房间中，而是在很远的地方。闻言，伊奥果断跳了下来，虽然很不可思议，可因为是泰奥说的话，所以
以他提议现在就一起去看看吧。一段时间之后，在75层的真卡湖边，此时朴世俊和小熊正在默默等待。好在没有过多长时间，水面就出现了几个冒泡的地方，紧接着一些青蛙就被抓了上来。下一秒，湖面顿时溅起了巨大的水花，原来是小黑兔和黑狼他们回来了。随即世俊询问着在水下的感觉怎么样。闻言，战士黑兔表示吃了葱卷后，在水下十分的自由和舒适，所以他这才抓到了藏在湖中的青蛙。但如今还有着400只左右没有发现。湖的附近大家都搜过了，然而却没有找到剩下的怪物。对此，黑格尔说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那些青蛙都躲在了深处的洞穴中，因为他们起初来进行探查的时候，就试图想消灭洞穴中的青蛙卵，可惜那在很深的地方。朴世俊想着吃下葱卷会不会就能去，但黑格尔也不确定，因为他不清楚那些洞里面有没有氧气，如果没有的话，贸然进去很可能会出事。就在他们商量对策的时候，后面却传来伊奥叫小猫慢点的声音。至于泰奥，则是在说着他从前方感受到十分吸引自己的东西。等到看清草丛背后的小猫咪后，朴世俊和小熊他们都很是惊喜。埃尔卡对此很意外，他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世俊先生。至于泰奥，已经迫不及待地走了上前，确定是朴世俊的瞬间，小猫立马喜出望外，紧接着就扑到了世俊的怀中。旁边的黑格尔则是汇报刚刚的事情。泰奥询问着世俊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对此朴世俊便一点点地给他解释。伊奥现在也是明白，原来小猫的吸引是指朴世俊，种种不同寻常的事件无不告诉伊奥，泰奥果然是一只特别的猫咪。另一边才分别几天的大家，在真卡湖的偶然相遇，使得他们都非常的激动和开心。